烟雨江南，青云巷口。漳州兰陵城最有名的青楼翠云阁后院的柴房内，传出一阵阵的哭啼声。沈渊和另外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姑娘一起缩着蹲在地上，全都流着眼泪，恐惧地望着柴房门外。外面怎么没声了？沈渊低气道。话音刚落，一位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将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像拽垃圾一般的拖进柴房，往地上一扔，正巧摔在沈渊面前。大家不敢看地上的女子，止不住的抽泣。徐保姆走进来，穿得一身的珠光宝气，头戴金钗，她像菜市场挑白菜一般的扫了这几个姑娘一眼。进了我这翠云阁，就别想着出去了，不乖乖听话，就是这般下场。好好接客做生意，自然有好日子过。临走前，对旁边的嬷嬷扔下一句：好好教导他们，学不好的不给饭吃。7天后，全部开始接客。彪形大汉这才将地上快没气儿的女子一起拖走。柴房的门暂时又关上，房内凄惨的哭声此起彼伏。沈渊隔着衣料紧捏着胸口的玉佩，除了流眼泪，心里止不住的悲叹人生的大起大落。沈渊从小就没有爹，跟着娘亲生活在江州偏远的青莲县银沙镇。娘亲是个大夫，他时不时会跟着娘亲出游看诊。可惜1个月前娘亲去世了，她成了一个孤女。娘临死前放心不下，告诉她亲爹是京城位高权重的临安侯沈知州。沈渊觉得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我一个孤女忽然成了侯府千金，唉，如今走投无路，他打算拿着娘亲给的玉佩和信去京城寻亲。这救命之恩摆在那儿，怎么也要找渣爹要一笔巨额的家产。可今年江南多暴雨，爆发了数十年以来最大的洪灾，天灾之下闹饥荒，流民遍地，一片混乱。沈渊饿的是头昏眼花之时，又被人贩子给拐卖了。唉，沈渊长叹一声，绝望地看了一眼柴房门。他这段时间发现，要靠自己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干什么都被人给看着。这会儿，沈渊私下同比他早来几年的柳寻芳偷偷地聊起这件事。柳姐姐，那咱们就得永远待在这里吗？也不全是，你若肯好好接待客人，等攒够了银子，就可以给自己赎身呀。那得到猴年马月呀。也不是非得花自己银子呀，万一遇上好的恩客愿意一掷千金为你赎身，也不是不可能。唉，现在看来只能靠卖身了。这天灾人祸的，她一个弱女子如何出得了江州，再千里迢迢的去京城？既来之则安之，别想那么多了。哪会有富家公子真愿意为咱们青楼女子赎身呢？都是说着骗咱们的。我来这儿5年了，就没听说过有谁是被从翠云阁赎走的。沈渊听了更愁啊，那可怎么办？唉，还能咋办？认命呗。这年头多少灾民饿死，待在这儿好歹有口饭吃。7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不等沈渊想出什么主意来，他就要被安排接客了。沈渊现在改名叫清河，徐保姆看他长得好看，本想培养他一些琴棋书画的才艺，让他去接待达官贵人，卖个更好的价钱。奈何他死活不肯乖乖的学，3番5次要逃跑，还顶撞贵客，为此挨了不少罚。哎呀，快跟我来！徐保姆现在心里很着急，刚才来了2位贵客，其中一位他连对方的人都没有看清，只瞄到一眼那锦衣华服，便知身份不凡。徐保姆先把沈渊带到一间隔间，笑着给他理了理头发。好姑娘，快收拾好去接待贵客，若是今晚让这位客人满意了，不仅不会受罚，我还会奖赏你，否则继续回来挨打，以后也别想接待贵客。沈渊一进来就看到一位身着紫衣的俊美公子端坐在楠木桌前，身后站着几名侍卫模样的小厮和一名年老的嬷嬷。屏风后面还有一位似是穿着锦衣华服的公子。屏风后面的男子叫谢怀琛，字彦之，是当朝太子，这次奉旨前来江南赈灾。紫衣的这位叫顾锦修，顾大学士的小儿子，京城有名的纨绔子弟。谢怀琛一到江南，便被这次的灾情给震惊到了，溃堤导致大片的农田村落被淹没，一时间临近几州的粮价暴涨。他一来就在没日没夜的忙着调粮和安置灾民的事情，好不容易才稳住事态，让赈灾之事有序进行着。而这会儿才刚抽出功夫调查江州的官员，没想到就着了这种道，被人给暗中下了情毒，这毒药会在后面3个月内频繁的发作。现在情况紧急，若在院中临时找个女子，搞不好就是被安排来的奸细，考虑到不想殃及无辜，或者被逼娶妃纳妾喜当爹，最后可能带个女人回东宫等等问题，以防节外生枝引来各种麻烦，不如出其不意的来青楼找个干净的姑娘，方便省事儿。可此刻顾锦修也愁，毕竟是给太子殿下找女人，真不能随便拉一个凑合，硬是给老鸨提了一堆的要求，送来了好几个都不满意。现在看到沈渊，
顾锦修的眼睛都亮了，这姿色放在京城也称得上是绝色佳人。给他验身。沈渊依旧是很猛，你都来青楼找女人了，还验什么身啊？公子放心，她叫清河，是刚来翠云阁的姑娘，保证干净乖巧。很快验身结果出来，嬷嬷躬身对顾锦修禀报，确实是干净清白的女子，身上除了掐伤和鞭伤没什么毛病。顾锦修闻言带着询问的目光看了徐老鸨一眼。哎呀，这刚来的姑娘不太听话，是会受些教训。顾锦修听罢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清河姑娘，有劳你好好伺候里面这位公子。已经挨打挨到人间清醒的沈渊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只觉得这些个上等的贵客还真的是挑剔。顾锦修说完话后便命人都离开房间。清河，好好伺候里面这位贵客，否则有你好受的。等众人都出去以后，他望着里面那道清冷的身影，有些紧张茫然。他屏住呼吸，一只手捂住胸口，缓步往屏风后面走去。看到端坐在床榻上的男人，只觉得不似人间。他生得清雅俊美，眉目如画，只是他皱着眉头，神情微冷，一双幽深如寒星一般的眸子看向他。可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按规矩该陪他睡，可看着公子周身高贵的气度，那目中无他的样子，3文钱1把，10文钱3把钥匙，你配吗？沈渊表示，唉，我是真的不配啊。走到他身旁的床榻边坐下，今晚必须得把这个男人给伺候好了，不然还得继续挨打。于是沈渊鼓起勇气，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开始给谢怀晨脱衣服。哎呀，这起衣怎么这么复杂？谢怀晨看出他没有什么伺候客人的经验，脱个衣服，手指磕磕绊绊，在他身上四处点火。谢怀晨欲望愈演愈烈的眼中露出一丝无奈来，趁着还有几分神智，一把握住他的手。他被谢怀晨揽入怀中，耳畔呼吸灼热，声音暗哑低沉。别怕，我来吧。悄悄是明月，心上在彷徨时，已经贡献了。谢怀晨清醒后，起身深深地看了眼昏迷的沈渊，目光尽是复杂，还有床上那抹落红尤其刺眼。哪怕知晓对方是做生意的青楼女子，他此刻也生出一丝负罪感。整理好衣裳，才走到屏风外间，出声唤人。顾锦修听到声音，立刻走了进来。胭脂，滋味如何？这可是你第一次逛青楼啊！回去再说。要把她带回去吗？别让她知道我的身份。来青楼就是为了杜绝不必要的麻烦，他只是这女子的恩客，他们的关系止于交易，仅此而已。好，那我来安排。顾锦修去房外把徐老鸨给叫过来，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公子这是要包下清河吗？我包他3个月，他只用伺候我那位朋友。没问题，公子请放心。敢问公子和里面这位贵客尊姓大名啊？顾锦修漫不经心地笑道：我叫张三，他叫李四。见过世面的徐老鸨只是嘴角抽了抽，笑着回道：原来是张公子和李公子啊！往后2位贵客有何要求，尽管吩咐。咱们翠云阁啊，啥样的姑娘都有，2位还可以看看别的。顾锦修没有同他废话，点点头便进了房间。谢怀晨皱眉看了看桌上的银票，抬眼目光冰冷地看向顾锦修。哎，这是我在赌坊赢的。这家伙真是吃喝嫖赌无所不能。我也想当翩翩君子，可我更想活命啊。谢怀晨想到他家的情况，心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随即又从桌上抽了几张银票出来，起身去了里间。谢怀晨想到接下来3个月都得用它做情毒的解药，心道自己还是尽量的压制药性，少折腾这姑娘吧。他轻轻地替她拢了拢被子，将银票放在她的枕头下面，微微露出一角，然后转身就离开。柳金芳知道他今天第1次接客，还好心的过来扶他回房。第1次是辛苦些，以后就好了。而且也不是所有客人都这么折腾，你的客人可有给你赏钱？沈渊闻言没有多想，呆呆的点了点头。待在翠云阁，你可得尽快学着长点心，记得把赏钱分成2份，1份藏好，1份准备着交给徐保姆。怎能还要交给保姆啊？这都是规矩，没有办法的，记着了啊！多谢刘姐姐提醒。然后茫然的往房中四处看了看，该藏在哪里呢？柳群芳这才离开。他用快要休眠的脑子思索了片刻后，认为不能完全按照柳群芳说的去做，于是索性把银票分成2份后分开藏了起来。神已经累得不行，趴下就想睡，可还没有躺安稳，只见徐老鸨带着人冲进他的房中，身后跟着的管事姑姑手里还拿着鞭子。星河，把银子交出来吧。保姆，你说什么呀？别装了，那位贵客定然给了你银子，交出来，这是翠云阁的规矩，客人给的赏钱都要统一交给我，我会给你记上一成。你有什么额外开销，可以从里面出。沈渊觉得这简直是吸人血，自然不肯交，一脸无辜又害怕的说道：可客人没有额外给我银子啊，你再不交出来，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罢便斜眼示意身旁的姑姑动手。沈渊吓得连忙哀求：保姆，我真的没有啊。
可对方不管，直接甩鞭子打他，打得不重，只在立规矩。最后有一半的银票被搜走，徐老鸨早料定他会私藏。若非我给你机会，你哪能接待这般贵客？这剩下的继承才是你兴得的，也不少了，别不甘心，以后多赚多得。走之前还打完鞭子后给一颗枣，对他哄道：那位贵客包了你3个月，你好好养着身子，这3个月啊，只用伺候好他就行了。沈渊听罢，总算是有了一些反应。他从小跟随娘亲学医，意识到那位客人的反常，暗中给他号脉，发现他其实是中了情毒，而解毒需要数月。后面的3个月都只用伺候那位公子，其实算是好事吧。按照毒性，哪怕那个男人竭力压制，最多能撑10天。沈渊希望他早一点来，若是完全等到毒性发作，自己又要被他折腾。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当晚，谢怀晨回到府邸，先沐浴更衣，然后同顾锦绣一起在房中商议今晚的事。我看你现在精神不错呀。谢怀晨面无表情地瞪了他一眼，直接说正事。这次应该是冯牧之派人干的，这更加说明了江州的官员有问题。灾情才渐渐稳定，太子刚查出来一些下头官员贪赃枉法的证据，就被人暗算冯牧之是3皇子谢怀景的人，而刑部主事是3皇子的亲舅舅临安侯沈知州。临安侯会不会秉公执法先不谈，现在手上的证据只够搞死一些替罪羊的。胭脂，这事儿不好办啊。证据可以继续找，先查查冯牧之身边的人有没有可以利用的。顾锦绣微微颔首，我这就去办。随即又笑得轻佻，懒散地靠在椅背上，悠哉悠哉地开口：胭脂，那位清河姑娘已经被包了3个月，你随时可以去翠云阁。谢怀晨不禁扶额：你这是当顽固当上瘾了？非也非也，你这段日子如此辛苦，多去放松放松也挺好。不用你操心，早点回去休息吧。顾锦绣闻言嗤笑一声，被谢怀晨冷眼一扫，赶紧乖乖走人。第二天一早，冯太守便来求见。太子昨晚并没有宠幸院里的女神，也没有听说欺凌了哪个良家妇女，难道他没中招？确认他没有事情之后，便匆匆离去。多次试探以后，心道太子果然如传闻一般不近女色，难怪沈贵妃想在他身边安插点人都难。顾锦绣调查了冯牧之身边的亲信之后，一脸严肃地来找谢怀晨商量。你查到什么了？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冯太守有多干净。谢怀晨有些意外，剑眉一挑，眼神示意他接着说。我不仅没查到他任何把柄，还发现他是个后宅清静、洁身自好的情痴。冯牧之十分疼爱温氏，从不沾花惹草，2人恩爱多年，还生了一对儿女，模范夫君。还有呢？还有就是兰陵城近来有一则传言，关于女子的诅咒。谢怀真听得莫名其妙，但很好奇。近几个月来，兰陵城陆陆续续死了20几位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死因各种各样，有的是青楼女子，有的是宅院里的丫鬟奴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上有胎记。兰陵城传言，身上有胎记的20岁年轻女子都受到了诅咒。谢怀真突然想起了清河，她看起来年纪还小。这事儿啊，原本没什么，可我发现官府不仅压下了流言，还对这些女子的死不了了之。最重要的是，冯牧之的亲信冯照在特意关照此事，而且冯照以前不怎么逛花楼，最近几个月却把兰陵城的花楼给逛了个遍。你怀疑这事同冯牧之有关？不仅因为冯牧之的亲信在介入此事，而且传言之初还有关于冯牧之抢别人妻子的事儿。2则流言是一起传出来的，只是冯太守模范夫君正人君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并没有太多人在意。死了这么多不相关的人，看样子他们是在找人。20岁左右有胎记的女子，还卖身青楼或者宅院当丫鬟，有什么特别之处？关键他们似乎还没有找到真正要杀的人。谢怀真手指轻敲着桌面，思考了良久后，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冯牧之的妻子温氏同前夫的那个女儿若是没死，是不是也就20岁左右？这一问让顾锦绣犹如醍醐灌顶。你的意思是，他的夫人可能真的是抢来的，还杀人全家抢到的？只是做了点联想，不然不知此事如何解释。一般这种身份低微的女子，不至于抓到冯牧之的大把柄，让他如此大费周章。我往这个方向查查，我也去花楼逛逛，探听下冯照到底做了什么。顾锦绣总算是眉头舒展开，兴致十足，吊儿郎当的挑眉，嘴角轻勾。你要不同我一起去翠云阁吧？现在不需要。谢怀琛眉间露出一丝无奈来。你难道非等药效发作才肯去？这不是折腾人家姑娘吗？你能不能有点怜香惜玉之心呐？好吧。顾锦绣看出他的不情愿，笑着劝慰道：这些青楼的姑娘们不会是奸细，碰了也不用你负责，况且同他们说说话也挺有趣的。这就是你喜欢逛青楼的原因？顾锦绣立马两手一摊，满脸无辜的嗤笑一声：我是纨绔啊，我不逛青楼，你让我逛书院吗？谢怀真突然想说，你还可以带着青楼的姑娘一起逛书院，但还好忍住没有出口，怕她真这么干。沈渊倚在后院亭子的栏杆上，看着小池塘里的几条活蹦乱跳的鱼，默默的开始流泪。哟，这不是第一次接贵客就被包下的清河吗？不是该开心吗？哭什么呀？一位叫紫菱的姑娘阴阳怪气的说道。她那晚也被徐老鸨叫过去见客人，可顾锦绣嫌她身上的脂粉味太重，
沈渊赶紧抹了抹眼泪想离开，真是想清静点都得回屋里憋着。紫菱抬手拦住他，哎，你走什么呀，清河啊？你倒是给咱们讲讲，你是怎么得了贵客青睐，好叫我也学两招。紫菱这几天遇到无良客人，心里总想着另外的2位公子，要是他们包下的事他该多好呀。沈渊懒得同他想，大家都是沦落青楼的，还学两招，你可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啊。我一个新来的，我能知道什么？你还是去问问其他姐姐吧。哈，怕我抢你生意啊？哎，太小气了吧！我第一次接客，我能知道什么招？生意你爱抢就去抢。说罢便要走人。哈，你就这么有把握？就仗着你有几分姿色？沈渊心里吐槽，人家深宅大院里要是抢男人还能理解，怎么青楼也要抢人呢？没有理他，想赶紧走掉。紫菱见他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心中更加不服气，突然用力将他往池塘方向推。沈渊一个重心不稳，要摔进池塘，情急之下一把拽住紫菱，两人双双落入水中。有军方正巧路过，赶紧将2人给拽上来。水不深，没什么危险。紫菱一上来就开始无理取闹，大声质问沈渊干嘛拽他，自己是不小心才推倒他的。沈渊冷哼一声，哼，我也是不小心拽的，你们都别想多了。客人们来来去去，有的甚至能跟你来一出海盟山誓，至死不渝，可到头来都会走的。紫菱依旧不服气，但也没有再做纠缠。倒是沈渊，这话听得令人绝望，那他怎样才能离开这里？哎，有没有又蠢又渣有钱的男人，给我来一个。总算10天不到，沈渊又等来了谢怀琛。他很庆幸这次他没有等到快神志不清才来。谢怀琛就这样安静地端坐在楠木桌旁，桌上的茶水没有动过，目光不知看向何处。沈渊顿时觉得好难，这男人好骗吗？谢怀琛像是注意到了动静，转头看向他，目光如他人一般的清冷。见他微微的垂眸，脸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不悦，这才走到桌旁站定。公子，星河来伺候你用茶吧。确认他没有反感后，白皙的手才伸出来，去端起茶杯给他倒水。沈渊故意稍稍提了提衣袖，小心翼翼的倒水的时候，微微的露出手臂上的掐痕和鞭伤，希望这气质如兰的贵公子能稍稍的有点怜悯之心，不要为难他。谢怀琛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平静无波的眼眸似是有一丝波动，但转瞬不见。公子请用茶。其实谢怀琛一点不反感同他待在一起，相反，他感觉精神很放松。他很喜欢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药草清香，闻着让人心神宁静，连头隐隐作痛的老毛病都好了不少。而此刻松弛的感觉让他很舒服，没有开口说话。李公子，我是不是上次没有伺候好你？你是不是嫌弃我呀？没有，你怎么会这么想？那就好。公子，你那晚救了我，我原本会被安排去接待一位屠夫，姐姐们说那种客人会折磨死我的。虽然你也快折腾死我了。见他如此感激的笑着，说自己救了他，心中有点不是滋味。谢怀琛没有想太多，顺着心意手往怀中掏了掏，发现自己没有带银票，他皱了皱眉。沈渊见他这副表情，以为自己哪里说错话了，赶紧尬笑道：“我随口说说，公子千万别介意啊。”没有，星河姑娘，你坐下说话吧。目光落在沈渊腰间的那只香囊，寻思是不是就是这个香囊的味道。沈渊注意到他的目光，主动取下香囊，浅笑着对他解释：“这香囊是用几种特殊的药草调制而成，有凝神静气的功效。公子，你闻闻看。”谢怀琛接过香囊，放到鼻尖闻了闻，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就是这股味道。这种香囊我还有，公子若是喜欢，我便把这个赠与公子吧。谢怀琛见他如此落落大方，而这香囊似是对自己的头疼的毛病有点奇效，可以拿去研究一番。那多谢姑娘了。听公子的口音，像是京城那边过来的人。谢怀琛点了点头。沈渊疑惑：这边现在闹灾，公子不在京城待着，怎么来这里呀？谢怀琛的眼眸微裂，没有立刻回他，倒是沈渊自己恍然大悟般的笑道：哦，我知道了，你八成是来做粮食生意的，对不对？一言不发的谢怀琛抿了抿唇，点头默认了。沈渊心道，难怪那么有钱，原来是京城的富商。那公子后面还要回京城吗？他追问。对。谢怀琛的回答就像挤出来的字一般，沈渊看得出他不喜欢自己多问，但他忍不住状似平常的问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啊？谢怀琛见他挺有兴趣聊天的样子，猜测他若是伺候不好自己的话，怕是要受罚，于是配合的回道：3个月左右。这话让沈渊的心中有了一个大大的想法，若是能在这3个月之内说动他给他赎身，再跟着他一起去京城，到时候就可以偷偷的逃跑去找林安侯，谁也不会知道他的这段黑历史。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如何才能打动他呢？他身上总有一种拒人千里的疏离感。沈渊注意到他那俊俏的脸上眼底泛着疲惫的青色，看他有些许暗沉的脸色便知近日以来没有休息好，难怪会对他的香囊感兴趣，于是便主动笑着提起：我略懂推拿之术，公子想不想试试？谢怀琛是真的感兴趣了，钱都花了，是该让他好好的伺候。于是沈渊起身绕到他的身后，按照他所熟知的特殊的手法给他按摩肩背。谢怀琛很少让人这样服侍，此刻他只觉得一股舒适的感觉蔓延到4肢百骸，他总算是没有感觉到不自在，彻底放松下来。突然有点理解为何顾锦修喜欢逛青楼，
这是我娘教给我的独门绝技，一般人可不会。沈渊开始瞎扯，有这般本事，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我从小没有爹，娘亲去世后被卖到翠云阁。谢怀琛突然后悔问出这句，不过他声音立刻又变了调，转而带着几分笑意。这里的姐姐说，公子你是很好的客人，我真幸运能遇到公子，你是个好人。我不是什么好人，相反，我杀过不少人。相反，他杀过不少人。沈渊并没有在意，来逛青楼的男人又能好到哪里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公子，你要不要去榻上？声音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魅惑，还有几分羞涩。谢怀琛明白他的意思，自己本来就是和他行男女之事的，起身同他一起去到床榻。沈渊再次主动帮他宽衣，但笨手笨脚的样子同上次一模一样。谢怀琛也是无奈了，他这副样子以后怎么伺候客人？可一想到他以后要是去伺候别的男人，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心里莫名的不是滋味，那感觉有点像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给碰了。他按住他的手往前倾身，顺势将他压在身下。身下的女子的眼睛依旧像小鹿一般无辜，控制不住的带着几分惬意。许久，谢怀琛完事后就起身披上衣裳，一副又要睡完就走的样子。而这次强撑着没有晕的沈渊，没等他继续穿衣服，就颤颤巍巍地撑起身，从他身后抱住他。公子，时辰还早，你再躺会儿好吗？谢怀琛有些犹豫，他只是来解身上的药性而已，现在该走了。沈渊抱着他不放，继续声音委屈地说道：“你若是走了，我怕保姆会怪我没有伺候好你，就再躺一会儿好吗？”沈渊没有等他开口，又满含期待，娇柔妩媚地笑道：“我这里有用药草调制的熏香，有舒幽养神的功效，我想让你试试。若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一个香囊，好不好？”以为他会拒绝时，谢怀琛竟轻轻地颔首同意了。沈渊顿时面色十分欣喜，扶持他再次躺下，艰难地起身去燃起早就准备好的熏香。谢怀琛闻着这股淡淡的幽香，不知不觉中竟然睡了过去。沈渊也挺想睡会儿，可现在不行，他就在榻边守着，看着床榻上的男人开始犯愁。这真是个俊美无潮的男子，身形修长，身材也好，气质高雅，即便安静地躺在那里，也让人觉得不可亵渎。公子，你醒了。沈渊倚在榻前，弯起漂亮的眉眼，冲他浅浅地笑着。沈渊过来扶着他起身，替他更衣。顾锦修进来的时候，便见到这副场景。他预料谢怀琛只是拿这个女子当解药用，可竟然会让他这般近身服侍，令他很是惊讶。你怎么样？我们该回去了。顾锦修笑道。谢怀琛走到顾锦修的身前，伸出手，有些尴尬地说道：“给我点银票。”顾锦修一愣，转眼瞧见他身后的清河姑娘，顿时明了这一笑，从袖中取出几张银票递给他。这是一大笔钱了。谢怀琛并没有在意数目，转身将银票交给沈渊，眉眼和声音都显出几分温和。今晚有劳清河姑娘了。沈渊开心的双手接过银票，嘴角闪上了一丝欣喜。公子，我会做好香囊，等你下次再来。谢怀琛感受到明亮的目光很是耀眼，不由得点了点头，正转身离开。沈渊又拉住他的衣袖，一脸不舍，柔声的说道：“公子，你早点来好不好？”沈渊察觉到他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深邃的眼中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最后只听见他声音毫无感情的回道：“我尽量。”然后抽出衣袖，转身离去。谢怀琛能感受到身后那道依依不舍的目光，却没有回头。二人回到府里后，在房中商量今晚探查到的线索。谢怀琛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问，顾锦修便戏谑地笑道：“感觉怎么样？我看你精神不错。”谢怀琛面无表情地瞪了他一眼，直接问正事。你查得如何？顾锦修收敛起调笑之色，微微皱眉。冯少的确在找人，他来翠云阁，把20岁左右的女子全都叫来了，衣服都脱了，可一个也没睡。这让二人都开始沉思起来。谢怀琛首先开口：“假如这女子真是温氏之女，为了活命定然不会自曝身份。冯牧之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才刚发现她还活着。”对，有这个可能。我继续查查当年温氏夫家可能活下来的人。办法总会有的。顾锦修想了想，暂时没有主意，开始关心起谢怀琛。嘿，你今晚气色好了不少，那位清河姑娘把你伺候的不错嘛，以后你该多去逛逛。还不错。手却不自觉地碰了碰袖中的香囊。哎呀，这么无情啊！我看你走的时候，人家清河姑娘一脸的不舍呢。谢怀琛闭了闭眼，一个青楼女子，不值得他多费心思。顾锦修知道他的性情，没再调教，时间不早了，直接回房去了。沈渊在二人走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找地方藏好了一半的银票，将剩下的银票乖乖地交给了徐老鸨。清河啊，做得不错，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你今后需要什么，跟我说一声便是。为了哄那位贵客开心，还得采买一些香囊的原料，有的是药材，有醒神解乏之类的功效。你还懂药材？我娘以前教过我一点，用来做特殊的香囊。没问题，你找管事先列好单子，明天交给我便是。心想这都不值几个钱儿，只要别怀着多余的心思就行。沈渊连忙笑着道谢。等徐老鸨转身走后，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沈渊趁着这次采买，巧妙地把原料分成了好几份，他想混入别的药材，然后自己配好避死汤。
翠云阁的汤药太烈了，喝多了能让人绝育。第二天晚上才好不容易的从管事那里拿到单子，有的药材还是给他划掉了。沈渊没辙，还是立刻去找徐老宝，知晓他在忙生意，便直接去前院交给他。翠云阁如往常一般热闹，几位书生模样的公子一同走了进来。其中一位叫裴子言，身着青衣，生的是面容俊秀，气质温顺如玉。裴子言今日被几个好友硬是拖着来了翠云阁，说是一定要在这里给他办一场送别会。他考中举人以后，全家决定搬去京城，投靠在京城已经是礼部尚书的大伯。沈渊刚刚把采买的单子交给徐老宝后，便往翠云阁的后院走去，忽然被一声久违又熟悉的声音给叫住。阿渊，沈渊惊得稍稍转头瞧了一眼，顿时心跳如雷，真的是裴子言。沈渊吓得头也不回的赶紧走，千万不能让他认出自己在青楼。裴子言觉得那个女子可能就是沈渊，可沈渊怎么会在青楼？他着急的想要追过去看看，奈何被一群朋友拖住，往楼上的雅间去。啊，什么阿渊啊？裴兄，难不成在这里还有相好的吗？嘿，正巧把他叫来送送你啊。对呀，让老鸨唤他来啊。裴子言没辙，问了问徐老鸨，这里自然没有人叫沈渊，难道自己看错了？沈渊一路扫跑回到后院的房间，赶紧关上门。哎，好险啊，差点就被认出来了。顾锦修又查到一点线索，发现当初关于冯太守夺人妻的流言，就是翠云阁附近传出来的。怎么样？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翠云阁？谢景琛并没有立刻拒绝，而是神色犹豫了片刻后点头答应，这让顾锦修惊讶，瞪大眼睛看向他。哎，你真去啊？怎么，你不是希望我去吗？去，赶紧走！顾锦修觉得这事儿有趣了，谢怀琛觉得自己单纯只是好奇那个香囊。沈渊再次见到谢怀琛的时候，脸上止不住的欣喜，没想到他真的提早来了。他从袖中取出新做好的香囊，递到他的身前。公子，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香囊，用甘草、蔷薇和金银花作为主要原料调制，有舒有解乏的功效。你闻闻看，喜欢吗？喜欢，有劳请喝。谢怀琛笑着伸手去接下。公子，我来给你戴上，好不好？看他一脸期待，谢怀琛无奈的默许了。沈渊很快的系好了香囊，便退回了原来的位置。公子，你这些天很忙吗？我看你神色有些疲惫。是很忙。那公子有好好游玩兰陵城吗？谢怀琛一来江州就忙得不可开交，还真没有好好的游玩过。这会儿只得无奈的摇了摇头。可惜了呀，我听这里的姐姐们说，兰陵城有很多好玩的，城东那边有很多好吃的餐馆，有一家醉仙楼的糖醋鱼，在整个江州都很有名气。城郊的禅风寺，一年四季都可以赏花，寺里还有一棵1400多年的古树，据说在树下许愿会很灵的。公子从京城大老远来这里，有空该去看看的。这些你都去过？都没去过，全是听说的。我被卖到这里之前，只来过一次兰陵城，我大概以后也难再看到。说罢，眼中闪过一丝命不由己的哀伤，但他很快又笑着说道：“所以建议公子你去看看嘛，下次可以讲给我听。”好。沈渊顿时觉得很开心，主动起身走到他身后，去给他揉揉肩背，那种舒适的感觉又在四肢百骸蔓延，这让谢怀琛觉得来这里确实是不错。那你以前住在哪里？沈渊心里感叹，他终于主动开口关心自己了。他当然不会说实话，毕竟有一颗以后要重新做人和去找渣爹一家算账的心。我以前和我娘住在怀州，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天灾，好多人不是饿死就是被卖。沈渊说的随意，可谢怀琛听得忧心。这次天灾让江淮几州的穷苦百姓流离失所，这次回京一定要向父皇请旨，免了灾民后面几年的赋税。他伺候了谢怀琛一会儿后，便在他的身边坐下，主动靠在他怀里抱住他。公子，我伺候你躺会儿吧。不用每次都做。公子你想什么呢？我是看你神色疲惫，想让你休息会儿而已。这话让谢怀琛尴尬了，可转念一想，他伺候自己是应该的，于是手指勾起他的下巴。我就想要你伺候呢。沈渊可不带怕的，双手勾住他的脖子，主动吻上他的唇。谢怀琛一手揽住他的腰，反客为主，结果便是两人亲着亲着就滚到床上去了。可正是由于在清醒的状态下将他抱上床榻，扯开他的衣裳后，他身上的痕迹还很明显，尤其是腰间青紫的掐痕和身上暗红的鞭伤。缓缓的深呼吸几下，替他拢了拢衣裳。沈渊见他忽然没了兴致，公子怎么了？身子还疼吗？这是在心疼自己吗？还有一点点疼。身上的鞭伤是怎么回事？我犯了错就会受罚。你没犯什么错。谢怀琛手轻抚着他的脸，让他看向自己。客人打赏给我们的东西，徐保姆都会收走。我第一次不懂事没有上交，就受了罚。那我给你的银票，他拿了多少？9成。他叹了一口气，把他揽入怀中。谢怀琛蹙眉抿了抿唇，深沉的眼眸中除了心疼，还夹杂着纠结。不过那之后都没有再受罚了，这还得多谢公子，我很快会养好身子的。这话让谢怀琛感受到自己好像很色急，但他还是浅笑着点了点头，是该快点养好。顾锦修回来的时候，本以为谢怀琛会稍稍沉迷美色，可只见谢怀琛坐在桌旁，气定神闲地等着他。清河已经不在这里，他顿时没了兴致。看来谢怀琛还是那个谢怀琛。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谢怀琛神色严肃地吩咐他立刻去办一件事情。他以为是什么大事，结果这事儿让他惊得合不拢嘴。谢怀琛还不耐烦地冷声催促，还不快去。于是顾锦修满脑子惊讶地去找徐老鸨，特意交代，我那位朋友不喜欢清河身上有乱七八糟的伤。
徐老鸨一听就懂，这是客人对姑娘上心了。张公子请放心，这3个月内我保证清河身子讲得好好的，一定让李公子尽兴。顾锦修这才满意的转身准备离开，突然一个粉色的身影往他怀里撞过来，顾锦修想都没想，闪身就躲开，完全没有风流纨绔的作风。紫菱扑了个空，摔倒在地。张公子，你能扶我一下吗？我这脚好像是扭到了。顾锦修这种情况见得多了，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杀人诛心的顾锦修摇头叹气：姑娘，像你这么胖的，我怕扶不动啊。张公子风流倜傥，人缘好，姑娘们都喜欢往你身上倒。顾锦修嗤笑一声：姑娘，以后走路小心点儿。然后潇洒的转身离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顾锦修做完这件太子特意交代的小事，才同谢怀琛一起回去。回去的马车上，顾锦修都没有缓过神来。要知道，这位清冷孤傲的太子殿下一向都嫌女人麻烦，从来不在女人身上费任何多余的心思。谢怀琛姿势慵懒的靠在身后的车壁上，白了个眼。他又不是拍到我身边的耳目，你急什么？这跟他是不是谁派来的没关系，就是你终于开窍了呀。不是一直不愿意来青楼吗？这下尝到了甜头了。谢怀琛把目光挪向一旁，懒得搭理他。哎，清河姑娘怎么伺候你的？你给我讲讲。顾锦修一副八卦脸，我只是嫌他身上的伤碍眼而已。谢怀琛赶紧冷着脸同他说正事。这次你查得如何？看不出谁可能是那位小姐。当年的人只有那位小姐的奶娘活下来了，数月前才死。死后她的儿子也突然失踪，应该已经被灭口。他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暴露的。关于冯牧之夺人妻子的流言出于此地，我们的猜测如果是真的，那位小姐说不定还活着，可能就在这里。就算是真的，现在必然已经大走金蛇，他知道有人在找他，会更加小心的隐藏身份。而且啊，他八成早就想办法去掉了胎记，现在很难确定是谁。我们也不能大张旗鼓的放出消息找，搞不好弄巧成拙。你说让翠云阁的姑娘想办法帮忙问问如何？顾锦修脑子迅速的转了几下，眼睛明亮起来。你是说，比如让清河帮我们暗中打听？顾锦修觉得他这主意绝了，死马当活马医，可以试试看。那你去同他说呀。谢怀琛点了点头。这都是猜测而已，有收获更好，没有也罢。我们继续查别的罪证吧。那是自然。简单说完正事，然后谢怀琛又将话题给绕了回去，冷不丁地问道：你知不知道送青楼女子什么东西，他们可以私下留着，不被老鸨收走？其实值钱的东西几乎都会被收走，不过你要是送点诗词字画，或者姑娘们常戴的首饰，他还是可以留着的。谢怀琛轻轻地嗯了一声，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顾怀修不得不多想，要知道谢怀琛在京城可从没有主动送过任何小姐礼物的，而现在突然要送一个青楼女子东西，而且还刻意地问得这么细致，难道宠幸过的女人在心中的地位会变得非同一般？哼，有趣，实在是有趣。几天后，谢怀琛和顾锦修再次来到翠云阁。谢怀琛觉得可以说动清河，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打听这名女子。顾锦修见谢怀琛竟然真的带上了字画，这次他已经不是惊讶那么简单了。你亲笔所作啊？随手瞎画的。顾锦修一言难尽地看着他，看得谢怀琛有点不耐烦。赏他一幅画而已，怎么了？谢怀琛是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清河算得上是被他临幸了。若是他在东宫临幸了哪个婢女，那个女人一定第二天就会被赏赐的，还会有妾的名分。他现在赏不了清河什么，打发他一幅画而已。顾锦修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哎，太子殿下，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而毫不自知的太子，此刻还在想着清河得到的赏赐好寒碜，那只镯子会不会太便宜了？这种品质的首饰在东宫根本就入不了眼。而这次再来的时候，徐保姆二话不说就将人请进了备好的雅间，上了酒水，差人去换清河。你先去忙你的事吧。顾锦修才刚坐下，谢怀琛就面无表情的吩咐：我这次没事了。我说了，让你先去忙。顾怀修一下子就知道了，他这是来真的。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气场，面对他催促的目光，顾锦修还没有想清楚，就先赶紧滚了出去。谢怀琛这才神色恢复如常，他想单独将画送给清河，不想有人在一旁碍眼。不过这次清河来得很慢，临近要造发作的时间，谢怀琛本就心浮气躁的内心有点不悦，不是一直盼着我来吗？怎么这次这么慢？直到听到有人推门而入，谢怀琛这次没有转过头去看，等着他自己过来伺候。可等人逐渐走近时，谢怀琛突然蹙眉，这人身上的香味不对。他眉眼凌厉地扫过去，见到一个穿着粉衣的陌生女子。你是谁？清河呢？紫菱一进房间便被谢怀琛给深深地吸引了，眼睛都变得明亮起来，这更坚定了他要抢清河这笔生意的决心。公子，清河正在陪别的客人，今晚就让紫菱来服侍公子吧。这举动让谢怀琛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周身的威压令紫菱挪不动脚。滚出去！紫菱捂着胸口，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就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影闪电般的往门外一拽，扔了出去。魏离扔完人以后，立刻闪身进入房间，跪地请罪。主上，是属下的疏忽，
他想着，殿下都来青楼了，虽然不是前2次那位姑娘，换一个不也很正常，就没有拦住。谢怀琛现在胸中燃烧着一股邪火，被刻意压着的药性仿佛要失控爆发。去找人。声音伴着粗重的呼吸，魏离立刻明白这话，身影一闪，迅速的去找沈渊。沈渊现在急得要死，徐老鸨差人去叫沈渊，被紫菱给拦下。于是紫菱顺利的接下了这门小差事，然后去找到沈渊，告诉他去东厢2号雅间接待贵客。怎么是你来告诉我的呀？切，我也马上要去接客了，顺道给你说一声。你以为我想理你啊？小气鬼！沈渊知道他就这副样子，没有多想便过去了，只是心里纳闷，这次怎么换到东边了？等进了2号的雅间，才发现里面根本不是谢怀琛，是一个身形高大的陌生男子。哟，怎么翠月阁还有这样的货色？今晚就你来伺候爷吧。说罢便朝沈渊扑过来。沈渊没想到紫菱居然真的用这种办法抢生意，他赶紧躲开，想跑出去，奈何这男子现在十分兴奋，出手很快的从身后抱住沈渊，趁男人的身体在发热，空气里的熏香带了催情的成分，沈渊闻得出来，这是青楼特有的催情香。美人儿，别挣扎了，你跑不掉的。衣裳已经被扯开，他手指灵巧的抽出肚兜中藏着的一根祖传的银针，精准的往男人的穴位上一扎，男人疼的瞬间就萎了，卸掉了控制他的力气。沈渊趁这空档赶紧推门跑了出去，可沈渊现在身体热的如同被谢怀琛抱着那般，眼中开始天旋地转，周围的声音听不清晰，他狠心的对自己也扎了一针，然后赶紧往房中跑。突然眼前闪过一个虚影，一个高大的人影挡在面前。清河姑娘，李公子在等你呢。沈渊闭了闭眼，使劲甩了甩脑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我身体不舒服，今晚不能伺候公子了。魏离见他脸色泛着不正常的绯红，心道他真像是不舒服，可看殿下刚才的样子，他就是病了，自己也必须将他给带过去。沈渊见他不让路，摇摇晃晃的准备绕走，还没迈出几步，就被魏离抓住双肩，用轻功带着一路飘到了西院子。沈渊啥也没有看清，就被推进了谢怀琛的房间，仿佛刚才这个人的存在是幻觉。看到谢怀琛站起身，眼里好似燃烧着欲望的篝火，眸光却泛着冷意。高大的身影朝他走过来，沈渊现在浑身难受。公子，对不起，我现在很不舒服，今天不能伺候你了。你怎么了？他抬手去探到额头的温度，沈渊想躲开，却被谢怀琛一把揽进怀里。公子，有人对我使坏，我中了催情香，今天不能伺候公子了，先让我回去吧。沈渊只觉得谢怀琛的手和身体也很热，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你确定是要回去？他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可现在2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低磁的声音在沈渊的耳边响起，沈渊这才意识到谢怀琛现在身上的药性也在发作，可他担心自己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伺候不好这位爷。我还是回去吧，我这样没法伺候公子，公子可以叫别的姑娘。什么叫没法服侍？你现在难道不需要我帮助你吗？竟然还让我叫别的姑娘，你这是在嫌弃我？本就心浮气躁的谢怀琛胸口莫名的有股火气，看他说的如此认真，那火气就像是被巨石堵住般无处发泄，心中升起了几分无奈。他是真的不懂怎么伺候客人，索性也不压抑毒性。谢怀琛将沈渊抱到床榻上，衣衫尽解。不停歇，你是天上的空小姐，或是飘落的白雪，只是替你多黑人生一夜。你是天上的空小姐，我坠落人间不是离别，原来整个世界只想你了解。等2人折腾完，沈渊已经累得是昏睡过去。谢怀琛总算是有点理解，为何有人会沉迷美色，荒淫无度，为何会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想到他以后都会这般的伺候各种男人，就好心疼，还有一丝的舍不得。半晌后，起身穿戴好，拿出那块玉镯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嫌弃的看了眼镯子，罢了，下次再赏他一点更好的吧。一只手握起沈渊的手腕，然后轻轻的将玉镯给他戴上，心想找温氏女儿的事情等下次来再同他讲吧。他做完这一切，谢怀琛又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转身走出去。正准备换人，几声克制的敲门声响起。进来吧。阿伟没有阻拦，是顾锦修。tiên知，翠云阁刚才发生命案了，官府来人了，冯照也来了，死的好像是冯慕之的亲侄儿冯月。怎么死的？官府的人在，我不好去细查，不过我提前看了一眼，浑身发紫，紫得发青，应该是死于太过兴奋或者精尽人亡。冯月是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逛青楼，这死法看起来很合理。确实，只是看起来合理，可结合近来发生的事，就不由得让人多想，怎么就这么巧，一个逛了那么多次青楼都没有死的冯慕之侄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在翠云阁把自己不小心的玩死了。谢怀琛也立刻联想到，会不会是躲藏在翠云阁的人在趁机报仇？如果是这样，冯慕之一定会盯上这里，但也说明温氏之女可能真的就在这里。看来我们得派人看着翠云阁。谢怀琛想起沈渊今晚遇到的事情，心里想顺便可以看护他。顾锦修才刚点头赞同，外面立刻响起了徐老鸨急切的敲门声和叫喊。
张公子、李公子，打扰了。翠云阁刚出了命案，官差说要清河去问话呢。现在不行，他身子守不住，你去吩咐人准备热水沐浴。这话是说给顾锦修听的，他现在不方便出面，让顾锦修去解决。他吩咐完就起身走进里间，一点没打算走人的意思。顾锦修有点懵，难不成今晚你不走了，又待在这儿？清河和我朋友现在不方便，我同你一块去见官府的人。啊，对了，先叫人送热水来。徐老鸨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连连点头，照吩咐办。顾锦修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子弟，来这逛青楼一点毛病没有。冯照是认识他的，虽然惊讶他刚好在这里，但是也没有起什么疑心。冯照是冯牧之的家臣，也是管家，年纪与冯牧之差不多大，死者是冯太守的侄子，官府对此事格外重视。今晚翠云阁凡是去过东乡的人都被叫到这里。冯管家，清河现在跟我朋友在一起，不方便问话。我这位朋友今晚也没出过房间，与此事无关。说罢一副你懂的样子。顾锦修是天子近臣的儿子，同太子关系不错，他的面子还是要给的。顾公子有所不知，冯少爷死前用的酒和茶水还有香薰里面都加了助兴的药，而且还是药效最强的那种，又未能及时得到疏解，而清河进出过他的房间，是一定要被审问的。顾锦修也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可太子殿下他舍不得呀。冯管家，实不相瞒，清河姑娘还在昏睡中，你就是叫醒了也问不清楚话呀。不如先审问其他人，反正清河又跑不了。说罢，目光别有深意的和冯月对视，这让冯月猜测他那位朋友身份很可能不简单，只好先审问其他人。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嫌疑，当场问完就放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折腾了一整晚，天都亮了，结果也没有发现什么冯月被害的证据，只好将本该伺候冯月却又去抢人生意的紫菱给抓了起来。是他导致了冯月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又不能及时疏解。我明明就叫了清河过去，他自己跑了。顾锦修一听，脸色瞬间就沉了。徐老鸨本着不能得罪财神爷的原则，赶紧对紫菱吼道：清河今晚早就被贵客包下，你不好好接待冯少爷，胡闹什么？紫菱被魏离给扔出去，以为清河还在冯月那里，自己跑一边去生闷气，压根不知道冯月死了。我也不知道冯少爷这次用了这么重的催情药呀。反正这替罪羊他是当定了，否则死了儿子的冯二夫人没处撒气。顾锦修不嫌麻烦的在一旁远远的等着，看他们忙得差不多了。冯管家，先吃完早膳再去问问清河吧，我去叫我那位朋友。冯照没有推拒，忙了一整晚，确实是累了。到了生谢，便坐下来吃起来。谢怀琛第一次帮一个女子擦拭身体，还是一个两人见面就睡的青楼女子。帮沈渊擦拭完身体后，给她穿上礼衣，将她抱到床榻上，然后翻身躺在她的身边。沈渊睡梦中循着热源直往她的怀里窜，他做了一个很快乐的梦，梦里娘亲还在，他和娘去一户人家出诊。他来到那户人家的院子里玩耍，看到一位气质温雅、穿着青衣长衫的哥哥在枝叶茂盛的杏树下看书。那位哥哥抬起头来，俊美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阿渊，你来了。紫妍哥哥。在睡梦中的沈渊闭着眼睛，勾着一抹浅笑，轻轻的呢喃：紫妍哥哥。声音很低，叫得不甚清晰，可近在咫尺的谢怀琛听得真真切切。紫妍是谁？谢怀琛突然睡意全无，就这样垂眸看着嘴角含笑的沈渊，仿佛在等他一个解释。沈渊习惯早醒，即便前一个晚上中了催情药，又加上一番折腾，还是被迫准时醒过来。醒了？公子，你没走？现在是要走了。说罢便要起身，沈渊这才注意到二人都是穿着衣服的，难道是他帮自己清洗了？突然发现手上多了一个玉镯，色泽晶莹剔透。从小穷到大的沈渊没什么首饰，唯一值钱的簪子还是裴子言送给他的，都没舍得戴。他觉得这玩意应该不便宜，以后能当不少银子吧。娘亲虽然懂医术，但一直很低调，从不多收钱，所以日子过得真清贫。公子，这是你送给我的吗？见谢怀琛浅笑着点点头，沈渊开心极了。谢谢公子，我很喜欢，我会一直带着的。这话让谢怀琛有点难过，这其实算不上是有多好的东西，竟能哄得他如此开心。拉着他来到外间的楠木桌前坐下，将那幅画递给他。打开看看。沈渊好奇地将画卷展开。禅风寺吗？是啊，我去逛过了，想让你也看看。画得好美啊，谢谢公子。沈渊笑得很甜，他觉得这幅画说不定比景还美。这位公子终于会留在这里过夜，还特意为他清洗身子，送他礼物。虽然沈渊为自己成为一个玩物感到悲哀，但如今趁着他有几分心意，要不要趁热打铁更进一步？公子，昨晚我被人捉弄，去错了房间，别的客人又欺负我，我当时好害怕。别怕，以后不会了。沈渊觉得这话一点不靠谱，你咋知道以后不会？公子，我想到你2个月后就要走，我舍不得你，我不想跟你分开。沈渊感觉到他是有几分在意自己的，可他似乎总在顾忌什么。难道他已有家室或者婚约？谢怀琛理解他话中的含义，可他与这女子不过是一段露水姻缘，不该有多余的牵扯。还有紫妍是谁？难道因为她是被自己宠幸过的女人，所以总会对她有几分不忍心？这种当断不断的做法不像他自己，让他感觉很糟糕。沈渊一直仔细地观察着他所有的情绪，察觉到他的变化，不敢再继续得寸进尺。公子，是我冒犯了，你别生气好不好？我没生气，别害怕。沈渊心跳的七上八下，这男人是心疼纵容自己的，
可是这不够啊，他得让他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救自己出贼窝，再带着他回京城。可他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这男人又好几天才来一次，真的着急。你们起来没有？进来吧。顾锦修拎着早膳进来，往桌上一放，快趁热吃点。随即散漫地坐下，给2人讲了讲昨晚的情况。昨晚那位客人是冯太师的侄子，想到自己扎了他一针，害得他不能及时的找姑娘疏解，心里怕得要死。你别担心，同官差说实话就行，这事与你无关。沈渊确实有被安慰到，可扎针的事情绝对不能说。谢怀琛这次走的时候，依旧给了他银票，给的比前几次都多。他一走，沈渊就被叫去问话。冯照确认他没有什么问题后，没有为难他。清河姑娘，你知道你招待的那位公子的身份吗？他只说过他是京城来的商人。冯照已经猜到可能就是太子，最后的结果是自作自受的紫菱被当背锅侠给带走了。谢怀琛同顾锦修离开了翠云阁后，才刚上马车，顾锦修便指着他一脸八卦：胭脂，你居然会在青楼过夜！哎呀！谢怀琛对这位好友无语至极。谢怀琛没理会他，一本正经地吩咐道：得派人盯着翠云阁，冯牧之可能会滥杀无辜。又换来魏离，你留在翠云阁保护清河。魏离对这命令心中惊讶，但还是面不改色的应下。顾锦修脸上不正经的笑也瞬间变了调。胭脂，你这是……别多想，冯牧之应该猜到我来翠云阁了，我留下人事提醒他们不要打主意。可顾锦修总觉得有几分说不出的不对劲。就算是要看着清河，至于把自己的亲信魏离给派过去吗？那你同清河说了找温氏女儿的事了吗？还没有，下次吧，他不见得能帮上忙。谢怀琛认为刚发生了命案，现在就让他去打听会很危险。顾锦修也没有指望清河能帮上忙，但死马当活马医，总该试试吧。我们掌握的证据虽不能把坟墓之怎样，但足够把江州官场清洗一遍了。何况就算找到温氏女儿，也不见得有用。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赈灾。顾锦修没再多说，温氏已经同冯牧之在一起多年，还有一对儿女。他知道真相，也不见得会出卖冯牧之。冯照回去后，便将翠云阁的事汇报给冯牧之。那个犯了错的紫菱已经送到2夫人那边去了。冯牧之点了点头，算这姑娘倒霉。他现在最担心的事情还是顾锦修也在那里。太子难道已经盯上温氏女儿的事了？那个清河姑娘是怎么回事？听徐老鸨说，顾公子那位朋友包了他3个月，他也不清楚对方的身份，我猜应该就是太子殿下，所以没有为难对方。这么看来，太子大概对温氏女儿的事情尚不知情，他应该是中招了，只是他也不想惹上麻烦，索性去青楼找女人，真是难为太子殿下了。那位清河姑娘，我们要不要先别动她，太子摆明了不会要这女人，我们总不好把一个青楼女子献给他。总之，给太子身边塞人的事情可以缓缓，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温氏的女儿是否就在翠云阁。冯牧之很担心对方想办法联络到自己夫人，一旦让他见到和前夫亲生女儿，后果不堪设想。你想尽办法尽快将翠云阁20岁上下的女子都灭口吧。他只是去找女人化作解药而已，死些青楼女子又不是什么大事，趁他没有注意到此事，先下手为强。冯牧之没有丝毫犹豫，他太担心自己夫人知道真相。冯照只得点点头，准备照办。于是，在谢怀琛连续14天没有再来之后，他觉得谢怀琛真的不会再来了。这天晚上，他跑到翠云阁待客如云的1层大厅，青楼女子的衣裳一向单薄透明，沈渊穿的也是如此，一眼看去便是风情万种。所以刚进来的穆赫安立刻就注意到他。穆赫安同顾锦修一样爱逛青楼楚馆，但他在京城还是个有名的才子，他才是这次真来江淮2州处理粮食生意的。而这次会在兰陵城待几天，听说顾锦修老爱来翠云阁，今晚他也来逛逛。我就要那位姑娘陪我。穆公子啊，这位清河姑娘已经被别的客人包下了。只是让她陪我喝酒聊天而已。随即示意身边的小厮给了重重一锭银子。徐老鸨掂量2下银子的重量，为难地看了看清河一眼。清河姑娘，能否同在下共饮一杯？徐老鸨在后面朝他一个劲的使眼色，那意思是有生意还是该接。沈渊同穆赫安一起来到一处厢房，躲在暗处的魏离已经急得要死，他压根没想到还能出这种状况。清河姑娘跟别的男人共处一室，这事该不该管？沈渊主动倒上酒，将酒杯递给穆赫安。穆公子，请用。多谢清河姑娘，姑娘陪我一起喝吧。沈渊面唇牵起一抹笑，陪着穆赫安边喝边聊了起来。穆赫安聊得落落大方，除了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来这里做粮食生意的事并没有隐瞒。他随手从袖中取出了一只价值不菲的金钗，悠然随性地笑着赠给他。沈渊毫不犹豫地收下打赏，压根不计较他一个大男人怎么随身带这种东西，心里还惊喜了一下。可转眼间又听他说不出10天就要走，瞬间就没了心思。这么短的时间，他可没这个本事让这位看起来就对青楼经验丰富的公子为他赎身。聊天的兴致缺缺，就想着拿点赏钱赶紧走人。穆赫安看出他的不耐烦，清河，我知道你已经被别人包下了，我愿意出双倍的银子，你今晚跟了我如何？抱歉啊，穆公子，我今晚不方便伺候您，还是换别的姑娘来吧。那么清河姑娘，我今晚就要定你了呢。说罢
并步步逼近。沈渊觉得这男人看起来像有病，正欲出手将他一把按入怀中。沈渊看出他的意图，吓得连忙夺门而出。原本他一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怎么也跑不掉，奈何这次魏离出手了，他拾起屋顶的一块碎瓦砾，以一股强势的劲道打过去。穆赫安察觉到这发袭击，迅速收手闪躲，手仍然被擦伤。他警惕地往房顶方向看去，心中一阵惊疑，夺窗而出，跃上房顶查看，神已经不见踪影，竟然有如此高手在附近。难道是看着这位清河姑娘的，是那位包下他的客人吗？沈渊一路跑回自己的屋里，关上门后倒到床榻上坐着。唉，娘要是知道自己如今落得这般境地，是会心疼，还是会一巴掌拍死我？外面突然敲门声响起，说是李公子到了，担心又被人算计。他再三确认，确实是他来了。虽然时辰比前几次晚了不少，他应该不知道今晚发生的事吧？去之前，果断地带上了柳军芳给他的催情香。魏离现在单膝跪在地上，他们还做了什么？魏离暗暗抬头看了一眼谢怀琛，他神色淡漠的，似是对任何回答都毫不在意。不，殿下很在意。没别的啦，穆少爷想让清河姑娘陪他，姑娘没答应啊。你这次出手太迟，属下知错。魏离乖乖回道，他不懂出手太迟到底是武功不够快，还是出手太晚，他也不敢问。殿下并没有要说的意思。谢怀琛这些天没有来看清河，是去了一趟灾情严重的安水城，本该多待些10日再回来，可身上的毒性就要发作，他不想在安水城再找一个女人，一点也不想。可快马兼程的赶回来后，收到魏离的消息，让他胸中憋了一团火，立刻就来了翠云阁。退下吧，没有下次。魏离赶紧一头雾水的闪退。沈渊来到房间的时候，一眼就看出谢怀琛的心情不好，他端坐在那里，沈渊心里发虚，总觉得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吓得他不得不拿出待客的职业精神，顶住这股低气压。公子，你终于来了。仿佛满心满眼都是他，实则心里很慌。他先去香炉边把柳群芳送他的熏香点上，然后才款款地走到谢怀琛的身边。见他刚才盯着桌上的那瓶酒看，于是很识趣地走过去，倒上一杯，双手递给他。谢怀琛闻到他身上的酒香，皱了皱眉，索性厉声问出口：“你今晚也是这般同那位穆公子喝酒的吗？”他明明才刚来，怎么知道的？徐老鸨不可能告诉他，难道他有让人看着这里？他这么晚来，难道是因为这事儿？公子，我以为你嫌弃我，再也不会来了，说我配不上公子，上次不该那般冒犯你。所以你转眼就去勾搭别的男人？沈渊心虚地握住他的手，脸上带着几分抱怨，声音却在哭泣。那你为何这几天不来见我？我每天都在等你，你很快就要离开我，而我却对你放不下，你让我以后怎么活？我今晚想试试我能不能接受别的客人，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谢怀琛只觉得这状况愈发的不受控制，自己是他的第一个男人，对他定然是特别的，他会念念不忘很正常，可他真的很难对他负责。且不说带一个青楼女子回东宫成何体统，他也无法适应他的世界。清河，我们之间不可能。那你就不该问我为何去勾搭别的男人，我迟早都去伺候别的男人，是你先不要我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清河，你放开！先知，我不放。沈渊偶然听过顾锦秋这般叫他，记住了这个名字。你可知燕之2字，世上没几人能叫。他一气之下想多用点力气将沈渊给拎开，可来不及等他动作，身体里那股熟悉的燥热感袭来，来得异常猛烈。明明不该发作的这么快的，沈渊知道他身体的反应，靠近他的怀里，嘴角还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我就要叫你燕之，我要你哪怕走后，也记得和我在一起的感觉。谢怀琛顿时眼眸微烈，他迅速地瞟了一眼四周，看见床角岸上的几缕青烟袅袅的香炉。清河，你竟然……却被沈渊突如其来的吻打断。谢怀琛带着怒意的眼中逐渐被欲望充斥，转而狠狠地吻他，像是在宣泄此刻的怒气。沈渊觉得这男人根本就不像一般的商人，他身上总有一股让人不可违抗的气场。正如此刻，自己擅自用催情香就惹恼了他，可想要离开翠云阁这个鬼地方，他必须得豁出去。谢怀琛感觉体内每根血管都在沸腾叫嚣，只想将他揉进骨血里。悄悄地闯入我梦里，无声无息又不能唤起，远处传来一声羌笛，唯有镜子可结局终矣。边鸾倒凤了许久，二人才稍稍的停歇。谢怀琛只觉得这辈子到现在就没有这么沉迷声色过，他一向克制律己，食髓之味，被他勾得欲罢不能。难道是被江南水灾搞得脑子进水了？现在出了一身的汗，口干舌燥。他才刚要起身，沈渊又立刻缠住他。献之，你不许走。别闹了，我去倒点水给你喝。说罢，执意要起身，沈渊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端着水过来的时候，只见沈渊挣扎着想坐起，可惜腰酸腿酸。他将他扶起来，沈渊顺势跌倒在他的怀里，就着水杯喝着。都这个时辰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趁他不注意，将他按倒在床榻上。谢怀琛知道他的小把戏，顺着他那点微弱的力道朝后倒下去。沈渊大胆地压在他身上，双手竭力地撑在他的身旁，俯身看着他。又怎么了？你有家室了吗？谢怀琛对上他那双泛着秋波的眸子，突然低声一笑。现在才问这个？
希望那对我不重要。我知道我配不上你。谢怀琛没有说话，嘴角的笑意不见。良久，沈渊手臂开始发酸，要撑不住了。谢怀琛微微的叹了口气，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这暧昧的姿势让沈渊以为他又想要了。好在谢怀琛眼中并没有那般预算。我没有家室，你是我第一个女人。沈渊有些诧异的看着他，你很想跟我在一起吗？沈渊情深似海的望着他，点了点头。谢怀琛抿了抿唇，他能理解清河对他的感情。她一个清白女子，与自己有数次的肌肤之亲。倘若不是在翠云阁，自己就该是他依靠的男人。要带走清河对他来说不是难事，而真正让他为难的是对他负责，误的一生。他并不想把他当个玩物带回去，在皇宫那种环境，没有他的保护，他根本活不下来。可一旦回应他的感情，就应该对他负责。清河，我虽没有家室，却暂时给不了你名分。沈渊觉得那都不是事儿啊，只要你把我赎走，带出京城，为奴为婢，我都先跟着你。等快到京城，我再想办法逃走。于是他赶紧目光痴迷的笑着说道：“没关系，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在乎名分，哪怕以后你的家人需要你娶别的女人，我也不会让你为难的。”那只是暂时的。这解释很无力。以他的出身，父皇和皇后都不会同意自己娶她，自己还不够强，强行娶她只会害了她。他需要时间。我不在乎那些虚名，我知道我出身地位，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清河，我不是普通的梁商，你要知道，跟我在一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家世很复杂。我不在乎这些，我只想和你长相厮守，哪怕为奴为婢，我也愿意跟着你。沈渊赶紧趁热打铁，我们都不用着急做决定，我还会在这里待1个月才回京。在我走之前，我们都该好好考虑。许久后，沈渊累得昏睡过去。谢怀琛这次没有走，但他睡不着，他安静地倚靠在床头，闭着眼睛整理着凌乱的思绪。按照谢怀琛的性格，他若碰了一个女人，定然是要对她负责的。可这次完全是个意外。剩下1个月的时间，如果自己也舍不得放手，如果他还愿意不顾一切地跟他走，他就为了赎身带他回京。就这样吧。天亮的时候，谢怀琛突然睁开眼，虽然只小憩了一会儿，但他此刻目光十分清明，垂眸看了一眼沈渊，睡得像只毫无防备的小猫，替他拢了拢颈背，才轻轻地翻身下床，迅速穿戴好衣裳走了出来。他唤住另一名下属魏菊，低声地吩咐道：“穆赫安在这里闲得慌，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吧。”魏菊立刻点头会意，见谢怀琛没有要走的意思，继续等着他吩咐。谢怀琛其实该走了，但想起昨晚沈渊昏睡前的那句“你别走”，沉默了好一会儿，魏菊都想主动问他了，谢怀琛才艰难地开口吩咐让他去买饭菜送过来。沈渊醒来的时候，谢怀琛已经不在枕边，他不禁皱眉叹气：“哎，人还是走了呀。”翻了翻枕头边上，银票也没有留，真是惨兮兮啊！他心里正发愁，恍惚间闻到一股饭菜香味。谢怀琛走进来，衣冠整齐，眉目温和。醒了，知道他定然是身体酸软，径直走到床边把他抱下来。你竟然没走！你不是说让我别走？被谢怀琛放到桌前后，才注意到饭菜十分的丰盛精致，色香味俱全。这是醉仙楼的饭菜，你尝尝吧。谢怀琛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每样都点了一些。先吃，谢谢你。沈渊娇媚含笑地看着他，眼波流转，就是不动。你不会手也酸吧？那可不，你弄疼我了。虽然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默默地帮他把菜都夹好。沈渊看着他做这些，心里感慨，不愧是京城富家子弟，从小饱读诗书，学习礼仪，一举一动才会这么优雅，就很像裴子言。一想到裴子言，沈渊的心中莫名有些失落。可现在可不是该想他的时候。先知，你一点都不心疼我，我现在浑身都没力气。这话让谢怀琛瞬间就没了脾气，开始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要是能随便出去逛就好了，我一定要把城里的酒楼吃个遍。你一点也不能出去吗？刚来翠云阁不久的姑娘是不准的。我想带你出去也不行吗？客人是可以带姑娘们出去的，只是必须先付等同于赎身前的押金。谢怀琛听罢，轻轻地嗯了一声。沈渊没有多想，很少有客人会带姑娘去玩。不过看他这么温柔细致的对自己，他心情不错。娘死后，已经没有人会为自己做这些了。可惜这一切都是卖身换来的，心道必须打起精神来，剩下的时间要努力让他愿意带自己走。清河，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沈渊一听，眼睛都亮了。我能帮你什么？谢怀琛斟酌地同他讲了温氏的事，没有道明是冯木之的夫人，但提醒道冯月的死可能与翠云阁里可能是温氏女儿的女子有关。沈渊原本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这位姐姐的遭遇真是比自己还惨。可一听到冯月可能是被这位姐姐害死的，心里突然一个疙瘩。温氏之女为何要害死冯月？杀人全家夺走人妻的人是谁？还牵扯到许多条人命，对方八成是得罪不起的人呐。先知，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事？会不会有危险？谢怀琛赞赏地勾起嘴角，这姑娘真是一点就通。我打听这事自有用处，是会有危险，所以你只能旁敲侧击的打听和观察，我会派人保护。你不是个良商吗？怎么还管这事啊？我在京城认识些官府的人，可以让他们秉公处理此事。无辜的女子死了，虽然他们出身低微，但是不该死得如此不明不白。况且不找到那位温氏之女，她八成迟早会被杀害。石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可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谢怀琛的目光有些闪烁，他早就准备好了说辞。我那位朋友家里有人在官府，一向喜欢查案，这事他觉得蹊跷，就仔细查探了一番。石原原本就对他们的身份不在意，反正不可能比林安侯的地位还高吧。
没有怀疑谢怀晨所说。那你认识京城的大官吗？谢怀晨勾了勾嘴角，认识一些。那王侯将相那种大官呢？你认识吗？谢怀晨心想不能说太过，于是笑道：“我只是个商人，他这种大官还是没空理我的。”我就知道你不认识。谢怀晨看到这副有眼不识泰山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要是告诉他王侯将相见了自己也得行礼，他会不会被吓到？说回正事，清河，我只是随口一说而已，你若是感到为难，不用理会此事。谢怀晨的心中还有别的办法可以砍掉三皇子的党羽，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已。可沈渊心想，哪能不理会？现在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这包你满意呀！赶紧柔情似水地望着他。宪之，你这是什么话？能为你做事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会仔细观察翠云阁的姐妹们。谢怀晨料到他会同意，可此时心里忍不住的担忧。你别为难自己，也别告诉其他人，办事以自己安全为主，打听不懂什么也没关系。沈渊笑着点点头，开始撩拨他胸前的衣襟，狡黠地笑着说道：“宪之，你下次能不能早点来看我？我每天都好想你。”谢怀晨被他这作乱的手撩拨到心痒，这就是食髓知味的效果，一把按住他的手，垂眸看着他那双漂亮又惑人的眼睛。不是吃饭都没力气吗？沈渊被这话给噎住，还不都怪你啊！谢怀晨真是拿他没有办法。昨晚自己原本身上的情毒就没有点完，他还用上了催情香，还跟个狐狸精一般的缠着自己不放。清河，以后不准用那种香料。为什么呀？你明明很喜欢的。这对身体不好。你别担心，这香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是说，你身子会受不了。沈渊纠结了一瞬，然后幽怨的小眼神看着他。那你克制点啊，我就想用一点，不行吗？不行。而这小妖精已经够缠人了，再加上点药，自己还怎么克制？清河，我让你做的事一定要小心，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你放心，我可厉害了，一定把这位姐姐给你找出来。我现在得走了，我有要事要忙，不能一直陪着你。那你别让我等太久，也别再躲着我。我没有躲你，我这些天是真的有事。可转念一想，过去半个月确实在有意的回避他。清河，你真的要考虑清楚，跟着我不比待在翠云阁容易，你会面临诸多险恶。沈渊知道高门大户后院的那些肮脏和野私，一个青楼出身的婢妾定然不好过，但他没有多想。我说过我不在乎，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沈渊不希望他总理智的纠结这事，换了个话题，笑着提议：“心之啊，你下次来教我画画好不好？我好喜欢你的画。”好。谢怀晨走后，沈渊又开始无事可做，而这次他不敢再去找别的客人。谢怀晨说过会派人保护他，说不定就同上次那般，自己干什么他都知道，还不如好好的想想该怎么把这位温室之女给找出来。准备好热水，脱掉衣裳，沈渊便在房中的屏风后的隔间沐浴。柳寻芳去做生意前赶着过来把药膏给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索性直接推门而入，准备将药膏放到房里便走，目光不经意间的瞟到桌角处堆着的好几个香囊。柳寻芳好奇的拿起来一闻，顿时神色一顿，这可不是一般的香囊，是有药用功效的，而且材料的搭配还挺特别，不像是普通人瞎配的。所以清河很懂药材，他轻轻地往屏风那边走去。刘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来给你送膏药的。敲门没人应，想着放在你屋里就走。刚才想跟你开个玩笑，刚走过来你就大叫啊！我也快吓死了。这玩笑可别乱开，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是什么登徒浪子呢。咱们这儿本就是登徒浪子的寻欢作乐之地，就是进来一个你能咋样？那也得先给银子。沈渊最后给柳寻芳道了声谢，他没做多留，很快就离开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晚上是醉云阁最忙的时候，而现在后院里没有几个人闲着。沈渊趁着没有人注意，从自己的房间里摸了过来，一看房门锁着，心道果然没这么简单。于是取下身上的香囊，从门缝里面塞了进去，然后转身去前院里找管事姑姑。沈渊来前院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招呼给客人上酒。管事姑姑一看沈渊来了，只晓得最近安分，脸色比以前也好了不少。看吧，你要是好好的学点琴棋书画，我准给你安排这样的客人。姑姑，以前是我不懂事，知道就好啊。你好好做生意，我以后不会同你一般计较。我是想好好做生意啊，算算日子，包下我的那位公子今晚快该来了，我给他准备好的香囊，却不知怎的找不见。我寻思该是白天去找你送单子的时候掉在屋里了。姑姑，你能不能让我进去找找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现在可没工夫陪你去找。这可怎么办？李公子可挑剔了，我不耽误你时间，你就让我进去瞧一眼吧。就让外面的那位姑娘来陪咱们喝酒谈天吧。不行啊，姑姑，我得赶紧去找香囊，万一李公子来了，可就麻烦了。快叫他进来啊！姑姑，李公子上次说了，要是香囊让他满意，会重重奖励我。管事皱眉抿了抿唇，想到那位李公子给的钱可真是大方，于是从怀里掏出钥匙递给他：“你去找找吧，别乱动东西啊！快点回来把钥匙给我。”姑姑放心，我很快给你送回来。进了那间上锁的屋子，反首先把门给关上，将门口的香囊拾起来，又往里面的桌角一扔。沈渊翻了最近3个月翠云阁姑娘采买的东西，发现要求买桑云子的姑娘有3位，其中有1位没见过她制香，还有1位好像懂一些，而剩下1位是柳寻芳，她是个懂制香的。难道是刘姐姐不成？还等不及沈渊多想，突然门被人给打开了，还等不及他将盒子放回架子上，只见柳寻芳走进来。咦，
怎么是你在这里啊？我看里面隐约有灯光，还以为进贼了呢。我是进来找香囊的，我好像把准备送给客人的香囊落在这里了。柳军芳注意到桌角的东西，这不就是先前在沈渊房中放着的那个香囊吗？不可能落在这里啊，是这个吗？对啊，就是这个，刚好找到了。柳军芳的神色有点意味不明，他瞟了一眼桌上的盒子，又冷冷地看了一眼沈渊。刘姐姐，你怎么不在前院啊？柳群芳方才在前院，可他注意到管事姑姑把钥匙给了沈渊，他思来想去，便跟着往这边来了。我觉得身体不舒服，想回房去休息。你怎么了？兴许是小日子要来了，整个人都不太好。诶，这才买的单子居然没放在架子上啊？是吗？兴许是管事忘了吧？咱们走吧。沈渊觉得这事不能轻举妄动，得先同谢怀琛讲。清河，我不习惯睡得这么早，你待会儿来我房里陪我坐会儿吧。我新制了一种香，你来试试。沈渊觉得说不定可以借此机会问出点线索来，没有多想便答应了。好啊，那我把钥匙还给姑姑就来。柳群芳就在桌边坐着等他，见他来了便起身相迎，拉着他坐下。刘姐姐，这东西对女子很有益处，我以前总带着。清河，你挺懂医理的吗？以前学过一点皮毛而已，倒是刘姐姐你对用药材制香很有讲究啊。给你试试我新调制的香。沈渊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趁机问道：刘姐姐，你不是说你从小父母双亡，被卖去大户人家做丫鬟，你是怎么遇到那位教你的大夫啊？机缘巧合罢了，我也只是略知皮毛。哦，我觉得你懂得挺多的，那位大夫一定很厉害。沈渊现在不知道该如何问起，要是直接同他讲那位小姐的故事，他如果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会不会以为他不怀好意？毕竟有人到处要杀他。沈渊还没想出下一步该怎么说，突然闻到一阵异香，这里面有迷香。他迅速地捂住口鼻，看向柳群芳。沈渊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他迅速地取出银针往穴位上一扎，一时只稍稍地清明了一点。柳群芳看他用针的手法，你果然很懂啊。清河，是他们派你来找我的吧？沈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摇了摇头，不是。他想再扎一针，但手已经使不上力。没用的，你喝的茶里加了催发迷香药性的东西，就是你要找的桑云子晒干后磨出来的，无色无味。沈渊已经明白他就是谢怀琛要找的人，他想解释他不是想害他，可压根没有机会说话，就彻底的失去了意识。枉他还把清河当个同命相连的姐妹，没想到竟然是对方收买来找他的。冯牧之为了杀他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柳群芳越想看着沈渊的目光越狠毒，他起身去梳妆台那边取来一块进了药的湿抹布，欲把沈渊闷死，然后制造他自尽的假象。可才刚用抹布捂住沈渊的口鼻，突然一道强劲的力道打在他的颈后，然后也失去了意识倒下。魏离这才从房顶一跃而下，闪身进了屋，看着昏迷的沈渊，有种不好的预感。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赶紧传信给谢怀琛。谢怀琛和顾锦修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救济和安置灾民、调粮放粮、修缮河堤等关乎民生的大事上，但接到消息后很快便一同赶过来。顾锦修了解清楚情况后很惊喜，柳群芳应该就是温氏之女。哎呀，藏得可真深呐，没想到清河真的能把她找出来。胭脂，你这招厉害呀！奈何谢怀琛压根就没有搭理他，只看向床榻上的沈渊。他走过去扶起沈渊，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眼中闪过一丝担忧，摄人的目光扫向魏离。魏离赶紧心虚的解释：他只是中了迷香而已，没有受伤。谢怀琛皱眉抿唇，然后轻轻的将他抱起，离开柳群芳房间的时候，冷声甩下一句：人既然找到了，剩下就交给你。顾锦修和魏离对视一眼，他这是……哼，若不是我及时出手，清河姑娘差点就丧命了。魏离此刻正庆幸自己没有把保护清河的任务不当回事儿，被派去保护一位青楼女子，他原本有点不屑，没太认真。可自打上次见识到殿下对穆赫安的态度，他意识到殿下是把清河的事放在心上的。谢怀琛将沈渊带回到他来翠云阁包下的房间，没有旁人在，他眼中的心疼泄露的肆无忌惮，还带着几分怒气，按了按他的穴位，使劲的摇了摇。清河，醒醒，清河！沈渊总算是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神尚且迷离，但脑子依稀的记得自己处境危险，身体本能的想挣扎。别怕，是我。熟悉的声音和气息让沈渊瞬间就安定下来，看到自己已经不在柳群芳的房间，知晓自己是没事了。胭脂，我找到那个人了，是刘姐姐。其实谢怀琛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沈渊身上，没想到他会如此尽心的去做，甚至差点遇害，想想都令他后怕。谢怀琛皱着眉头，低沉凌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意：你发现有异常该先告诉我，怎么能擅自暴露自己？沈渊察觉到他在生气，我也不知道刘姐姐竟然看出我在找她，和下手这么快。一时半刻也想不清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没有把知道的信息先告诉他，就擅自行动，会不会差点坏了他的事啊？谢怀琛其实更生自己的气，虽然他有派人守着，冯牧之不能对清河怎么样，可他还是低估了温氏之女的危险性。对不起。两人突然异口同声，谢怀琛很诧异地看向他，我就希望自己能帮上你，想到了崔想要的线索，便去查看了一下，我没有坏事吧？谢怀琛明白他是误会自己的意思了，心疼地轻轻顺着他的脊背，声音刻意地放暖：你帮了我大忙，只是你发现任何线索都该先同我讲，这么做太危险了。柳群芳差点杀了你，我再三强调要以你自身安全为主，你怎么不听啊？沈渊这才明白过来，他是在担心自己。虽然差点被杀这事儿很可怕，
他也搞不懂这个做生意的男人怎么会摊上这么要命的大事。但这会儿他赶紧在他面前表忠心。贤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而且你说过你会保护我，我不害怕。沈渊继续开心的笑道：我这次真的有帮上你吗？我自知身份配不上你，总担心你会嫌弃我没用。清河，以后不许再这么说。谢怀真清楚他的身份的确是配不上自己，可听到沈渊这么坦然的说出来，令他感到难受。他若爱一个女人，就不会介意她的身份，他只恨自己不够强。沈渊又从他的眼中看出那抹复杂之色，他似乎总在顾虑一些很深重的东西。他直觉不能让他继续想，赶紧同他说：好啊，燕之，我都听你的。谢怀真见他这副乖巧样，不禁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嘴角的笑温和又纵容。不过你说的对，我会护着你的。你是有派侍卫保护我吗？他觉得谢怀成好像总是什么都知道，来的也很及时。我有派安卫在你身边，所以我做的事一直有人在暗中看着呀。对，不过他们有分寸，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后面1个多月都会有人暗中保护你，你遇到麻烦都可以吩咐他。哦，沈渊有点失落。那1个月后呢？这男人真麻烦，非得考虑考虑，就不肯一口答应带他走。贤侄，刘姐姐她没事吧？你那位官府的朋友会帮她吗？不过他的事情牵扯过大，之后无论发生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只当什么也不知道。听他这么一说，沈渊便放心了，很识相的没有再多问。贤侄，你说过这次来就要教我画画的。实则是谢怀真这次来的突然，沈渊身上没来得及带上催情香，而现在毫无欲望的情况下伺候这个男人睡觉，他有点提不起兴致。还好谢怀琛的脑子里不只是想着那事儿。以前学过画画吗？谢怀琛提笔的姿态很潇洒，一只手端正的背在身后，隐隐带着一种指点江山的气势。沈渊笑着摇摇头，又点点头。裴子言教过他一点的，可惜他说他更擅长学艺，没什么画画的天赋。那你先随便画点什么给我看看。沈渊也不客气，随着心意画起来，脑子里想象着兰陵城的风貌，开始绘画符。看他握笔的姿势和画的东西，谢怀琛嘴角抽了抽。若是书院的学生画成这样，肯定是要打手心的。沈渊画完后，自己把画拿起来瞧了瞧，看了看似笑非笑的谢怀琛，尴尬的笑着说道：是不是画的不好啊？谢怀琛这次只浅笑着没有说话，眼尾微挑，目光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宠溺。你倒是说话呀！作为初学者来说，你画的不错。谢怀琛虽然在笑，说的却很认真。沈渊脸上露出一丝惊喜。是的，这么说我是有天赋的了。我画出传世之作，需要极高的天赋和经年累月的练习，谁都不敢说自己天赋够高。可若只是画出好的作品，你的天赋是足够的，重要的是练习。沈渊听了很开心，眼睛亮闪闪的看着他。那你教我。谢怀琛点了点头，他没打算从头开始教，真想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但他很想哄他开心。你想画什么？我想画风景，就像你送我的那幅画一样，多美啊！心想那幅画应该也能卖不少钱吧。我先带着你画一幅吧，你仔细感受我用笔的节奏和力度，我再给你讲一些基本技巧，你今后可以自己练习。沈渊心想这岂不是跟作弊一样？可这教法好新鲜呐，感觉不错。那我想画兰陵城的风景，你带我一起画吧。看他笑得开心，谢怀琛的心情也跟着愉悦。好。沈渊的手被他握着，感觉手上的笔仿佛被赋予了灵智一般，灵巧地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风景。谢怀琛一边带着他画，一边同他讲该如何布局，如何构景，如何掌握力度，如何处理线条和色彩的深浅。等画完的时候，沈渊感觉脑子都累了，真的是上了一堂课。看起来随手一幅画，竟然有那么多的细节要处理。沈渊双手捧起画，眼中都是惊叹，笑得开怀。贤侄啊，你真厉害！谢怀琛受过无数赞美，从来都无动于衷，可此时偏偏被这声赞叹取悦了，心间仿佛被抹了蜜一般甜。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很喜欢看风景吗？沈渊点了点头，对着画一脸向往地说：好想去看看。清河，我带你出去看看吧。沈渊顿时惊讶地看向他，抓住他的手臂，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期待。你说什么？谢怀琛笑得满含宠溺，抬手摩挲着他的脸。我带你出去走走，看看这兰陵的风景。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但凡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沈渊感觉得到他没有骗他，也没有必要骗他，兴奋地扑进他怀里。你想哪天去？沈渊巴不得明天就出去，可转念一想，这是一个逃跑的机会啊！这男人非得等1个月后才能想清楚要不要带他走，万一到时候他不要他可怎么办呢？还不如趁此机会逃跑。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想了想，7天后便是这里的传统鬼节，大家按照习俗会戴着面具出行，到时候人多眼杂，要跑也更容易。7天后可以吗？居然不是明天吗？贤侄，7天后是鬼节啊，我想和你一起过节日。鬼节有什么好过的？谢怀琛不明所以的点点头，心想都依着他好了。想到有离开这里的希望，原本对情势毫无兴致的沈渊，觉得自己该打起精神，努力的做生意。他手指玩弄起谢怀琛的衣襟，嘴角扬起坏笑，凑到他喉结处，轻轻咬了一口。谢怀琛的呼吸乱了一瞬，放在他背上的手用力的将他按入怀中。清河，还没等他继续说，沈渊主动吻住他的唇，很快就被亲得意识涣散。谢怀琛将他抱起后，呼吸到一丝空气的沈渊意识稍稍的回笼。贤侄，你能不能轻点？清河，明明是你缠着我不放。我这次不会了。
你轻点好不好？我们只做一次吧。可还没等他说完话，谢怀琛就已经将他放到床榻上，吻住他的唇。好。事实证明，这个好字就是鬼话。沈渊觉得自己为了这次逃跑机会真的太拼了，早知道就不要勾引他了。谢怀琛知道昨晚把他欺负狠了，这会儿说话不自觉的特别温柔。清河，你继续睡会儿吧，珊珊会给你备好放在桌上，我现在得走了。每次他要走的时候，沈渊都有种焦急不安的感觉，就总怕他会不再回来，把他丢弃遗忘在这个鬼地方。这次也一样，沈渊挣扎着想起身。你再休息会儿。沈渊拽住他的手，一脸依依不舍。贤之啊，你能不能下次早点来，不要等到7天后，好吗？谢怀琛其实也舍不得，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变化。第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的，可不知何时开始会有几分意犹未尽，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不舍离开。而这次他突然想试试，就等7天再来见他，自己会不会犯了相思？清河，我7天后来带你出去过鬼节。沈渊有点失落，可他看得出这男人定然又在顾忌什么。行吧，只要7天后你能带我出去就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走。他仍旧挣扎着起身，扯着被子遮住裸露的身子。谢怀琛无奈地揽着他，沈渊靠在他的怀里，主动和他亲吻了一会儿。大早上的，谢怀琛被他逼得努力克制自己，最后沈渊被他强行给推开。别闹了，贤之啊，我会好想你的，你也要想着我。谢怀琛不得不将他强行按回床上，肘过被子往他身上一裹，赶紧转身离开了，真要命。柳群芳怎么样了？哎呦，你这个正人君子是在认真的逛青楼，而我这个纨绔是去青楼认真的办正事儿。我不逛青楼，这事不也得你去办？顾锦绣被这话给噎住。谢怀琛原本就不会去青楼，这事涉及到青楼，8成都得他来打探。说什么情况吧。谢怀琛催促道：“他们拿到的证据就那么多了，要摁死冯慕之还不够。温氏母女有用最好，没用就只能等以后再慢慢的对付三皇子谢怀景的人。”哼，他的性子可比想象中要烈得多。他开始讲起柳群芳的事。昨晚他叫醒柳群芳之后，柳群芳以为他是冯慕之的人，一睁眼就开始咒骂他。顾锦绣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说清楚他是要帮他对付冯慕之的。柳群芳见他迟迟不动手杀自己，也明白过来他不是冯慕之的人。柳姑娘，你若是想见你娘，或者想将冯慕之绳之以法，我都可以帮你，但你若不想冒险，我也不会勉强你。今晚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不会暴露你的身份的。我要见我娘。他自顾自的哭诉：我在4个月前奶娘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没想到我娘还活着，还以身试仇快20年。冯慕之害得我家破人亡，一生凄苦。我想见到我娘，告诉她真相，我就是死也要让冯慕之不得安宁。顾锦绣听完他这番话，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的跪在地上，哭着磕头恳求：公子，求你帮我见到我娘，你让我做牛做马都行，只要能对付冯慕之。这凄苦的身世已经够令人唏嘘了，顾锦绣哪还忍心让他这么跪着磕头，忙把人扶起来。我正在搜集冯慕之的罪证，他纵横官场多年，老奸巨猾，要对付他不容易啊。我手上的证据不足以将他定罪，我可以帮你见到你娘，你若能说服他替你全家报仇最好，若是不行也不必勉强。公子，冯慕之可是江州太守，整个江州最大的官。你也知道我是从京城过来的，冯慕之是当朝3皇子的人，而朝中有人和3皇子不对付，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柳群芳明白人外有人，现在上头有人会对付冯慕之，这就够了。公子放心，我都照你说的去做。顾锦绣满意的点点头，让他先一切照常，什么也别说出去。而这会儿他对谢怀琛总结道：这姑娘死也要争那口气，那就安排她见一见温氏吧，温氏可不一定有她这般决绝。那可不啊，温氏或许宁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辈子被蒙在鼓里啊。要安排柳群芳偷偷见温氏一面并不难，顾锦绣以客人的身份把柳群芳给带出去禅风寺赏花，而谢怀琛派人偷偷的传消息给温氏，让他找借口去禅风寺上香。夫君，我这病久未痊愈，怕不是沾染了什么邪祟，我想去禅风寺上香。夫人呐，大夫说了，你只需要静养便可慢慢痊愈，哪里有什么邪祟啊？夫君，可我这病久不见好，天天在家里闷着难受，我就去趟寺庙上香，看看风景便回来。这样吧，我过2天抽空陪你一起去。夫君，你还在忙赈灾的事，我一个人去就好。哎，已经忙得差不多了，我陪你一起去吧。不一起去看着人，他总觉得不放心。温氏没辙，只得先应下，然后按照匿名之人所说的方法，将这个消息偷偷的传出去。过了2天，夫妻2人正准备一起去禅风寺上香时，冯慕之突然接到太子召见，让他立刻前去商议要事。温氏直觉这可能不是巧合，但正合他意。夫君，你先去忙正事吧，我自己去一趟就行，有丫鬟侍卫跟着呢，你别担心。冯慕之一时也没辙，只能再三的叮嘱下人要好好的照看夫人。他心中诧异，太子这个时候突然要见他，能有什么要事？赈灾的事情已经忙得差不多了。冯慕之匆匆的赶来见到谢怀琛时，他并不在书房或者厅中，只见他在府邸院中的一棵树下端坐着喝茶。冯太守请坐。殿下，不知你急召臣前来，有何要事商议啊？赈灾的事已经进行得井然有序，这还得多多仰仗冯大人的功劳。孤很快就要回京，
此番到冯大人家来，是想问问大人，之后要不要也回京述职？殿下若是觉得可行，臣会在殿下走后晚一步回京向皇上禀明灾后重建和安置事宜。冯太守放心，孤会向父皇禀明大人的功绩。不敢当，一切全仰仗殿下的英明指导。谢怀臣打算先让冯牧之去京城，能在京城拿下冯牧之最好。就算这次不能把冯牧之怎么样，也可以先在江州安插自己的人手。冯牧之此刻心里着急想走，可谢怀臣非拉着他说了一堆的有的没的，主动关心了解了一遍江州百姓民生，他只得配合的闲聊了半天。冯太守心里不停的吐槽：太子殿下，你有这功夫，不如去青楼找你的相好，我回去守着我的夫人。殊不知谢怀臣的心里也在想，要不是为了让你夫人和柳寻芳顺利见面，我才懒得在这里跟你废话。他心里也在想沈渊，还说等7天后就去找他，现在才2、3天，就开始不时的想念他。结果两人都心不在焉的聊着江州百姓的福祉，老百姓真是谢谢你们俩。温氏到了禅风寺后，冯牧之的人可谓是寸步不离的跟着他。温氏心里着急，可想到那人的交代，面上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只耐心的上香拜佛抽签，直到寺里的大师为他解签时皱了皱眉：夫人，你问之事与健康有关，可贫僧观此签有被阴邪之物所扰之象啊。夫人何不移步经堂，听慧明大师讲经辟邪？温氏一愣，面对大师别有深意的目光，他立刻反应过来，连连的点头同意。都知道慧明大师讲经的时候不许闲杂人等打扰，冯牧之的人也只能在经堂外面等着。温氏进入经堂后，自然没有见到慧明大师，里面空无一人。突然，一位身着红色烟纱长裙的年轻女子从佛像后面缓缓走了出来。柳群芳第一次见到温氏，自己家破人亡20载，可眼前的娘亲却过得养尊处优，岁月在她脸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你……温氏抬手颤抖着指着柳寻芳，时间紧迫，柳寻芳没有卖关子。冯夫人，我是你已故情夫的女儿，冯牧之杀了我全家，如今还要杀我。温氏听罢只感觉脑子轰隆一声，一瞬间连呼吸都忘记了，脸色霎时惨白如纸。姑娘，我能先看看你的胸口吗？胎记已经被我生生挖掉，你可知兰陵城20岁有胎记的无辜女子都已经被冯牧之灭口了。温氏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整个人摇摇欲坠。夫人可别怨，我从小被卖去做奴婢，挨打挨饿，受主母蹉跎，15岁又被卖去青楼，已经当了5年的继子。我得知自己身世时，可没怨啊！怎么会这样？温氏哽咽着，正欲大喊：“夫人，你现在闹出动静，我立刻会被冯牧之的人杀掉。”温氏立刻闭嘴了，他不禁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抚摸着柳群芳的脸：“你还好吗？”这话他问不出口。我死不要紧，可我见不得仇人好，我要报仇，你得帮我。这番狠话吓得温氏立刻缩回了手。你是他的枕边人，你最有办法拿到他的把柄，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那位助我举你相见之人会帮我们。温氏一时间不知所措，双手捂着脸，闷声痛哭着：“你过去的一切再美好，都是虚假的。”温氏到后来已经听不清任何的声音，也说不出话来。等他收拾好情绪出来时，只感到完了，一切都完了。你觉得他会报仇吗？顾锦修从暗处走出来：“不一定，但我会让他和冯牧之都永不得安宁。”顾锦修有些期待，他要怎么做？我会派人保护你。不用费心，我不喜欢被人跟着，公子能多保我出来行动就好。这个简单。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谢怀琛这几天依旧在忙着赈灾这件头等大事，也正是让自己如此忙碌，他才能不再想着沈渊。可一旦闲下来，他就有些期待见到他开心的样子。于是到了鬼节的前一天晚上，谢怀琛处理好公事后，便早早的来见沈渊。沈渊去见谢怀琛的路上，忧心忡忡的在想，今晚他们能不能别做那个事了？他身上的情毒会时时刻刻影响他，若非刻意压制，会让人每时都想沉迷享乐。已经走到房门前，沈渊还在寻思今晚该怎么糊弄过去，哪怕要做，他能不能温柔的克制一点？谢怀琛站在房内，身着锦缎玄衣，腰风衬得他身姿挺拔，一只手负在身后，墨发如云，腰间佩玉华光流转。沈渊有一瞬间的恍神，总觉得这样端庄如玉的贵公子是不可能和一个青楼女子有牵扯的。他真的会带我走吗？沈渊眼中闪过一丝失落，虽然转瞬即逝，谢怀琛还是捕捉到了。他难道不该很开心吗？来不及让谢怀琛多想，沈渊便灿然一笑，眼中春光点点。仙芝，你说过明天才会来见我的，不是你让我早点来吗？哦，早来了几个时辰。然后脑袋扭向一边不理他。谢怀琛抬手挨过他的脸，让他看向自己。姐哥，我真的有事要忙。说罢，眼中泛起几分无奈。堂堂太子赈灾期间，岂能沉迷美色？他本就不该来此地的。不清醒的时候还好，可每次神志清醒的时候，想着青楼相好，谢怀琛总是有种失控的感觉。他今晚突然很想见他，所以就来了。那你是不是很累？谢怀琛摇了摇头。刚来江州的时候确实累，这些天其实还好。沈渊倒是希望他太累了，直接躺下最好。不过还好，谢怀琛并没有到情毒压制不住的时候。他拉着他坐下，给他倒上酒。仙芝啊，你今晚继续教我画画好不好？趁着他饮酒的时候，沈渊坐在他的身旁，单手撑着下巴，眼巴巴地望着他。这么想学？沈渊认真的点点头。除了画画，你还想学什么别的吗？
其实我什么都想了解一点，虽然很多东西都不太会，但是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多见识和学习的。谢怀琛觉得他这般想法很好。清河若想和他在一起，很多东西都需要了解。无论自己今后是否在他身边，只有他自己变得更强，才是对他最好的。好，我都可以教你。你难道什么都会吗？谢怀琛只淡淡一笑，随口一句：大多略知一二。可那股气场却显得极为自信，眉眼之间竟有种睥睨之威，看得沈渊有些呆了。用笔有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结。所谓板，是指没有腕力，用笔不灵活，画出的笔线平扁；所谓刻，是说笔画过于显露，甚至往生微小，不自然，没有生气。谢怀琛亲自提笔为他示范，垂眸看着画纸，神色凛然专注，灯光下的侧脸仿若有光泽流转。沈渊有些痴迷地看着他，仔细听着，不自觉间丝毫不敢怠慢，像极了一位孜孜不倦的学生。而事实上，谢怀琛在京城的时候，偶尔会去最有名的天府书院教授世家子弟。与之不同的是，此刻只有一位学生，还是一位画技该挨板子的学生。不过谢怀琛教的极为有耐心，还会握住他的手，教他如何执笔运笔，掌握力度和技巧。沈渊本就有些功底，这次学得茅塞顿开，领悟许多。许久下来，人都学累了。见沈渊扭了扭手腕和脖子，这次就学到这儿吧，以后照着我教你的练习就行了。沈渊有点疲倦的点点头，看着谢怀琛收拾桌上的画，想到刚才他握着自己的手，两人离得那么近，可这男人一点轻薄之意也没有。沈渊忽然有点感慨，他好像一位温柔的老师啊。贤侄，你的画技好厉害，京城的公子都是这样吗？你在京城除了做生意，还干些什么别的吗？他现在不想让沈渊知道他的身份，防人之心不可无，况且普通百姓知道他的身份也容易被吓到。没什么别的，只是平日里有空会摆弄这些附庸风雅之物而已。沈渊立刻就感受到了他情绪的变化，意识到自己多嘴了，这让沈渊再次怀疑他真的有肯带自己去京城吗？看来明天的逃跑机会至关重要。不过现在的他只得立刻转移话题。贤侄啊，你怕不是这翠云阁第一位来上课的客人吧？谢怀琛见他笑得花枝乱颤，一把将他揽入怀中，垂眸看着怀中的女子艳丽的容颜，嘴角的淡笑带着几分说不出的风流。那我是不是该做点来翠云阁该做的正事儿？谢怀琛做事一向认真，哪怕在青楼这种地方教姑娘作画，他也在认真的教。如今说到正事，他自然要认真做。还没等沈渊反应过来，他便俯手吻他。沈渊忽然后悔多嘴那么一句，这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他被吻得眩晕的时候，谢怀琛的手已经在起他的衣衫，他坚持用力的推开他。谢怀琛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怎么了？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心虚的用手抵着他的胸膛，娇声的说道：贤侄，明晚好不好？身体不舒服哪能学半天的画画？这谎话说的沈渊自己都觉得太敷衍。可谢怀琛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是怕明天没力气出去玩吧。既然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检查看看。沈渊惊得瞪大眼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抱到床上。贤侄，别！没给他机会说话，便俯身堵住他的嘴。心上在怕欢喜，已经贡献了。沈渊怕得要死，要是像前几次那般，明天还怎么跑？一次结束后，现在身体舒服了吗？沈渊侧过头不看他，谢怀琛的手抚着他的脸，眼中情欲未消。清河，明天等你玩够了再继续吧。沈渊心道，原来他知道我的意思，稍稍挪近他。贤侄，谢谢你。哪知被他这么一磨蹭的谢怀琛突然出手按住他的肩，别乱动。沈渊惊得立刻退离他，但嘴角的笑压抑不住，他很快就睡了过去。可得不到满足的谢怀琛平复了许久才入睡，一夜无梦。第二天一早醒来，沈渊难得的见到谢怀琛还没醒。沈渊没有立刻起身，躺着欣赏他那张俊脸。若非不得多问，他真是好奇他在京城的家世背景。他说不定早就定亲了，现在和自己苟合，搞不好是在外偷情呢。沈渊自顾自地想着，然后看到谢怀琛微微地睁开眼。谢怀琛其实早就醒了，他想看看沈渊醒来后是什么反应，结果这姑娘就这么兀自发呆。贤侄，你醒了，我们待会儿起来就出去吗？谢怀琛慵懒地应了一声。那我们要去哪些地方？沈渊想搞清楚哪些机会可以逃跑。上午的时候就在城里，下午咱们去趟禅风寺吧，晚些时候回来。实则是今天温氏又会去禅风寺见柳寻风。谢怀琛想着干脆带沈渊一起去看风景，然后偶遇冯太守，把人给招呼住。沈渊心想，这不错呀，应该能找到机会逃走。不过出发之前，他要回房带上必要的东西。贤侄，我得先回房中一趟。怎么了？我有些东西想带上。你今天什么也不用带，看上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买。想到那个寒碜的玉镯，谢怀琛想趁此机会多给他买些他喜欢的。胭脂啊，我们要出去一整天啊，我得先回房把避子药吃了。这话让谢怀琛顿时愣住。你等等，我很快就回来。说罢，便快步出了房间。胭脂，我们走吧。谢怀琛注意到他身上多出的首饰，盯着金钗和玉簪微微的脸眸，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很喜欢这只金钗吗？还行啊。
玉簪呢？谁送你的？很早以前收到的礼物。沈渊察觉到他似乎心情不悦，怎么了？清河，今天带你去一趟首饰铺子吧，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沈渊开心的点点头，心想这当然好了，买点方便带走的，以后可以当掉。结果两人刚吃完早膳，谢怀琛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他去了一趟首饰铺子。沈渊随意地挑了2样簪子镯子，谢怀琛当场就主动替他把头上戴的取下来，换上新买的。随后他心情似乎变得好了些。清河，你想去哪里？你想吃什么？要去你喜欢的那家醉仙楼吗？要不要去逛逛不县城，看看衣裳？沈渊特意选了离城门近的这边逛。兰陵城是江州首府，并不是水灾重灾区，可却是流民泛滥区。但现在对比刚发生水灾那会儿，已然有序了许多，一切仿佛快回到受灾前。谢怀琛命人及时泄洪，并修补河堤，保住了兰陵城。听说朝廷这次派了太子来赈灾，他治理的不错嘛。刚发生水灾的时候，粮食都买不到，那时候好多人都往兰陵城逃，路上就有人卖儿卖女。那是你在哪？有粮食吗？当然没有啊。我住的县城都被淹了，我跟着大家逃命，但收人的人牙子把我一起带走了。其实当时不被带走，他也快要饿死了。谢怀琛不由得握紧了沈渊的手。他刚到江州的时候，灾情就有这么严重，粮食紧缺，别家地方官员贪腐不作为。贤侄，要是我那时候遇到你，你会不会给我吃的呀？谢怀琛突然停下脚步，神色认真地面对沈渊。清河，我来晚了，我若早些来，定不会让你受苦。沈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只当他在说大话。像你们这种奸商才不会这么好心，粮价都给咱老百姓炒上天了。谢怀琛有口难言，苦着脸难以解释。清河，哇，我要买这个！沈渊突然叫住了一个推着小木板车卖鬼面具的小商贩，话题被打断。谢怀琛陪着他挑选面具，他故意挑了一个便宜的大众牛头鬼面具，扔到人海里谁也认不出来。好玩，我要一直戴着。谢怀琛也戴上面具，一把握住他的手。这里人多，别走丢了。沈渊心里拔凉拔凉的想，你到底是怕人丢了呢，还是银子丢了？丢一下你会死吗？唉，面具下的脸生无可恋。终于，二人走到一处拐角，二人所在之处是一个茶楼，里面有说书人正在讲民间神话故事。沈渊故意停下来要听故事。剑之，我想在这里继续听，你能去给我买点红糖酥吗？从没干过这种事的谢怀琛本想派属下去买，可见到沈渊一双凤眼亮晶晶地看着他。那我过去买，你就在这里等。我就在这里听故事。谢怀琛这才放开他，转身去对面的街角。趁着一辆马车正巧经过路口，沈渊赶紧快速地往出城的方向走去。沈渊记得附近有地方可以租马车，正准备往那边跑去，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闪现在他的面前。姑娘，你要去哪里啊？沈渊对这个人有印象，这不是他被紫菱算计的那晚带他去谢怀琛那里的人吗？谢怀琛提到过有派侍卫暗中保护的，难道是这个人？有人一直看着他。沈渊顿时不知所措，脊背冒冷汗。沈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啊，我记得你一直跟着我的吗？属下未离，公子让我暗中保护姑娘。太好了，我差点把你忘了。我本想趁你家公子去买东西的时间，赶紧回来先前走过的地方买糖人，可怎么快走完一条街也没找到？你还记不记得在哪里啊？沈渊紧张地咬了咬舌头，生怕自己表现得不自然或者太刻意。唐人，你早就走过了，你没看到啊？是吗？可能我没注意，我对这里不熟悉。那你快带我过去吧。我先带你回去见公子，以后遇到麻烦可以随时唤我。多谢魏离大哥。结果逃跑才刚开始就被带回去。谢怀琛已经买完点心回来，却没看到人。明知这种地方他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况且有魏离跟着，就算出什么事也会很快解决。可乍然不见人，他心里忍不住的泛起不安。果然没过片刻，沈渊就被魏离给带了回来。看到人完好无损，谢怀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你去哪里了？沈渊已经整理好表情，取下面具，委屈的解释：我听到说书人讲到故事里面的女子画了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糖人，送给那位书生吃，书生吃了后就会死心塌地的爱上他。我就想着赶紧去买一个试试，可是我迷路了。旁边的魏离忍不住憋笑，原来那么着急的跑去买糖人是因为这个。不过谢怀琛眼角余光冷冷的扫过来，魏离立刻闪身原地消失。那讲的是故事里狐妖的法术，这次没吃东西。沈渊其实心里慌得很，故作认色的抓住谢怀琛的手，娇声道：万一是灵验的呢？贤侄，我不管，我要去买糖人。那你也不该自己乱跑啊，你先吃了葡萄酥，我陪你过去吧。说罢，便从手中拎着的袋子里取出油纸包裹好的一小份递给他。沈渊开心的接过来，先吃2口压压惊，心中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原本想着租好马车再出城，可现在时刻被一个会凭空出现的高手盯着，到底要咋跑？眼看一上午就快要过去，沈渊决定看看下午去传风寺后有没有机会逃走，否则就只能指望他临走的时候大发慈悲带走自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燕之，你让你的侍卫魏离大哥来保护我，那你怎么办啊？谢怀琛现在觉得投喂这只小狐狸很有趣，见他突然停下问话，便鬼使神差的把一只刚剥好的虾喂到他的嘴里。我身边还有别的安慰。沈渊一听更愁，那这还怎么跑？一个不小心，嘴里的虾掉了下来，浪费粮食可耻。沈渊习惯性的把桌上的虾捡起来继续吃，可已经放到嘴里后才意识到，这普通穷苦百姓的正常举动，在京城有钱贵公子的面前，这多丢人啊！
顿时含在嘴里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怯生生地瞄了眼谢怀琛。还好谢怀琛依旧那般风光霁月地笑着，丝毫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谢怀琛知道灾民饿得啃树皮，垃圾堆里抢吃的，这姑娘说不定曾经饿得很惨。慢点吃，还有很多呢。沈渊顿时放轻松了，不管下午有没有机会跑，现在这顿先吃好。吃完后，二人才一起坐着马车去了禅风寺。一路上，沈渊都挑着帘子往外面看，他想记住路。谢怀琛带着沈渊进到寺里，陪着他上完香，在寺中赏花。沈渊看似赏得十分认真，实则在默默地记住路，观察地形。而最后，他们来到半山腰那棵已经400岁的大榕树下，沈渊满脸都是欣喜，跟画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他不由分说的便对着榕树许愿，希望树仙能保佑他顺利的逃出京城，以后能做个有钱的富婆，嫁个好夫君。谢怀琛看他许愿能嘀嘀咕咕好半天，心想这姑娘到底有多少愿望？这树妖靠谱吗？要不要自己帮他实现几个？沈渊许完愿后，发现谢怀琛就在一旁看着。你不许愿吗？我同树仙说了，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让他听2遍，长长记性。沈渊觉得树仙有被冒犯的。谢怀琛的眼角余光瞟了一眼不远处正在给他打手势的属下，这是让他去见冯牧之的意思。金河，我有点事需要离开一会儿，你自己在禅风寺随意逛逛吧，我让魏离跟着你。沈渊一听只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这树仙可太灵了，难道真找迹象了？你先去忙吧，我随便在寺里四处看看。谢怀琛临走前嘱咐他不要乱跑，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就吩咐魏离。谢怀琛走后，他只需要想办法支开魏离，应该就可以逃跑了吧？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和借口。沈渊脑中仔细的回忆和思考了一遍禅风寺的地形和布局，发现最有利于他逃走的地方在半山腰的那片竹林。沈渊直接唤出了魏离。魏离大哥，我想去那边的竹林，还有其他人吗？要不叫他们出来一起过去看看？魏离表示没有其他人了，暗卫定然都得去保护殿下。他作为武功最高的暗卫之一，照看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子这么一小会儿，绰绰有余。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沈渊确认了就他一个侍卫跟着，心想再好不过了，这是天助我也。到了竹林便往深处走，竹林尽头是一处小坡，附近有很陡的台阶可以下去。沈渊偷偷地取下手上的镯子，缓缓地靠近尽头的斜坡。姑娘小心，离陡坡远点儿。魏离赶紧出声唤他，沈渊趁机装作不小心滑了一下，魏离怕他摔倒，立刻清空闪过来，出手扶住他，镯子顺着斜坡滚了下去。沈渊抓紧魏离的手臂，那是燕之送我的镯子，我得下去找到他。被太子殿下的女人抓着，魏离的身体一阵僵硬。姑娘，你先放开，我下去给你找吧，你就别在这乱跑了。谢谢魏离大哥，你慢慢找，一定要小心些。魏离被他放开后，赶紧沿着一旁的石阶下去了。沈渊看着他稍稍跑远，先是往竹林后面走了几步，见没什么动静后，便一路狂奔出了竹林，接着往那片厢房跑去。已经跑到临近下山的小路，在一个拐角处，突然迎面撞上一个人的胸膛。对不起。姑娘，你没事吧？抬眼一看，双方惊得目瞪口呆。阿渊，眼前的女子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的美艳动人，这不是裴子言吗？沈渊只感觉晴天霹雳，他怎么会在这里？还没去京城吗？他现在的处境可不妙，一旦和裴子言相认，3-2句话解释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赶紧逃走。抱歉，你认错人了。裴子言赶紧抓住他的手腕，一脸激动的喊道：阿渊，我是子言，我总算找到你了，这禅风寺的树仙真的显灵了。沈渊被他握得手疼，真他妈树仙显灵，他这一次显灵显得太多了吧？听他这么一说，难道他还找过自己？可现在由不得沈渊多想，万一被谢怀琛发现，他就完蛋了。他极力的想挣脱开裴子言，可对方压根就不放手。你快放开我，我不要待在这里。阿渊，你要去哪里啊？我不能再让你消失了，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我的厢房就在附近，我们去叙叙旧吧。沈渊紧张的扫视一圈周围，见裴子言一副死不放手的样子，他没办法，只得先点头答应。好歹待在厢房，暂时不会被找到。一进到厢房，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你还好吧？你怎么会在这里？沈渊不知从何说起，裴子言先开口解释：阿渊，我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你，可一封回信都没收到过。发生水灾后，我不顾爹娘反对去找你，可只得知你娘亲已经过世的消息，你却不知所踪。我这次进京是参加求围，全家都已经搬去京城，我找借口故意留到现在，就是为了打听你的消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信，你为什么先前没有来找过我？裴子言眼中先是一满惊讶，可随即便反应过来，定然是自己爹娘搞的鬼。我答应了爹娘，在考取功名之前不能见你，否则他们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沈渊只觉得无比嘲讽，若他们知道我是个青楼女子，怕是你中了状元都不会同意。裴子言看出沈渊眼中的失落，十分揪心，一把将沈渊搂入怀中。阿渊，我这次求围一定会高中的，你跟我一起去京城吧，我以后都会好好照顾你。去京城才是要紧事。沈渊眸光微闪，先极力的推开他，镇定心神。我也是要去京城投奔亲戚的。你在京城还有亲人？沈渊肯定的点点头。对了，你这段日子都去哪里了？沈渊慌得手指发抖，脑子急速的运转，找了个说辞。娘走后，我借住在一位娘亲的朋友那里，是以前娘认识的人，他们暂时收留了我。裴子言早就注意到他的一身穿着，头上的首饰，脸上还略施粉黛，不像是挨饿受苦的模样。他说的这位朋友应该待他不错。裴子言舍不得再和他分开，果断再次提议。
阿渊，你这次和我一起去京城吧。沈渊觉得能同他一起去京城是好事，比自己一个人赶路安全多了。而且就算有人追捕，应该也不会找到他这里吧？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准备2天后就启程，再晚快没有多少时间准备修为了。那你能不能现在就走？立刻，马上！现在？这太紧急了吧，不太方便。沈渊觉得现在不行，那他只能自己赶紧跑路，不能再耽搁了。还没来得及开口，外面传来小厮的声音：“少爷，冯管家有事找你。”别让人知道我在你这里。别怕，你先在这里待着，我不会让人进来。说罢，便去外面的厅中见冯管家。沈渊靠在门口偷听，冯管家这3个字让他心神不宁，不会是他知道的那个冯管家吧？结果一听声音，还真是。裴少爷，不知这次你能否方便与我同行？冯大人想让我把问候礼带给裴尚书。裴子言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多个人多点照应，便一口答应了。想到沈渊想早点走，他同冯照约好明天就出发。沈渊听得头皮发麻，现在冯照一看到他，不就露馅了吗？二话不说，他从房里拿了一件裴子言的衣服套上，赶紧踩上桌椅翻窗逃走，缩着头一路狂奔下山去。这条小路人少，沈渊没遇到什么意外，一直到出了传风寺，只是没走多远，身后突然有人袭击，他被一个手刀打晕。一个小厮模样的人将他轻轻地揽住，目光看向附近的男人，等待他的示意。穆赫安缓缓走了出来，他从属下手中接过沈渊。你的客人果然是太子殿下呀，他居然特意派人保护你，可你竟然想跑。一个出身低微的青楼女子，哪怕不知道谢怀琛的身份，能跟在他身边都是难得的好事。这女人为何要冒险逃走？片刻后，她突然眸光一闪，手不规矩地在沈渊的身上各处探寻一番，搜出了银票和信。好奇地打开信一看，骤然眼眸微敛。没想到这一趟江州之行还能有这种收获，有意思，有意思。他凝眉思索片刻后，嘴角勾出一抹包藏祸心的坏笑，收好信和银票，重新放回沈渊身上，还从自己这里多拿了2张银票放到他袖中，聊以慰藉，然后亲自将沈渊打横抱起。先带他回禅风寺吧，这次看看谢怀琛对他有多在意。于是沈渊才刚从禅院的厢房逃出来，又被莫赫安给带回去。莫赫安另找了一间厢房，并推下属将他小心翼翼地放倒在床上，动作堪称是温柔，肆无忌惮地欣赏了一番睡美人之后，嘴角扬起一抹3分风流7分邪魅的笑。清河姑娘，我现在就算要了你，你也不敢告诉谢怀琛吧？说罢，便开始耐心地缓缓地解开他的衣袖，仿佛极为享受这个过程。可他只将属于裴子言的那件衣服脱下来，还没来得及更进一步，外面就有人敲门，急声地提醒：“公子，有人在搜查，往这边来了。”穆赫安脸上的笑瞬间就消失，竟然来得这么快。我惋惜地叹了口气，看向沈渊的目光含着几分不舍。小美人儿，咱们很快会再见面的。说罢，便施展轻功从窗口跃出，消失不见。谢怀琛此时正在和冯太守闲聊。冯太守这次是陪着温氏来上香，在这里偶遇太子殿下，他已经借机向太子确认了他会提前进京的事。两人本已经无话可说，谢怀琛为了拖时间，继续和冯太守操心江州百姓的福祉。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谢怀琛和冯太守都各有各回家找媳妇的心思，而正巧费离急匆匆地赶过来。谢怀琛见他单独赶过来，还一副心虚的样子，心知清河一定有事。还没等他开口，冯太守也看出太子有别的事，立刻识相地提出自己要去陪夫人，赶紧告退。费离这才单膝下跪，十分自责地说道：“属下没能看好清河姑娘，甘愿受罚，请殿下请罪。”他在哪里？到底怎么回事？费离察觉到殿下身上的寒意，心道自己真的是大意了，赶紧长话短说，解释了一遍，把玉镯呈给谢怀琛。谢怀琛接过玉镯，眼中闪过一抹焦急，守住下山的路，搜查禅风寺。他若没事，你事后再自己去定法。费离赶紧领命而去，心中十分震惊。他若有事，那当如何？殿下从未因为一个女子这般的牵动情绪，这女人在殿下心中的位置很重要。沈渊失踪的地方附近便是禅院厢房，所以很快便搜了过来。找到沈渊的时候，他还躺在床榻上安安静静的睡着，看样子不像受伤。可他体会无端的睡在这里，衣衫凌乱，地上还有一件男人的衣服，难不成被人图谋不轨？谢怀琛警惕地看了一眼房间的窗户，目光锐利，果断下令：“快追过去看看。”随即又禀对其他人，将沈渊扶起来，揽在怀中，忧心地解开他的衣裳查看，白皙肌肤上的痕迹都是自己昨天留下的。谢怀琛悬着的心总算是稍稍的落定，肌肤骤然暴露在空气中，沈渊无意识地瑟缩了一下。谢怀琛赶紧又给他把衣裳穿好。这么大动静下来，沈渊总算是悠悠转醒，刚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便是谢怀琛那张俊脸。沈渊吓得本能地想推开谢怀琛，大叫一声，可硬生生地闪住了。他想起来自己明明已经逃走了，但好像又被人偷袭，后梗处还有些酸痛。现在这是被抓回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谢怀琛见他一副呆呆的样子，摸着他的脑袋，温声的安慰：“清河，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情况让沈渊措手不及，所以谢怀琛还不知道他逃跑的事。我这是中间鬼了吗？可不管怎样，逃跑失败，但只要谢怀琛还不知道他的事，就还有最后的希望。先知，你的事忙完了呀？你怎么会睡在这里？没同魏离待在一起，到处都找不到人。沈渊这下确定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来想偷偷躲起来，
跟我李大哥开个玩笑，可一时犯困，就在这边厢房里睡着了。谢怀琛眉头皱了起来，目光锐利，看得出他在说谎。这里没有住人，地上的衣服哪里来的？沈渊瞧了瞧地上的衣服，脑子卡顿，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迷茫的摇摇头。燕之啊，我以后不会乱跑了。见他还没反应，沈渊着急地靠在他怀里。燕之啊，你别生气好不好？谢怀琛看出他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说，可见他这副不安的样子，一时竟不忍心逼问。我没有生气，不过景和，你若是遇上什么麻烦或者什么危险，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护着你的。谢怀琛现在不得不多想，他或许已经被有心之人注意到，遭人利用。沈渊觉得这话怪怪的，不过只要他没有怀疑自己骗他就好。他总算是放下心，开心地说道：“燕之啊，我没事的，谢谢你啊。”谢怀琛见他依旧不肯坦白，也没逼他，只默默地握住他的手，拿出那块丢失的玉镯给他戴上。以后这种东西丢了就丢了，你自身的安全最重要，记住了吗？沈渊垂着脑袋，心虚地应下。现在时辰不早了，你既然累了，我带你回去吧。哦。沈渊真是1万个不情愿，折腾了大半天，结果还是得回那该死的翠云阁。二人一起往下山的路上走去，很快属下就来汇报，没有追到可疑的人。穆赫安的功夫不错，派出去追的人虽然让他跑得狼狈，但自然追查不到踪迹。谢怀琛看着身旁仿佛一切如常的沈渊，觉得兴许是自己想的太多了。若真是有人想利用他，那这次的做法未免太明显，不像京城那几位的作风。可他总觉得今天这事儿怪怪的，这姑娘或许有什么别的小心思。直到两人快要走出禅风寺，突然身后传来熟悉而急切的声音：“阿渊，你这是要去哪里？”沈渊顿时心跳如雷，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的不想见到裴子言。他不禁加快脚步，想赶紧走，奈何裴子言这次依旧是不依不饶，急速的上前拉住沈渊的手臂：“阿渊，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我到处在找你。”我……情急之时，他突然感到手臂上的力道松了。放开他！阿渊，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裴子言一看对方这身气度，就觉得身份不凡。沈渊感觉浑身的血液都要倒流了，紧张地瞟了一眼谢怀琛，只微微的点头默认。谢怀琛同样用疑惑的目光看了过来。阿渊，沈渊觉得这鬼节是真的见鬼，二人都一副等着他做个介绍的样子，他恨不得两个人立刻失忆。情急之下，拉着裴子言要往一边走，嘴角强扯出一抹笑，对谢怀琛艰难地解释道：“李公子，他是我以前认识的老朋友，我想单独和他说几句。”谢怀琛微眯着眸子，没有说话，一双深沉的眸子盯着二人，面色不悦，但并没有阻拦。他看得出沈渊很着急，很为难。裴子言不清楚状况，但还是依着沈渊的意思被他拉到一旁。沈渊怕什么暗卫高手之类的还在附近，他凑到裴子言的耳边，小声地说道：“这位公子其实是京城过来的贵人，他的身份不方便告知，你千万别过去招惹他。不过他对我很好，你放心。子言，你先自己去京城吧，我很快就去京城找你。”裴子言听完很不放心，还想再说点什么，被沈渊急声打断：“你就听我的吧。”阿渊，我不放心你，你这是打算跟着朋友去京城吗？你就不能跟我一起走吗？裴子言的眼中尽是担忧。我若与你一起去京城，你爹娘不会同意的吧？这次由不得他们了。那也得等你考取功名，自立门户之后吧。裴子言无话可说，可就是不敢走。沈渊远远地瞧了一眼谢怀琛，对方冰冷的目光淡淡地落在这边，眉宇间似有一片雷云。他在生气。裴子言再不赶紧走，两头都要糊弄不住了。少爷，您怎么在这里啊？裴府的管家快步地走了过来，看到沈渊在，眼中划过一丝惊异，转瞬即逝。少爷，你忘了老爷和夫人的交代了吗？科举之事甚大，少爷还是先把心思放在大事上吧。沈渊觉得这以前讨人厌的管家，现在就如一场及时雨，他赶紧着急地劝着：“我以后会去见你。”管家有些诧异，沈渊竟然会这么说，不过这是好事。少爷，你现在立刻回去收拾准备，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对啊，子言，你先去京城好好准备考试吧。这话犹如一盆冷水泼醒了裴子言，他神色极度不甘，目光幽深地看了一眼谢怀琛那边，随后暗中取下身上的玉佩，握住沈渊的手，将玉佩悄悄放到他手中。你到了京城后，记得拿这块玉佩去礼部尚书裴大人府上找我，我等你。沈渊点点头，立刻收好玉佩。离开的时候，裴子言快1步3回头，管家恨不得出手拽住他走。沈渊送走这尊大佛后，感觉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回头一看，谢怀琛那边还有一尊更大的佛。贤侄。沈渊快步地走到谢怀琛面前，只觉得他毫无温度的目光仿佛在凌迟他。谢怀琛神色冷峻，没有说话，也没有走。他是我以前认识的朋友，许久不见了，今天偶然在这里遇到。他知道我家乡受灾，所以比较关心我的近况。所以你失踪的这段时间是遇见了他，和他在一起？是也不是，沈渊不知该如何作答，他的态度让一切有了解释。想到沈渊明明精神还不错，见裴子言之后就累到睡着，他们两个到底做了什么？二人刚刚分别时，裴子言还握住他的手，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你叫什么名字？裴子言。听到这个名字，谢怀琛的眸光微动，原来他就是你在睡梦中都在念着的子言，难怪你会这么紧张。怎么了，燕之？谢怀琛此刻眸色愈加深沉的可怕，目光沿着他的头发、脸颊、嘴唇、脖颈一寸寸往下，似乎穿透他的衣裳，
裴子言是不是全都碰过了？沈渊觉得这气氛令他窒息，他斗胆抓住谢怀琛的手。胭脂，我们现在回去吗？谢怀琛微微垂眸，眼中透着一抹受伤和失望，抽回被他抓着的手。这女人说着想跟他在一起，却还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吗？我不管你以后跟别的男人怎样，这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你只能服侍我。沈渊立刻乖乖点头，可随即便反应过来，他这话是1个月后便会和自己一拍两散的意思吗？沈渊顿时急了。胭脂，那1个月之后呢？谢怀琛径自往马车走去，冷声甩下一句：“胭脂2字不是你教我。”沈渊心想啊，一切回到原点，亏零啊不，应该是负的。谢怀琛走得很快，沈渊跟着走了几步，没能跟上。胭脂，对方毫无反应，沈渊索性停下脚步，看着他一直上了马车也没有回头，然后在他的期待下，马车缓缓地动了。所以试试把他扔在这里不要了吗？可他现在可以跑了吗？梦想总是要有的。于是沈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转过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然而没走几步，闪电侠魏离突然现身，一把将他拎起。蛇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像个皮球一般的被扔到马车上。传球的技术特别好，正巧落到谢怀琛的怀里，还顺道在他耳边低声的传道：“好好哄哄公子。”沈渊心里那个悲催啊！哎呀，好了一整天，不仅没有逃掉，还得重新哄男人。他靠在谢怀琛的怀里，双手抱住他。放开！那哪能放啊？胭脂，我只是碰巧和他见了一面而已，你到底怎么了？沈渊双手勾住他的脖颈，凑近他的耳边：“胭脂，胭脂。”这声音故意带着一丝暧昧的娇喘。谢怀琛终于是忍不住了，看似粗暴的出手擒住他的下颚，却又控制好力度，怕弄疼他。你也是这么叫你的子言哥哥吗？他是不是碰过你了？你睡得那么安稳，他让你很尽兴。沈渊一听，神傻了。沈渊这榆木脑袋总算是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这误会有点大呀。可想想是挺像那么回事的，沈渊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会睡在那间房。他赶紧抓住谢怀琛的手：“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跟他清清白白，什么也没有啊！”谢怀琛神色依旧是泛着冷意，晦暗的眼神中情绪复杂。胭脂，你真的冤枉我了，我是你的人，我怎么可能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我不是这么随便的女人。他想了想，又急声道：“我现在就可以脱了衣服让你检查。”说罢，便真的急切又笨拙地开始解衣裳。谢怀琛急忙按住他的手，眼底心疼掩饰不住。清河，别这样。可他随即想到，若当初他遇到的客人不是自己，那会不会和别的男人也……他不由得皱眉吐槽一句：“你当初和我有肌肤之亲，不就挺随便的？”刚说完这话，谢怀琛便觉得不妥。果然，沈渊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又不好说自己压根不情愿，破罐子破摔的憋出一句：“是，我是个青楼女子，你觉得我不知检点是吗？我就算是要做生意，也得给银子的好吧？”谢怀琛自知一时冲动，言语有失。清河，我不是这个意思。哼！沈渊扭过头，甩手不想理他。两人的一番拉扯中，穆赫安放在他怀中的银票掉了出来，一笔巨额格外显眼。空气忽然变得安静，沈渊又傻眼了。他好像没有把银票放这里吧？谢怀琛脸色瞬间变沉，他跟着自己出来，1分钱也不用花，带这么大额的银票干什么？显是裴子言给他的，做完生意给银子。松开他的手，后背往车壁上一靠，合上双眸，深吸一口气，没有再看他。沈渊把银票拾起来，一脸的难以置信，赶紧暗暗摸了摸身上的信和其他的银票，竟然都还在。他再次觉得今天真的是见鬼了。胭脂，你听我解释啊！谢怀琛叹了一口气，不想听，解释了半天这诡异的银票怎么来的，不断的强调裴子言只是好心关心帮助他们之间真的没什么，而且2人都快2年没有见面了。谢怀琛其实已经相信他了，可一想到他睡梦中含着笑叫的那声子言哥哥，就感到如鲠在喉。胭脂，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青楼女子，水性杨花，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早就懂那相识，若是不清不白，何必等到现在？我是不是清白之身，你还不清楚吗？谢怀琛眸光微动，抿了抿唇，温声解释：“我没有看不起你。”可接着还是没逢轻蹙，声音带着几分醋意：“你们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沈渊连连点头：“我们就像兄妹一般，我娘曾经为她的祖母治病，所以她以前对我多有照顾。她走后，我们便断了联系。”谢怀琛无奈地揉了揉眉心，自己这是怎么了？咋像是个打了番醋坛子的妇人？你不用解释了，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接下来回程的路上，谢怀琛一言不发，沈渊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知道他现在心情不好，以为他会直接送自己回翠云阁便离开，可没想到谢怀琛突然开口了：“清河，晚上想吃点什么？”原来他还愿意晚上带着自己逛逛，想逃走的念头又冒了出来。沈渊开心地笑道：“鬼节晚上有个灯会，我们去街上边逛边吃点小吃吧。”谢怀琛自然都依着他，可因为这一整天的教训，现在逛个街，沈渊都被看得紧紧的。谢怀琛还因为人多怕他又丢了，一直光明正大的牵着他的手。2人戴着面具，没有太多的顾忌，结果就是逛了半天，直到关城门的时辰，沈渊也没有找到机会再次逃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谢怀琛帮他把一整天买的东西和画都拎了回去，早点休息吧。说罢便转身欲走。沈渊见他竟然不肯留下，以为他还在生气，赶紧从后面抱住他：“胭脂，你别走啊，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好吧，我陪着你。
人是留下来了，可沈月现在实在是没有士气的兴致，于是好学的他又缠着谢怀晨教他画画。玩了一天不累吗？还有精神学。沈渊立刻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抖擞的点了点头。其实技巧我都同你讲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需要练习。你若遇到问题可以再问我。今晚你想不想学点新东西？比如下棋。这个我会，我娘教过我的。好，那咱们试试看。结果试试就试试，沈渊当场一拍桌子，差点掀翻棋盘，撅着嘴一脸不服。贤侄，你教我。好啊，不过要想学好下棋，得先学算术，这个可没那么有趣。你想学吗？想学。我其实懂一些的，我知道这个很有用，管铺子的掌柜都得会。谢怀真含笑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探究之意。你以后想经营商铺吗？当然想啊。沈渊心道，我会有一颗抢家产做富婆的心。可转念一想，他出身富商之家，这是在试探自己有没有不轨之心吗？他赶紧又解释，我只是想多学点东西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谢怀真丝毫没有介意，反而笑得温柔，眼中还含着一丝宠溺。我教你吧。于是谢老师开始认真的讲课，沈学生认真的听讲。只是沈渊觉得谢怀真认真讲解的样子，有种说不出的清贵俊雅之气，反正都在假装喜欢他。沈渊本色出演，撑着下巴痴痴的望着他，竟有些移不开眼。谢怀真感觉他毫无掩饰的目光，他在京城的书院受讲的时候，下面就有小姐偷偷这般看他。可如今沈渊的目光简直是肆无忌惮，令人难以忽略。他无奈停下，修长的手指点点他的额头。听懂了吗？懂了。稍后开心的蹭到谢怀琛的怀里，一脸钦佩的赞叹道：“胭脂，你真的好厉害呀！你怎么不去试试考科举呢？我觉得你一定能高中，说不定能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楣。”谢怀琛顺手将他揽住，下巴抵在他的额间，温声的打趣道：“你喜欢我去谋个一官半职吗？”“当然了，当官多威风啊！以前县城里的县令媳妇儿出门都能横着走，当了大官，全家都跟着威风八面。”心里想着，要是自己能认个侯爷爹，在京城也能横着走呀。谢怀琛低笑道：“那你想要多大的官？”“那还用问吗？当然越大越好啊！不过你一开始能做个县令就不错了，可以慢慢来，不要气馁哦。”“我若能在京城做大官，有很大的家业要管，你愿意跟我一起吗？”“当然了，可惜啊，你没这个本事。”沈渊所知的大官全是一把年纪的，想干到人家那个位置，这辛辛苦苦20年。至于年纪轻轻又位高权重的人，抱歉了，这普通百姓还真没见过，那都是传说。沈渊一心想去京城认亲，一部分原因就是好奇，这么一位当大官的爹，皇亲国戚呀，怎么也该去见见，长长见识。光是想象一下皇帝的儿子三皇子是自己的表哥，皇帝的头号小妾是自己姑母，就觉得很神奇了。胭脂，你在京城见过皇亲国戚吗？怎么突然问这个？沈渊本想直接问莲侯的事，可越心虚越不敢问，转而问他：“我好奇啊，从来没见到过，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谢怀琛神色瞬间变得有些凝重，他想了想，认真的回道：“都不过是些有幸出身高贵的普通人罢了。京城里再显赫的世家，也难免日薄西山，江河日下。而不幸生来卑微的人，只要励精图治，审时度势，依旧能顺势而为，主宰天下。”沈渊听完有些怔怔的望着他，这家伙怎么有股指点江山、藐视王侯的气场？怎么说的？你好像都见过似的。就是这样的，清河，哪怕有朝一日你面对这些皇亲国戚，也不用觉得自己卑微，更不必妄自菲薄。他们有的还没有你知书达理，所闻所见不见得比你广。这么说，我不用把他们放在眼里了？沈渊只当这是玩笑话，乐呵呵的靠在他的怀中。是啊，不用把他们放在眼里。那他们要是欺负我，我还可以打回去吗？以后当然可以。胭脂啊，你可真会吹牛，我要把你捏成牛魔王。以后有时间，我再给你讲讲这些王侯将相、皇亲国戚的故事。都是画本子里的吧？不止那些。谢怀琛一把将他抱起，两人一起笑着滚到床上。今晚总算是可以继续昨晚的事了。弦月如昨，风月错，海棠又落，一人休，梦中佳人雨脉脉。弦月如昨，风月错，心事终是。最后沈渊迷迷糊糊快睡过去，谢怀琛却突然问他：“清河，我是谁？”沈渊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目光迷离：“你是胭脂啊？”答错了，再想想，我是谁？你是李公子？不对。啊，你是客人？更不对。沈渊委屈的哭，好多次后，他终于答对了：“你是我男人。”谢怀琛的声音像魔鬼的咒语一般的在耳边响起：“我是你男人，记住了。以后梦里不许叫你别人的名字。”沈渊哽咽着回道：“胭脂，我累了。”
而最后累得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快没了。你先前还冤枉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明明就只有你这么欺负我。谢怀真心疼却不后悔，将他搂在怀中，嘴角还带着慵懒烟足的笑。是我不好，下次一定克制一些。这鬼话能信吗？无论如何，这次算是糊弄过去了。只是他最后会不会带我走呢？他现在害怕问出这个问题。刘姐姐说过，来青楼的男人在床上说的话都不可信。谢怀琛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太子殿下在离开江州之前，依旧有很多事情要忙。回去之后，顾锦绣便来同他汇报温氏的事情。温氏说，他会想办法拿到冯牧之的罪证。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好柳寻芳，并将他前夫一家和数十名无辜死亡的女子的冤情公之于众。到了京城后，他会亲自状告冯牧之。柳寻芳也表示会同他一起。都说的是简明扼要，他呀是个性子烈的。是啊，他还说他和冯牧之那对儿女不无辜，他们理当承受这番因果。我们最好自己拿到关键证据。温氏最后不一定足够狠心，他要从冯牧之眼皮下拿到证据也不容易。何况七告夫也违礼法，刑部主事又是林安侯，这事没有那么简单。那是自然，这是场硬仗。你这次回京得小心行事，赈灾这么大的功劳，有人眼红得紧。恐怕回京的路上就会不得安宁，得早做安排。顾锦绣明白，要不让人假扮你，多分条路回京吧。他说罢便离开去忙正事了。谢怀琛想到回京，自然就想起了沈渊，不自觉的眉眼间流转着一股子温柔。现在真的好想将他带走。虽然他一开始会不适应东宫的生活，他暂时也难以给他最尊贵的身份，但他可以慢慢的教他，护着他。他这么聪明好学，一定会做得很好。怕吓跑他，先多教他一些东西，等到了京城再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吧。其实出于谨慎，谢怀琛也不打算入京之前让沈渊知道自己的身份。想着想着，眼中划过一丝无奈，才刚刚分别，竟然就开始想他。可很不幸的，他脑中忽然闪过裴子言和沈渊相拥告别的画面。片刻后，他实在是没忍住，出声唤人。魏渠蹦了出来：“殿下有何吩咐啊？”去查查裴子言这个人。魏渠一下就明白了，立刻领命而去。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2天后，谢怀琛端坐在府邸的书房中，手指轻敲着桌上写着关于裴子言信息的信纸。裴子言曾经与一个出身低微的乡野女子私定终身，因为父母阻挠，不得不分开。谢怀琛咬牙切齿地念出这句，声音凛冽如冰。魏渠赶紧回道：“裴家已经搬去京城，这是从以前裴府的下人口中打听到的。”谢怀琛没有再说什么，眸底闪动着暗芒，昭示着心中的怒火。清河，这就是你所说的情同兄妹，难怪你那天会如此紧张。所以你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怒气横生的谢怀琛当天就来了翠云阁。沈渊还很开心，他这么快就又来了。结果一走进房间，谢怀琛并没有像期待的那般笑着起身等他。他坐在桌旁，目光瞟向别处，从略显暗沉的侧脸便能看出其心情不好。沈渊原本雀跃的脚步顿了顿，缓缓地挪到他身旁坐下。先知，谢怀琛这才转过头，目光漠然地扫了他一眼。沈渊又感到了那股熟悉的威压，心中顿时紧张起来。他想了想，自己好像没做错什么呀。先知，你怎么了？清河，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这话让沈渊顿时心跳漏了一拍，他知道什么了？沈渊寻思，他上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自己这2天乖巧得很，不是在练习画画，就是在学习算术和看书。要逃跑的事情，他应该不知道才对呀。除了逃跑的事，好像也没啥别的要紧的事了。没有啊，怎么了？谢怀琛眼中露出失望之色，心道他装的可太像了。先知，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呀。你和裴子言真的只是兄妹之情吗？沈渊愣了愣，怎么这事儿还没完了呢？裴家都搬走了，裴子言的父母都当这事是丑闻，刻意掩盖，他实在是没道理知道什么呀。是啊，怎么又问这个？清河，那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沈渊眼中划过一丝迷茫和失落，他们的关系不就是客人和妓女吗？可他不能这么说，但若是说情人，又是没有感情的无媒苟合。他脑筋急转弯地说出了那句床上说的话：“你说我男人？你对裴子言也是这么说我俩的关系吗？”先知啊，你到底怎么了？我查到了，你和裴子言早就私定终身。沈渊被惊得心神一震，这可怎么查？京城的有钱人家这么厉害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可现在容不得他多想，完蛋了呀！先知，你听我解释。你上次已经解释过了，你再听我解释。沈渊急得冒冷汗，只好半真半假的交代，尝试粉饰太平。那是以前年幼不懂事，随口说说，谁也没有当真。我怕你误会，才会敢多言。清河，裴子言的父母许他考取功名后，便不再阻碍你们的婚事。他现在已经去京城赶考。沈渊惊得瞳孔骤缩，猛地抽一口凉气，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这男人真的能查得一清二楚。你在说谎。他感觉从头到脚一阵凉寒，慌张无措地望着他。况且，既然只是随口一说，何须如此费心瞒着我？这才是令他伤心愤怒的根源。沈渊在此事上屡次对他说谎。先知，我和他以前是清白的，以后也绝无可能。倘若你没有因为天灾流落到翠云阁，你们应当是会在一起的吧？不是，他的家人不会同意我们的。谢怀琛听明白了，不是他不愿意同裴子言在一起，而是裴子言家人不同意。那都是你的事，我不该过问。
可心里总会忍不住的在意，自己不知不觉间竟已经是口是心非，情难自已。先知，我会这么做是因为你就要走了，我怕你会离开我，我怕你会生气。沈渊现在是真怕了，他扑进谢怀琛的怀里。先知，我是因为害怕，我怕你会丢下我，然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谢怀琛看得出他这份害怕是真的，虽然心中依旧不悦，还是不由得抬手揽住他的双肩，一手给他轻轻的擦着眼泪，声音暖了几分。别哭了，我在这里。胭脂，胭脂，这娇弱惹人怜的模样，看得谢怀琛什么脾气都没有了。别怕，我并不介意你的过去，我只是不希望你对我说谎。我是真的不得已。谢怀琛暂时没有再计较这次的事。清河，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心思，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有苦衷也好，受人欺负也罢，记住都要对我说实话，不用担心会生气。沈渊心里百转千回，五味杂陈，他最后什么也没说，只乖巧的点头应下。谢怀琛觉得自己或许有点小题大做了，可不知不觉间，这股占有欲变得如此强烈，患得患失的感觉很不好。清河，你跟了我就不能再想着别的男人，否则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那是自然啊，先知，你心里也只能想着我。二人这才终于闹完了矛盾。谢怀琛见他哭得累了，想给他讲讲京城的一些趣事，哄他开心。可沈渊忽然双手勾住他的脖颈，先知，待会儿在床上讲吧。说罢便主动吻上谢怀琛。谢怀琛没有拒绝这番投怀送抱，亲吻片刻之后，将他抱上床。二人仿佛都在发泄一般，颠鸾倒凤了许久才停歇。完事后，还真在床上聊起京城那些事儿来。谢怀琛原本有些担心沈渊会对这些不感兴趣，可他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还对不明白的地方还积极的发问。谢怀琛开始放心的尝试教给他以后在东宫生活需要了解的东西。谢怀琛特意挑了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做了介绍，其中提到了林安侯和沈贵妃等人。沈渊默默地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那这次来赈灾的那位太子呢？你还没说起过他。谢怀琛抿了抿唇，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他索性一个翻身轻附在沈渊身上。沈渊立刻紧张地瞪大双眼。你难道还要？谢怀琛勾起一抹拈坏的笑，扶手堵住他的嘴。沈渊就此忘了他刚才想问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离谢怀琛回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他身上的情毒已经解得差不多，可是去翠云阁的次数却愈加的频繁。直到临近回京的日子，顾锦修明显的察觉到不对劲儿。这天在谢怀琛的宅邸，顾锦修和他一起坐在房中，两人边喝着上好的江南君山的银针茶，边商量着准备回京的正事。为了避开路上可能的刺杀，两人决定分开走，命人假扮谢怀琛同顾锦修同行。顾锦修最后提到，等冯牧之出发京城后，我会暗中送柳寻芳来京城，作为指控冯牧之的证人之一。谢怀琛正在喝茶的动作顿了顿，然后又神色如常般微微颔首。顾锦修见他不说话，主动开口问道：哎，胭脂，你身上的毒已经解了吧？应该是解了吧。可你最近去翠云阁比以前勤快，你不会是看上那位清河姑娘了吧？我会带她走。哎，你这是想纳妾了？不，我想娶她为妃。胭脂，你觉得她能当太子妃吗？为何不能？倘若大权在握，身份不会是问题。且不说她的出身，她从小到大连京城长啥样都不知道，太子妃三个字她认得吗？她认得字。哎，行吧，就算让她当太子妃，她也得会当啊。无妨，我可以教她，她聪明好学，学什么都很快。这把顾锦修给整无语了。胭脂，你的处境不算好吧？就算你不想娶穆家的姑娘做太子妃，那也应该寻一个强大的岳家。况且太子妃的位置多少人盯着呢？你要是真想娶她，首先皇后能放过她吗？京城里的小姐们会放过她吗？谢怀琛知道顾锦修是真心的为他着想，才会说出这番话。他亲生母妃出身不高，没什么母族势力。穆皇后又一心想让他娶穆家的女子为妃，皇宫是个大染缸，清河一个从小生长在乡野的姑娘很难应付得来。而其实这些都是他担心的，别说太子妃，就是让他当侧妃都难。虽然他内心已经做好决定，可这些摆在眼前的麻烦让他维持着最后的一丝理智，始终没有同清河有任何的承诺，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足够好。更何况清河若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见识到皇宫那个波云诡谲的险境，他还会这么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吗？谢怀琛有些心累地闭了闭眼。我暂时还不会娶她。声音有种说不出的无力感。顾锦修撇了撇嘴，啊，这是打算让他先无名无分地跟着你？要不你还是纳妾吧？他说他不在意名分。可你不是想让他当太子妃吗？那么多人容不下他。顾锦修继续补刀。再说了，堂堂太子在赈灾期间迷恋上一位青楼女子，这成何体统啊？你不会有什么大事，他会因为狐媚惑主被怪罪吧？谢怀琛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哪里还需要被怪罪呢？连他自己都觉得被这小妖精勾了魂魄。他有时候怀疑自己情毒到底有没有解，或者自己是不是又被下了什么别的毒。哎呦，你还是清醒点吧，喜欢他纳妾就行了。我心爱的女人岂能看别人脸色过活？她必须是太子妃。你见过青楼的女子当皇后吗？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名垂青史啊？行了，别说了，我会再想想。顾锦修临走前很不放心的提醒，好好想想吧。就这样
临到谢怀晨要走的最后3天，沈渊心中的不安达到巅峰。这天晚上，谢怀晨来的时候，沈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扑进他怀里，缠着他先学点东西，而是站在那里等着他。容色绝尘的美人，一头青丝如布，身上只披着半透明的轻纱，姣好的身材展露无遗，凹凸有致，鹰肌玉骨若隐若现。光着玉足和脚踝，弱柳扶风般的缓缓走近他，仿若一落凡尘的仙子，凝脂白玉般的手臂搂着他的脖颈。清河，你这是？仙芝，你把我画下来，好不好？作画需要心神专注，就这么看着眼前美人画，不是故意折磨他吗？好。沈渊放开他，缓缓地走到软榻上靠着，仙姿媚态，仿若沉睡千年后被唤醒的睡美人。他单手撑着下颚，笑得如梦似幻，少有兴致地看着对面的谢怀琛铺开宣纸，提笔作画。谢怀琛手中的笔尖勾勒出他身体的每一处，脑中只觉得这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祸国妖妃。清河，画完了。沈渊起身走到谢怀琛身前，也垂眸看向画，画得真好。两人就这样莫名沉默了片刻。仙芝，你把这画带走吧，好生收着。清河，你怎么了？沈渊幽怨地瞪着他，心里是真的委屈极了。他这些天都这么努力地伺候这个男人了，可他却还没有提到要带他走。他会不会睡完自己3个月就消失了？真是个混蛋，流氓，渣渣！你这个混蛋！别哭，发生什么事了？我讨厌你！清河，我做错什么了？你说，你想要什么？你都告诉我。谢怀琛觉得这会儿他就是想要星星，他也得去给他摘。仙芝，你到底会不会带我走？谢怀琛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自己已经在为娶她的事情伤脑筋，他竟然还在担心这个。也对，自己还没有明确说过，不知何时开始，已经舍不得对他放手。谢怀琛嘴角忽然勾起一抹坏笑。清河，你说讨厌我，我很不开心。仙芝，你知道的，我喜欢你。谢怀琛眼尾一挑，狡黠的目光充满占有欲，喉间溢出一声低笑，吻上他的唇，口中呢喃道：我们结束以后。寥寥几里雨遥遥，你身影袅袅，寄希我梦里。小小几度雨悄悄，有情意袅袅，却未见是你。沈渊最后累得睡着了，也没有听到他的答案，心想着明天再听他说吧。今晚他真的尽力了。谢怀琛现在怀疑自己的情毒根本就没有解，他看着沈渊柔美的睡颜，傻瓜，你觉得我还会舍得把你留在这里吗？最后将他搂在怀中，沉沉睡去。沈渊第2天醒来的时候，身体酸软的像散了架。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在翠云阁，他所处的空间不大，自己躺在一张软榻上，不远处有张精致的矮桌，上面摆放的吃食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外面隐隐传来水声。谢怀琛撩开帘子走进来，先起来吃点东西吧。吃是哪里？我们在画坊，你喜欢这里的风景，走之前再带你来看看。哦，脑子有点懵，怎么不早点说今天来画坊？早知道他昨晚就不勾引他了，该收拾好东西，今天再次想办法逃走。谢怀琛知道他腰酸，说罢便弯下腰给他穿鞋。那你会不会带我走？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他就这么大点本事，还能怎么样呢？先吃点东西吧。仙芝，你还没回答我。清河，你把这个收好。谢怀琛说得很郑重，沈渊心里着急，这男人怎么还不答应带他走呢？他拿起玉佩瞧了瞧，嘿，可以当不少银子吧？这玉佩怕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精致的玉佩了，比林安侯给他的那块看起来还要贵重几分。这是一枚环形玉佩，看着像一条盘起来头腰尾的蛇。这是送给我的吗？谢怀琛笑着点了点头，这是象征太子身份的玉龙佩。沈渊乖巧的收下，心想忙活了一晚上没给银票，给个动物玉佩也行吧。仙芝，你昨晚说做完了就告诉我的。谢怀琛眉间透出一丝无奈，这小傻瓜真是让他忍不住想逗他。你晕过去了，还没做完，请你继续吧。沈渊惊得抽了一口凉气，这天杀的狗男人，他想罢工。我要回去。不想再看看晋国的风景吗？你上次那么喜欢，以后很难看到了。沈渊心思一转，现在已经出了翠云阁，那就是有机会逃走。先把饭吃了，养养力气，然后再寻机会。燕芝，我待会儿得回一趟翠云阁再出来。为什么？需要什么我给你买。沈渊想了想，还是用老借口。我要回去吃婢子药。谢怀琛喂他菠菜的动作顿了顿。你想要孩子吗？沈渊觉得脑子又转不动了，这话什么意思？清河，我们现在的情况不适合要孩子，女人想要就别吃婢子药了，我会照顾好你们。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这事不用着急，可以到京城再做决定。仙芝，你是说你会带我一起走，对吗？谢怀琛笑得无奈又宠溺，就是不说话。沈渊心里着急，你快说话呀！沈渊急得眼角发红。谢怀琛这会儿偏就起了坏心思，明天就会启程带他走了。这傻姑娘竟然现在还在问这种问题。你猜猜？沈渊气得想揍人，凶巴巴地咬着嘴唇瞪他一眼，然后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委屈地说道：我猜你不会。没对，你猜猜。患得患失的沈渊心里七上八下的，扯住他的衣襟，满含期待。你会是不是？谢怀琛继续一脸坏笑。你这个混蛋！好了好了，那你还要吃婢子药吗？还是得吃，既然你说了现在不适合，
我不想让你为难。这话轻飘飘的，却刺得谢怀春心疼。他希望自己心爱的女子以后能有他的子嗣，不过这得尊重他的意愿。清河，就算有了孩子，你也别害怕。沈渊确定他会带自己走了，心情好得很，欢快的自己拿起筷子夹菜，嘴里嚼着美食，美滋滋的回道：“千之啊，你放心吧，我现在年纪尚小，不想生孩子。”想到他才不过16岁的碧玉年华，虽说二人一开始只是尴尬的生意关系，自己银子也给够了，可此刻心中还是生出一股内疚感。想吃什么？我来帮你。沈渊把筷子一扔，毫不客气地使唤他，娇气的活脱脱的像个侯府的千金的样子。吃完饭后，颇有兴致地走出去看风景，心情甚好，看着湖面都格外的美丽，心想自己以后再不是翠云阁那个小水塘待宰的鱼了，是这天高水阔的大湖鱼。他不禁哈哈的笑出声，如黄莺般的笑声在湖上荡得悠远，怕是附近的画舫都能听得见。谢怀春见他如此开心，心中很是欣慰，又有些担忧，希望他以后知道自己要面对的处境也能如此义无反顾。待会儿去翠云阁收拾好东西后，你还想去哪里，我都带你去。我从来没往京城方向去过，这一路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都带我看看好不好？谢怀春温柔的点点头应下，顺便补充道：“我还可以教你更多东西，你以后在京城生活都会忙，你想学吗？”当然了，我还想学该如何做生意赚钱。好，这么想赚钱？那当然。这些日子他已经从谢怀春那里了解了不少东西，像林恩侯府这样的王侯之家，断不会让自家的血脉流落在外，凄苦度日。就算不认回去，也肯定能拿到一大笔钱。沈渊想着就很开心，而现在就得学着该如何管钱赚钱。那你好好学，以后我的钱都交给你。哼，骗子！别开头不理他。他开心的在原地转了2圈，随即又倚着栏杆走了走，直到目光落在不远处另一条画舫上，有一把明晃晃的利箭头，铁制的箭头正好反射了一道的光线，有人隐藏在暗处，瞄准这边。谢怀春已经感受到了这股杀意，附近的暗卫也察觉到了这种袭击，他完全可以躲开，急速的跃到沈渊的身前，想将他拉向一旁，哪知沈渊已经急死了，没有多想，便竭力的将他往旁边一推。小心！这番拉扯发生在转瞬之间，最后剑从沈渊的手臂处划过，擦出一道血痕。清河，你没事吧？他已经做好可能为他受伤的打算了，可没想到他竟会有这般的反应。暗卫很快就追了过去，那只画舫上已经不见人影，从水中遁走的杀手很快就被追拿，但是对方当场自尽，应该是特意培养的死士。谢怀真将沈渊带到画舫里面，解开他的衣衫，亲自为他处理伤口。沈渊那股疼的劲儿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是害怕，怎么莫名其妙就有人放冷箭呢？他想想都脸色煞白。哎，这有钱人家的日子这么危险的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以后只用顾及自己的安全就行，这种情况不是你能应付得了的。我这是担心你啊，先知，怎么会有人放箭？谢怀真盯着沈渊的伤，他转而凝视着沈渊，眸色深沉。自己刚才的犹豫被人看在眼里，有人已经盯上清河了。先知，你说话呀！清河，你若跟了我，以后就会面临这般险境，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可这话让沈渊的心中一紧，都这关头了，你不会还要考虑要不要带我走这件事情吧？他急得赶紧表忠心，抬手抓住谢怀真的手臂，拉扯到伤口，疼得一声嚎叫。你别乱动。先知，我不怕，无论要面对什么，我都要跟你在一起。他内心慌得炸毛，脑子里瞬间思索了一大串，要不要别跟着他到京城，早点逃跑？好，记住你说的话，不过别害怕，我保证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等到了京城，你就会明白这些。沈渊啥也不敢问，这男人有点神神秘秘的，说不定知道的太多了会有危险。等到了京城，他必须已经跑路了。发生这个没头没尾的刺杀事件后，沈渊没心情玩耍了，两人很快就一起回了翠云阁。沈渊很快便收拾好东西出来，临走前，他特意去见了柳群芳一面。没想到真的有人会为你赎身，你还好吗？他们有帮你吧？自从那次遇险后，他就乖乖的听谢怀琛的话，没有再过问此事。我很好，真是对不住你。沈渊毫不介意的摇摇头，知道他不便多说，便没有再追问。你虽说可以离开翠云阁了，可男人的话依旧不可尽信，今后可要好生为自己着想。沈渊明白他的意思，感激的点了点头。分别前，柳军芳送了他一些独家调制的熏香。沈渊在临走前，徐老鸨也特意来关照一番。真是恭喜你了。不过那位公子有说过要娶你吗？沈渊冷了他一眼，没有回话。徐老鸨也不介意他的反应。我知道你怨我，跟你想想，我也得做生意啊。要不是待在我这儿，你早就饿死了。我说的话你不爱听，不过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临走前跟你说几句提己话，别以为被赎出去就一定是好事。咱们这些女人呢，是做不了那些大户人家的当家主母的。要是以后走投无路，可以回来找我。说吧，便将属于他的那一成银子交给他，还顺带多补了一些。拿着吧，难得有一个被赎走的姑娘，我可记住你了，你好自为之。沈渊知道他说的有他的道理，可自己虽然当时快饿死，却是被黑心人牙子趁着天灾强行拐走的，不是主动卖身。现在他接过银票后，头也不回的走了。这翠云阁，他是一刻也不想待了。谢怀琛派人将沈渊接上马车后，将他带到一处大宅子，这里好多侍卫，守卫森严。沈渊忽然有种自己是不是又被拐卖的错觉。
他总觉得处处透着不对劲儿。他没有去过京城，见识少，这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傍晚时分，谢怀琛牵着他的手在院中消食。县志，那些侍卫都会跟着你回京城吗？他们会跟我走，不过你不用管他们。近处的暗卫听到这话，顿时呼吸变得更轻，极力降低存在感。魏离最是心里苦，上回他可是被罚的不轻，自那以后，殿下还加派人手保护姑娘。沈渊心里更苦。那他们会像魏离大哥一般神出鬼没吗？算是吧，你随时可以吩咐他们。沈渊都快眼泪掉下来了，一个魏离就够麻烦了，这他妈的还怎么跑呢？这男人是全国首富吗？出个门带这么多高手？唉，我书读得少，这真的正常吗？谢怀琛看他突然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小心地避开他手臂上的伤，将他轻轻地揽入怀中。清河，先前是我不好，守护你的安全，这去京城的一路上，我都不会再让你遇到危险。不会从他手上逃走，比从翠云阁逃走还难吧？燕之，不用这么麻烦，我这一路上喜欢多逛逛，让他们跟着多不方便啊。知道你喜欢玩，我会一路带你玩的，这即可能回京。沈渊一听，更加无言以对了，索性把脑袋埋在他怀中，一脸的生无可恋。他很好奇，谢怀琛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可知道这男人不愿多说，问不出来什么，有一搭没一搭的随便问点别的。那位张公子呢？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他不跟我们一起，路上就只有你和我。沈渊被噎住，这哪里是就你和我，还有一大群侍卫呢？他暗暗的深呼吸，给自己打气。没事没事，去京城还得走好些天呢，有的是时间找机会想办法。不要气馁，做人嘛要坚强，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学习，长长见识。县志，你手受伤了，这2天不能联系画画，你给我继续讲讲京城的趣事吧。上次讲到靖王的母妃要害他的王妃，还有京城的大家闺秀们嫌弃王妃只会舞刀弄剑，说她闲话。王妃后来怎么样了？谢怀琛抽了抽嘴角，为了让他以后不受欺负，真是操碎了心。堂堂太子殿下，还得给他仔细的讲家长里短，八卦故事。你穿的单薄，外面有些凉了，回屋去慢慢讲吧。咱们先备点瓜子吧。沈渊回到房里后，趴在软榻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斜靠着，津津有味的吃起来。不是客起来。谢怀琛坐在床榻边，给他讲当年名震京城的靖王妃如何斗太后，如何对付那些故意刁难她出身低微的世家千金的传奇故事。靖王是皇上胞弟，当年不顾太后反对，执意要娶出身江湖的王妃。沈渊听着觉得好玩，还拍着手掌问：王妃厉害呀，她第一次见面就敢打那些欺负她的官家小姐们，她不怕他们吗？对秦王妃不敬，打了又如何？这种情况不教训他们，以后对方会愈加得寸进尺。况且有王爷兜着，他不用怕。沈渊懂得这个道理，可依旧内心佩服王妃。毕竟出身卑微的小老百姓，没见过什么世面，突然间面对这些达官贵人，总是容易心里犯怵，没底气。更何况太后婆婆还不喜欢他。谢怀琛见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又继续娓娓道来：王妃地位尊贵，其实很容易应付这些明面上的挑衅，更麻烦的是一些暗箭难防的算计。谢怀琛讲到最后，语气颇为感慨地总结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来回回，不过就是那些争权夺利的戏码罢了。沈渊打了一个哈欠，懒洋洋地靠在谢怀琛的怀里。你们城里人真是闲得慌。清河，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事，你别被我讲的吓到了。我怕啥呀？又跟我没关系。可他转念一想，我要是真能成为侯府千金，搞不好就得去斗天斗地斗后娘呀。那若是有机会，你想去皇宫看看吗？为啥不去啊？去长长见识啊。那你有没有兴趣住在皇宫里？当然了，我还想当皇帝呢。沈渊笑够了，嗑着瓜子嘟哝道：其实你讲的这些人真没意思，明明有权有钱，却一件好事不做，天天就在那里折腾些家长里短的破事，还不如多开几家医馆治病救人，多开几家学堂让寒门学子上学。你说的对，只是人心复杂，欲壑难填。沈渊好似没有听到他这话，想象要是自己当了皇帝要干啥，然后突然灵光一闪。对了，我若当了皇帝，我一定下旨让江州太守勘察修建新的水利工程，还要储存足够的粮食，再将故意囤粮发灾难财的粮商家里的粮食全给抄没，然后给灾民免赋税徭役。好，皇上真聪明，臣一定照办。那当然，朕何止聪明，朕简直聪明绝顶。谢怀琛想到父皇真的有掉头发的毛病，实在没忍住笑出声来。你笑什么？我还会封你做贵妃，你就是朕最宠爱的妃子啊。好，你还想要3宫6院？皇帝不就是要3宫6院72妃吗？不一定。谢怀琛立刻皱着眉头，坚决否定，抬手捏起他的下巴，凑到他的嘴边。我不准。沈渊有点恍神，一时之间忘了反应。谢怀琛趁机吻上他的唇，吻得充满掠夺的意味，仿佛这是一位吃醋的宠妃在发泄心中的醋意和不满。沈渊被他吻得意识涣散，靠在他的怀里，像只溺水的鱼，好一会儿才被放开，得以娇喘片刻。我们都别想什么死。想到父皇的那群嫔妃，他都头疼。谢怀琛说法又要亲他，沈渊赶紧强撑着力气将他推开。怎么了？我今天不烦你的牌子，你去冷宫睡一晚吧。还演上瘾了？可昨晚已经快累死了，今天再来，身体实在是吃不消。先知，我手上的伤还没好，腰还酸着呢。两人大眼瞪小脸。片刻后，谢怀琛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竟真当自己会如此不联系他，心中不禁升起一丝莫名的失落。沐浴后就好好休息吧，明天就要启程赶路了。
沈渊那双清澈无辜的眼睛立刻变得亮晶晶的。今晚平安夜，禽兽不吃人，明天开始研究如何虎口脱险。沈渊这晚睡得很香甜，即便在睡梦中，也在开心自己不用再待在翠云阁。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床上的谢怀琛并没有入睡，他看着嘴角含笑的沈渊，在他的额头上轻轻的一吻后，谢怀琛悄无声息的起身，离开房间，穿过院子去了宅邸的书房。魏渠被叫了出来，想杀姑的人已经知道姑要走哪条路，将别处的人手都调过来。谢怀琛思考得很清楚，对方应该知道他会带走清河，既然被盯上了，不如早做防范。所以睡梦中的沈渊还不知道，此去京城路上照看他的人会变得更多。现在魏渠已经领命，但是站在那里面子为难，没有离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谢怀琛见状，有点猜到他是怎么回事了。说吧。皇后娘娘传信，让殿下在这个月底前回京。为啥一定要月底回？因为下个月就是穆家某位表小姐的生辰，皇后的心思就是毫不掩饰。谢怀琛这次没打算急着回京，他想带沈渊在路上四处游玩，再多花点时间教他一些东西。于是他提笔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明他这次赈灾深谙百姓的疾苦，希望在回京的路上多花些时间考察各地民情。将这封信送给父皇，再回母后休息。姑有公事要办，月底前来不及回京。魏渠接过信，欣然离去。在兰陵城的另一处宅院，一间雅致的房间内，本该在回京路上的穆赫安懒散地靠在太师椅上，目光落在桌上一封临摹的沈渊卖身契和画像。穆赫安对身旁站着的属下潘俊吩咐道：我们只要盯着那位清河姑娘就行，太子嘛，一定会与她同行的。公子啊，让太子带这个女人回京，对我们能有什么用啊？潘俊觉得主子这些天的做法奇奇怪怪的，不仅费功夫去调查这位清河姑娘，还特意派人去试探，如今没有想办法把她招来威逼利诱，只说一路上暗中跟着。难道是打算参奏太子赈灾期间沉迷声色，还跟一个青楼女子纠缠不清？穆赫安摇了摇头，直接将这位美人劫走，那是行不通的。太子必然会追根究底，但去京城的路上，他一定会想办法逃走。要在这么多的侍卫的看护下跑掉，可不容易。等到他发现逃跑无门时，自然就需要本公子的帮助。而且他跑掉以后才是好戏的开始，哼，我很期待啊。穆赫安说的对，沈渊跟着谢怀琛没赶几天路，就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哎，太难了。谢怀琛将他保护得很好，好到毫无失踪的机会。大部分时候，谢怀琛都陪在他身边，这种时候绝无逃跑的可能。谢怀琛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即便在处理一些不方便让他知道的公务时，也要让他待在他的目之所及之处。沈渊光是想办法和谢怀琛分开，就已经绞尽脑汁了。最后他发现，要调开谢怀琛最好的办法，竟然是恃宠生骄的使唤他，任性的要他去给自己买点心、买画本、买花，就差没上天入地摘星捞月了。趁着谢怀琛离开的空档，沈渊抓紧时间找机会跑路。唉，可惜魏离是个前车之鉴，现在暗卫们都学聪明了。第一次，沈渊一往别的道拐，立刻就会有闪电侠出现，一脸惊慌关心地问道：姑娘，你去哪里？我方向感不好，总是迷路，有劳大哥了。第二次，沈渊想办法支开两个暗卫后，悄悄往人多的集市处走去，想浑水摸鱼的逃走。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轻拍他的肩，魔鬼般的声音响起：姑娘，你又走错路了。吓得沈渊当场石化。我只是想给燕之买个橘子，就在那边，很快就回来。魔鬼回道：姑娘一个人太危险，还是先回公子身边吧，属下去买就行。第三次，马车走在人烟稀少的道上，沈渊看准合适的地方，嚷着要停下。他表示内急，需要去那边的草丛附近解决一下，你们谁也别跟过来。谢怀琛没辙，先派人去查他一番，确认没有危险后，才让他去，叮嘱他快点，有任何情况都赶紧出声。沈渊趁此机会往草丛深处走，尝试跑掉，可往前没跑多远，竟然还有暗卫等在那里。一见沈渊往这边过来，十分警惕地问道：姑娘，怎么了？遇到什么危险了吗？沈渊一口老血要吐出来，怎么还有人在反方向的远处守着呢？他内心已经哭死，表面还得叫道：我看那边的野花好漂亮，我想去摘一些给胭脂看看。姑娘先回去吧，那边不安全，属下去摘便可。哦，我谢谢你啊。第不知几次，就这般的屡次尝试逃走，屡战屡败。沈渊虽然每次找到借口糊弄过去，可心虚的疑神疑鬼，心里不禁担心燕之会不会察觉到什么。他每次不经意间的面对谢怀琛深沉如血的目光时，都有种自己被看透的感觉，莫名紧张。为了不让谢怀琛怀疑，也让自己安心点，沈渊愈加的对谢怀琛表现得一往情深。尤其是每次试着逃跑却被暗卫给打住后，沈渊都心虚的去故意缠着谢怀琛。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在一天夜里，沈渊靠在谢怀琛的怀里，听他讲京城八卦故事。讲到某些欺骗、背叛、算计的狗血桥段时，沈渊撞死无意间随口问道：燕之，要是你遇到有人欺骗利诱你，还背叛你的信任和感情，你会怎么做啊？谢怀琛有些意外，他突然问自己这种问题，他心道必须得提醒这姑娘，人是应当与人为善的，但不能轻易对伤害自己的人心软，否则可能农夫被蛇咬。清河，
背叛我的人都已经死了，欺骗利用我的人，我都会以牙还牙，甚至永绝后患。沈渊心里咯噔一下，你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若是自己不方便处理，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替你解决掉麻烦。说我就是那个麻烦，你打算如何解决？要是对他坦白自己就是个骗子，骗吃骗喝骗银子，还欺骗感情，他会轻易饶过自己吗？他又不能说他爹是林安侯，让人知道自己是个青楼女子，这以后还怎么认亲呢？出身青楼这种把柄落到别人手上，自己哪怕以后成了侯府千金，也容易被人拿捏。沈渊不敢向谢怀琛坦白，更怕去京城见到他的家人朋友。京城里人越少知道他越好，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不是招惹上什么大麻烦了。今天是在这个离京城最近的大城镇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继续赶路。如今二人在街上逛着，沈渊却一副无精打采、毫无心情玩耍的样子。你这是怎么了？沈渊现在想尽量的拖延去京城的时间，想办法逃走后自己偷偷的去京城认亲。他皱着眉头不说话，做出一副头晕胸闷的样子，装病。谢怀琛顿时有些着急，身体不舒服吗？我这几天开始有点水土不服，我从来没来过北方，身体不适应。我现在带你回去，让胡大夫看看。我没事的，现在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就行。谢怀琛正准备强行带他走，迎面走来一个穿着打扮像江湖术士的中年男子。卖药卖药，耗子药、杀虫药、泻药、蒙汗药，居家旅行防狼必备之良药。现在这位江湖大叔主动过来招呼沈渊。姑娘，看你这样子不舒服呀，不想去看大夫的话，要不要来点我的药啊？一小瓶蒙汗药能放倒几头牛。知道这人是在说笑，谢怀琛摆了摆手让他走开。这家医馆离得近，我先带你进去看看大夫。这就对了嘛，病了还是去看大夫靠谱。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沈渊心里已经在琢磨最极端的办法，用药将谢怀琛和他身边的侍卫全放倒，再趁机逃走。医馆这会儿没有什么人，看管的小学徒正趴在桌上打盹儿。谢怀琛把沈渊抱进来坐下后，对方才注意到，是这位姑娘身体不舒服吗？大夫呢？师傅外出给贵人看诊了，要后天才回来。我叫阿旭，虽然学艺不精，但也略知一二。公子不介意的话，可以让我给这位姑娘看诊。我还是带你回去吧，让我随行的大夫给你看看。贤侄，真不用这么麻烦，又不是什么大毛病，我自己都可以写个药方。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休息会儿。阿旭心道，方才那么说是自谦而已。是啊，公子，这位姑娘是你的夫人吧？你看她的脸色这么差，就让她在这儿休息会儿呗。咱们这儿可是县城里最好的医馆了，病人可以在软榻上靠着歇息，等我给她备好药，药房还能顺便给她煎上一副喝了。贤侄，阿旭说的有道理，我的身体我清楚，真的没事，就是需要多休养几天。谢怀琛见此情形也没有辙，很不放心让这个阿旭先给他看一看。阿旭有模有样的隔着轻纱把脉，眉间轻拧，一副凝神思考的样子。他自然啥也指不出来，可不妨碍沈渊把症状给仔细的说一遍。好家伙，标准的重度水土不服、肠胃不适之症啊！公子，去那边抓药吧，多付几文钱，当场就给你将好药。谢怀琛正想叫卫离出来去抓药，他在这里陪着沈渊，还没来得及开口，阿旭便一脸嫌弃的样子摆摆手，还不快去啊！你夫人病着呢，你这个做夫君的咋这么别扭啊？沈渊跟着添了一把火，甜甜的笑道：“夫君，快去给我抓药吧，我在这里歇着等你。”这声夫君一叫，那期待夫君给自己抓药的小眼神看过来，谢怀琛感觉再不快点去给媳妇抓药，眼见二人怕是要当场吐槽这夫君不行。清河，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很快就回来。随即又命令属下回去将胡御医带过来。谢怀琛刚一走，沈渊便从阿旭那里要来纸笔，自己写好了几个方子，低声吩咐他将药材按照要求备好，他明天会来取。最后慎重的交代，谢欢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我那位夫君。有生意当然得做。他收好了方子应下，刚办完这事，突然见先前那位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大叔也走了进来。小大夫，快给我来点止痒去疹子的方子，我疹子发痒的老毛病又犯了。好嘞。这种常备药方他记得清楚，提笔就写了起来，边写边说：药方口服，另外再取一瓶药膏外敷。知道了，多谢。江湖大叔随口答应，然后他一眼瞧见沈渊，豪放不羁地对他笑道：哟，小娘子，你夫君这是给你抓药去了。沈渊觉得这大叔挺有趣，简笑着对他点点头。小娘子，要不要买点药啊？什么耗子药、杀虫药、泻药、蒙汗药，大叔我这儿那是应有尽有。沈渊听罢眸光一闪，对大叔摆摆手：我能用这个给你换点蒙汗药吗？同时眼神示意他不要声张。大叔是个老江湖，懂，立马从一袋子货物中取出一瓶药，塞给沈渊，取走首饰，银货2器。沈渊藏好药，没再说话，合谋靠在软榻上假寐。大叔也不多事，取完药方就走了。沈渊闭着眼，苦想着该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在主动坦白这条路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想到了同谢怀琛提分手。他再三思索后，觉得这办法得试一试，好聚好散嘛。于是决定在用药放倒人之前，尝试用分手解决问题。可这个分手还真的有些心累，叠加这几天的心神不宁，累得他不知不觉在软榻上睡过去了。谢怀琛回来的时候，沈渊正睡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陪着他，看他脸色已经好转些，才稍稍的放下心。
他本以为沈渊是因为快到京城，担心即将面临的未知生活，才会有点反常，竟然忽视了他会不适应这方水土。等药熬好后，谢怀琛才轻轻地将他搂在怀里，摇了摇。清河，快醒醒喝药。沈渊悠悠转醒之时，迷茫中映入眼帘的便是谢怀琛溢满关切的俊脸，然后便闻到那股苦药味，一个鲤鱼打挺，人瞬间就清醒。看着谢怀琛把药碗端过来，他恨不得当场晕过去。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想法，他夺过碗，捏着鼻子，闭上眼睛，一饮而尽。哎呀，好苦啊，苦到要反胃吐出来。这阿旭的医术真的不靠谱。可还没等睁开眼睛，嘴里就被塞进一颗甜枣。早给你准备好了，很甜吧？沈渊吃着，觉得真的好甜，而眼前谢怀琛的笑容也好甜。一想到要同他提分手，心中就像被压了块巨石一般的喘不过气，堵得慌，口口声声的说不要名分，也要与他长相厮守，而且他对自己也挺好的，可现在却要当面找借口把人踹了，好心虚啊！哎，还莫名的难受。有没有感觉好点？我好点了，只是我这情况不方便继续赶路。燕之，我是不是耽误了你好多时间？要不你先回京城，我在这里多待几天。我怎么可能把你留下自己走了？我就在这里陪你，你好好养身体。不用这么麻烦的，我身体可能要适应好久。不用担心，我们在这里再待几天看看，我带的大夫一定能治好你。这病我自己也会治的，我让阿旭为我准备了一些药材，我这几天大概也没力气出去玩，想做点香囊。这等小事，谢怀琛全部依照他的喜好来。随同谢怀琛出行的胡御医匆匆忙忙地赶过来后，发现太子安然无恙，居然是让自己给这个姑娘看病。仔细地看了一眼阿旭开的药方，然后认真地开始诊脉。沈渊一看他的诊脉方式和问诊流程，便知这是个高手，在他面前真装不过去了。见胡御医凝神思索，一脸疑惑的样子。我休息了一会儿，吃过药后已经感觉好了很多。胡御医在宫里就见识过很多姑娘无病呻吟，这会儿意味深长地看了沈渊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兴许是吃的药管用，病情也不严重。现在这位姑娘的身体已经完全没事了。阴阳怪气地强调完全没事。公子听到了吧？我这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小大夫请别介意，我这是太担心他。哼，没事没事。清河，先回去吧。沈渊暗暗摸了摸身上藏着的蒙汗药，不想冒险对他下药，得先试试能不能好聚好散。沈渊上了马车后，继续纠结分手的事，双手紧紧地抓着座椅的边缘，不像以前那般亲近谢怀琛。对于要逃走这一点，他内心很坚定，他不想再做清河，他一定要做回沈渊。世上就不该有清河这个人，可他就是好难开口。清河，既然你身体没事，我们在这里再待3天，就继续赶路吧。贤之，你是不是必须回京城了？京城还有很多事等着我，我们不能耽搁太久。沈渊一听就皱眉，纠结着咬着嘴唇，没什么时间了，必须先试试能不能跟他好聚好散。谢怀琛看他这般模样，知道他定然有心事。清河，你这是怎么了？贤之，我不想跟你一起去京城了，我们就此作别好不好？这分手提得太突然，谢怀琛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我配不上你。谢怀琛抿了抿唇，没有说话，只是眸色愈加的幽深，仿佛能将人给吸入无尽的深渊。沈渊感觉有点喘不过气，自己是真的配不上他。他在京城一定是家世不错，为人学识渊博，亲和有礼，而自己出身卑微，从小到大连京城都没有见过，好多东西都不会。他的家人一定会很嫌弃自己。或许等有了侯府千金的身份，是不是就门当户对了？我也不喜欢京城，我听你讲的那些故事虽然好玩，可我再三考虑后，不喜欢生活在那种地方，和人勾心斗角。现在离京城越近，我就越觉得不安，所以我们就此分开吧。而谢怀琛幽深的眼底迅速地泛起了一丝惊慌失措，他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还没有到京城。清河这般表现太突然，他明明先前对京城的生活更多的是向往，而非恐惧，而且他屡次的强调为奴为婢也要跟着自己的，何来配不配得上一说。两人甚至前2天还在床上编鸾倒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清河，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有没有人威胁你做什么？不管遇到什么难事，你不要害怕，一定要告诉我。谢怀琛不得不多想，自打兰陵发生了那场诡异的刺杀后，一直无事发生。但谢怀琛知道对手一定不会无缘无故那么做的，他现在担心清河被对方要挟控制。沈渊惊讶他居然是这般反应，可自己又不敢坦白骗他的事，更不能冒险说出自己的身世。燕之，没有人要挟我，我只是自己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我想和你分开。清河，京城的生活不全是我同你讲的那些，我提前教给你这些人心险恶、勾心斗角的事，是让你以后能有所防范。你别担心，以后都会护着你，不会让你有事的。说罢，便将沈渊紧紧搂入怀中。贤之，你的家人会接受我吗？谢怀琛目光紧锁着沈渊，心中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本打算等去了京城再告诉他自己的身份，然后带着他慢慢的适应东宫的生活。以沈渊的聪慧好学，定能同他一起同舟共济。可他如今就已经这般退缩，若是知道以后要面对的不只是高门大户的争斗，而是皇室内部的算计，他只会更加想逃避。清河，华家是复杂，你不用在意他们的看法，我也不会让他们欺负你。你若实在不想面对他们，可以先不住在家里，等我处理好一切后再接你回来。那回京之后，
你就能娶我吗？谢怀琛眉头拧得更深，他是真心想娶她，可不是现在，时机不对会害了他。如今他难以对沈渊做承诺。清河，现在还不是时候，但以后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娶你为妻。他抬手摩挲着沈渊的脸颊。清河，你说过不要名分，也要和我在一起的，难道你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吗？贤之，我喜欢你，当然就希望你只能是我的。没有名分，我会不安心。更何况，我和你有云泥之别，不适合在一起。我知道你的家人不会同意，我也不想让你为难。我们好聚好散吧。没有名分只是暂时的。不只是名分，我其实也不喜欢你讲的京城那些事。总之，我不想和你去京城了，我明天就自己离开。不行，现在让沈渊走，他一点也不愿，舍不得。清河，京城有好多好吃好玩的，你不是一直想去见识一番吗？你且先随我回去看看，若实在不能接受，再考虑离开好吗？贤之，我不想去了，我不喜欢京城，我要去别的地方。清河，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让你受了委屈？你告诉我。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能娶我，我也不喜欢你所说的京城的生活，我要走。你真这么想的？你考虑清楚了？我考虑得很清楚。贤之，对不起，我这些天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就像画本里的狐妖和书生一样，分开才是最好的。你也知道自己是狐妖啊？贤之，欲言又止，想安慰他，又不知从何说起。谢怀琛见他一副已经打定主意的样子，微微的垂下眼眸，背靠在车壁，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再说。谢怀琛一时间思绪百转千回，他本就该对沈渊负责，可自己无法承诺现在就娶她。沈渊若是不同意，他是不愿勉强他的，也不该勉强他。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给他讲了那么多事，不就是想让他有所准备，以后能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被人所伤。他没有资格要求沈渊同他一起去面对前路的艰难险阻，现在可以先暗中保护着他，以后等自己强大了，能给他所有想要的，那时他若还愿意接受自己，就再说吧。马车突然剧烈的晃了晃，沈渊一个不小心歪倒。贤之，谢怀琛迅速的出手将他揽入怀中。马车外面响起了声音：公子，刚才一个小孩突然窜出来。没事，继续走吧。谢怀琛没有放开沈渊，垂眸温声的问他：你没事吧？沈渊赶紧从他怀里退了出来，不好意思的摇摇头。清河，你若是想清楚了，暂时不想跟我在一起，我不会勉强。沈渊闻言，酸涩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欣喜。现在终于可以去京城认亲了吗？不过你独自一人我不放心，一切随我一起回京城，不必去我家，我会给你安排好一切，派人保护你。这不分了等于没分，还怎么跑呀？不用，我不去京城。那你想去哪里？沈渊眼神飘忽，随口说了个地方。我想去绥安城。怎么想去那里啊？我喜欢吃绥安城的特产云片糕。那个不用去绥安城也能吃到，京城还有比这更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让最好的厨子给你做。有那么一瞬间，沈渊怀疑他真是全国首富，好像以后跟着这么有钱的男人在一起也挺不错呀。可是不行，他们之间的身份悬殊巨大，他即便再好，自己现在最多也就是做个小妾，被主母婆婆拿捏。若是他哪天厌弃了自己，下场可就惨了。哎，还是得去认亲，找差爹要身份要银子，自己当富婆。贤之，总之我想去别的地方，我明天就走。不行，你可以和我好聚好散，但现在你必须跟我去京城。为什么？你一个弱女子到处乱跑，很不安全。你就待在京城，我可以暗中照看。别担心，我同你讲过的京城那些事，你都不会记住的。可天天被你看着，还怎么去认亲呢？既然好聚好散，那就不用麻烦你了。燕之，我要自己走。清河，真的会不安全，你别任性，不然你在京郊待着也行，我必须派人保护你。沈渊急得继续摇头，坚持要独自走。奈何车夫很懂事，已经到了住的宅院，马车停得很突然。车夫心想：哎，殿下，我尽力了。沈渊一个不小心又栽倒在谢怀琛的怀里。先吃点东西吧，我待会儿给你解释。你现在真的不安全。沈渊只得被他抱着蹦下车，然后又拉着往屋里走。贤之，我真的要走，我明天就走。吃完再说。我们已经说好要分，不该这么拉拉扯扯。你也不许派人跟着我。而此时，宅子里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了一只凶猛的大狼犬，直冲冲的往沈渊这边奔来，露出凶猛的犬牙，吼声震耳欲聋。沈渊吓得汗毛直立，瞬间就窜进谢怀琛的怀里，脑袋埋在他的胸口，紧紧的抱住他，大喊：贤之救我！谢怀琛忍住笑，搂着他安慰：别怕。那只狼犬自然是不会过来的，难得魏离特意贴心的拉着狼犬到此一游。嘿嘿，公子，我一个不小心让他挣脱缰绳跑了过来。谢怀琛见他那副别有用意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无奈的看了眼怀中瑟缩的沈渊，对魏离下令道：快把他拉走。狼犬是被遛走了，可响彻宅子的狗叫声可把沈渊吓得不肯放开谢怀琛，于是二人拉拉扯扯的去了厅中用膳。好了，别怕，那只狼犬已经被伤好了。沈渊靠在他怀里缩了缩，努力镇定心神后，才将他推开，继续傲娇的强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别派人看着我。清河，你这是打算跟我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吗？沈渊心想，这样也不是不行，清河是要消失的人，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吗？
可这会儿哪敢说是呢？谢怀晨说一气之下要同他算账，他可没有好果子吃。他只得赶紧握住他的手，解释道：“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和你好聚好散而已。”那我派人保护你，为什么不行？沈渊一脸为难，手指攥紧了饭白。谢怀晨目光如炬地看着他，他现在不得不怀疑：清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能有什么事？我只是觉得我配不上你而已。你的世界我适应不了，而且我能有什么危险啊？不用麻烦你。谢怀晨厉声打断他：“你配不配得上我，是我说了算，以后不许在这说话。”沈渊怔了怔，现在的自己真的配不上他，何况他再怎么说配，不是照样不肯给名分吗？谢怀晨无奈地揉了揉眉心，他怀疑这姑娘除了想要名分，不喜欢京城，还有什么别的心事。清河，你还记得兰陵城那次的刺杀吧？我的仇家应该已经盯上你了，你离开我会很危险。沈渊惊讶地转过头，瞪大眼：“仇家？”对，别看这一路上平安无事，兴许一直有人盯着咱们，所以你必须跟我去京城，我不想让你有危险。沈渊听得不甚明白，可他看得出谢怀晨说的很认真，自己不能再无理取闹下去了，他会起疑心的。于是现在分手已经分了，可还是跑不掉，这可咋办？不等多想，饭菜端上来了，看起来丰盛美味。沈渊眼睛一亮，居然有云片糕。他惊喜地看向谢怀晨，哪位刚被恋人甩了的谢怀晨还是温柔地冲他笑道：“去了京城也能吃到，还能尝到其他地方的美食。你就是想吃到蜀地的腊肠，我也可以给你弄来。”说罢便主动给他布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沈渊现在已经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照顾了，他终于开始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胭脂，我自己来吧。无妨，等到了京城，我就没机会这么照顾你了。沈渊默默地嚼着饭菜，只觉得食之无味，心中再次生出了一丝内疚和莫名的难过。可是他现在没工夫想那么多，满脑子又开始担忧赤霞到底要怎么跑，真的要用蒙汗药吗？而此刻暗中远远地跟踪谢怀晨一路的穆和安，终于又在房中品着酒，终于上钩了。白天卖蒙汗药的江湖大叔这会儿卸掉了络腮的胡子，露出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公子，那位姑娘真的会用这药吗？本以为主子会放什么大招，可结果竟然是让他假扮江湖郎中去卖药。他逃不掉，自然就会用。他绝不敢告诉谢怀晨他的秘密，我们只需要一直盯着他的动静，趁虚而入即可。太子殿下这次带的人数众多，而且都是高手，万一失败或者被人查到线索，查也是查下药的清河姑娘。而这清河姑娘是谁呢？哼，三皇子的亲表妹啊。说的好有道理，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跟着老大干了。沈渊现在纠结着要不要把谢怀晨和他的侍卫给放倒，然后默默地逃走。想到兰陵画舫上的那一剑，他心有余悸。而且这个大叔的药靠谱吗？说的能放倒2头牛，万一只能放倒1只鸡可咋办？沈渊趁着谢怀晨晚上后突然有事离开的空档，决定仔细地研究这瓶蒙汗药。首先他需要1只鸡，于是魏离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魏离大哥，你这么厉害，抓只鸡应该不成问题吧？还有兔子、黄鼠狼或者羊。哎，姑娘，你这是要做什么呀？魏离大哥，我心情不好，想抓1只来玩。魏离无言以对，这两人好好的，闹啥分手呢？殿下现在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姑娘也奇奇怪怪的，有啥事儿是你们2个睡一觉不能解决的？这睡一觉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接着睡呀。姑娘，你若是不开心，我可以帮你教训那只狼犬，你可以在一旁看着。沈渊一想到那只立起来有他那么高的猛犬，神情顿时变得紧张害怕。魏离见状赶紧说道：“狼犬太危险了，姑娘你等着，我在附近给你抓只野兔子，很快就回来了。”有了，魏离大哥，若是方便的话，就多抓2只吧。魏离心想，你这到底是干什么呢？不过你开心就好。魏离的干活效率很高，没一会儿，一窝灰兔子被装进了笼子里，抱到了沈渊的面前。多谢魏离大哥，你太厉害了！沈渊迫不及待地将兔子拎回房里试药。姑娘小心点，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沈渊心里碎碎念着，哼，我现在就想咬人。回到房间后，沈渊特意找了一个不易被探查的位置，放下笼子。看到那只出挑的白色兔兔，沈渊把小白兔子抓出来，费了老大的劲儿将药粉往他的嘴里灌了一些。白兔子一开始没啥反应，沈渊怀疑这是劣质的蒙汗药，正准备换只灰兔子灌双倍的药量试试。然而他正准备跟灰兔子较劲的时候，只见那只白兔子突然就趴倒，好像药效起作用了。他正欣慰这药确实有效，然而白兔子忽然口吐白沫，一阵急速的抽搐后没了动静。他惊了，这药居然有毒！沈渊迷糊了，怎么会买到这种药？这必然不能给胭脂吃啊！难道真的有人要害胭脂吗？而现在大叔的药不能用，只能靠他自己配的药了。明天就去找阿巨取药材。如今一想到胭脂可能有危险，他怎么都不会放心对他用药了。哪怕自己的药只会让人昏迷一阵子，可万一这个时候有人要伤害他怎么办呢？他最后决定先不管那么多，趁着这会儿无所事事，给胭脂做个缓解迷药的作用的香囊。魏离一看便猜到这是绣给太子殿下的，这是要和殿下重归于好的意思吧？而今晚被分手的谢怀琛现在正在书房坐着，心情差到极致。偏偏这时候皇后又来了信，信上除了提醒他快点回京，倒是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可夹带了一只香囊，上面绣着鸳鸯。还有别的事吗？顾二公子给殿下留了口信，说会在冯牧之启程来京的时候，将柳寻芳一同秘密带回京城，
请殿下放心，也请殿下尽快回京。已经在外逗留太久了，确实该回去了。只是一想到沈渊，你让人速速将东城巫医巷那处宅子的地契取来，还有一些酒楼、绸缎庄、茶叶铺子之类的商气，也都一并带些过来。魏局觉得奇怪，马上都快到京城了，干嘛还要人着急的取来？但是他不敢多问。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今晚媳妇闹分手，不能再回房搂着她睡觉了，就在书房待着好了。谢怀真索性躺在书房的软榻上，闭上眼睛失眠。于是魏局和其他暗卫八卦完之后，发现问题大了呀！殿下和姑娘晚上都分房睡了，这还了得？这事儿啊，还得靠我，看我的厉害！众人是一脸懵，你有什么办法呀？那赶紧的呀！沈渊其实也睡不着，一直在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嗅香囊，打算多嗅几个给他身边的侍卫用。突然，那阵令人虎躯一震的狗叫声再次响起，好像还是好几个一起叫，这叫声好像还越来越近。暗卫呢？他叫了几声，一个都不在。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了，破门而出，往书房的方向冲去。太子在书房，哪能让其他人随意过去？可沈渊一路跑过去，无人阻拦，甚至直接就推门而入。谢怀真听见动静，猛然的睁开眼。贤侄，那群狗一直在叫，离我的房间好近，我睡不着。别怕，今晚那群狗怕是疯了，我会命人把他们关起来。现在先送你回房吧。第一次见到谢怀琛的书房，他好奇地看了一圈，他一眼就注意到桌上的香囊，绣着鸳鸯的香囊，一看就是个女子送的，还特意放在书房这种重要之地，心里莫名的不舒服。这男人口口声声地说以后会尽力的娶她的，可现在这香囊是怎么回事？不用你送我，我们已经分手了。越看越烦，索性甩袖走人。可没走两步，又忍不住转过身。桌上那个香囊不好，女红不好，绣的鸳鸯针线不齐，而且用的香料华而不实，没什么功效。用的是宫廷最名贵的香料，但确实是华贵有余，而功效不足。我会做一个有显生抗毒功效的香囊给你，后天就能做好。你最好带我给你做的香囊。先生，我可都是为了你好。给你下了迷药后，希望你能快点清醒。谢怀琛见到这般反应，突然有点意会到什么，赶紧抓住他的手，将人拉入怀中。清河，那只香囊是刚收到的，我没来得及扔，更没带过。我很期待你给我准备的香囊。那是你的事，我只是提醒你，这个香囊不好。谢怀琛见他这别扭的模样，嘴角的笑意更甚。我也觉得不好。说吧，拿起桌上的香囊，当着沈渊的面，借着灯火烧掉。你怎么把它烧了？无用又碍眼的东西，就该果断丢弃。你不怕送你香囊的那位姑娘伤心吗？这应该是他家人看中的姑娘吧，特意派人给送过来。我只怕我心爱的姑娘伤心，至于别的姑娘，当断不断才是最伤人的。沈渊怔怔地看着他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睛，心想男人说的话可不能尽信。裴子言也说过动听的情话，结果呢，都是不以成亲为目的的谈恋爱。哼，你们这些骗子，以私示人不靠谱，还得是自己支棱起来。赶紧去找林安侯要钱要身份才是正事。谢怀琛看他那模样便知道，这姑娘又在嘀咕自己的小心思。时辰不早了。这么一说，沈渊也觉得困了，两人一起回到房间。一路上，暗卫们看到二人后，都偷偷的互使眼色。这招可真厉害，殿下和姑娘真的一块回房间了。大家正准备等他们一起进了房间再放狗，这样两人晚上不就睡在一起了吗？可谢怀琛察觉到这群家伙在搞事，他送沈渊进房间前，对着暗处冷声的警告道：“别让我再听到那群狗叫。”谢怀琛看出沈渊没有挽留自己的意思，对他关切地说了一句：“别害怕，好好休息吧，不会有事。”随即转身离去，自己又回了书房。睡不着的谢怀琛端着茶杯轻抿着，目光幽深，不知道在思考什么。而厉害的魏离惨兮兮的单膝跪在地上：“殿下，属下知错，以后别这么自作聪明。”魏离连连点头称是，然后他按照太子的要求，仔细汇报了这2天清河可能反常的地方。你去查清楚，清河到底买了什么药材。魏离这才领命而去。第2天一早，沈渊便去阿旭那里取药。沈渊坚持要自己去。谢怀琛虽然是失落，却都依着他，只是依旧是派人暗中保护他。沈渊刚一到，阿旭便起身相迎。哎，夫人，看你精神不错呀，水土不服之症可好了？已经好了，多谢阿旭妙手回春，我来取我的药。说罢，便掏出银子。阿旭赶紧把准备好的药拿过来，笑得特别大方。夫人，拿着吧，做个感谢你对我医术的信任，给你打个对折。沈渊惊喜，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折扣，不枉自己喝了那苦掉牙的药了。这位夫人昨天特意交代，不能让人知道他买的是什么药。可先是有人花银子来打听这个，他不想卖消息的，奈何对方给的太多了。然后又有人花银子来问，问完还往这药里再加了点东西，威胁他不准说出去。哎，没办法，他惹不起，只能照做。沈渊不知道这茬，拿到药后又买了一些能醒神抗毒的药材，回去做香囊的原料。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试药，用着打理原料做香囊的借口，一个人在房里的各种的倒腾。他熟练地抓紧笼子里的灰兔子，往他嘴里灌药粉。很快，灰兔子成了一只昏迷不醒的兔子。这看起来嘛，一切正常。沈渊又不放心的用银针再试了试，没有毒，他这才安心的收好药，开始做香囊。到了第2天晚上，他已经熟练的做了好几只香囊了。时间紧张，绣得很简单，重在实用啊。这2天都没有听到狗叫声，而这会儿他唤出来几名暗卫，把绣好的香囊送给他们，结果没人敢接。收着呀，
我特意给你们做的。沈渊说的很自然，把香囊往他们手里塞，暗妹妹拿着像个烫手的山芋。姑娘，你不是给公子绣的吗？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更特别的，晚膳时给他送过去。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这才拿起香囊把玩起来，纷纷赞叹姑娘真是心灵手巧。晚膳时间，沈渊见到了谢怀琛，饭桌上又有云片糕，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特产，都是他喜欢的。胭脂啊，这样会不会让你很破费啊？是挺破费的，你要不要算算你花了我多少银子？我就客气一下，你还真算呢？哼，小气鬼！你看我都为了你花了这么多钱了，你是不是也该回馈点什么？沈渊顿时心中一惊，难道是想让我继续侍妾？可他明明同意了好聚好散呢。他咬了咬嘴唇，脸颊羞得绯红。今晚吗？谢怀琛神色怔了怔，不由得扶额叹气，这姑娘想哪儿去了？你不是说要送我香囊吗？对，胭脂，这个送给你。你帮我带什么？沈渊靠近他身前，微微的俯身，将香囊系在他的腰间。沈渊给他戴上之后，便退了回去。我很喜欢这个香囊，你在别处可找不见，你最好天天带着。好啊，就用这个底子吧。哦，心想他可真是好后，以后等自己有钱了再还他银子。胭脂，只有香囊可不够，回来亲手做饭给你吃吧。静和，虽然你闹着要与我分手，但你有任何困难或者苦衷，一定要告诉我。沈渊乖巧的点点头。谢怀琛已经不止一次这么说了，哎，还是什么都不肯说。难道真的单纯的想分手？这顿饭吃完后，沈渊便独自回房，明天就要继续赶路去京城了。银票、信和玉佩等重要之物被他偷偷的用牛皮纸包好，缝补在一件中衣内。值钱的小物件可以随身带着，方便随时逃跑。他决定最后几天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跑路，否则他就在进京之前对燕之用迷药。而谢怀琛用上后，依旧回了书房。这次魏离和胡玉一都在。殿下，你真的同意姑娘去厨房做饭啊？那些药不是最多只能配制出轻度迷药？话虽如此，可殿下千金之躯，不该置身于任何险境。那就有劳胡玉一了。谢怀琛打断他的话，就算他有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对方底细，现在用不着打草惊蛇，静观其变即可。这还是不妥。他不是什么重要角色，通过他引出他身后的势力更关键。姑相信以你的本事，不会让人有机可乘。臣自当尽忠竭力。而那些药材兴许只是巧合吧，不一定是用来做迷药害他的，否则他又何苦再送自己香囊呢？想到香囊，他这才注意到魏离的腰间也带着一个相似的香囊。魏离察觉到主子的目光，瞬间一个机灵。这个啊，是姑娘送给属下的，另外几个人也有。谢怀琛二话不说就接过来，随即又取下自己腰间的香囊拿来一对比，两只香囊眨眼看上去一模一样，所以自己这个不是特制的，是批发的。这姑娘不是说在别处可找不见这香囊吗？这香囊大家都有，晚膳前姑娘给的，那大家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魏离暗暗的抬眸瞟了瞟主子的脸色，立刻又补充道：姑娘说她为殿下准备了一个更特别的香囊。谢怀琛闻言，拿着两只香囊仔细的对比起来，其他的香囊绣的图案都是兰草，而他这个在角落处居然有朵鸢尾花。鸢尾是何意？属下听说啊，鸢尾代表着思念，是专门送给恋人的花儿。说吧，还给胡玉一挤眉弄眼的。胡玉一立刻会意，心道你小子可真聪明，连连跟着称是。谢怀琛的嘴角总算是露出了笑意，终归这个香囊是独一无二的，心里舒坦了，然后大方的将香囊递回去。他既然给你了，你喜欢的话就带着吧。魏离战战兢兢的接过，再一次感觉这香囊烫手，心想我是不是应该不喜欢？可没等他多想呢，谢怀琛吩咐道：你暗中注意清河有没有同什么可疑之人联络。顿了顿，又补充的强调：继续保护他。魏离明白，殿下这是心疼姑娘呢，即便有所怀疑，也舍不得她受伤。而这会儿，穆赫安也在跟自己的下属商量大事。公子，药已经给他了，却迟迟不见动静，他真的会对太子下药吗？只要没办法逃走，他就一定会这么做，否则他也不用偷偷买药。我们在阿旭给他的药里加了料，哪怕他发现你卖的药有问题，也一样会中计。万一他太蠢，被太子发现了端倪怎么办？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太子最多也就查到三皇子的头上，没我们的事。这次不管太子有没有事，都会去找三皇子的茬儿。咱们现在做的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公子，要不咱们偷偷联系这姑娘，用她的把柄要挟她配合他们？想啥呢你？要是有这么简单，本公子至于搞得这么麻烦吗？她毕竟还没有认亲，现在是太子殿下的女人，你让她去害太子，万一她不堪威胁反咬一口，或者被太子发现，那咱们不就被拖下水了吗？潘俊摸着脑袋连连点头。咱们现在要干刺杀太子的事，不管成不成，都必须要让三皇子来背锅，这才是最要紧的。鹬蚌相争，坐收渔利，你懂不懂啊？哎，属下愚钝。你当他不想啊？皇上为了此事召见过他和临安侯，特意的敲打过三皇子，严明太子若是在赈灾期间出了事，三皇子也别想有好果子吃。哦，原来如此啊！那咱们就是让太子出事儿，然后三皇子也受牵连。可不是嘛，三皇子也手痒啊。虽然没有杀人，却把太子逼得去了青楼，只可惜没能给太子身边塞个女人，还把自己的便宜表妹给搭了进去。想到沈渊，他的脸上的笑变了调，透着几分银色，心道上次在禅风寺真是可惜了。
接下来他们即将进京，咱们就要把这姑娘看紧了，她应该很快会有所行动。另外，赶紧想办法把那个阿旭……穆和安没有说接下来的话，而是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公子放心，不会留下任何线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而此时，阿旭正在医馆内战战兢兢地站在师傅面前。老大夫刚回来，正拿着沈渊的那个药方子看着，边看边听他讲这2天发生的事。桌上摆着阿旭卖消息得来的2份银子，老大夫急得直皱眉。啊，你说那人让你给那位夫人的药里加了什么？弟子没认错的话，应该是石金散。哎呀，这怕不是惹上什么大事了啊！师傅，有那么严重吗？这石金散可是稀有药材，一般人哪里搞得到啊？这玩意儿不是毒药，混入食物或者香料中不易被查验出，普通人就是当饭吃也没什么影响。可是这武功高强之人用了，会暂时筋脉软绵迟滞。这出门带侍卫和大夫的人根本就不多见，那位公子还一看就是气质金贵，你说说这是个什么事儿啊？那可怎么办啊？那个人拿刀威胁我的呀。哎呀，这样吧，你拿着我的信去京城的济世堂投奔你的师叔，注意别让人认出来你的脸，先躲一阵子看看。说罢便开始写信。师傅，那你怎么办呢？我也得悄悄离开几天，假装路上耽搁了人还没回来，等这风头过了再说。干咱们这行的最怕遇到这种事儿。我的师傅以前是皇宫里的太医，就是这么没了的。你呀，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师傅，我舍不得你。你平平安安的就好，没准儿是为师大惊小怪呢。快走吧。于是潘俊确认沈渊不会再来取药后，匆匆的赶来灭口，发现医馆已经人去楼空。沈渊现在快要急死了，哪怕再慢条斯理的赶路，最多不出3天就能到京城。现在坐在马车上，沈渊心不在焉的想着，要不要今晚就想办法给众人下药。清河，你早晨就没吃多少，跟你想吃什么？烤鱼。后面的路其实都会沿着旁边的归渠河走，这条河从京城方向流过来。中午时候，我们找处河边停下，从河里抓鱼烤给你吃，如何？好啊好啊。以前他跟着娘亲出去玩的时候，就在河里抓过鱼，好久没有这么玩过了。我来给你烤吧。贤侄啊，你还会烤鱼啊？我会的可多了，你以后要不要把我的本事都见识一番？好啊，贤侄，你还会什么？说罢，还往谢怀真的身边靠去。突然意识到，不是已经闹分了吗？然后又矜持地往反方向挪了挪。谢怀真看他这别扭样，忍不住轻笑出声。他本就生得俊美，这一笑竟让人有些挪不开眼。他突然觉得自己闹分手这事儿很搞笑，不管分没分，不都得跟着他去京城吗？卖身契还在他那儿呢。虽然他趁乱在上面写的是假名字，反正靠分手跑路行不通，那就不用别扭了。贤侄啊，快给我讲讲。谢怀真会心的一笑，将他揽入怀中，慢慢的给他讲起自己从小学习骑射、练习武艺的事。清河，我以后可以教你骑马。谢怀真看到他很感兴趣的样子，觉得这才是正常的他。他明明很向往未知的京城生活。沈渊乖乖的点点头，心里小学。可此番若是成功逃走，以后2人还会再见吗？还能再见吗？贤侄，我以后要是做错了事，你会不会怪我？人难免会犯错，只要不是无可挽回的错误，知错能改，我都不会怪你。那万一我犯了无可挽回的错呢？无可挽回的错，岂会毫无征兆？你这般聪慧，定不会轻易犯这种错。况且，你记住，有我陪着你。沈渊回味了一番这话，乖巧的点头感叹：贤侄，你真好。他觉得谢怀真此刻特别温柔可靠，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全招了，可还是忍住了。这么大的事必须谨慎，毕竟这男人连他自己啥家事也没有和他细说过。沈渊这些天想到这些事情就心累，想着想着就靠在谢怀真的怀里睡着了。车夫心想，谢天谢地啊，看样子这2位是和好了。午膳时间，到了归曲河边的一处浅滩，发现这条河很适合逃跑。若是在高处的坡上跳入水中，完全可以借助水中的浮木沿河而下逃走。虽然有风险，可总比对燕之下药强呀。现在有了新的逃跑计划，他的心情舒畅多了。脏手往谢怀真的脸上一抹，贤侄，你是一只灰猪猪。谢怀真笑着一把将他捞过来，逮着人亲亲摸摸了一番。你现在成了一只灰狐狸。沈渊不服气地对他抓挠着。最后吃完鱼，2只灰猫一起去河边洗脸洗澡去。魏离一直关注沈渊，没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的举动。现在看2个人这般自在，心中松了一口气。旁边几个暗卫开始嘀咕：这是和好了吧？殿下和姑娘看着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嘛。可惜姑娘的出身，怕不是……哎，闭嘴！天下自有分寸，这些不是咱们能说到的。在魏离看来，2人就是因为身份问题在闹分手。用完午膳，继续赶路。沈渊看准了一处可以赏景的地方，让人要停下。谢怀真知道他对进京的事情很抵触，索性全部都由着他。沈渊看准了下方一处被枯枝稍稍拦住的浮木，往那边挪了挪。谢怀真迅速地拉住他的手：清河，别离水边太近。他故作一副极想看景的样子，欢脱地挣开他，在水边转悠，四处张望。贤侄，
你就帮我把那朵花摘下来好不好？谢怀晨没有多想，便顺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沈渊这种要求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谢怀晨见他站的位置很安全，便过去给他摘花。别小心点，别乱跑。放心吧，胭脂，我就随便看看。沈渊见他稍稍走远后，眸光犀利地扫了一下斜下方的水流，临到岸边心一横，沿着小斜坡轻身往下一滑，啪叽一声落入水中，身上立刻有擦伤，但不碍事。他抱着那根浮木，沿着瀑布往下跌落，顺着水流继续飘走。姑娘，魏林迅速发现不对，闪身而至。谢怀晨听到动静也急速反过来，眉头紧蹙，目光冰冷锐利地扫过瀑布下方。只见水流，听闻水声，却不见人影。谢怀晨虽然心急如焚，但想到沈渊突水性，先前下方的浮木也不见了，他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果断地下令，立刻去下游找人。下游河面越来越宽，为了保存体力赶路，他并没有在水中漂太久，选择上岸的地方其实离刚才落水点并不远。他打算先找一处农家，给点银子，换身衣裳，再赶路去京城。谢怀晨就算要找他，定会先去下游的浅滩，一定想不到他会在这处灌木丛生之处上岸。没人知道他在这里，清河可以就此消失。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沈渊，世上不再有清河这个人。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脚步也轻快几分，朝着前方快步走去。可走出杂草丛林没多远，后梗处熟悉的感觉传过来，咔嚓一下，他瞬间倒下。潘俊揽着昏倒的沈渊，尴尬地看着自家主子。穆赫恩现在脸色很不好看，事情竟然完全没有在他的掌控之中。完全没想到，这姑娘不仅现在都没有对太子下手，还用这么冒险的招数逃走。要不是他清楚他的目的，推测他可能会在这附近上岸，这回还真让他跑了。小美人儿，你可真有趣，不就是让你下个药吗？有这么难吗？公子，他没有下药，那现在怎么办呢？太子的人在四处找他呢。将附近的村民引过来把他救了，然后等着太子的人来找。应该快了。还要把他送回去啊？当然，没2天就到京城了。我倒是要看看他这回不用迷药的话还能怎么跑。临走前凑到他的耳边，像念咒一般：小美人，你好好表现啊，我可是真心帮你逃走的。于是没过多久，好心的村民们发现了这位倒在丛林边的可怜姑娘。谢怀琛的人很快便打听过来，找到了失踪的沈渊。傍晚的时候，沈渊悠然转醒，一睁眼便见到了谢怀琛那张带着温柔和关切之色的俊脸。清河，你终于醒了。沈渊绝望地把眼睛闭上，心里默念这是做梦。可念了3遍之后，再次睁开眼。老天，我只是想去京城找我爹而已，为什么每次醒来都会在谢怀琛的身边？你没事吧？身上疼吗？沈渊没有说话，委屈的眼泪直流，一个劲儿的哽咽哭泣，那样子悲伤极了，哭得谢怀琛心慌意乱，将他搂起来抱在怀中安慰。别怕，我在这里，是我不好，没有一直牵着你。沈渊心里在骂天骂地，到底怎么回事啊？明明都逃走了，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被送回谢怀琛的身边？我摸了摸后梗，到底是谁干的？为何每次时机都这么巧？这真是人干的事儿吗？先知，这世上不会有鬼吧？世界上没有鬼，别怕，后天咱们就到京城，我给你安排的宅子很安全，四周都会有人看着，我不会让你再遇到任何危险。后天就到京城了，只剩下明天1天了。沈渊感动的泪如雨下。清河，身上还疼吗？沈渊这才察觉到自己身上的伤口被仔细的处理过，猜到一定都是燕之做的，没有被别人轻薄，他心里一点不慌。先知，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说起这个，他还心有余悸。我以为你会在浅滩处上岸，先派人去下游找你，耽误了些时间。后来才打听到你被这边的村民所救。他说罢，叹了一口气，语气有几分责备之意。清河，你以后还是要当心些。想了想，又不忍苛责。罢了，以后少去这种地方，就算去，你也得寸步不离跟着我。沈渊乖乖的点头答应。起来一起去用晚膳吧。说罢，便温柔的帮这只木屐套上鞋子，心想宫里的娘娘们在寝殿里平地上摔个跤，都能严重的大晚上差人叫父皇。清河现在遇到这么大的事儿，不仅没有怨他疏忽，半天找不着人，还一句苦话都不说，哭完就这么闷着不吭声。这姑娘太懂事了，让他愈加的心疼。沈渊现在单纯只是人傻了，心里百思不得其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连续2次都被送回来，他只觉得毛骨悚然。世上哪怕有鬼，也没有道理一直盯着他呀。想到燕之曾经说过他的仇家可能一直盯着他们，难道跟他的仇家有关？可他的仇家脑子有病吗？天天关心自己的仇人的小妾跑没跑，刚跑掉就跟鬼一样的阴魂不散，还特意给人家送回来吗？先知，真的需要麻烦你一直派人保护我吗？你的仇家有这么厉害，比鬼还可怕吗？人心比鬼怪更可怕，敌人要对付我，自然会利用我最在意的人和事。他们已经知道你的存在，我断不可能让他们有机可乘伤害你。那到底是不是他的仇家干的？对方明明有机会将自己抓走，威胁燕之的，干嘛还要把自己平平安安的送回来？虽然想不通，但沈渊心里计较着，接下来再要逃走，绝技不能让燕之有危险。而这会儿突然肚子开始咕咕叫，谢怀琛心情都跟着雀跃几分，笑着牵起他去用晚膳。清河，先去吃点东西，待会儿我再给你讲讲去京城的事。沈渊决定先不想了，当务之急还是赶紧逃走。只是下次跑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身后。刚坐在饭桌前，谢怀琛就给他盛了一碗鱼汤，沈渊迫不及待地喝下，
感觉身体总算是变暖和。等他吃的差不多了，谢怀琛坏人取来一个精致的金丝楠木小盒子。清河，打开看看。沈渊疑惑地接住盒子，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然是地契和各种商铺契约。胭脂，这是……你孤身一人，我实在放心不下，这宅子送给你，你今后再不用害怕会居无定所，挨饿受冻。胭脂，这京城的宅子很贵的吧？你不是想自己赚钱吗？这些小商铺可以给你练练手，里面酒楼、药材铺子、绸缎庄、书斋、胭脂铺子，什么都有，你挑挑。还想要什么别的，都可以告诉我。沈渊忽然感到鼻尖酸涩，眼睛红胀。娘亲去世后，居然还有人如此为自己着想。他一时不知道是这男人太喜欢自己，还是他太富有。都是给你的，全都收好吧。沈渊心中有一瞬的纠结，自己是不是不该收下这些？不过真就只是一瞬而已。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胭脂，我好喜欢银子的，你给我这些，我真的会收下。谢怀琛的嘴角抽了抽，这姑娘真是太可爱了，不由得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清河，我是真的好想照顾你一辈子。你若是跟我在一起，我的银子就都是你的。你给我了，就不能再收回去了。沈渊一想到逃跑的事，心乱如麻。胭脂，对不起。谢怀琛以为他在说好聚好散的事，这会儿也没有逼他。这些足够你在京城安身立命了。记住，以后千万不能让人因为你的出身欺负你。我希望你今后哪怕离开我，也能过得好。其实一点都不希望你离开我，你最好就乖乖的待在京城，在我眼皮子底下好好的玩着，等我安排好一切就来娶你。胭脂，我以后一定会过得好，我要过好日子。沈渊本就生得美，轻轻勾唇一笑，便让人如沐霞光。而谢怀琛只觉得今晚的霞光格外的耀眼迷人。晚上后不久，谢怀琛跟前几天一样，将沈渊送回房中，然后打算转身离开。可这次，沈渊主动从身后抱住他。胭脂，今晚别走了吧。他情不自禁的抓住沈渊抱住自己腰间的手，转过身。沈渊已经决定明天要试试用迷药，本就心中不安，而今晚谢怀琛做的一切让他更加感到愧疚。自己好像暂时回报不了什么，但可以让他开心快活。他同以前一般，勾住谢怀琛的脖颈，主动扬手吻他。谢怀琛突然抓住他的双肩，艰难地用力推开他。清河，你是自愿的吗？不是因为我今晚送你的财物，或者别的原因？是我愿意的，胭脂。那我是谁？你是我男人。沈渊知道两人欢好的时候，这个问题一定得这么答。我是你男人，记住。谢怀琛这才满意，牵着他的纤腰揉入怀中。雨遥遥，你身影迢迢，寄希我梦里，悄悄几度雨潇潇，柔情也袅袅。而在房外听到那脸红心跳之声的暗卫们也快活的吃欢。哎，这殿下和姑娘终于又同房了，我等甚感欣慰。沈渊第二天依旧是早醒，浑身又跟洒了架似的，简单的穿戴好后便上了马车继续睡。临近傍晚，众人抵达京郊，落脚在早就准备好的一处宅子。这里离城门很近，明日一早便会入京，时间紧迫，他今晚必须下手。而这会儿天色渐晚，两人在庭院的凉亭里坐着赏花喂鱼。胭脂，明天我们就到京城了，我心里好烦躁啊。要不今晚我们叫上所有人一起吃饭喝酒吧？我喜欢那样热热闹闹的，还可以顺便认一认以后保护我的侍卫。这种事情谢怀琛自然都由着他。沈渊强装一脸兴奋的要自己去地窖给大家取酒，没注意到身后谢怀琛目光有些意味深长。在谢怀琛看来，清河许多反常的表现可能是跟自己的对手有关，可又没有法完全解释得通。这姑娘怎么看都不像是谁刻意派来的，且看她到底想干什么。沈渊才刚走，倒霉的魏渠就过来了，他怀疑同僚都串通好了坑他。这次皇后一来消息，全都跑得无影无踪。说吧。皇后娘娘想在殿下回宫后举办一场赏花宴，差人来问殿下哪天方便去。就这个月15那天吧，你赶紧将人打发走。他打算等到时候找父王随便商议点国家大事，糊弄过去就行。魏局自然明白太子的意思。殿下放心，他连门都进不了。沈渊颤颤巍巍地拎着2坛子酒出来时，魏离见状赶紧给他接住。姑娘，你选好了换我便是，怎么自己拎出来了？迷药已经下了。沈渊告诫自己不能再扭捏。多谢魏离大哥。这态度让魏离觉得可能大家都想多了，这姑娘真的只是害怕京城的生活而已。沈渊和魏离带着酒一起去往厅中用膳，谢怀琛已经将众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入京前一起喝一杯。当然暗中留有人手在四周看着。魏离主动将酒分给大家，然后冲众人使了使眼色。这地窖里珍藏的都是陈年好酒，大家其实都很有兴致品尝几杯，奈何这会只得先吃着饭菜，暗中不露声色地看向胡御医。胡御医回了一个安抚的眼神，让大家别轻举妄动，自己开始暗暗地检查酒。沈渊能配置的迷药效果很短，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类似于药性猛烈的催眠药，一般的法子是检查不出来的。但胡御医早有准备，他自有特殊的办法可以做到，也有对应的解药。大家今晚哪怕是喝了，也不会被迷晕。不过在胡御医没有给出指示之前，大家都按兵不动。沈渊好似并不在意众人到底有没有喝，他再次仔细地瞧了瞧谢怀琛腰间的香囊。胭脂，这个香囊很好用的，你真识货。然后他开心地拿出一些熏香来。
我把这个点上吧，烘托下热闹的气氛。谢怀晨浅笑着点头，他平常就有这个爱好，这种事情自然都依着他的喜好来。沈渊走到角落的香炉处，紧张地将熏香点上后，手心已经在冒汗。现在看来一切顺利，只需要等到药草发挥作用即可。谢怀晨牵起他的手，走到几名暗卫跟前。清河，来认识一下，他们以后都会暗中保护你，但凡遇到任何麻烦，都可以吩咐他们。胭脂，不用这么多人吧？我以前都自己出门，从来不用人跟着。这男人但凡对自己别这么上心，逃跑又哪会这么艰难？那是以前，以后不仅会有侍卫保护，我还会安排丫鬟来伺候你，你需要习惯。想到反正都要跑路，这会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乖乖的点头应下。胭脂，这一路上真好玩，大家一起干一杯，庆祝咱们顺利到京城吧。好啊，大家一起喝一杯吧。声音凉凉的，大家一起端起酒杯都喝了，但谢怀晨并没有动酒杯。胭脂，你怎么不喝酒啊？是不喜欢这个味道吗？清河，喝酒伤身，你希望我喝这酒吗？他突然这么问，让他感到很奇怪。想起过往的某些经历，难道他又什么都知道了？今晚不就是要大家一起喝酒吗？清河，你喂给我喝。他的手摩擦在他的腰间，这温暖的感觉让他以为这男人想让他用嘴喂，他瞬间羞红了脸。胭脂，别在这里啊！虽然偶尔是将他欺负得狠了些，可自己有这么色急吗？为何他每次都能想歪？就他这是奸细罢了，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吧。我是说，让你端着杯子喂给我啊！垂眸看了看眼前的酒杯，接过来用衣袖挡着，假装一饮而尽。沈渊愣了愣，不是让我喂吗？沈渊心中感慨，希望他不要太生气。虽然这次会跑掉，但是以后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他救自己出翠云阁的恩情和这段日子的照顾。按照药效，现在差不多到众人被放倒的时刻了。胡御医发出暗号，都给我倒下。于是群演们故作头晕，开始陆陆续续七扭八歪的倒下。怎么回事啊？哎呦，我好晕呐！哎呀，我怎么看东西都是花的呀？一个个往桌上趴，往地上躺，往椅子上靠，都默默地选择了一个可以暗中悄咪咪观察周边环境的角度。沈渊已经注意到周围的情况，战战兢兢地看向了谢怀琛，只见他的目光也渐渐地变得迷茫，仿若染上一层雾气，眼睛闭了闭，手按着太阳穴，似是晕倒。沈渊抱着谢怀琛，撑着他靠在自己身上。谢怀琛现在脑子里有10万个为什么，可未免打草惊蛇，只能顺势晕倒在他身上。沈渊小心又费力地将他的身体靠到椅背上，然而沈渊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谢怀琛片刻后，俯身吻住他的唇，吻得缠绵悱恻，专注投入，乍一看上去像在劫色。众人心想，这姑娘，你要是细作，此时不该掏出一把刀吗？你这是闹哪样呢？而最后沈渊凑到他耳畔，胭脂，对不起，你一定要好好的，银钱我都带走了。谢怀琛心想，你跟了我会缺银子吗？沈渊又把他腰侧的香囊放到他的鼻尖，医药本来对他就没有多少效果，这么一闻更加神清气爽。他现在恨不得把他按在怀里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这会儿必须按捺住性子，静观其变。沈渊最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自转身离去。他并没有马上走，而是在门口和院子各处全点上迷香，尤其是在门口附近和院中用光了所有的存货。吴玉仪惊讶，这姑娘竟然下了双重迷药，酒和迷香，这么狠。他思考了很久之后，想到用迷香，准备好足够的迷香，无色无味，满屋子满院子飘散，趁今夜无风，有人来了也得被迷得走不动路。等到燕之快醒的时候，自己再跑，这样就安全多了。他现在迅速地跑回房中，把先前不好带走的画和多余的首饰夹带着2身衣服，外加路引全都一并取走。估摸着谢怀琛差不多快醒过来，这才跑出宅子，一路往附近的一处林子的方向狂奔。这次没有人再偷袭他，走了许久，已经累得不行，也不敢停下，直到看到前方有一处破庙。沈渊走后没多久，宅子里果然来了一批杀手。明天谢怀琛就要进京，穆赫安料到沈渊应该会在今晚下手，派来的人不算多，他们以沈渊鬼鬼祟祟逃出来为行动信号，结果闯进来就懵了，发现里面的人全都醒着，好像就等他们来。谢怀琛看到这批杀手，只感觉遍体生寒，这难道是清河引来的？而对面杀手虽然很猛，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双方很快便动起手来。殿下当心！可众人迅速察觉到不对劲儿，沈渊不仅下了迷药，还动了别的手脚，大家的功夫施展不出来，不过长久的武功底子都在，扛几招是可以的。谢怀琛脸色很难看，瞟了一眼角落的香炉，不是所有人都喝了酒，但现在大家都中招，说明香料有问题。可唯一庆幸的是，对面杀手过几招之后便开始头晕目眩，功夫也要使不出来。杀手现在心里也不禁咒骂这女人到底怎么下药的，一点也不靠谱。穆赫安派来的杀手皆是死士，奈何谢怀琛这边虽然也受了10金散的影响，但没有中迷药，反应比对面快几拍。眼看此番行动失败，对面的死士选择即刻自尽。谢怀琛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手下暗卫及时戒掉2名死士牙齿中藏的毒，这2人已经陷入昏迷，被活捉。殿下，是臣疏忽了，没想到迷药里竟被下了罕见的10金散，请殿下降罪。无妨，姑爷有疏忽。他目光随即落在被派去跟踪沈渊的暗卫身上。姑娘一出宅院便快速往林子深处跑，有人阻止我们继续跟踪。属下发现自己身中奇药，担心殿下安危，便赶回来支援殿下。
先搜查所有刺客身上的线索。几名属下迅速搜查完刺客的尸体后，只从一名为首的刺客身上搜出一封信，是与三皇子往来的书信。这里不安全，殿下还是赶紧回东宫吧。清河的事暂时都不准说出去，对父皇和母后也休要提及。臣遵命，请殿下放心，殿下还是赶紧回东宫吧。姑在这次刺杀中受了伤，这一点请胡依依记住。胡依依心想，这是想让我做伪证。胡依依放心，你只需对外说姑的伤并无大碍即可。谢怀臣此举是想顺势找借口推脱回京后皇后的各种离谱的安排。臣记下了。临走前，他特意吩咐魏离去暗中搜查清河的下落，切勿声张。魏离心中了然，只是心中感慨，姑娘怎么敢对殿下做出这种事？这以后若是被找回来，在床上可没有好果子吃啊！虽然谢怀琛觉得清河不太可能真的去遂安城吃云片糕，但他依旧吩咐可以先在附近村落和客栈打听打听，若是没有下落，再去一趟遂安城找找。请殿下放心，记住动静小一点，暂时别让人注意到他。另外，再去找那个阿旭查一查释金散的事儿。随后，谢怀琛才连夜进京赶回东宫。东宫的秘密刑房内，两束幽火燃起，映照的冰冷的刑罚，鬼魅森森。说吧，谁派你们来的？否则该是什么下场，你们都懂。是三殿下派我们来的。太子殿下，你不也看到信了吗？的确是三皇子派我们来的。那你们为何选在这个时候下手？我们也是听指令行事，那位姑娘跑出来就是行动信号。她也是三皇兄派来的人。两名刺客都点头称是。释金散是你们给他的？这个我们不负责，但确实是。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这些一概不知啊。在问过几个问题后，二人除了会说全是三皇子干的，已经给不出别的有用的消息。殿下先休息会儿吧，宫里应该很快就来人了。先看着他们，后面继续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谢怀琛现在靠在东宫书房的躺椅上睡不着，虽然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可居然一点也不习惯，身边好像突然少了点什么。而这会儿，在那些闲杂人等还没有来之前，顾锦修先偷偷摸摸的来了。胭脂，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胭脂，你觉得真的是三皇子做的吗？看起来像，但太过刻意。我现在毕竟平安无事，光是这些线索恐怕不足以把他怎样。刺客既然说那位清河姑娘是三皇子的人，查到她的下落，或许能得到更多的线索。她不一定是。谢怀琛皱眉急声否定。胭脂，你理智点，这个清河摆明了有问题，他已经对你下了迷药了。没查到更多证据前，我们无从定论。顾锦修感到心梗，吃屎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就先找人吧。不管是不是三皇兄做的，我们手上的证据已经足够他吃瘪了。他让人在江州暗算我，这一次算作给他的回礼。对了，冯牧之很快就要进京，柳寻芳也会来。他说他要亲自告御状，他说他必须亲自和温氏将证据呈给皇上，否则不肯配合我们。这不是难事，等他到了京城，可以带他来一趟东宫。赈灾期间，谢怀琛见识过不少这样的心性坚韧、不屈不挠的底层百姓，他由衷的尊重每一个这样的小人物。他既然敢，我就从了他的愿，只怕此事不一定那么顺利。希望他的母亲亦能有他这般的魄力。顾锦修点头应道：“好，到时候我会带他来。”胭脂，我先走了，你这次没事就好，好好休息会儿吧，应该很快就有人来打扰你了。谢怀琛在他走后换出了暗藏在周围的下手，把清河留下的所有物品全都取来，再去查一查穆鹤安、裴子言，还有冯兆最近2个月的行踪，要事无巨细。穆鹤安现在已经悄悄的回京，派去的杀手一个也没有回来，他知道行刺失败。哼，厉害呀，清河姑娘，你总能给我整点新花样。他就该把太子的人全放倒才对，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结果他不仅坑了我，还给本公子派人帮他跑掉。哦，其实下石金伞本来就可以不通过山石，用迷香啊。那是重点吗？对方一个都没倒，他到底哪里来的迷香？有迷香干嘛不早用？还得本公子给他送药。那不是你让我去提醒他用药的吗？那我还是多此一举了。潘俊心想，你说什么都对。那个阿旭如何了？找不到人，彻底不见踪迹，医馆的老大夫都一直没回来。那就继续找他们，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太子定然也想趁此机会对付三皇子。等清河被认回临安侯府，咱们就接着看好戏。舅舅，我听你的话了，我这次真的没有派人刺杀太子，说不定有人想一石二鸟，你一定要帮我呀。沈知州听到这句你一定要帮我呀，只感觉头疼。三殿下请放心，既然不是你做的，定不能让你受了冤枉。谢怀景面上客气道谢，可心里却嘀咕，这位舅舅真是迂腐，哪怕是我干的，你也该帮我粉饰太平，当初你就该全力的为我争取这次赈灾的机会。要知道江州可是我的势力范围。三殿下，现在陛下停了你的公务，你还是行事多收敛点吧。谢怀景大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哪件，但反正应下就对了。沈知州这才去忙着调查太子遇刺的事情，所以沈侯爷现在很忙，没有回府。说回终于成功跑路的沈渊，那天晚上他看到前方一处废弃的破庙，打算过去瞧瞧。他果断地抓了地上的泥土，往脸上一通抹，身上又抹得灰不溜秋的，手中准备好防狼药粉，这才往破庙走去。打扰大哥了，我是赶路的，想在这歇会儿，天一亮就走。那边那个也是赶路的，你们看着凑合吧。姑娘，你来这边凑合歇息会儿吧，我也是天一亮便要走。
沈渊没有挑三拣四的，道了声谢，便在一旁坐着，一夜无事。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他和旁边的这位男子都不约而同的动身要离开。沈渊发现他和这位赶路的男子居然同路，都是要进京。你是江州人？你怎么知道？你身上的衣裳是洪湖书院的，我见过。认出是老乡，还都要去京城。男子不再寡言少语，整个县都被淹了，若不是当时我在兰陵城求学，恐怕也难逃此劫呀。啊，我叫周青石，敢问姑娘芳名？我叫沈渊。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大老远来京城，还宿在破庙里？我是来投奔亲戚的，你怎么也住破庙里啊？啊，我是来进京赶考的，一介穷书生，住不起客栈，等到了京城就赶紧找点事儿做。你来这么晚还要找事做，怎么准备考试啊？没办法呀，家中受灾，至今过世，流民土匪作祟，能活着来京城已是不易啊。两人一路聊了家乡的事情，很快便到了城门，乖乖的拿出准备好的路引，等着守卫放他进去。你来投奔亲戚的，这路引不对啊。哪里不对啊？我一路都用这个过来的呀。这用的印章不对，不是路引用的章。沈渊情急之下取出裴子言给他的玉佩。姑娘，你既然来找礼部尚书府的公子，你有没有其他尚书府的信物？大哥，这玉佩是礼部尚书裴大人府上的公子给我的，他让我来京城找他，你就让我进城吧。可昨晚发生了太子遇刺的时候，他们这些小喽啰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上头已经要求戒严。大哥，我真的认识尚书府的公子，我还认识皇亲国戚呢。别开玩笑了，姑娘，还是那句话，你只要有个能用的信物，我都会放你过了。沈渊想了想，果断的把林安侯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他看。沈渊心急，拉扯之间，老爹的玉佩还没扯出来，可太子给他的玉龙佩掉出来了。守卫有点功夫，帮出手给他接住，眼珠子瞪得像死鱼眼，把那玉佩仔细的瞧了又瞧，真是皇子的玉佩啊，还是楼雕赤龙玉佩，好像是太子殿下的吧？我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上头真的有皇亲国戚。沈渊还在跟林安侯给的玉佩较劲呢，周青石在一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大哥，这位姑娘是我的表妹，一起从江州老家来的，您来瞧瞧我这个，放我们过了吧。周青石说着，便取出自己的录引，还有书院院长的亲笔信。守卫一看便知这是进京赶考的学子，瞟一眼信，他居然还是乡试的解元。这次八成能高中，顿时目光中多了几分敬重，而这次态度特别恭敬。姑娘，你快把玉佩收好，你说上头有人，我信了，你们进去吧。一听这话，开心极了，一把抓过玉龙佩，随便往行李袋里一扔。多谢大哥。这东西你别乱扔啊！沈渊高高兴兴的进了城，头也不回。过了这关，沈渊就得和周青石分道扬镳了。谢谢周大哥帮我，这银票你拿着吧，好好准备考试。姑娘，这可使不得，你来京城生活也不容易，你自己快收好。你别看我灰扑扑的，我真的是来京城认亲的，有好地方住。这银票你拿着吧，你刚才帮了我大忙呢，等你考取功名再还给我就成。周青石还想推脱，沈渊一溜烟就跑了。好，给咱们青莲县争口气。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住哪里？人已经跑没影了，他望着陌生的京城大街。我会考好的。沈渊现在走在京城大街上，跟旅游似的，兴奋的四处张望。京城的街道比兰陵城的大街还宽广，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路上会路过药房，他打算先买点药，说是一时半会儿不能成功的认亲，就做个疤痕脸。被拐卖的经历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一个人在外面最好扮低调。于是沈渊走进了京城最大的医馆和药房济世堂。阿旭已经在这里待了好些天了，天天只负责给病人抓药，连看诊的机会都没有。师叔怕他出事，还给他脸上抹了点药。他一见到灰扑扑的沈渊，立刻就把人给认出来了。夫人，你……阿旭一脸惊讶，原本想问沈渊怎么会一个人来这，还成了这副样子。他夫君呢？现在情况不明，怕惹祸上身，他不敢和沈渊相认。与此同时，属下很快便来汇报穆鹤安、裴子言和冯兆等人近日的行踪。其他人还算正常，但穆鹤安很早就回京了。想到穆鹤安是在翠云阁见过清河的人，谢怀琛对此疑窦丛生，颇有猜测。皇后娘娘听闻殿下受伤，送了……到底送什么？送了2名侍女过来，还有补汤。殿下，汤是穆婉如小姐送过来的，人还在那儿等着呢。就说姑累了，已经睡着了，让她回去吧。穆姑娘说，送汤给殿下是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她会一直等着殿下。那就随她意。属下遵命。那2名侍女也会被安排到别院，乖乖待着。本以为这事就完了，可结果快2个时辰后，魏局又来了。殿下，穆姑娘已经等了快2个时辰了，她突然晕倒了。走，去看看吧。穆婉如很自信，自己作为宁国公府重点培养的高门贵女，一定会是宫斗最终赢家。现在谢怀琛已经来到厅里，穆婉如还虚弱的昏迷在软椅上，连装晕都是一副睡美人的优雅姿态。大夫已经来看过了，强调她应该是完全没事。好，应该完全没事。谢怀琛隔老远装模作样的来了一句：“你们这些丫鬟都是怎么伺候的？竟然让穆姑娘晕倒了，自己领罚去。来人，快把穆姑娘送回国公府。”礼节已尽，面子也给，说罢便急着甩袖走人。穆婉如一听，赶紧醒过来，强行起身向谢怀琛行礼：“太子哥哥，我没事了，我奉皇后姑母之命来送汤。你的伤不碍是吧？我好担心你。”姑无碍，你身体不好，赶紧回去歇着吧。皇后姑母让我送汤，我不敢不从，
可我也不愿打扰太子哥哥，殿下只用稍稍尝一口，让我能给皇后回个话就好。谢怀琛认为，你若真肯为姑做事，好好给皇后回话，姑难不成还会去揭发你吗？喝不喝有什么区别？这全是考试的借口。有这次就有下次，接下来还会有各种得寸进尺。好啊，拿一把汤端过来吧。他说着，便走到角落处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来伺候太子哥哥喝汤。还没走到呢，谢怀琛给魏渠使了一个眼色。魏渠心中哀叹：穆姑娘，你咋就非得在这关键时刻招人嫌呢？太子殿下刚失恋呢。他弹指一个细珠子打到穆婉如的脚踝上，啪的一声，汤碗摔落在地上，穆婉如人也跪在地上。太子哥哥，我不是故意的。穆姑娘身体不好，连坐着等姑都会晕倒，让你端碗汤真是难为你了。养好身体之前就别来东宫了，送穆姑娘回府。谢怀琛冷声说罢，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东宫小插曲就这么结束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侯夫人，我是沈侯爷的女儿，我娘是夏千雪。侯爷今日有公务在身，不在府中。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侯爷洁身自好，这侯府里就我一个当家主母，连个妾室也没有。我们是恩爱夫妻，育有一对儿女。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侯爷的女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还有你娘在哪里？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有什么证据吗？我娘已经过世，她给了我信和玉佩，让我来找我爹。我一定要见到沈侯爷。夏千雪既然已经死了，这个还没有人知道的女儿，最好也悄无声息的消失。你叫沈渊吧？光有这信可不够啊！你说的玉佩在哪里？给我看看。我要见沈侯爷，见了他，我自会交出玉佩。小姑娘，我说过了，侯爷可不是谁都能见的。你不拿出玉佩证明自己，我自然不能让你去叨扰侯爷。等见到侯爷，我自会拿出玉佩证明。既然侯爷今日不在，我就改天再来吧。你跟上这个丫头，查清楚她到底跟谁在一起。说确认她只独自一人，那便悄无声息地将她杀掉。说还有知情的同伴，就想办法一起灭口。记住，一定要夺回玉佩和信，真是不知廉耻！不要因此就把她轰走。她若还敢再来，我就把你要把她怎样？你娘，你怎么来了？阿渊的娘亲曾经替我治病，如今都过世了，就留下这么个女儿，你怎么能把人家给赶走呢？娘，我也是担心子妍的前程啊。子妍不知道这脑子里哪根筋出了什么问题，偏就被他给迷住了，非他不娶。子妍的前程该靠他自己去争取，岂能怪在阿渊身上？他今日是来找子妍的，好歹该让子妍知道啊！你还不快去将人给请进来？你们不乐意看到他，我这个老不死的喜欢这姑娘，带她来我的院子。于是等在外面的沈渊这回被恭恭敬敬的请进了尚书府，而在远处瞧着的乔岩傻眼了，这还怎么灭口呢？总不能杀到尚书府家里吧？阿渊，你还好吧？我已经差人去叫子妍了，他很快就会回来。裴子妍得知消息后，马不停蹄的从书院里赶回来。阿渊，你总算来了。裴老夫人主动回房休息去了，留下他们两个自己聊。阿渊，你还好吗？我还好吧。稍后不想浪费时间，便直接切入到正题。毕竟郭月指不定啥时候就过来赶人。子妍，你能不能帮我见到林安侯？你要见林安侯做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亲人在京城，林安侯是我亲爹，我要见他认亲。你说什么？我说我是林安侯的女儿，你能不能帮我见他一面？我有玉佩和信可以证明身份。说罢，他拿出玉佩和信给裴子妍看，还说明了他现在正住在客栈，去了侯府也没有能见到林安侯的事情。这事儿最好尽快，我想办法明天就带你去见林安侯。你今天先在这里住下吧，客栈的行李我会派人给你取过来的。沈渊想起侯夫人那个可怕的眼神，欣然的同意了。于是这一天他没有离开尚书府。焦若安得知此消息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里来回的踱步。他竟然住到裴大人府上了，那岂不是能自己去见侯爷了？她既然是侯爷的亲生女儿，被认回侯府是应该的。你根本就不懂，我一看到他就想起夏千雪，侯爷看到他定然也是一样的。你先去，继续盯着他。乔岩答应后，便赶紧去按吩咐办事。焦若安心里寻思，这事得先跟沈贵妃和沈老夫人先知会一声。当年的事，人人有份，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丫头若是真的被认回来，绝不能让她有好日子过。第二天一早，裴子妍便带上沈渊一起去刑部。等到了刑部后，守卫查看了身份，便没有为难他们，只是被告知沈知州现在不在刑部，他们只能先等着。而沈侯爷现在正在东宫找太子的麻烦。臣发现这刺杀之事有几处重大疑点。其一，刺客的人数并不多，若三殿下想要刺杀太子殿下，只派这么点人是不合理的。其二嘛，刺客全部折损，可殿下的侍卫最多只受了轻伤，若非早有准备，这说不过去的。其三嘛，殿下已经即将入京，又住在自己京郊的宅子，防卫极高，刺客选在此时此处刺杀，并不妥当，更不该带上三殿下的信。所以呢，臣以为此事并非三殿下所为，更像是被人陷害的。不知太子殿下有没有发现别的线索？这沈侯爷真是一如既往的麻烦。这一通说辞下来，刺杀之事简直像谢怀琛自导自演。现在谢怀琛要解释这些疑点很简单，只是必须交代出清河。偏偏谢怀琛不想这么做。太子殿下，不知你是否有活捉刺客？没有。那刺杀之事就因为一封信诬陷到三殿下的身上，属实不妥啊。那沈侯爷以为是谁？臣也不知，此事还待详查。
不过臣会将详情禀报皇上，相信皇上圣明，自有决断。太子这边既然暂时问不出什么更多的线索，沈知州很快便告退，回到刑部后，听闻礼部尚书家的侄子有事要找他，结果一走进房里，他整个人瞬间呆住了。沈侯爷，我冒昧打扰，是想让你见一见沈渊姑娘。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因为他注意到沈知州从一进房间就紧紧地盯住沈渊，压根没搭理他，看了一眼沈渊，眼神安慰他不要害怕，然后默默退下。房间里只余下沈渊和沈知州。千雪，你不是千雪，你是谁？我是夏千雪的女儿，娘亲几个月前病逝，她临终前给了我信和玉佩，让我来京城找沈侯爷。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沈渊。沈知州确实立刻就懂了，很伤心的懂了。因为夏千雪曾经同他说过，他喜欢鸢尾花，如果他们以后有个女儿，名字就叫阿渊。阿渊，爹，对不起你们母女。娘说你明明有青梅竹马的婚约，还骗她。什么婚约？就是你和侯夫人的婚约啊。阿渊，爹没有过婚约，爹从来没有骗过你娘。你和那个侯夫人都成亲了，还有一对儿女呢。阿渊，是爹不好，但爹从来没有骗过你娘。当年侯府的人全都反对我和你娘的婚事，爹遭了他们的算计。沈渊听完整个过程后，满脑子都在感叹自己和娘还真是惨啊，都被人家给嫌弃。阿渊，你受苦了，以后爹会好好照顾你的。爹，你说话要算数啊。当然啊，你以后就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哎呀，这可是好大一块饼啊，要被砸晕了。爹，你给我讲讲当侯府大小姐有哪些好处啊？沈侯爷做了好一会儿的自我推销，总结起来就是好处大大的，不枉沈渊千里迢迢来京城找爹。以后你爹是临安侯，你姑母是贵妃，三皇子是你的亲表哥，谁都不能再欺负你。父女俩相认了大半天，沈知州最后带着沈渊出来时，裴子言已经被晾了大半天了。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寒暄一番后，最后表示会派人将阿渊的行李取回来，以后再亲自去府上道谢，然后便要带着宝贝女儿回侯府。侯爷，我正想跟你说说沈渊认亲的事呢，我刚同娘亲说完，原打算等你一回来就让他见见你的，可这姑娘昨天自己走了。侯夫人，你不是昨天凶巴巴的说不准我见我爹吗？还有那位管家叔叔也是这么说的。阿渊误解若安的意思了，他只是怕出错，想先确认身份，再让你们见面。这是沈渊，我沈知州唯一的嫡女，以后她就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你们都记住了。胡说，我才是侯府大小姐。姗姗来迟的沈念初总算是听到了关键的信息。爹，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是你的嫡姐沈渊。爹，你在胡说什么？我哪里冒出来一个姐姐？侯爷，我打理侯府多年，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念初和韩川都一时难以接受。乔姨娘，打理侯府不辛苦的，我娘早起上山采药，走几里路去问诊，风吹日晒，霜打雨淋，那才叫辛苦呢。祖母娘，她到底是哪里来的野种？念初什么都不知道，一时气急才会失言的。娘，我没说错，我才是侯府大小姐，爹又没有纳妾，她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念初妹妹，我的确是你的嫡长姐，当年爹抱着我娘的牌位拜堂成亲，娘的牌位现在还在沈家祠堂里供着呢。而乔姨娘是从侧门抬进府的，所以我娘才是侯夫人。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事，你先前不知道，对我口出狂言，我不跟你计较。多有礼貌啊！沈老夫人听得心高。你胡说，这不是真的。阿渊说的是真的。不可能的，我才是嫡女，我才是侯府的大小姐。妹妹，你别这么着急啊，当侯府的庶女也是很好的，吃穿用度是平常百姓所不能及，以后嫁人也能找一门好亲事，有爹和贵妃姑母在，谁也不敢欺负你。况且你已经当了16年的嫡女，很赚了。你一看就是个乡下来的粗鄙丫鬟，有什么资格当侯府大小姐？简直是笑话！念初，不得对你的嫡姐无礼。掌嘴！他刚才不仅骂我，还瞪我。掌嘴！众人震惊。透明吃瓜人沈幼福崇拜地看着沈渊，心想大姐姐好厉害呀！一向威风八面的沈念初也得吃瘪。行了，别闹了。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若安是你的夫人，念初和韩川是侯府的大小姐和世子，现在突然让人知道他们是妾室和庶子庶女，你让他们以后怎么见人呢？看在若安这些年尽心尽力打理侯府，还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知州就把阿渊记在若安名下吧。祖母，临安侯府的庶子庶女怎么就见不得人了？乔姨娘、妹妹，你们别怕，我们侯府出去的人，哪怕是妾室和庶女，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我作为嫡女，以后可以帮着打理侯府的生意，不用再麻烦乔姨娘。爹，你说对吧？沈知州连连笑着点头。知州，又不是不让阿渊做嫡女，你何苦对若安母女如此狠心？你这是存心要让外人看侯府的笑话，真想气死我吗？祖母，当年爹要娶我娘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气死了呀？沈老夫人被他突如其来的大嗓门给震得有点出气，哭得肝肠寸断，犹如死了祖母。行了行了，千雪是我拜堂娶回来的，阿渊以后就是侯府的嫡长女，谁敢欺负她，我绝不轻饶。说罢，冷眼逼退了在场所有还想说话的人，然后带着沈渊离开房间，将二房一对母女一起调走。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在沈知州的默许下，临安侯府的惊天大瓜几天就在京城世家里面传开了。众说纷纭之下，沈渊成了京城热门话题。他开启侯府大小姐的新生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彻底的告别青楼女子的过去。他决定把在翠云阁和来京城路上收集的值钱物件都当了，换成银票揣着最实在。所以想办法支开了丫鬟和侍卫后，他自己带着面纱来了一家当铺，将以前的首饰全部死当掉，而那幅尘封寺的画也当了。令他惊讶的是，这幅画最后的银子居然比玉镯都多。沈渊原本想将玉龙佩也当掉，想着他和谢怀琛之间的东西就只剩下这块玉佩，不如将它收藏起来做个纪念。而在这些天里，谢怀琛没有找到沈渊的踪迹，心情很不好。直到顾锦修这天突然来找他，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个长形檀木盒子，打开一看，赫然就是谢怀琛送给沈渊的那幅画。你哪里找到的？在他看来，找到这画就等于有了清河的下落了。长乐坊，你说什么？谢怀琛心道，难道这姑娘又进了青楼？快说！顾锦修没卖关子，开始憋着笑，将这幅画的来历缓缓道来。他昨天去长乐坊消遣，正巧遇上几个京城赫赫有名的同道中人，其中一位是乔将军收养的义子孟云谦的儿子孟惊鸿。孟兄，你这画哪儿来的？顾兄，你好久没来长乐坊了。他二郎腿一翘，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如何在京城的顺天当铺淘到这幅画。我是老常客了，掌柜的给我打了折，5000两银子拿下这幅画。在场众人纷纷表示厉害厉害，唯有顾锦修表情裂开。你这画能不能借我一日？哎，那可不行，我很喜欢这幅画的寓意，我觉得作画之人一定与我有心灵感应，我与他定是素未谋面的知己。孟兄，老规矩，我若赢了，一定会把画完好无损的给你送回来。好吧好吧，拿骰子来。结果就是孟惊鸿输了。顾锦修拿着这画，先去找到顺天当铺的老板，打听这画的来处。讲到这里，他故意顿了顿，给谢怀琛一点回味的时间。谢怀琛已经满脸黑线，这见鬼的知己！你继续说。哎，胭脂，你猜他当了多少钱？顾锦修看得出这尊火药桶随时要爆发，可他就是忍不住想问。50两！哈哈哈！哎呀，这笑声感觉快传出书房50丈远，树上的暗卫精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笑够了吗？掌柜还说了，这是他这辈子赚的最多的一笔生意。那姑娘走的时候脚步轻快的数着钱，眼睛都在笑呢。哎呀，四周的暗卫们撇得肚子有点疼，你们全都在笑，这些全是他当掉的。胭脂，你瞧瞧，眼不眼熟啊？太子殿下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恐怕现在唯一的好消息便是，清河应该真不是什么奸细，谁会派这么蠢的细作来呢？谢怀琛现在不得不接受一个残忍的事实，这女人或许从一开始就爱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银子。可他始终想不通，他为何要跑？难道他银子给少了吗？能查出来是谁吗？顾锦修目光复杂地盯着他，那表情仿佛在说：“兄弟，你没救了呀。”掌柜说了，那姑娘虽然戴着面纱掩去面容，可着实生得灵动乖巧，气质也与京城里的寻常千金小姐不同。若是他能再见到她，听她说说话，一定能将人认出来。真的确认是一位世家千金吗？听掌柜对年龄身形的描述，尤其是那蠢萌蠢萌的模样，应该就是清河了。可一个出身青楼的姑娘，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千金小姐？我也想不通，但掌柜很确信，说她穿的那身锦缎是锦绣坊新进的货，专供给官家小姐夫人们，连普通的大户人家千金们都买不到。京城的世家千金大多数不会轻易抛头露面，也没听说有哪家小姐失踪数月，而且总不能擅闯人家闺房吧？范围不算小，不闹出点动静很难排查。他顿了顿，又颇有兴致地提道：“哎，对了，临安侯府新任回的一位嫡长女的事儿，你知道吧？也不知道这临安侯府一家到底怎么回事，竟然能让嫡女寄养在外头10几年，府里的侯夫人突然成了小妾。现在京城里对风评极好、从不纳妾的沈侯爷都颇有微词。”谢怀琛抽了抽嘴角，心道这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他现在真的只想赶紧找到清河。两人正想着，突然都一个机灵，刚好消失的清河正巧认回临安侯府的嫡女，能穿寻常小姐穿不起的锦缎，却如此不识货，还有那数钱的蠢萌样，这不太可能吧？我们先查查看吧，找机会让掌柜去认一认这些小姐们。谢怀琛想起难缠的临安侯，顿时眼皮直跳。胭脂，你干脆别养伤了，多去参加宴会吧。京城里的小姐们爱去的那些宴会，没准就碰上了呢。这姑娘既然能光明正大的出门去当铺，多半也会参加各种京城的宴会。哎，不是让你非得去见人，你就在一旁找一个清静处看着也成啊。成天这么闷着多没意思啊，没准就碰巧遇到你的天赐良缘了呢。顾锦修觉得他不管能不能找到那个坑货清河姑娘，出去撞撞缘分总是好的，别一棵树上吊死嘛。听说因为你受伤不肯出门，皇后把赏花宴都给取消了，但大公主正在准备一场，到时候定然会邀请京城的世家千金们，你要不也去看看呀？到时候再说吧。谢怀琛回得不情不愿，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柳寻芳和温氏的事情如何了？柳寻芳很快就到京城，会比冯太守一家早来2天，也就是他刚好在赏花宴之后来。你带他来吧，好让他放心。我们是真的要对付冯太守，会帮他全家申冤，让他一定要把证据先给我们查看。我一直怀疑温氏不见得有用。这个你要不要我给你赢回来，从那位视你为妻子的孟惊鸿手上赢回来？不用了。心想他既然不要，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扔了也罢。可他也不要自己了呀。
这个可恶的女人，等姑找到你，一定要把她怎么样呢？算了，找到再说吧。顾锦修，你怎么从江州回来了，也不来书院？是不是又去逛青楼赌坊了？见过七公主。昭月，你怎么来了？先一起去用膳吧。谢昭月对着顾锦修冷哼了一声，三人这才一起到前院的厅中用膳。谢昭月拿出大公主的帖子递给谢怀琛，大公主来给我送母后的赏赐，顺道非得拜托我来请太子哥哥去一趟，说是许久未见太子哥哥，请你坐骑坐说话而已，不用同那些千金们待在一起。天之，你就在旁边看一眼得了，没人会叨扰你。把顺天掌柜也带过来看看呀。其实他不是不想去看看，而是内心总有种不好的预感，让他心神不宁。这是一说完，这顿饭剩下的时间全成了纨绔批斗大会。谢昭月对顾锦修各种的恨气不争，啰里啰嗦的大半天，他搞不明白，明明顾锦修小时候堪称天才少年，为何后来就成了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就算他娘死了，他爹和后妈不疼爱他，不是更应该争口气吗？顾大学士那么厉害，怎么就有这么一个不上进的儿子？顾锦修除了摇头叹气，还是摇头叹气。他压根就不想当顾家人，给顾家争什么气？等这顿饭闹腾完以后，留下谢怀琛独自一人沉默良久。他唤出魏离，沉声吩咐：“你去拿到临安侯嫡女的画像。”魏离乖乖领命而去，心道这都什么事儿啊？姑娘成了殿下死对头的表妹。与此同时，已经在临安侯府当了几天大小姐的沈渊，正在跟侯府一大家子一起吃饭。这由奢入俭难，可由俭入奢爽啊！沈渊对侯府的生活适应良好，吃穿用度比以前好太多了。沈知州对他心有亏欠，可谓百般疼爱。我想在侯府举办一场宴会，邀请全京城世家的人来庆祝咱们的阿渊回来了。知州，这没必要吧？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阿渊是你的嫡女了。侯府这么多年没有举行过宴会，现在办一个热闹热闹也好，让阿渊多认识些人。侯爷，现在办宴会恐怕不太合适，不是我和娘不重视阿渊，而是确实操之过急。你要请的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可阿渊刚进侯府，很多礼仪规矩尚不熟悉，万一闹出点什么，对阿渊和侯府都不好。不如等阿渊学好规矩后再说。这京城里宴会不少，他有的是机会见识人。沈渊倒是不在乎什么宴会，但是他突然想起谢怀琛提起过顾锦修喜欢参加各种京城宴会。爹，你打算请哪些人啊？都是京城的达官显贵，那些年轻的才子公子都请来，让你暗中瞧一瞧。那些天子近臣的儿子们呢？当然会请，咱们阿渊配得上最好的男子。沈渊心想，万一遇到脏骚咋办？爹，我也觉得该先学学礼仪规矩，再考虑举办宴会。礼仪规矩学个差不多就行了，又不是入宫见皇上，你还是该多见识见识。那就一起去大公主的赏花宴看看呗。今天刚送来的帖子，去的大多是京城贵女，没多少规矩。沈渊心里好奇，觉得去长长见识挺好。去的大多是贵女，应该不会遇到顾锦修，于是他浅笑着点头答应了。对面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心想去了看我怎么找人收拾你。而那抹一闪而过的微表情，刚好被沈渊捕捉到，总觉得这妹妹不安好心。东宫书房内，谢怀琛看着桌上临安侯府嫡女的画像，难以想象，又惊又怒。这大公主的宴会是无论如何也得去瞧一眼。魏离站在一旁垂着脑袋，感觉人麻了，终于体会到了魏曲每次汇报的心情。殿下，有没有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说说他的情况吧。根据侯府的下人说，这位嫡女从小因故被寄养在江州，自从回了侯府，乔氏母女成了妾室和庶女。临安侯对她十分看重，吃穿用度无一不是最好的。总结起来就是临安侯非常重视这个女儿，根本不可能舍得把她派到青楼勾引自己。这姑娘八成是从小就流落在外，临安侯要么一直没找到人，要么什么都不知道。他这次明明可以揭穿临安侯嫡女就是对他下药引来刺客的清河，借此打压对手势力，可竟然下不去手。你继续盯着他的行踪吧。沈渊现在的行踪很简单，每天都在院子里上礼仪课。大胆！小姐们做事，岂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还不快退下！奴婢也是按规矩行事，沈小姐只需写上自己名字即可。让你写个名字而已，为难人家做什么？躲在门内的穆婉如见势不妙，假装正巧走出来。沈姑娘，这是这次宴会的规矩，待会儿宴会上会用到这些牌子，你赶紧写了名字就进去吧。他打量了一下穆婉如，看着不像一个丫鬟，姐妹们没有行礼，应该也不是公主。你谁啊？沈姑娘，你果然是刚回京城，难怪不认识我。我是宁国公府的嫡女穆婉如，大姐姐，她是穆皇后家的姑娘，这是故意为难我们。沈渊一听就懂了，只见沈渊拉着沈幼福，带着身后的丫鬟侍卫，径直往里面走，眼神都没给他一个。你还没起名字？这沈渊压根就没搭理他。这是大公主办的宴会，跟你穆婉如有什么关系？你有本事拦着我不让进呢，我大不了不参加了，打道回府。结果一进去后，里面的丫鬟认的是临安侯府的小姐们，赶紧将人领到宴会所在的庭院。这是一处宽阔如广场一般的院子。谢怀琛几乎在看到沈渊的一瞬间，就认出那是他朝思暮想的姑娘，那副眼珠子都要掉到点心盘子里，却还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可太舒服了。而身旁的顺天掌柜盯着沈渊的方向，突然开口：“那位穿淡蓝色裙子的姑娘挺像，特别是那双漂亮的眼睛。不过我还得再看看。”
就算确认她是联安侯府的女儿，可这里却不是适合相认的地方。他得另找个机会同她说话，让她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谢怀琛心想，他最好解释清楚，否则休怪自己对他不留情面。毕竟她可是死对头的女儿。当然，沈渊对此毫无所觉。他一到宴会场地就被桌上的美食所吸引了。不愧是大公主府的宴会，这看上去就很好吃，一点不比平时侯府吃的差。然后问题就来了，坐哪儿吃呢？这是下了帖子的高端宴会，座位全是安排好的。可很不幸的是，联安侯府的座位就只安排了2个，周边已经坐满了人，没有多余的空位。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们明明有3个人，你们怎么就安排了2个位子啊？我们也是按吩咐办事。场上的小姐们都朝这边瞧了过来，等着看笑话。大公主明明给我们都下了帖子，谁吩咐你们的？这么不长眼！这宴会是我帮着昭云公主置办的，下人们都是按照往常的惯例来准备。以前联安侯府一直是2个人，现在突然来了3个，是他们疏忽了。那现在怎么办？他虽然年纪小，沈念初1岁，可出门在外不能让人家这么打脸的道理，他还是懂得。已经安排好了，我也难办。不过那边的角落可以加个位子。说着，便往远处角落的大树下一指，看上去真的很边缘，很角落。沈幼福看得直皱眉，瞟了一眼已经坐在的沈念初，他嘴角竟然还偷偷的勾起一抹幸灾乐祸的笑来。沈渊此刻有点怀疑人生，可这招数为啥连他都觉得很烂呢？自己看起来有这么蠢吗？而不远处的谢怀琛看着姑娘竟然一副呆愣样，已经自动忽略掉了被他无情抛弃的事实，他怎么还没有反应呢？真是急死人了！沈渊微微的扬起下巴，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俯瞰着孟婉如。堂堂大公主府上办宴会，还是国公府的嫡女亲自操持，请帖都送到咱们联安侯府了，没想到竟然连个座位都缺，太寒碜了！说出去啊，真是笑死个人。幼夫，咱们走，这赏花宴不参加也罢，回头啊去跟贵妃公母讲讲这个笑话。沈渊说完便要拉着沈幼福走人，反正穆家跟沈家不对付，我给你脸了呢，跟你在这儿废话。穆婉如心想，怎么又不理人了呢？我后头还安排了一堆的好戏等着你呢。哎，你等等，我想办法给你安排座位，别着急啊。沈渊这才停下来，悠哉悠哉地看着他。你快让让吧。这姑娘二话不说，赶紧起身让座。谢怀琛看到这一幕，提起的心总算是放下，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来。可突然想起这姑娘干的事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谢昭云其实也在周边的一处院落偷偷的关注这边的情况。他原本准备开宴的时候去说几句话就完事的，结果一看穆婉如干的什么好事啊，于是很快一位婢女被派了出来，通知诸位小姐，大公主今日身体突然抱恙，宴会的一切筹办和进行都由穆姑娘来主持，请各位自行赏玩。大家没辙了，都开始吃了起来。大家来的时候都把名字写在牌子上了，咱们来玩翻牌子的游戏吧。翻到谁就给大家表演才艺。穆婉如看他那云淡风轻的模样，怕他又不接招，于是主动的问他。沈渊没有立刻回话，他正在啃一个苹果，吃的是特别的认真，嘴里吭哧吭哧的还没有嚼完。谢怀琛看着这场面也着急，又忘了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应该就是这姑娘，就这气质啊。什么气质？就说不出的特别气质，跟其他小姐们不一样。谢怀琛无奈的摇头叹气，嗨，这个我懂。沈渊姑娘，大家都想玩游戏，你觉得如何？你愿不愿意参加游戏啊？只是表演才艺而已，你不至于什么都不会吧？是啊，你看你玩游戏磨磨唧唧的，也不怪我们只认念初是侯府的大小姐。她觉得自己画画还行吧，毕竟胭脂教得好呀，不至于太丢脸吧。可转念一想，我都是侯府大小姐了，为啥还要卖艺啊？我哪怕字都不会写，可也该横着走啊。我爹是联安侯府，我姑母是贵妃，我表哥是三皇子，我受你这气？你们说不认我这个侯府嫡长女该有的才德品行，你有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压根不敢玩这个游戏吧？三皇子已经做好了适时出现，表演从天而降拯救可怜表妹的戏码了，给他留个极好的印象，让他以后乖乖的给自己做事。而太子殿下已经快急死了，心道我都教过你了，这蠢姑娘到底学会了没有？你们大胆！我是联安侯府的大小姐，侯爷亲口承认，贵妃娘娘也给了赏赐，岂容你们在这里搬弄是非？这是公然藐视侯爷和贵妃。冲身旁的丫鬟和侍卫冷声的吩咐，给他们掌嘴，打到他们认错为止。你敢？别以为我不知道，今天若是受了这窝囊气，以后都会以为我是个好欺负的。今天必须立威，我就要体验一把横着走的滋味。快给我打！沈渊带的侍卫和丫鬟婆子，那可都是沈知州安排的，全听命于他的。这会儿在大公主府动手打人并不妥，但架不住沈渊占理呀。燕之说过了，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无故冒犯，不用考虑那么多，直接打回去。而这会儿必须要杀鸡儆猴，省得他们接下来一出又一出的。要是燕之知道我今天的表现，一定会夸我的。穆婉如已经在召唤府中的侍卫来帮忙了，可居然没有一个听他的。他叫不动人是正常的。这会儿公主府主院附近的公主府侍卫已经得了太子的示意，不能动。不知道二人为了颜面，竟然还有几分骨气，挨着打也不肯认错，还哭喊咒骂。你身为联侯府的嫡女，怎能如此嚣张霸道，仗势欺人，传出去不怕人笑话？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我回去要他再造你们侯府。这下又说我是嫡女了，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去找我侯爷爹，我贵妃姑母，跟我皇子表哥算账。二人只觉得再打下去，这脸怕不是要毁了，最后竟然不情不愿地开始认错道歉。
眼看场面越发的不可收拾，谢怀瑾赶紧走出来，吩咐随从制止沈渊手下的人。表哥，你终于来了，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你快给他点颜色瞧瞧。沈渊心里有点疑惑，怎么大公主没派人来，反倒是三皇子表哥来了？好奇的打量着不远处的谢怀瑾，他长得青姿明秀，俊美无愁，看向他的眉眼如画，竟与燕之有几分相似。三皇子好不好看，谢怀臣并不知道，但是这姑娘是不是盯着看得太久了？一旁的太子殿下只觉得今天待在这方小庭院啥都没做，这心情却跟着七上八下来回的拉扯，真是恨不得把这个渣女给拧走。沈渊见过表哥，他们两个侮辱侯府，我刚才给他们一点教训。阿渊，你一开始说打到认错为止，现在他们已经认错了，就别再计较了吧。沈渊原本就想让他们认错便罢休了，自然笑着点头同意，可脑中突然一个机灵，表哥说的从一开始，那说明前面的情况他都看到了呀，那为何不主动出来维护表妹，就待在一旁看戏？他顿时对这位表哥的印象不好了，这看起来温润如玉，可心里可能和沈老夫人一样嫌弃他呢。你们这是在玩什么游戏吗？这动作看得谢怀臣现在就想走出去呵斥两人，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可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毫无立场，然而沈渊突然往后退了一步，避开谢怀瑾的手，表情无辜地说道：表哥，我对当众献艺没什么兴趣，可他们都催着我玩，还说不玩就不配做联侯府的大小姐，不配做你的表妹。谢怀瑾的嘴角一抽，心想你可真会告状。暗处的太子殿下见状，眉眼总算是柔和了些许，在场姑娘们纷纷的表示没有这个意思，没兴趣就不用玩了，误会一场，于是游戏不用再玩。穆婉如接下来的招也使不出来，不管他出啥招，沈渊就只会一招，要么不理，要么打回去。赏花宴总算是没再出什么幺蛾子，沈渊开始了正常的贵女圈的社交。谢怀臣感觉心总算是落到实处了，不枉自己用心的教他一场。当然，这太子殿下很快又想起了自己被无情抛弃的事实和沈渊尴尬身份，一颗心又揪起来。谢怀臣原本打算现在离开，接下来找机会单独和沈渊见面，可分别多日，竟然有些舍不得走。于是他趁着沈渊远离人群，来到附近园子赏花时，悄无声息地走到与他一墙之隔的地方。他正歪着脑袋盯着一株兰草，这地方不适合兰草生长啊，这株长得无精打采，没什么可赏的，不就赏个稀罕吗？那这些奇花异草也挺可怜的，为了供人赏玩，被困在不适合生长的地方。沈幼福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深意，大姐姐虽然没有上过学堂，可看样子懂得道理却不少。大姐姐，你今天真厉害，我原本还担心你受欺负呢。当然了，我可厉害了，对付他们就是小菜一碟。此刻心里却还在庆幸，还好跟着燕之来京城，一路上学了好多东西。谢怀臣看到他这副傲娇的模样，不由得轻轻嗤笑一声。他没有刻意隐藏，沈渊听到声音，不经意间抬头望过来，只见透过镂空雕花的院墙，方才还在他脑中的那张俊脸，此刻就出现在对面。只见对面的男人精致的眉眼轻轻一挑，嘴角的笑意加深，那双能把人吸进去的眸子仿佛在说许久不见。沈渊赶紧闭上眼睛，甩了甩脑袋，再睁开时，眼前居然还有这张俊脸。他忙退后两步，捂住胸口，惊慌无措，满脑子就一个念头：这是见鬼了，快跑啊！朱可就在那边，冲啊！沈渊像只见到猫的老鼠一般，唰的一下子窜走了，留下沈幼福一脸懵的看着他逃窜的身影，然后又疑惑的瞧了瞧四周，什么也没有啊！大姐姐，你等等我！这吓到他了。看着沈渊离去的方向，太子殿下的脸色逐渐变得阴沉，吓没吓到不知道，这姑娘明显不乐意见到他，难道对方心里一点都没有他吗？可转念一想，自己出现的这么突然，还是在大公主府的宴会上，他惊慌失措是正常的。真的正常吗？谢怀臣轻蹙着眉，忧郁地将附近的一朵艳丽的牡丹花摘下，他手指轻抚花瓣，想着刚才逃窜的身影，一气之下扯下一半扔在地上，于是开始一片一片地扯着花瓣，数着他这样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还没扯完花瓣，谢怀臣叹了一口气，一脸嫌弃地看了看地上那凋零的花朵，懊恼自己这是在干什么，赶紧甩袖走人，心道找机会见到他，仔细问问不就知道了。于是太子殿下打道回府，吩咐卫离摸清楚沈渊出门的时间，未免把人吓跑。他打算还是以富商李四的身份去同他相见，而沈渊是真被吓傻了，一溜烟的跑出大老远，累得不行才停下喘气。大姐姐，你怎么了呀？你是不是不舒服呀？要不我们回去好了？对，赶紧回去吧，别待在这里了。沈渊边说着边往公主府大门走，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他呢？这可是大公主府啊！他脑子转了转，灵机一动，总算找到原因。那人八成是表哥吧？自己只是突然想到燕之，然后看花眼被吓到了。总之，现在赶紧走。于是他和沈幼福匆匆忙忙打道回府。沈渊回去之后，便把自己关在房中。沈知州刚回府，便被沈念初哭着缠住告状。沈渊竟然当众打了她的闺蜜，她觉得丢脸死了。表哥也没有帮她，她一点没有担心宝贝女儿闯祸，就怕她受欺负。她去沈渊的院子的路上，就听丫鬟说大小姐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中。一进房门，果断的先关心女儿还好不好。沈渊拉着沈知州在桌旁坐下，乖巧的给老爹斟上茶水。爹，你喝茶。沈知州虽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女儿这番举动让他甜到心里。这么可爱的阿渊怎么可能无故惹事？他不被人欺负就好。沈渊淡定的将宴会上的事情仔细的同老爹讲了一番。爹，我会不会给你惹麻烦了呀？
他们冒犯侯府和贵妃，你教训他们理所当然。沈渊一听，心里更加有底气了，以后自己侯府大小姐的地位无可撼动，谁想找他麻烦那都不行。不过以后若是在公主皇子们的府上，或者是在宫里，还是别做得太过分，不是爹兜不起，而是怕这些同样位高权重的人会当场对你不利。沈渊觉得有道理，乖乖的点头应下，心里突然觉得奇怪，为啥今天大公主府的侍卫都没有拦住他呢？阿渊，你想不想学学琴棋书画？其实这些东西学起来也挺有趣的，爹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你，你要不要试试看呢？好啊好啊，我真的想学，我小时候还想上学堂呢。你若是想去书院，爹可以安排你去京城最好的天府书院念书，里面的夫子有不少翰林院的大学士啊。好啊，那过些日子就去吧，在家多玩几天。去了书院可就没现在这么闲了。于是现在依旧很闲的沈渊，趁着不用上学，桂嬷嬷又对他不再苛责，总算是找到了机会出来游玩。沈幼福领着沈渊在湖边走着，边赏景边给他介绍路边的石碑。沈渊沉浸在美景中，呼吸间有混着清新的水汽的野花香，在一块石碑前读得正认真。突然侧方投下一道阴影，熟悉低沉的温和的声音响起来。喜欢这首诗吗？只见又是那张熟悉的俊脸。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沈渊只觉得真是冤家路窄呀，京城这么大，怎么出门游游湖都能遇到客人呢？公子，你认错人了。说吧，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快速的走开，窈窕妖柔的像只骄傲的猫。谢怀春见着这渣女翻脸不认人，就这么从自己的身边走过，脸上的笑容裂开。这里又不是什么重要场合，也没有特别需要避开的人，自己还没有说什么，他怎么就这副样子呢？谢怀春气把他移出来，上前两步猛然抓住沈渊的手臂。清河，你不认得我了吗？这咬牙切齿的声音让沈渊不敢转过头看他，他在生气。哎呀，真是好心虚啊！什么清河？都说公子你认错人了，我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你放手！谢怀春简直要气笑了。大小姐，你说说我是谁？我是谁？这熟悉的嗓音低沉磁性，一声我是谁，带着暧昧的尾音。沈渊被刺激的双腿一软，差点没站稳，内心念着要稳住，稳住，稳住！我不认识你，你走开呀！放开我，你个流氓！谢怀春愣住，流氓？沈渊的侍卫见状，赶紧过来分开二人。而附近的暗卫看着焦急，可已经得了太子殿下的命令，现在不敢出来，只能紧紧地盯着。而不远处的沈幼福注意到这边的动静，赶紧跑过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你个登徒子，敢对我们临安侯府的大小姐无礼！太子殿下无言以对，只得目光紧紧地盯着沈渊。清河，你先过来。刚刚还高冷骄傲的沈渊，现在诺诺地躲到侍卫和沈幼福的身后。公子，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沈渊，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你若敢再对我无礼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这话说的没什么底气。哦，怎么对我不客气啊？只见谢怀春从袖中拿出几支香囊，这些都是你以前送给我的，你当时忘了对我说的话吗？你说愿意什么都不要，也要与我长相厮守。我呸！你这不要脸的登徒子！我大姐姐乃是临安侯府嫡长女，你哪里配得上我家大姐姐？别胡说八道，毁我姐姐清誉！哼！谢怀春满脸的黑线，四周的暗卫简直是没眼看了。沈渊见沈幼福都能如此理直气壮，心想自己干嘛要心虚啊？都说了你认错人了，你们快拦住他！说罢，便一溜烟的往附近的马车方向跑，其他人也跟着他离开。而四周的暗卫全都身体紧绷，见太子没有任何示意，没敢追上去拿人。谢怀春没有多做纠缠，微眯着眸子看着沈渊离去的方向。这姑娘利用完自己，当上侯府大小姐后，摆明了就想摆脱他，嫌弃自己是个商人，配不上，不信任。怒火中烧的太子殿下此刻不能忍，心道：姑给你机会解释了，你居然如此翻脸不认人，感情姑才是那个画本里的狐妖，你是那个始乱终弃的书生，你以为能彻底的摆脱姑吗？姑一定要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终身难忘的惊喜。最后，快要气炸的太子殿下直接回了东宫。顾锦修正在东宫等着，翘着二郎腿，懒散地靠在太师椅上。他已经得知消息，确认清河就是侯府新来的大小姐，还在大公主府的宴会上教训了他那个欠揍的继妹。原本准备调侃一番今日他们两个见面的情况如何，吊儿郎当的表情都摆好了，结果一看谢怀春那副要浮石百万、流血千里的姿态，话到嘴边没敢问出口。谢怀春径直坐到顾锦修的对面，手中的香囊往桌上重重一拍。背靠着身后的躺椅，目光森森然落在顾锦修的身上。饶是顾锦修和他关系要好，这会儿也有些犯怵。对面这位俨然拿出了储君该有的威严，不用问也知道是被女人给甩了。顾锦修的喉咙噎了噎，视线没敢落到谢怀春的身上，坐直了身体，神色严肃认真，识相的只讨论正事。那个柳寻芳已经来了，你什么时候方便见他呀？现在带他过来吧。啊，现在？顾锦修一愣，谢怀春挑了挑眉，仿佛在问你有意见。好的好的，就现在，你等等啊，我这就去办。哎，惹不起，赶紧躲吧。谢怀春看着对方匆匆离去的背影，心头的怒火无处发泄。他闭了闭眼，不如先操心正事，不值得为一个渣女费心。所以柳寻芳很快就来了传说中的东宫，见到了传说中的太子。他觉得谢怀春有几分眼熟，桌上的香囊就更眼熟了。你拿到证据了吗？柳寻芳神色有些犹豫，但还是点了点头。
让我们检查一遍吧。你拿到的证据未必有用。他没有多做犹豫，果断地拿出准备好的证据呈给了谢怀琛。谢怀琛和顾锦修一起快速翻看，柳群芳在一旁紧张地瞧着两人。只见他们眉头越皱越深，脸色愈加的凝重。怎么样？是不是证据不对劲？证据没什么问题，只是并不足以给冯木之定罪，哪怕据理力争，也就最多判个职务疏忽、贬官而已。只有这些的话，他完全可以找替罪羊，甚至波及不到他身上。其实你娘如果能拿到这些信，应该也能拿到更关键的证据。这个没用的女人，还真把杀我们全家的仇人当夫君呢。其实你娘这么做也有她的难处和考量。狗屁的难处，她没有那么蠢。她和冯墨之在一起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什么都察觉不到？她只是宁愿活在虚假的温柔乡里，也不愿意面对现实罢了。她手上一定早有证据，只是不愿意交出来。柳群芳失态的怒吼，说完这番话，便捂住胸口，粗重的喘着气，控制愤怒的情绪。殿下恕罪，民女一时失言。无妨。太子殿下，民女请求你给我当着冯墨之和温氏的面向皇上告御状的机会，即便证据不足，民女也要拼死一搏。谢怀琛和顾锦修二人都有些惊讶。你想做什么？殿下，冯木之罪恶滔天，戕害无辜百姓，杀我全家，害我一生凄苦，说是让他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娇妻美眷，或死不得安宁。民女只求一个当众申诉冤情的机会，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要让冯木之和温氏这对畜生跟着我下地狱。温氏毕竟是你亲娘，你忍心吗？他算哪门子的亲娘？他明明随时可以报仇，却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在我眼里，他同样该死，他不配。许氏意识到自己情绪太过激动，柳群芳稳了稳心神。殿下，民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给殿下添麻烦。无论你想做什么，你很难成功。民女明白，只求尽人事听天命。而且就算民女失败了，温氏亲眼见到惨状，说不定会唤醒他心里的血海深仇，愿意多交出点证据。其实我们以后会有别的办法对付冯木之。殿下，民女知道殿下定然有这个本事，冯木之以后必遭报应，可民女就想亲自报仇，心意已决，求殿下成全。姑可以答应你，也会尽力保你。不过你若是想通了，随时可以反悔。谢殿下成全。得到太子的允诺后，他愤怒焦躁的内心总算稍稍的放平静。殿下，民女希望能再见温氏一次，向他确认一些事情。你还有任何别的需要，都可以同他讲。多谢殿下和顾公子。柳群芳总算商量好自己的正事。太子殿下，民女斗胆一问，不知清河是不是被你赎走的？谢怀琛有些诧异的看了他一眼，随即又神色了然。他只点点头。那他还好吗？在柳群芳看来，清河就是一个同他当年刚进翠云阁时差不多的15、16岁的可怜小姑娘，没有家人，总梦想着能逃出去。他天然对清河多几分亲近感。你先退下吧。柳群芳一听，这还了得，明显就是不好了呗。那小姑娘哪玩得转东宫？太子若是不护着她，怕是尸体比黄花菜都凉。殿下，清河若是犯了错，多半是因为她出身民间，不懂规矩。她对殿下一往情深，殿下是她唯一的依靠，她定然不会有意惹殿下生气。柳群芳觉得清河跟了太子后，肯定会继续假装深情求生存，而这话说的自然真切。哪知谢怀琛听了，脸色更差。你们都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柳群芳心道，那得看你给多少银子，但面上依旧拿出职业精神。清河对殿下一片真心，殿下可不是一般的恩客。听得谢怀琛心梗，感情都是你教的。此刻他看着柳群芳的目光有种捉摸不透的意味深长。柳群芳有点犯怵，以他多年的职业生涯来说，这目光绝对不怀好意。顾锦修在一旁附和叹气，赶紧不理数的一把拉着柳群芳手臂走人。清河姑娘现在好得很，你不用担心她。柳群芳有点怕了，看得出张三说的是真话，乖乖的跟着走人。谢昭月在东宫前院的客厅里见到谢怀琛时，只觉得皇后交代的事情怕是难办。太子哥哥一个人散漫地坐在那儿，神游天外，目光不知瞟向何处，脸上看上去就跟没了媳妇似的。太子哥哥，母后说让你务必去参加这次的宫宴，这次宴会会庆祝赈灾顺利完成，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太子依旧没有反应，坚持就是胜利。母后说太子哥哥该去的，不止莫姐姐，别的世家千金也会去呢。不用为难，姑会去。你同母后说，让高门的千金们都来吧。谢昭月以为自己听错了。啊！谢怀琛嘴角勾出一抹别有深意的浅笑，甚至看起来有点诡异。就这么去回话吧。哦，好。太子哥哥，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顾锦修和一个女子在一起，那是谁啊？你以后会知道的。哦。谢昭月喔了一声，知道这事不该多问。两人再随便聊了几句后，谢昭月便回宫向皇后复命。于是，一直在暗中盯着沈渊动静的魏离又傻眼了。姑娘自从上次见到殿下后，就一直不出门，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怎么还跑去裴子言家里了？裴尚书很有眼力劲儿，提议让裴子言带着沈渊在府中庭院转转，他自己与沈侯爷寒暄几句。阿渊，你在侯府还习惯吗？侯府很好，爹对我也很好，谢谢你。然后他便从袖中取出裴子言先前给他的玉佩，神色凝重地递还给他。裴子言很惊讶，抬手推拒。阿渊，这个你不用再还给我，我很快就能考取功名，我们以后都可以在一起啊。子言，这个我必须还给你，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就不会再有以后。你说什么？猜到他可能会有这个反应。子言，我们之间的事已成过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心凉了呀。你为何一走就是2年杳无音讯？娘亲过世的时候，我一个人孤苦无依的将她安葬，那时你在哪里？
后来青莲县被大水淹没，我要饿死了，你怎么不在？我被卖到青楼了，你都不知道，我也不敢告诉你。为何我每次见到你的家人都要备受冷眼？我拿着你给的玉佩来找你，差点进不了城。你说知道我已经不是完璧之身，还会继续喜欢我吗？你的家人会怎么看我？谁叫我出身卑微呢？孝子为大，我岂能要求你违背父母意愿？最后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哽咽的哭声。我们有缘无分，就此作罢吧。阿渊，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难道是送你画的那位朋友？他和裴子言已经无可能，跟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燕之同样没有可能。气氛焦灼之时，一道热情的声音响起：“阿渊来了。”子言，你这是在做什么啊？怎么把阿渊给弄哭了？沈渊看得一阵恍惚，只感觉裴子言的母亲仿佛换了一个人。子言他这阵子忙着准备科举，若有什么疏忽怠慢之处，阿渊可千万别伤心。伯母，我上次向你承诺过，不会再来找子言。这次我是跟着爹来府上道谢，以后我和子言再无瓜葛。阿渊呐，你和子言多年的感情怎么能说断就断呢？是不是因为生我的气啊？我现在已经不反对你和子言的婚事了。郭月心里嘀咕，你有这么厉害的身世，干嘛不早说？我要是早知道你是临安侯的嫡长女，我八抬大轿迎你进门。我已经同子言说清楚了，我们以后各走各的路。阿渊，你现在成了侯府大小姐，是不是嫌弃我了？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郭月心想，这丫头就是这个意思。哼，阿渊，做人可不能忘本。以前你身份低微之时，子言对你不离不弃的，如今你成了侯府千金，就想翻脸不认人吗？沈渊被他惊得目瞪口呆。伯母，我与子言的事情与我如今的身份无关。我的家世不差，而且我有信心以后配得上你。跟这个没关系，你家里人一直看不上我，你也2年时间对我不闻不问。娘亲过世的时候没你的消息，天灾闹饥荒的时候你也不在，我们已经错过，我不喜欢你了。沈渊心觉无奈，哎，算了，裴子言对他有恩，如今他考试要紧，若是因为掰扯这事儿耽误他科考大事，那岂不是恩将仇报，害了他？时间会证明一切，他是真的已经放下过去，他多做纠缠也无益。最后结果就是沈渊垂头丧气的跟着沈知州回了府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父女俩一回府，便被叫到了沈老夫人院子里。这种宫宴带嫡长女去不是应该的吗？难道让我带妾室去？那你好歹把念初也带上啊。娘，你自己问问念初，他上次去公主府的宴会上是怎么做的？还是先让他好好的反思反思。想去宫宴的话，下次再说吧。说罢，便头也不回的带着沈渊走了。哎，若安呐，这丫头以后就是一副嫁妆便能打发的，你何苦跟她一般计较呢？娘，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次宫宴皇后特意邀请了高门贵女，定是给皇子们选妃的心思的。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可不想看到夏千雪的女儿好过。娘，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什么要求，现在就这一点心愿，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在一条船上的人。行吧，这次宫宴我和贵妃会帮你收拾她。于是沈渊在院子里练习宫宴礼仪时，受到了来自祖母的关怀。沈老夫人送了他一副精美绝伦的金镶玉步摇，沈渊从没见过如此精美的步摇，心里很喜欢，对这次宫宴愈加满怀期待。同样对这次宫宴非常期待的太子殿下，正沉着脸在东宫议事。现在之前屋子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活成了魏渠。一句话总结，最近没什么好消息。谢怀春想到这个渣女就来气，她还渣得如此公平，甩完一个接着甩下一个，她到底该伤心呢，还是庆幸？已经知晓沈渊身份的柳群芳，此刻竟然有点想笑。他倒是很能理解沈渊的做法，一朝落难进青楼，便一生被人嘲笑是个卑贱的弃子。世道艰难，我们何错之有？自古以来，女人就是处于弱势，多为自己着想些是应该的。想起当初清河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来找他讨教，现在就已经把太子殿下忽悠成这般模样。沈渊这天早早的就在沈幼福的帮助下打扮得漂漂亮亮。沈老夫人亲自来看望孙女。祖母，这样可以吗？阿渊，这宴会可得好好的表现，万万不能丢了沈家的脸。祖母放心，礼仪我都学好了。心里觉得祖母待他还不错，自从回府后，虽然不怎么喜欢他，但也没有刻意的为难过他。临走前，沈幼福比他还兴奋，一脸期待。大姐姐，你回来给我仔细讲讲宴会有啥好玩的呀？于是告别沈幼福后，沈渊跟着沈知州一起坐上马车往宫里去。因着宴会还没有开始，大家都三三两两的聊着天。有位大人突然来到这边找沈知州说话，似是有什么事情要去一边谈谈。沈知州让他一个人先好好的待着，很快就会回来。就这么一点功夫，几位皇子不约而同的来到会场。虽说不是皇帝驾到，在场众人依旧是起身行礼。沈渊虽然不知道咋回事，但乖乖的跟着站起身，摆好行礼的姿态，然后抬眸打量着走近的人。他能一眼认出表哥三皇子，可旁边那位气质内敛却存在感极强的男人，看着好像燕之是怎么回事？他穿的比以前的燕之还要清雅金贵。谢怀真没有在刻意的隐藏身上金贵威严的气质，目光淡淡一扫，所及之处的威压让人不敢冒犯。只是那视线轻飘飘落到沈渊身上，却犹如狂风掠过。沈渊恨不得被当场刮飞到天际，再也不用看到这熟悉的俊脸。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只有谢怀琛的身影清晰地朝他走过来。这是燕之吗？这不是燕之吧？沈渊呆愣在原地，他已经听到周围人说的话，参见太子殿下。能跟表哥一起来的男人，后面还跟着张三，他真的是太子呀？会不会只是长相而已？他应该不认识我吧？
可太子殿下就往他这边来了，嘴角似笑非笑，眼眉微微一挑，似是在对猎物说：“看你这次还往哪儿跑？”沈渊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近，想要拔腿就跑，可腿脚有千斤重，祈祷着他走到对面去坐下，可他不拐弯就往自己这边来了。沈渊吓得忘了行礼，呆呆地瞪大眼睛看着他。完了，怎么会这样呢？不能杀，绝对不能杀！仙道，稳住，只要自己打死不认人，他就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吗？他可是太子啊！谢怀真觉得今天的沈渊很美，真是只美艳勾人的小狐狸，只是头上戴的步摇，明显是被人给算计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别的不说，姑今天一定要先给他点教训。大家都好奇地看向这边，太子殿下突然走到新来的沈大小姐这里，是要找三皇子的麻烦吗？谢怀景也是这么想的，默默关注着这边的动静。怎么大家都盯着这里呢？我该怎么办呢？天哪，这怎么不见了？救我呀！谢怀晨见着傻狐狸怯生生地盯着自己，还像只小兔子一般的慌张地四处张望，指望沈侯爷来救他。他嘴角勾出一抹风流不羁的笑。沈大小姐，你认得顾是谁吗？沈渊浑身打了一个激灵，内心不断地对自己说：他确定只要不是就行了。你是太子殿下？哦，沈大小姐再想想，顾是谁？沈渊觉得只要不认，他一定不能把自己怎么样的吧。太子殿下，我是临安侯府的沈渊。谢怀晨脸上依旧带着一抹坏笑，声音有股咬牙切齿的意味。孤知道临安侯是你爹，贵妃是你姑母，三皇兄是你表哥，普通的商人是配不上沈大小姐。莫名其妙被点名的三皇子在一旁没有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沈渊内心只好完蛋，这个记仇的男人，他一点都不带怕的，我全家加起来沈家都不怕。然后便看到谢怀晨微微凑近他，那孤是谁？沈渊好想哭，他知道燕之早就认出他了，燕之在生气，燕之就是太子，这以后可怎么办呢？且不说以后咋办，现在就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谢怀晨眯了眯眸子，心中燃起一团怒火。他现在哪怕像从前那样唤自己一声燕之也好，再不济就说一声以前见过，简单糊弄自己都行。先前用心哄骗自己那个伶俐劲儿去哪儿了？想到他从认识自己第一天起就在想着怎么踹掉自己逃跑，谢怀晨气不打一处来，往前2步逼近他，直手挑起他的下颚。沈渊已经吓得想不管不顾，拼尽全力的撒腿就跑。谢怀晨似是看出他的心思，别动。沈渊仿佛被这声咒语定住一般，乖乖的不敢动，求助的目光望向谢怀景，甚至嘤嘤的喊了一声表哥。谢怀景觉得这表妹没啥见识，太子还没做什么就把他吓傻了。这个姑不喜欢。沈渊惊慌的瞟了一眼步摇，这好贵的，弄坏了舍不得的。而一旁的谢怀景觉得太子这番言行属实过分了，正欲过去解围，只见谢怀晨嘴角勾出一抹冷笑。沈大小姐，姑就是燕之啊，我们曾经相识一场，你不记得姑了吗？在场众人心想他们认识。沈渊本能的直摇头，紧咬牙关，不能认，打死不能认。谢怀晨见他这般模样，心中愈加气急，他猛然凑到沈渊耳边，咬牙切齿沉声道：姑可是清楚的记得你在姑身下婉转承欢的模样，还有你在床上说的哪怕为奴为婢也要与姑在一起，怎么样，有没有想起来一点？声音不大，一旁的人听不甚清晰，可对沈渊来说却犹如一道惊雷响彻广场。谢怀晨迅速的说完话便退离开。沈渊看着谢怀晨脸上渗人的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完了，全完了。燕之说过，他对背叛他的人绝对不会手软，他本就同表哥和爹不对付，自己欺骗他感情，还骗了他好多银子，他一定不会放过自己的，哪怕只是验身，他就一身尽毁。谢怀晨突然发现沈渊很不对劲儿，他眼中突然变得暗淡无光。谢怀晨意识到这是把人给吓过头了，只见沈渊身体好似摇了摇，骤然要晕倒，他惊得赶紧伸出手拦腰扶住他，又立刻远离，悄悄的温声安慰：别怕，不会有事。这声像从前一般温柔的别怕，将沈渊的神智稍微拉回些许。抱歉，姑认错人了。沈渊傻了，在场众人也是发懵，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没想到会把沈大小姐吓成这样。话虽这么说，可沈渊看得出对方眼中那抹看穿一切的了然之色，仿佛在说这次就先放过你。他觉得自己仿佛下了一次地狱，眼泪依旧流着，不敢哭出声来，看上去可怜极了。谢怀晨看得心疼极了，明明是姑被这个渣女给始乱终弃的，怎么现在好像姑做错了一般？他抿了抿唇，无奈的从袖中掏出一根玉簪。沈渊一看便知是自己当掉的那根。谢怀晨替他戴上玉簪时，温声低哄道：阿渊，别怕。这男人应该还是心疼自己的，千万不能再惹怒他了。哎，真是惹不起啊，等先哄着。于是沈渊虽然害怕，却乖巧的用手指轻轻扯了扯谢怀晨的衣袖。谢之，那双还迎着泪花的眸子秋波潋滟，硬是挤出几分依恋之情，看得谢怀晨的心中生出一股深深的无奈。哎，行吧，她一个弱女子会这样做，也不是不能理解，别再不认人就行了。走到一旁，躬身拾起那副牡丹步摇，往地上重重一甩，竟然一点没坏。沈渊想要回步摇，看谢怀晨对着步摇若有所思，一时不知如何开口，还没等他多想，被太子刻意调开的沈知收总算是回来了，一眼就瞧见自家女儿被人围着，急忙走过去一看，宝贝女儿哭成了一个泪人，看起来明显是被人给狠狠的欺负了。阿渊呢？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同时冰冷的目光对着众人扫视一圈，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太子殿下，都没有开口指认，唯有三皇子带着些许指责的语气问道：“太子，我表妹并无任何错处，你何故对她如此无礼？”沈知州懂了，太子欺负自家闺女。太子殿下，你若是有什么不满之处，冲着臣来便是，何苦欺负阿渊一个弱女子？爹，是我不好，不关太子殿下的事。沈知州一看女儿那张小脸还挂着泪痕，这还了得？阿渊能有什么不好？摆明了是你太子欺负人。沈侯爷眉头都拧了起来，一甩衣袖，正要往前一步同谢怀琛理论。沈渊急得赶紧拽住老爹：“爹，真的不关太子殿下的事，是我不好。”谢怀琛见沈知州一副为了女儿要拼命的样子，心里顿时也来气。你这个当爹的，连女儿流落青楼都不知道，这会儿跟姑较什么劲儿呢？沈渊感受到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小眼神可怜兮兮地望向谢怀琛，求他别生气，嘴唇动了动，似是又在叫他燕之。燕之。谢怀琛此刻只感觉心中那股无奈感快逆流成河。太子，阿渊刚回侯府，应该从未见过你，你此番言行实在无礼，非君子所为。太子殿下，你得给臣一个说法。不过有的老臣注意到太子手中的牡丹步摇后，有点意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果然，谢怀琛举起手中的步摇，冷笑道：“哭不过是给他点教训罢了。”这是何意？沈小姐带的这只步摇是太祖皇帝分别赏赐给沈家和穆家的，当年太后封后时用过，母后封后的时候也用过。今日宴会，母后特意邀请贵女们来，其中之一不言而喻。沈小姐竟然敢带上这只步摇，竟然打不出姑该是个什么人。姑教训教训她怎么了？沈知州和三皇子都听得心神俱震。他们这一辈沈家没有出过皇后，是听说家里有这个步摇，但是谁都没有在意过。看太子的样子，不像是搬弄是非。赵御史主动出来解释：“那副步摇的确有此意义。沈大小姐，见怨了。”阿渊呐，你这步摇是哪里来的？是祖母特意让我带着来宴会的。沈知州蹙了蹙眉心，顿时怒火中烧，眸底骤然窜出一股幽火。沈老夫人为何要如此做？阿渊何错之有？侯府的家人为何如此防不胜防？三皇子这会儿也懵了。今日若是皇后认真追究此事，那这位表妹的婚事就毁了。如此好的一枚棋子，为何要浪费？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太子殿下，臣女初来侯府，不认识这个步摇，不是有意冒犯殿下。太子殿下，阿渊他根本就不懂这些，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太子，阿渊确实有不妥之处，但你此番对待一个未出阁的女子，亦非君子所为。况且这步摇是太祖皇帝御赐之物，你随意乱扔是犯了大不敬。既然已经教训过他了，此事就此作罢吧。姑也没想到沈小姐竟然这么不惊吓，才逗她几句就要晕倒了，还得姑反过来安慰她。这步摇如此贵重，姑确实不该乱扔，姑会将它修好后亲自送还侯府。沈小姐今晚就带着那只当不了几两银子的玉簪吧，此事休要再提。说罢，便转身往对面的座位走去。沈渊身子颤了颤，燕之什么都知道啊，当然旁人只当太子在嘲讽他，明摆着跟沈家不对付。沈知州心里庆幸，太子的意思是大家各退一步，将这事就此接过。他赶紧将沈渊扶起来，安慰他别怕，带人先回去坐下。众人看完热闹，纷纷各自回了席间。某些有心之人暗道可惜，原本这事儿待会儿拿到皇后面前，沈渊一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如今竟然就这么轻拿轻放。唯有隐在远处的穆赫安眉心紧蹙。很快，远远传来皇上太后驾到的声音，众人起身行礼。沈渊虽然还在惊魂未定中，但注意力被缓缓而来的皇帝等人吸引，抬眸暗搓搓地打量几位大人物。沈渊直到此刻才悲催地意识到，原来燕之给他的玉佩不是什么蛇，而是龙啊！目光偷偷瞟了谢怀琛，哎呀，好险好险，差点当了呀！谢怀琛察觉到他的目光，暗中轻轻瞪回一眼，似是在提醒他别御前失仪。然而小眼神还是忍不住好奇地继续瞧着皇帝等人的方向。最可怕的是，皇后头上除了戴着一只鸾凤钗，俨然还有一只牡丹金镶玉步摇，与他戴的那只一模一样。怎么会这么巧？难怪燕之要教训自己。沈渊想着想着，又朝谢怀琛的方向瞄了瞄，回想起刚才他生气的样子，心里又开始愁，接下来可怎么办？他和表哥的关系不好，会愿意替自己保守秘密吗？于是心乱如麻的沈渊又不禁怯怯地看向谢怀琛。谢怀琛现在心里除了叹气还是叹气，就皇帝入场这么一小会儿功夫，这姑娘已经往自己这边看了多少次了？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咱俩有奸情吗？这搞得谢怀琛一点也不敢再朝他看去。刚好皇帝太后等人很快走近，众人高呼几声万岁后，皇帝威严端庄地说了一句：“众卿平身，免礼。”大家纷纷落座。紧接着，皇帝宣讲了一段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废话，说到江淮2州的灾情时，目光扫过负责赈灾的太子殿下，想起以前自己在他面前的胡言乱语，真是笑死人了。燕之一定在心里嘲笑自己蠢。等皇帝讲完话，太后也补充了几句好听的废话后，众人终于可以开始吃了。这会儿可以私下说话。阿渊别怕，太子已经不计较了，还下令此事休得再提，以后再没人敢对步摇的事情嚼舌根的。爹，祖母是不是也不知道这个步摇不能戴啊？阿渊呐，这事爹会处理的，我们回去再说。这次宴会你先好好玩，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公子。沈渊顿时心虚地看了一眼太子，然后对着老爹点点头。太子殿下呢，只是逗逗你而已，别放在心上啊。哦，
这记仇的男人就是生气了。沈志洲安慰完沈渊，便目光锐利地对上沈贵妃。沈贵妃现在也看向沈渊这边，她心里一阵惊异，沈渊头上怎么戴的不是步摇，而是一根毫不起眼的玉簪？沈老夫人已经交代过，等沈渊被皇后问罪的时候，贵妃和三皇子再出面求情保下他。其实沈贵妃并不赞同这么做，但乔若安执意如此，二人担心他被逼急了作妖，只得在此事上依着他。沈渊现在总算是没有那么惊慌了，回想前尘往事，恩客就是太子殿下，自己不仅把人家甩了，还翻脸不认人，这千万不能惹怒他，还要哄着他。毕竟自己没什么用，也不会像表哥一样跟他抢皇位，等找门好亲事嫁出去，就不掺和侯府的事了。谢怀琛见皇后一副准备好要提婚事的样子，赶紧借故离开了席间一会儿。正准备说话的穆皇后见太子怎么突然就离席了，只能把话逼回去，等他回来再说。一个不长眼的丫鬟不小心把汤洒到了沈渊的裙子上，这种事情偶尔有发生，会有专门的嬷嬷带着姑娘们去换衣服。爹带你一起去。侯爷，小姐们换衣服的宫殿，您不太方便去啊。说着，还故意摩挲了几下手腕上的玉镯子，别有深意地瞟了沈渊一眼。沈渊一看便认出，那好像是燕之送他的镯子。想到太子殿下刚刚离席，他顿时明白过来，太子一定是想单独见自己。爹，你别担心，只是换个衣裳而已，我很快就回来。那爹找位小姐同你一起去。嬷嬷继续摩挲玉镯，眼神暗示沈渊。不要啊，爹，这样搞得我好像很没用似的。你就稍微等等，我要是没及时回来，你再去找我呗。沈渊赶紧往嬷嬷指的方向走了几步，同老爹挥了挥手，笑道：很快的啦。然后跟嬷嬷一起离开。沈渊这才被嬷嬷急匆匆地带到一处父亲的偏殿，嬷嬷没有多话，只往里面比划了一个请的姿势，才刚进去，门便被人一把关上。沈渊后背靠着房门，高大的身影将他困住。见谢怀琛一言不发，只神色淡淡地注视着自己，沈渊觉得这会儿的好男人。燕之，你别生气好不好？听到这久违的燕之，谢怀琛有种想将人揉进怀里的冲动。这姑娘真是他命里的克星，骗财骗金，翻脸不认人的时候，气得人怒火重伤，想逼着他承认自己，又把人给吓成那样，自己心疼的要死。终于认得我了。燕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骗你的。说着，声音也带上几分哽咽。你快要吓死我了，求求你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好不好？他小心翼翼地靠在谢怀琛的怀里，他察觉到沈渊应该是想彻底地抛下那段不堪的过往，可自己就是那段过往的一部分，他狠心的要将他一起抛下。他不仅对自己毫无感情，还想将自己驱逐出他的人生，真是一个让人悲伤的事实。可谢怀琛没辙，现在还得搂着他温声的安慰。别怕，是我不好，不该那般吓你。顿了顿，又继续解释，将你吓哭是因为不瑶的事，我若是不先处置你，这事8成会被提到皇后面前，那时候他就到了。沈渊愣了愣，有这么严重吗？还没等他多想，谢怀琛竟然开始解他的衣裳。沈渊本就被谢怀琛搂在怀中，这熟悉的举动让他瞬间就身子发软。两人已经欢爱多次，身体比脑子反应还快。沈渊心道，这男人若是想要的，真是不能不从。自己的命脉都掌握在他手上，必须得先把他哄好了，再想该怎么办。可现在就在这里做那事儿，不太好吧？他艰难地握住谢怀琛的手，阻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先知，别！谢怀琛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爹还在等着我呢，就这点时间，不能让你尽兴。下次好不好？下次一定都依着你。谢怀琛惊道：不是，为何你每次都想歪？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不是来换衣裳的吗？对啊。快点吧，我们都得赶紧回去。沈渊总算是反应过来，赶紧脱下裙子，换上一件宫中常备的宫装。然而聪明绝顶的两人，着实是被穿衣裳这件事情给难住了。不知道许嬷嬷是不是看出什么端倪，给二人准备的这套宫装，堪称全皇宫设计最复杂的那款。博学多闻的太子殿下没有娶妃，对这套宫装属实是不了解，沈渊就更搞不懂该怎么穿。于是听力极好的暗卫在外头隐约听见了一些声音：你轻点，太紧了。你放松点，手往哪儿放呢？这里。这样会弄坏的。外头的人惊得目瞪口呆，这时间这场合能行吗？唯有许嬷嬷嘴角偷偷扬起一抹欣慰的笑，殿下可是第一次跟一位小姐这般相处呢。两人在里面拉拉扯扯，搂搂抱抱，总算是气喘吁吁的穿得差不多了。沈渊忽然觉得二人仿佛跟从前好像没什么区别，只要别惹燕之生气，他还是会对自己很温柔的。谢怀琛最后给他整理衣裳的时候，感觉现在的气氛特别适合把这身碍事的衣服扒掉，当然他忍住了。清风吹送，万家灯火两情相遇很高过，心光如玉，去留如绿，宫中交错举杯，美酒一路出，心无旁骛，相对四顾，忽然我就是阿渊，我会再和你见面，你想清楚怎么跟我解释，不许再跑。沈渊知道不能拒绝，乖乖点头，心里没有感到不安，因为他叫的是阿渊，而不是清河。心想下次同他解释的时候，一定要真诚用心，表现得可怜一些，把欠他的银子还上。可想到他毕竟是表哥和爹的死对头，万一就是不肯放过自己咋办？或者表哥若是惹到他了，会不会一个不开心拿自己撒气？想着想着就皱眉，觉得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不会掺和到他们之间的争斗，自己就是想过点安稳日子而已。实在不行的话，就主动示情好了。虽然都当大小姐了，还要侍寝挺惨的，可两人都在一起那么多次了，
是他的话也不是不能接受。总之，短短一瞬间，沈渊脑子里已经转了18道弯，没有一道拐在点子上。他压根忘了谢怀琛曾经许诺过以后要娶她，太子怎么可能会娶死对头的女儿和表妹呢？他就没往这方面想。谢怀琛现在看他那模样就知道，这姑娘八成在想着怎么忽悠自己，真是难为他了。为了逃出翠云阁来京城认亲，使出18般的解数勾引男人。可你都已经勾引太子了，就不能有点志向吗？行吧，知道你对姑没有几分真情，那你先继续努力勾引着，别躲起来不认人就成。随后，心思百转千回的两人在思想层面上达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和谐状态。离开偏殿时，谢怀琛叮嘱道：“待会儿宴会上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待会宴会要发生什么吗？”他不仅没害怕，反而好奇又期待。没等他多想，谢怀琛便赶紧命令许嬷嬷送他回去。再晚，沈知州就得来找人了。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爹，这身衣服好复杂呀，我好不容易才穿好。这些熟悉了就好了，爹回去再让人给你多做几身衣裳。父女俩一边闲聊一边吃。沈渊应该是整个宴会上吃东西最认真的人了，正吃得专注，沈知州冷不丁的凑近他：“阿渊呐，这宴会上的公子们，你可有好好的瞧瞧？”沈渊一听，终于想起这事儿，立马认真的打量起对面的公子们。这些世家子弟们看着都还行，可他总忍不住把他们同燕之相比，有了对比就有了伤害。沈渊一个没忍住，眼神又瞟往谢怀琛那边。只见方才还温柔似水的男人，此刻眉眼冷峻，深沉冷冽的目光带着威严扫过来。沈渊仿佛被淋了一盆凉水，他有点犯怵的又瞧了瞧那些公子们，然后再对上谢怀琛的目光。方才的目光是凉水，现在已经变成坚冰。沈渊瞬间就明白了，不能总盯着别的男人看，现在既不能看燕之，又不能看别的男人。于是他低下头，只顾着吃东西。爹，我饿，没工夫看。等大家吃的差不多，酒过3巡，皇后见太子已经回来，目光示意一下穆婉如，冲着皇帝端庄一笑：“皇上太后，这次宴会有庆祝赈灾顺利，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之意。宛如那丫头有心，想为众人献上一份大礼。那就呈上来，让大家看看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臣女知晓江淮2州百姓深受水灾之苦，感怀皇上太后体恤百姓，太子哥哥赈灾日夜操劳，特意绣了一幅江淮2州的锦绣山河图，祈祷此地今后风调雨顺，再无灾殃。众人见到此图都惊叹不已。好，绣得好啊！穆丫头确实有心了。皇上太后有所不知，宛如这幅山河图已经让镇国寺的高僧开过光，就是在祭天仪式上也是可以呈出来的。此地虽然被淹没，但是太子哥哥赈灾结束后，已经一切恢复如常，来年这里定会如绣布上的画面一般美好。说得好，朕得给你重重有赏啊！宛如，说，想要什么赏赐啊？穆婉如没有说话，明目张胆地看了一眼一侧的太子殿下。沈渊心道，皇上问他要赏赐，他看燕之干嘛呢？难道想让皇上把燕之赏给他吗？沈渊跟随着谢怀琛的目光往那幅画上看去。其实宛如这几个月一直在为太子赈灾之事祈祷，这幅作品足以见他的心意。宛如和太子郎才女貌，二人乃是天作之合。谢怀琛紧紧的蹙眉，真是该来的终究要来，正准备出声打断皇后，然而这次出乎众人意料，打断皇后话头的是沈渊。他修错了，这幅画不能用在祭天仪式。穆婉如觉得他简直是找死。大胆！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胡言乱语？阿渊，你怎么了？沈渊虽然理直气壮，可此刻心里也开始犯怵。皇帝在主位上将场上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他忽然嘴角勾出一抹笑：“阿渊呐，你仔细说说，怎么回事啊？”图上绣的是以前的清江，这次洪灾中清江改道了，自安水城旁边那座玉龙山往南的10几个县全被淹没，有的县已经不复存在。祭天仪式上怎么能用错误的山河图呢？灾情如此严重，就是因为防洪堤坝被毁，清江改道。谢怀琛嘴角微微扬起一抹笑，转瞬即逝。太子，他说的可是实话？父皇，沈大小姐说的没错，清江的确已经改道，现在江州境内流经安水城后，改为从玉龙山更偏南一侧流入怀州，画中山体东南处的2点已经不复存在。穆婉如和皇后的脸色铁青，尤其是穆婉如，她此刻恨极了沈渊，都怪这个乡下女搅事。太子，灾情不都已经控制得很好，这幅画只是那地方一个缩影而已，有差这么多吗？沈渊很想反驳皇后，差的可多了，画上这么一小块没了，实际上死了上万人呢。可现在皇后问的是太子，轮不到他插嘴，他着急的看向谢怀琛，那神情仿佛在催促：“你可得说清楚啊，区别好大的，我的家乡都没了。”现在皇帝的脸色很不好看，谢怀琛明白皇帝的顾虑，进一步解释：“父皇母后，儿臣在回京之前，同江州太守冯大人一起去安水城实地考察过半个月，并让冯大人重新勘测绘制新的舆图。儿臣近日正准备同冯大人一起向父皇禀报灾后事宜，商议重新修筑清江坝堰之事。莫姑娘的心意令人感动，她只是没去过灾区，对此事不了解是正常的。”沈渊听完撅了撅嘴，心道：“你怎么不说清楚区别很大啊？强调死了很多老百姓呢？这么说父皇已经懂了，你这个蠢丫头。”沈渊直到此刻才发现冯太守一家也在，他看到冯母折酒心虚，仔细瞧了瞧，管家冯照没有来，心才稍稍的放下。皇上，太子殿下说的没错，臣这次进京带来了新的舆图，正准备宴后便向皇上禀明详情。受灾的百姓皆已妥之安当，
请皇上勿虑。臣女只愿风调雨顺，天下再无灾荒，此乃无心之失，请皇上太后、皇后娘娘恕罪。婉如几个月前就开始绣这幅画，事事为灾民祈福，她也没想到会出这种忌讳，犯了点小差错。婉如一片善心，何罪之有啊？先起来，回去坐下吧。穆婉如只得磕完头，乖乖的退回去。阿渊，你过来。这举动让沈渊和沈知州很意外，对面的谢怀真也紧张起来，眼生安慰他别怕。别怕，千万别乱说话。他走到主位前，还没站定，皇帝竟然继续招手。离近点儿，到朕这儿来。沈渊觉得皇帝好像也不是很可怕的样子，乖乖的走到他的跟前跪下。皇帝明显感受到沈知州护崽的目光，心中有点不悦。你还怕朕吃了你的宝贝女儿不成？阿渊呐，朕听说你小时候就住在江州，住的是哪里啊？臣女就住在清江改道后被淹的那块地，好大的一块地，就那么一小块绿色，就有3个县呢。听得皇后想扇他2巴掌，沈贵妃心里倒是乐了，今晚这侄女很令她满意，难得有人替她打脸皇后。那发大水的时候，县里的百姓还好吗？不好，一点都不好，整个县全被淹了，一下子死了好多人，没有粮食，每天都在死人。难道官府没有发粮？没有，苦着的人没有吃的，一起往兰陵城方向逃，路上的古启县令还不肯放我们进去，跟我们一起逃到隔壁大省，为了活命，把他5岁的女儿卖了，换了1袋粗粮。沈渊见皇帝脸色变得阴沉如雷，不敢再继续说。皇帝现在只是想起当初刚发生水灾的时候，得到的消息都是灾情并不严重，朝中因为该派谁去赈灾一事争论不休，耽搁了好些天才定下来让太子去。而事实就是老百姓等着救命，上头还在抢功劳。三皇子和沈贵妃都在朝沈渊使眼色，让他别再胡说八道了。江州可是三皇子的势力范围，太子自打赈灾回来就在找江州官员的麻烦。皇上，阿渊不懂事，他就只知道他那个小地方的情况。皇后此刻倒是看沈渊顺眼了几分，心道这丫头多说点，给皇帝讲讲谢怀景手下人干的好事。沈渊看爹和表哥姑母的反应，知道自己好像说错话了，看看皇帝那脸色，他也害怕，得哄哄。皇上，不过后来就好了，后来官府到处施粥放粮，臣女离开江州的时候，兰陵城已经像从前那般稳定繁华，大家还立了祠堂，颂扬朝廷爱民如子。是吗？那就好。沈渊看大家的反应，知道自己说对话了，心里舒了一口气。他暗暗瞟了一眼谢怀琛，发现他嘴角微弯，柔和的目光仿佛在鼓励他别害怕，随便说。是的，皇上，自从太子殿下来了以后，很快就有吃的了，江州的百姓都在传颂皇上和太子殿下的功德呢。沈贵妃顿时心梗，这句你可以不说的。好啊，朕爱卿啊，你这女儿可深得朕心呐，那个伶俐劲儿挺像她的贵妃姑母的。臣妾也很喜欢阿渊。沈知州知道皇上这是在照顾自家女儿，有了皇帝的这番夸奖，以后谁也不敢再乱说阿渊是个乡下野丫头。太后也是沈家女，见到这姑娘诉说灾情，心里对她多了几分怜惜。哀家也看阿渊很有眼缘，他能指出山河图的差错，免了祭天大事的疏忽。皇帝，你可得好好的赏他。阿渊，你想要什么赏赐啊？这可难到阿渊了，他想说多赏点银子，但是好像不能这么说。要是说不要赏赐，他又舍不得，他又想看向谢怀琛，拐了个弯，最后看向沈知州。太子殿下此刻心里有点悲哀，莫名的有点大庭广众之下偷情的感觉。关键人家姑娘心里还没有爱上他，单纯觉得他好用。阿渊，你不是很喜欢吃宴会上的点心吗？沈渊立刻懂了，皇上，你能赏给臣女做宴会点心的厨子吗？沈知州心想，爹的意思是让你要点点心就行了。好，朕赏给你御膳房的厨子。最后沈渊走回席间的时候，开心的装上条尾巴就能摇摆，扫了对面的谢怀琛一眼。今晚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很好？谢怀琛心里恨不得将对面的小妖精给抱回东宫的床上去。这会儿不适合眉目传情，他别开眼，手去不经意间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夸他很棒。聪明绝顶的沈渊很快就想明白了，只要爹心疼自己，燕之也心疼自己，不管他们谁输谁赢，这日子不都能过得美滋滋。至于说是闯了祸，那就哄他们呗。知州，我这是为了阿渊和沈家好呀。老夫人说的苦口婆心，这话令沈知州和沈渊震惊。哎，阿渊从小在乡下长大，对宫里的规矩礼仪和王侯之家的勾心斗角一点都不懂，偏偏他长得这么好看，要是宴会上被哪位皇子王孙给瞧中了，嫁过去怕是会惹出祸事，到时候会害了他自己和沈家。为了防患于未然，才出此下策。况且有你和贵妃在，他最多是受点罚，人不会有事儿。娘，我沈知州的女儿凭什么不能嫁给皇子王孙？她以后就是当皇后都有资格。哎呀，是我一时老糊涂啊，我当天就后悔了，不然我干嘛去寺庙啊？就为了给阿渊祈福啊，索性也没出什么大事，你就别跟我这个老糊涂计较了。你，沈知州愤怒至极的指着沈老夫人，想骂娘又不太好骂。以后阿渊的事啊，你都别管，也不要再送东西去阿渊的院子里。你这是什么话呀？阿渊再怎么说，那也是我的亲孙女儿，我哪能不疼她？这话说的还真不像假的。沈渊在一旁撇了撇嘴角，他听明白了，就是嫌弃的没用呗。场面正陷入僵局，突然府里下人急匆匆来报：
侯爷，太子殿下来访。沈知州只觉得破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他还没去东宫呢，太子竟然会不打招呼突然来侯府。屋里的人全都走到院中迎接太子殿下。沈知州把这尊大神迎进客厅里，料到他是为了柳氏的事情而来，但还是把该问的废话问了。太子殿下来访，不知所谓何事？姑今天是来归还牡丹步摇的。说罢便拿出一只精致的楠木盒子放在桌上。姑很好奇，沈老夫人难道不懂这个步摇的含义吗？沈知州心想，得了，又回到这事儿上来了。谢怀真问得云淡风轻，但眼中的锋芒落到沈老夫人的身上，让刚刚还巧言善辩的老夫人顿觉不妙，支支吾吾的，有点说不出话来。太子殿下，祖母说她知道的。沈老夫人瞪了沈渊一眼，哎呀，是老身一时糊涂，阿渊都带着步摇去宴会了，才意识到这事儿。老身这2天都在市里祈福，就怕出了什么差错，无意冒犯殿下，还请殿下恕罪。沈老夫人开始倚老卖老。姑倒是不介意，就怕冒犯母后和太后。太后正准备去镇国寺住2个月，潜心礼佛。沈老夫人不如跟着一起去吧。沈老夫人一时没反应过来，这2件事情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谢怀真没有理他，转头问沈知州：“侯爷意下如何？”沈知州正愁拿沈老夫人没办法。好啊，娘，这件事差点冒犯了太后，您就跟着一起去吧。想到乔若安巴掌还要考试，不如去寺里清静清静。沈老夫人干脆也强行把2件事情扯到一起。殿下说的有理，老身这就准备去。说罢便施施然的告退。喜欢这只步摇吗？谢怀琛整个人的气质全然不似方禅那般的清冷，变得温和纯净。沈渊看了看他手中精美的步摇，很诚实的点点头，这么好看呢，肯定很值钱，当然喜欢了。谢怀琛随即嘴角微弯，动作轻柔的给他戴上，眉眼间还透着一股温柔之色，看得沈知州眨了眨眼，感觉生了幻觉。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戴着很美，这步摇很适合你。沈渊神情懵懂地望着他，不是才因为宴会上带这个步摇教训我吗？怎么现在又给我带上了？而一旁的沈老爷没有看懂，但整个人都紧张起来。现在冯慕之和柳氏的案子还悬着，这紧要关头，不管太子是何用意，都很可能不安好心。殿下，阿渊带这只步摇不合礼数啊。沈渊这才回忆起宴会上的绝望时刻，吓得惊慌地取下步摇捧在掌心，不知所措。谢怀琛再一次心中懊悔，在宴会上把人吓过头了。想到沈老爷还是自己和皇后多年的死对头，一时半会儿别指望他脑子转过弯来，顿时深感自己情路艰辛，不由得蹙了蹙眉。沈渊看他脸上笑容消失，虽有点不明所以，但得赶紧哄哄。殿下，我是喜欢这个步摇，不过我也好喜欢殿下送我的玉簪。谢怀琛一听这话就笑了，被他气的。是吗？当然了，殿下将那只玉簪送给我，我很开心的。我以前买不起那样名贵的玉簪，舍不得银子。说着说着，脸上的笑变了调，拐着弯的解释着，不是故意当掉玉簪。阿渊呐，你以后想要什么首饰，爹都给你买，比那玉簪好的首饰多了去了。你堂堂太子怎么拿得出那种品质的玉簪？不知道你是在嘲讽阿渊，还是在嘲讽你自己？姑当初就是一个普通富商，那玉簪虽不是贡品，也还行吧。他默默叹了口气，从袖中取出一只长形的小金丝楠木盒子。侯爷，姑上次在宴会上对沈大小姐太过无礼，实非君子所为。这只玉簪是姑特意送给沈大小姐的赔礼，希望大小姐笑纳。说罢便打开盒盖，里头放着一根精美的梅花红玉簪。他将盒子递给沈渊，沈知州一瞬间脑子里闪过很多的思绪。太子难得来一趟侯府，还如此客气守礼，主动示好，实在反常。他此番主动前来，定然是为了柳氏的案子。他明明已经占据先机，却依旧如此持节有度，给阿渊带上牡丹步摇，还送礼致歉，弥补自己在宴会上对自己宝贝女儿的失礼。这一切都说明他很可能有求于自己。思来想去，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太子想要保住柳氏。沈知州很快就理清思路，自以为参透玄机。总之，他这会儿死活想不到谢怀琛说的话就是字面意思而已。毕竟太子已经跟他不对付很多年了。谢谢太子殿下，我好喜欢这个玉簪。谢怀琛歪了歪嘴角，总感觉这姑娘不是在看玉簪，是在看一堆银子。你喜欢就好，但是牡丹步摇也交给你好好保管吧。姑可不希望侯府其他人在手上错。沈知州看着两人说话，莫名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多余。阿渊，太子殿下和爹有正事要谈，你先自己去玩吧。知道他们一定是谈刘姐姐的案子，不想走。听爹的话，快回院子去。你不是想去最好的天府书院上学吗？那可是要考试的，快回去准备吧。他委屈巴拉的瞄了一眼谢怀琛，快回去试试玉簪吧。说着还挑了挑眉，盯着玉簪盒子。沈渊看懂了他的暗示，转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那位告御状的姐姐身世好惨的。这搞得沈知州和谢怀琛二人莫名其妙的对视一眼，都颇为无奈的冲他点点头。沈渊这才不情不愿的走出房间，现在只剩下两人干瞪眼。殿下，柳氏在狱前对冯大人一家下毒，威胁冯大人夫妇交出让殿下满意的罪证，此事殿下有何看法？谢怀琛听罢，神色波澜不惊，明显对下毒之事心中有数。沈侯爷秉公处理即可。废话，现在秉公处理，指不定能把我沈家给处理没了。他索性直接试探。可柳氏毒害朝廷命官，按律当斩。侯爷，
阿渊方才刚说柳氏只是妻子，沈之舟觉得太子忽然改口叫阿渊，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但这个念头只一闪而过。现在哪是什么感情用事的时候，关系三皇子和沈家的大事必须谨慎对待。看来太子的确在意这个柳氏，那就有得谈。若是让殿下来问罪的话呢，打算如何处置冯牧之？当然是秉公处置。沈之舟心想，说人话行吗？谢怀臣知道他什么意思，无奈地叹了口气。唉，沈侯爷，姑的意思就是秉公处理，柳氏不顾一切，也就想讨回一个公道而已。你倒是说清楚，要秉公到啥程度？是只处理冯牧之就行了，还是早就想把我沈家也一锅端了？还好对方丝毫没有卖关子，甚至说话的态度极有诚恳。侯爷，你不如先搞清楚冯牧之在江州究竟做了什么。姑希望此案能秉公处理，但姑的确想保住柳氏。你们可以先商量好，看冯牧之究竟能拿出什么证据。这意思就是冯牧之是别想全身而退了，但其他条件还可以谈。好，臣会在商量清楚之后再和殿下商议此事。他对这个柳氏的态度如此非同一般，不仅肯带他进宫告御状，还特意在皇帝面前出言护他。如今为了保住他，还轻易地答应谈判。难道太子对柳氏的感情就如同当年靖王对靖王妃那般，两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女人去告御状来？想到此处，沈之舟看谢怀琛的目光惊叹中带着几道八卦之光。沈侯爷狐疑的打量，让谢怀琛心中一紧。难道他已经察觉到什么？虽然以对方死对头的角度，很难去怀疑他和沈渊的事，但今后还是要多注意些。毕竟阿渊还没有爱上自己，不愿意嫁给自己。沈之舟还在坚定地拥护三皇兄，若是提前让沈侯爷知道二人的事，搞不好他一气之下提刀砍人，再也不让阿渊见自己。沈之舟看太子目光闪躲，更加相信自己的推测。看来太子殿下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呢。沈之舟对这一点倒是颇为赞赏。于是两个聪明绝顶的人各自在心里做着看似合理的思考，实则离谱到吐血。最后谢怀琛打破沉默，侯爷掌管刑部多年，心中自有公道，姑相信侯爷金口玉言，一定对此案秉公处理。沈之舟突然有点不忍直视他的坦坦荡荡的目光。别的罪名不说，沈之舟就是再傻也看得出冯牧之是真杀了人全家，害得柳氏一生凄苦不说，还为了灭口残害无辜。若不是为了贵妃和三皇子，他也不想摊上这种麻烦事儿。臣明白殿下的意思。两人商量完事后，谢怀琛正准备离开，他突然望向门口方向，两人刻意的放轻脚步，缓缓走过去。谢怀琛抓住门把，忽然猛地一拉，一道俏丽的身影唰地扑到他怀里。赫然就是在门外偷听的沈渊，害怕摔个狗吃土，还紧紧地抱住谢怀琛，然后突然意识到不对，又从人家的怀里蹦了出来，差点摔倒。谢怀琛不得不出手揽住他，于是人又倒进他怀里。早就抱习惯了，一时没有放手。沈之舟眼睛瞪直了，手怒指着沈渊：“你没舍得怪女儿，手指转了一个方向，对着太子，额头拧成麻花。你，殿下，这成何体统啊！”沈渊惊得赶紧退开他3丈远，心砰砰直跳，有种被老爹当场捉奸的羞耻感。谢怀琛的手还尴尬地停在半空，怀里突然空落落的，眼底划过一丝失落。阿远，你怎么躲在门外啊？我担心那个……说着便忍不住要看向谢怀琛求助。谢怀琛赶紧一本正经地发话：“侯爷，姑和你说的话坦坦荡荡，就算公之于众也没有什么关系。沈大小姐甚时候不可爱，只是下次小心点，别摔着了。”沈之舟顿觉太子对柳氏实在是用情颇深，今天的说话和行事态度都不是一般的好，他也跟着替女儿找补。阿渊他很同情柳氏的出身，所以才有此番无理之举。谢怀琛一副不堪在意的样子，只偷偷地暗示沈渊一眼，便赶紧走了。沈之舟本欲说教女儿几句，大家闺秀要注意男女大防。沈渊心虚地嚷着要回院子好好学习，一溜烟地跑没影了。他这会儿也没工夫管沈渊，打算先去找冯牧之和三皇子商量清楚这案子最后要怎么办。沈渊回到房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燕之给他的首饰盒子。方才谢怀琛暗示他盒子有特别之处，他倒腾一番后发现夹层里有张纸条，上面写着让他在指定的时辰去京城有名的书斋青竹馆相见。于是沈渊在赴约这天打扮得宛若天仙，穿上一件翡翠绿烟纱襦裙，头上戴着燕之刚送的梅花玉簪，还带着一盒皇帝赏的御膳房的厨子做的点心。沈渊进了青竹馆后，随手在前厅挑了几本书，叮嘱丫鬟侍卫就在前厅候着，没有吩咐不许打扰，他要认真的看一整天的书。青竹馆的小厮将沈渊带到一处隐藏在竹林深处的无人打扰的小院，将他送进厢房后，便主动关上房门离去。谢怀琛端坐在一张方桌前等着他。谢怀琛注意到他头上戴的玉簪，嘴角勾出一抹浅笑。沈渊见到他一如从前的温柔神色，心中的紧张感顿时少了许多。可走到他身旁坐下后，只觉得他的眼睛似笑非笑，那悠哉悠哉的神态，仿佛在等着看戏。偏偏他正准备开始表演，有种被看穿的感觉，但是不得不打起精神演起来。建之，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点心，我特意跟御膳房的厨子学的手艺。谢怀琛平常很少吃点心，但是这次心情愉悦的拿起一块尝了尝，然后他很快的便得出结论，这亲手做的点心怕不是只亲手负责出锅装盘吧。看在他演的这么用心的份上，谢怀琛颔首浅笑，味道不错。谢怀琛垂眸，心塞的回想起以前沈渊是如何忽悠他的画面，然后又抬眼看着现在的他，活灵活现，一模一样，
更心塞了。他从一旁拿出一个布袋子，往桌上重重一扔，里面全是沈渊那晚走得急留下来的东西，字画、首饰、香囊等全都保存完好，甚至还有被丢弃的碧子汤。然后他继续看戏一般的盯着沈渊。沈渊只觉得脸被打得啪啪响，心道：你也骗了我呀！你都不告诉我你是太子，还忽悠说以后会娶我。太子哪会娶一个青楼女子？你就是想养外甥，想偷腥的小气猫！哼！然而只能心里一横，哎，惹不起啊，惹不起！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哄男人的沈渊，果断的从袖中先掏出一叠银票，很心疼的看了又看，依依不舍的双手递给谢怀琛。这是赎身的银钱。太子殿下暗暗的深呼吸，整理了一番心情，财大气粗的叫道：我不差这点钱。沈渊心里乐开了花，没注意对方的声音内部咬牙切齿的意味，但他的良心觉得钱还是该还给人家。可我骗了你，是我不好。别提银子的事了。谢怀琛将银票往桌上一拍，终结了这个话题。哎，提钱伤感情，所以他直接提感情。阿元，说你那晚伺候的人不是我，你是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哎，这更伤感情了。当然不会。为什么？先知，你是不一样的。谢怀琛剑眉一挑，让他继续说。沈渊抿了抿唇，本想着要不要忽悠过去，可眼前男人仿佛洞悉人心的目光，让他感觉这时候不能再撒谎。燕之好像什么都清楚，实话实说，燕之应该会理解他的。你是很好的客人。客人二字令人心梗。换做其他人，我不会那么做。他们没你善良，也没你这么有钱。谢怀琛心想，这不是说自己人傻钱多吗？我该哭还是该笑呢？沈渊只见谢怀琛骤然闭眼，胸膛剧烈起伏几下，心道完了，赶紧贼机灵的甩锅。你还说我呢？那晚我去伺候你之前，你都挑过好几个姑娘了。说是伺候你的人不是我，你是不是也跟现在一样啊？这问题属实是把谢怀琛给问住了，但他同样毫不犹豫地回道：我不会。为什么？阿元，你是不一样的。沈渊也是秀眉一挑，你继续讲啊。你比他们都好。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什么都好，却说不出具体哪里好，只是这原封不动的对话把两人都给逗乐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先知，我骗你是因为你太好了，你给了我重获新生的希望，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我不想一辈子待在青楼里。模样楚楚可怜，红唇轻启。先知，谢谢你救了我，你可不可以以后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谢怀琛不禁抬手轻轻摩挲着他的眼角，他现在理解沈渊所有的难处，也理解他想要抛弃这段过往的心情，但他更希望自己能和他一起面对这段不堪的过去，而不是被他无情的抛弃。况且他翠云阁的这段经历迟早会被有心之人威胁利用，一味的逃避只会愈加被动。我在侯府什么用也没有，绝不会给你惹麻烦。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打听侯府内部的消息，只要别太过分，我都听你的。别怕，我不会说出去。上次吓到你了，是我不好。听他这么一说，沈渊总算是放下心来，正打算试试提一下以后两人孤男寡女，要不就别这么偷偷见面了。但你以后都不许再堵着我。沈渊的心里一个疙瘩，不会以后还要的事情吧？果不其然，谢怀琛一双眸子愈加的暗沉，眼里燃起一团幽火，看他的目光染上熟悉的情欲。为了让我答应为你保守秘密，你竟然又对我下药。他正准备问他有关石金伞和刺客的正事，忽然感觉到身体里那股熟悉的反应。我没有对你下药啊！话音刚落，沈渊忽然察觉到自己身体也有些不对劲，他往四周一张望，屏风旁边的那个香炉里点的，怕不是催情香？明明是你下的药！谢怀琛有种无语问苍天的感觉，一把将他搂在怀中。这是你留下的香？这是离开翠云阁前刘姐姐送给我的催情香。谢怀琛强迫自己深呼吸，身体不由自主的将沈渊搂得更紧。要不要叫大夫啊？不要！哎呀，真是好丢人。何况等大夫到了，人都该难受死了。他破罐子破摔的撅着嘴抱怨：“我都给你下过那么多次药了，你就不能警惕点吗？真蠢！”谢怀琛心道：怪我了。没再废话，抱着他往屏风后面的床榻走去。沈渊刚被放倒在床上，盈盈的腰肢被谢怀琛一握，整个人的身子都软了。先知，不能留痕迹啊，爹会发现的。好，别怕。你轻点好不好？下回还在等我。还有，要快点，不能。谢怀琛将他紧紧地按入怀中，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厢房外的竹林依旧清幽别致，偶尔有微风拂过，竹叶随风摇曳，仿佛跟随那撩人心神的压抑而愉悦的声音在摆动。结果就是气不轻也不快，痕迹也不浅。沈渊最后有气无力的被谢怀琛揽在怀里，气得用尽力气踹了他一脚。明明一次就够解药性了，哼，男人！沈渊心道：看吧看吧，这男人马上就要漫不经心的认个错，下次还犯。然而结果是太子殿下直接甩锅。阿元，明明是你给我留的催情香，你还缠着我不放。沈渊无言以对，他气得紧咬嘴唇，使劲的推开他。谢怀琛赶紧将炸毛的狐狸抱紧，连连的认错：是我不好，下次一定不会了。为啥我们都觉得还有下次，
还没等他认真的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谢怀晨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抱着他，两人就这么衣衫不整的躺在一起。这情况属实是离谱，奈何实在是习惯成自然。于是两人开始在床上聊起正事。阿元，你在离开我的那晚下的迷药里有没有加湿金散？什么湿金散？你那晚对我下的药中被人偷偷混入湿金散，你走后便有资格闯入宅子，应该是想要对付我的人做的。他瞬间就想到了表哥可能刺杀太子的事，惊得身体一阵的瑟缩。信之，那你没事吧？我那晚怕你有危险，满屋满院子都点了迷香。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害你。我去阿旭那里买的药是我自己写的药方。对了，阿旭可以给我作证的。别怕，我相信你，只是我需要调查清楚这件事。你仔细跟我讲讲，自从我们初次相遇后，你都遇到过什么异常的人和事？沈渊皱了皱眉，细想起来，一直都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只是全都和逃跑有关。说起来又怕燕之生气。阿元，幕后之人能如此利用你对付我，很可能知道你在翠云阁的事，我一定要查清楚，不能让对方拿这个事威胁你。难道除了燕之和张三，还有人知道她曾经是青楼女子？其实，在谢怀琛看来，哪怕有人当众揭穿沈渊在翠云阁的经历，他也有办法帮他解决掉麻烦。可这事儿不能现在就发生，这姑娘还接受不了，八成会被吓得半死。而且到时候他定然得对她负责，他还需要时间让她心甘情愿地嫁给自己，让沈之舟也接受自己这个女婿。别害怕，有我在。以后若是有人拿此事威胁你，一定要同我讲。现在你先说说，都有遇到过什么异常的人和事？既然燕之说的这么认真，他没有再继续的扭捏，果断的回忆并讲解起遇过的所有的异常情况，包括当初莫名其妙晕倒，醒来发现自己在禅风寺，江湖大叔的毒药，水遁逃走时晕倒的事，在京城济世堂见到的阿旭。沈渊在讲的时候，仔细观察谢怀琛的神色，生怕自己干的这些事情会令他生气。但谢怀琛除了皱眉深思，丝毫没有要动怒的意思。他觉得只要谢怀琛答应继续为他保守秘密，哪怕继续侍寝也没关系。好歹只用伺候他一个，人家还是太子爷，长相、身材、技术都很不错。如今情况比他预想的好，燕之不仅答应替他保守秘密，甚至还愿意分担他的秘密，继续保护他。沈渊不禁嘴角弯弯，难道是因为自己将他伺候得太快活吗？哼，男人。李渊，你今后在侯府待着，不能什么都不管，还是该多了解侯府的事，这样你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这次不瑶的事情就是个很好的教训。沈渊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乖乖的点头。他认为自己确实该抓紧时间了解侯府的生意，多攒点嫁妆。我会安排一个丫鬟到你身边保护你，你到时候要配合她骗过你爹。沈渊的身体突然一僵，这是要利用自己往侯府安插人手吗？谢怀琛察觉到他的反应，但并没有对他过多的解释。他确实有往侯府安插人手的意思，只是他没打算对沈之舟和沈渊不利，对其他人那就另说了。阿渊，最后一件事就是你身为侯府嫡长女，得快点成长起来，继续学习礼仪，好好准备考试，快点去书院上学。先将我送你的那些铺子好好经营起来。在谢怀琛看来，不管自己有多爱他，多么小心翼翼地保护他，只有他自己变强，好日子才会过得游刃有余。以后的风风雨雨，必要时他们可以一起面对。沈渊觉得燕之的话很有道理，想起自己还没有认亲前就有这些志向，以后燕之说的事情全都要操办起来。你还说呢？我跟爹说了，是来这里好好看书学习的。天府书院的考试可严格了。要学什么？我现在教你。嬷嬷给了我一本女诫，让我好好研读，读着很没意思。读着很没意思。谢怀琛蹙眉，学好礼仪就行了，那种书随便看看，不用细究。天府书院的考试可以自选3项，你选好你擅长的，我在考试前多教你几次。像以前那般教吗？有那么一瞬间，谢怀琛怀疑他会不会其实也是很想要的，毕竟他每次都叫得那么舒服，而自己是不是该顺势推舟的答应他呢？可还是以前那个老问题，现在还不是娶她的时候，皇后和沈侯爷都不会同意，这姑娘也还没有开窍，他得再花些时间和她培养感情，让她在不知不觉中爱上自己。以后不用。我才不信呢，你下次不要这么久啊。这不能怪我了吧？他心猿意马地想着那次要不要继续，然后便听见沈渊突然神色担忧地问：天之，刘姐姐不会有事吧？他觉得谢怀琛已经说完他的正事了，终于可以趁着他心情不错，赶紧问问刘姐姐的案子。爹和他在这世上不对付呢，这问题一出，搞得太子殿下立刻兴致全无。我会尽力保住他。是因为我爹和表哥吗？谢怀琛垂眸，答案确实是。哪怕这次的案子能保住柳群芳不被判死罪，冯慕之和沈贵妃又岂能咽得下这口气？定然要事后杀之而后快。这种摆在明面上的事情防不胜防，所以他很难保证，只能说尽力。这次的案子了结后，冯家认识你的人都会被除掉，你可以都出门走走了。这话的说的随意，沈渊却听得心里像抹了蜜。他现在觉得，只要哄好了燕之，自己的黑历史就不会成为威胁。阿元，以后你再去宫宴这种场合，要多注意察言观色，别再将心思都写在脸上。我虽然没见过那种大场面，可我真没那么没用。我上次是快被你吓死了，那一晚上都心神不宁。可转念一想，那就是一被刺激就心思都写在脸上，说到底还是不够稳重。上次是我不好，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难处。天下之事，莫过熟能生巧。等你见多了，自然会游刃有余。在他看来，以自己现在的身份地位，有爹护着，只要燕之不欺负自己，这天下也没有多少人能为难他了。两人闹腾了大半天，这会儿总算是规规矩矩的坐回到桌旁。这里不会有人听到吧？放心，不会。这里离其他厢房远，我特意安排人在4楼守着。这话说的好像特意安排在这里偷情一样。
沈渊听着也是这种感觉，他突然怀疑燕之是不是知道自己留下的是崔晴香呢？他就是故意的，嘴上说不要，心里就是想要他呢。谢怀琛感受到来自沈渊那质疑、嫌弃、幽怨、鄙视的目光，内心大喊冤枉。他是真不知道。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渊，若是有了孩子，你千万别害怕，我一定会娶你。哦，我还不想生孩子呢。心想奉子成婚那多丢人啊！而且为啥是有了孩子才娶我？那你现在能娶我吗？他很想说能，可现在的确不合适。皇后和沈侯爷定然会从中阻挠，哪怕他用计娶到沈渊，他将来必然会面临诸多的算计。他现在待在侯府，其实更安全。虽然现在不是好时机，但如果你想嫁给我，我这就去求父皇赐婚。他说的就跟真的一样。可太子怎么会娶死对头的女儿呢？皇上、皇后还有爹会同意吗？而且燕之这么聪明，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一定是另有目的的。而最重要的是，自己也没有想过要嫁给太子啊。沈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虽然从乡下的土丫头摇身一变成了侯府的千金，可真没有自以为是到能进宫当娘娘。总之就是不愿意，也不相信。他此刻突然希望燕之如果是个普通富商就好办了。谢怀琛一眼就看懂了他的心思，自己还是心急了。他终究就不像自己这般的情根深重。别多想了，只是不着急，你先好好准备书院的考试吧。柳姑娘的案子不出7天就会有结果，到时候你应该能教她。张三没来吗？谢怀琛有些疑惑。他当然没来，怎么？想说你堂堂太子都不给我赏赐了吗？可自己已经不是青楼女子，哪能开口要打赏？沈渊抱着袋子，顺手把点心盒子一拿，幽怨的眼神朝他甩过去。这个不给你吃了，小气鬼。说罢，一溜烟的离开了厢房，留下谢怀琛原地呆愣。哎呀，这太子殿下后来想了3天3夜，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3天里，沈渊一直待在侯府，过的是颇有几分岁月静好的感觉。如今临近毒发身亡的第7天，时间是越来越紧迫。沈知州去找太子，最终商定这个案子之前，同沈贵妃见了一面。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哎呀，这种天灾得多少年一遇啊！有没有安局都防不住。这是重点吗？你有理，你去皇上面前说。这事自然不能让皇上知道，所以最好等冯牧之死后，咱们用点手段，将所有证据毁尸灭迹，管他温室六世，一不做二不休，全部灭口。行了，柳氏的案子就此打住吧，他们孤儿寡母只求一条活路而已。你这么闹，说不定让事态严重，我会将温氏的母子送出京城。是为了稳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景和沈家。你这么做会害了沈家。大哥，你做事总是这般的瞻前顾后，妇人之仁。我知道你不爱提这事儿，可我不得不提。当年朝中提出废后的时候，你若联合乔家等势力全力助我现在就该是皇后，阿景才是太子，我们根本用不着像现在这般的被动。而你当时满脑子只有一个夏千雪。你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为何皇后无子？为何你是贵妃？为何当年黎妃的儿子是当今的太子？我知道圣心难测，可当年你若肯全力助我，未尝不会成功。所以你们就要联合起来拆散我和阿渊的娘亲，害得我的女儿流落在外16年。大哥，我知道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咱们是一家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沈家好啊。你以后还是多对沈家的事儿上点心吧。我若不是为了沈家，谁在外面？沈渊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心道自己还是不够稳重。想想燕之说的话，赶紧调整好表情。沈贵妃打开门的一瞬间，只见沈渊一脸无辜地望着他。贵妃姑母，怎么你也在呀？你都听到什么了？我有事来找我爹，刚到门口。沈贵妃想到都是自家人，兄长又在气头上，没有多计较，只叮嘱沈渊听到什么也别放在心上，更不许乱说。贵妃走后，沈知州见到女儿，总算是露出笑容。阿渊呐，你急着找爹，什么事儿啊？爹，我想新找一个丫鬟，会点本事的那种。现在的丫鬟伺候的不好吗？那倒不是，只是我以后出门更多，还要去书院上学，想找一个本事多点，还能跟我聊得来的贴身丫鬟。哦，这都是小事，爹会给你安排的，到时候你自己挑挑。谢谢爹。阿渊呐，你关心的那位柳姑娘这次不会有事，以后太好了，不会。爹，你真好。他虽然已经偷听出个大概，可爹既然这么说，就是真的不会灭口了。沈渊又继续说，想要几个铺子来练练手，这等小事沈知州自然依着他，说等乔姨娘回来，他自己随便挑。沈知州现在没有空管女儿的心事，他这边商定好后，便主动去东宫见太子。以往沈知州去东宫，那是标准的走流程，一壶茶，一张桌子，两人坐着说完话走人。而这次完全不一样，沈侯爷一到东宫就感受到了下人们突如其来的热情，进了东宫也不再是坐着冷静的前厅等太子，太子就端坐在厅中，仿佛等着他一般。见他来了，便主动起身相迎。沈侯爷，你从未逛过东宫庭院，这次与姑一起走走，边赏花边谈事吧。此处环境令人有些心神俱醉。
这就不是谈严肃话题的地方。可沈知州放眼四望，周围无人，显然太子已经清场了。总结起来就是冯牧之去刺首，具体罪名够抄家斩首，但鉴于其主动认罪，温氏主动揭发，可免其妻儿死罪。柳氏下毒一事不再提及，无罪释放。柳氏同意吗？沈知州神色十分感慨地点了点头，取出柳寻芳的信交给他。太子拿起信看了之后，果断同意沈知州的做法。就这么办吧。这是来自乌曲国的七星海棠，据说是可以入药的奇花。这件案子有劳沈侯爷了，侯爷不如带这盆花回去，当做谢礼。七星海棠是罕见的药材，当年喜欢摆弄草药的夏千雪曾经开玩笑提起过。如今在这里见到七星海棠，心中满是感慨。夏千雪是见不到了，可阿渊一定很喜欢。一边心里想着，太子这次到底是为民请命，还是对这个柳寻芳一往情深？殿下，臣可以保证，柳氏今后不会再有麻烦。侯爷这是为了沈大小姐吗？沈知州心想，告诉你这个消息，确实是因为阿渊会喜欢这盆花。沈知州回到侯府，便唤来沈渊。爹，你从哪里弄来的？是太子殿下送的，你拿回去养着吧。他一听就明白了，燕之一定是特意送给他的。燕之真的太好了。忽然听见下人来报，侯爷，大小姐，外面来了一位姑娘，说是江州来的老乡，要见大小姐。既然对方都说了是老乡了，还是该把人请进来。然而这女子一看就跟阿渊不是一个风格。苏群燕见过沈侯爷、沈大小姐，然后冲着沈渊热情熟络的打招呼。沈大小姐，上次分别时，咱们还在归曲河边上一起抓鱼烤着吃呢，你近来可好啊？沈渊一听就懂了，这是燕之安排的人。很好很好，你呢？我跟着兄长来京赶考，现在京城无所事事，想找点活干。先前你说要是顺利认亲，让我可以来侯府寻个活计，我就真来了。我不会干那些女工细活，但是会武艺，可以给你当贴身护卫。当然可以了，我还正准备找个有本事的贴身丫鬟呢。哦，苏姑娘，你方才说是陪兄长来京赶考的？是啊，我是跟沈大小姐在安水城认识的。我家里开镖局，兄长苏怀义是这次来进京考试的学子。爹，来京城的路上，巡夜有护着我，就让他当我的贴身丫鬟保护我吧，他可厉害了。沈知州没有立刻答应，他同意让苏群燕在侯府做客，先待几天，自己派人去查一查他的来路。今天是苏群燕正式成为沈渊贴身丫鬟的第一天。小姐，太子殿下命我来保护小姐，以后但凭小姐差遣。以后侯府的规矩你都得遵守，不该去的地方别去。苏群燕看似认真顺从的点头，可目光中的锋芒让沈渊有点心虚。那辛苦你保护我了。小姐，那我现在就服侍你梳妆打扮，带你去见殿下吧。这男人才刚见到自己没几天呢，怎么又要私会？我今天不想出门，不去可以吗？殿下已经在京城最有名的芙蓉轩订好菜了，其中的虾鱼肚羹、荔枝腰子熬鸭，还有煎笋蒸鹅、五味酿酒鸡，都是需要提前3天预定和准备的。还有云片糕、山药栗子饼、红枣杏仁酥等。我去，现在就去。于是沈小狐狸就这么被拐出门。燕之，刘姐姐现在怎么样了？你先吃完，待会儿跟我去一趟祭食堂，兴许就能见到她。沈渊有些意外，想起阿旭也在祭食堂，燕之有去调查过10锦散的事吗？阿渊，待会儿你得叫我夫君。这声音听在沈渊的耳朵里，仿佛带着几分似有若无的挑逗之意。来了，果然饭不是白吃的，这男人就想让我侍寝。他轻咬嘴唇，羞涩地往周围看了看，这才注意到雅间的角落竟然放着一张软榻，虽然短小了一点，可将就也还行。贤之，那待会儿你真的得轻点儿。太子殿下很无奈地发现，有的事情好像有点解释不清楚。正巧待会儿要去祭食堂，我得再配点皮子药。谢怀真此刻脑子里开始天人交战，怀里的小妖精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不情愿。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情，艰难地准备开口说话，只听沈渊突然哎呦一声。怎么了？我好像来月事了。他再次瞧了瞧那个短小的床榻，心里松了一口气。谢怀真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得了，这回不用纠结了。待会儿我们一起去见阿旭，需要像以前那般假装是夫妻。虽然这个阿旭应该没有问题，可稳妥起见，还是不要直接表明身份。更重要的是，谢怀真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很想听到沈渊唤他夫君。啊，这样啊？是啊，你以为呢？沈渊扭开头，脸红的滴血，呼吸急促，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可转念一想，这男人刚才分明也心跳加速，气息炙热，他就是有那个心思的。于是他冷哼一声，甩了那个鄙视的小眼神给他，唤出苏群院，取来月事带和衣服，去屏风后头收拾一番。两人吃个饭，磨磨蹭蹭半天后，总算是一起来了祭食堂。在祭食堂的药房里，每天磨阳光的阿旭见到二人如同第一次那般出现时，整个人都精神了。这两位看起来一点不像逃难的，是不是危机已经解除了呢？你是阿旭吧？不是以前在你那里治过水土不服之症的病人，还偷偷找你抓过药。这是我夫君，你还记得我吗？阿旭简直快热泪盈眶，连连点头。这对夫妻现在好好的，说明下药之人已经没有得逞。于是双方开始交换信息。果不出所料，有人暗中在利用沈渊，刺杀之事的确跟三皇子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没有铁证，但谢怀真几乎已经断定这一连串事件是谁干的了。谁能做到同时对付他和三皇子，还能从中得利，并且有契机查清楚沈渊身份，找到时机做这些事情，应该只有穆和安了。那我怎么办？还会不会有人要杀我呀？公子夫人，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不想再这么待下去了。
我还想当一名大夫，光明正大的坐诊呢。我正筹备开一间医馆，你要不来我的医馆坐诊吧？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又能实现你当大夫的心愿。以阿旭的本事，看点普通的病症是没有问题的。胭脂，你说好不好？谢怀成闻言一挑眉，眸光悠悠，似乎不满意。夫君，你说好不好嘛？我会派人看着医馆。阿旭，你意下如何？那再好不过了。几人才商定好，一道熟悉戏谑的声音响起来：“哟，你们都在呀？”谢怀成想问问柳寻芳毒药的事情，吩咐顾锦修将他带过来。刘姐姐，你还好吧？他对沈渊笑着点点头，笑脸比以前洒脱纯粹。阿旭见到红衣姐姐，顿时又激动了，原来你们都认识啊！姑娘，你上次买的药好用吗？柳寻芳立刻心生警惕，而其他人则心道，感觉全是从你这里买的药。大家全都借一步说话后，还来了一场同门相认。沈渊现在诚邀柳姐姐也来帮着经营他的医馆，想到医馆以后有太子派人护着，不用担心有人来灭口，于是果断的答应和同门师弟一起给沈渊干活。打算用我送你的那间药材铺子吗？你那间铺子给我提供药材，医馆的铺子我要从乔姨娘那里要。谢怀成欣慰的点点头，心道这姑娘总算是要干点事儿了。沈渊说干就干，乔姨娘母女刚回来，他就要求沈知州召集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事情。沈老夫人也跟着一起回来了，老人家特意的同太后请辞几日，就为了回来见2月未见的孙子沈寒川。现在一家人坐在厅中。我是侯府嫡长女，理当掌管侯府所有生意。阿渊，掌家权可不是小事，你从小连账目都没有看过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侯爷，我同娘一起打理侯府多年，从未出过什么差错。阿渊才回来多久啊？他根本就不懂啊！就连沈知州都皱眉，这要求属实有点过分。沈渊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要掌家权，毕竟他以前从没接触过。要不是胭脂教过他一些基本的知识，他连复杂的账本都看不懂。这饼太大啊，一口吃不下。但是砍价的第一步就是理直气壮的跟对方漫天要价。我当然会看账本，至于经常采购等其他细节，自有管家和掌柜们替我看着。我接手后很快就能熟悉。不行，那也该从小处练手，一步一步来，哪能直接就要掌家权？祖母，我身为嫡长女，家中主母不在，掌家本就是理所当然。何况爹说了，以后侯府一半的家产都会给我，我打理自己的生意有何不妥？爹，这是真的吗？凭什么给他？阿渊是侯府的唯一嫡女，这么做也是应该的。在他看来，另外一半留给寒川和念初很公平。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我以后嫁出去也是要做主母的，现在就得开始管家。沈知州点点头，又摇摇头，女儿确实没有这个本事。这样吧，我先给一部分铺子和庄子，让阿渊练练手，回头熟悉了再接手更多的。乔若安心道，我可不得给你使绊子。得先看看阿渊能不能打理好，千万不能惹祸啊。沈渊暂时的目的达到，心中欢喜，但故作不满的说道，行吧，不过我得自己来敲。你千万别闯祸啊，多跟你乔姨娘学着点儿。沈渊好处到手，懒得跟他们计较，自个儿轻快地往院子里走去。还没穿过庭院，猛然被身后的舒寻燕一拽，一支利剑瞬间就擦身而过。什么人？快来人！有人要杀我！周围的侍卫立刻冲过来。你就是乡下来的那个丫头，一点不懂规矩。这是侯府的宝贝世子沈寒川。沈渊已经猜出眼前少年的身份，一个庶弟初次见面就险些夺他性命。你竟然敢射杀嫡长姐！来人，将他拿下，重重打板子！侯府的侍卫吓得不敢动，见使唤不动侍卫，直接指着沈寒川对苏寻燕冷声下令：揍他！可敢的揍！沈渊一声吩咐后，他从袖中甩出软鞭，轻功越过去，用力甩了沈寒川一鞭子。沈寒川没料到会有这出，没来得及躲过，当即大声的嚎叫：救命啊！娘，祖母，爹，救我啊！这个野丫头要杀了我！住手！快给我住手！谁也不准动，给我打他！狠狠的打，打得他跪地求饶！别打了，寒川身体不好，受不得惊吓。沈渊，你简直胆大包天，还不快去叫大夫！这边的动静太大，沈知州也过来了。他一见到这场景，太阳穴突突直跳。爹，这个弟弟无缘无故用弓箭射我，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要教训他，他们全都拦着我。他一听极为震怒，顾不得沈寒川身上还有伤，正欲发作，只见沈寒川忽然一副呼吸急促、胸闷气短、受惊过度的要一口气接不上来的样子。寒川要是有个3长2短，我绝不会放过你。侯爷，寒川是你唯一的儿子，阿渊明明什么事也没有，就让人拿鞭子抽他。他现在老毛病哮喘犯了，出了事可怎么办？你个没规矩的丫头，就你这样还长什么家？寒川是你弟弟，跟着你闹玩而已，你竟然对他如此狠毒！寒川是咱们侯府的希望，你要是害了我侯府，以后侯府的生意你一概不许接手。现在就给我去祠堂里跪着！焦若安垂着头，眼里划过一丝得意。他见过沈寒川发病多次，对此有经验，知道这次不像会有事。沈知州见一群人围着沈寒川，儿子这毛病不是1次2次了，他觉得没啥大事，如今自己也插不进去。他转头走到沈渊身边：阿渊呐，你没事吧？别害怕。沈渊觉得明明是沈寒川有错在先，他又不知道庶弟有病，而现在一侯府的人都在怨他，而且沈渊对沈寒川现在的状态非常质疑。哮喘通常是家族聚集的毛病，一旦发病确实可能很严重，但这玩意儿真不是说发病就发病的，怎么上一个还活蹦乱跳，下一个就一副要死样？
眼看大夫就要到了，沈渊心想：你既然都敢拿剑射我，那就休怪我无情，快拿剑射他！他二话不说接过弓箭，对准沈寒川拉弓开射，唰的一记冷箭过去。乔若安出身将军府，会武功，此刻反应灵敏的要为儿子挡箭。然而谁都没有沈寒川灵敏，生命受到威胁的他像只矫健的兔子一般，唰的蹦开，一把推开乔若安往旁边躲闪。突然间腰部酸了，背部疼了，气也不喘了，还能再战300回合的样子。你们看，他装病陷害我！众人这才惊觉世子这是装的。你先越射杀嫡长姐，又装病陷害，简直目无尊长，无法无天！给我跪下！沈寒川当然不服气了，一向只有他教训人，哪有人让他跪的？寒川，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爹娘祖母，我只是跟他闹着玩而已，没想到他那么狠，让人拿鞭子抽我。你们看我身上的伤。韩川都说了，只是闹着玩而已，你别这么较真了。阿渊不是没事吗？你看韩川被他伤成这样，韩川只是跟阿渊闹着玩而已，他哪敢真的射杀嫡姐呀？他方才是被吓着了。阿渊，你刚才命人拿剑射韩川，太危险了。这话提醒了沈老夫人，哪里来的贱婢，竟然敢拿弓箭射杀世子！来人，将他重打30板子，发卖出去！谁敢动我的人？你们简直是非不分！明明是沈寒川险些杀我，还陷害我，现在一个个的不好好教训他，还对着我的人发火。爹，他们全都欺负我，以前欺负我娘，现在都欺负我。大姐姐，你别伤心，大伯世子就是爱欺负人，他以前偷偷用火烧我的头发，差点烧到我的脸，害得我好久都不敢出门。阿渊，有福，我会为你们做主的。把他给我按住，打板子！不行，都说了韩川不是有意的，况且韩川本就身体不好，如何受得住罚？祖母，我保证他不会死，他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岂能不受教训？你方才还要罚我去跪祠堂呢。娘，爹不好，没有大舅舅好，你带我去找大舅舅吧。乔若安惊得赶紧捂住他的嘴，眼神警告的别胡说。侯爷，韩川一向听你的话，他这次也是受了惊吓，知道错了。阿渊终归是没事，你就放过他吧。沈知州此刻有种养不教父之过的感觉，可这父亲属实不是他当初想当的。我这次可以不罚他，不过属于我的侯府1半家产，现在就得给我。除了爹疼他，一个个的心眼可坏了。爹，你也看到了，我差点就被一箭射死，还被冤枉陷害，却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我身为侯府大小姐，竟然使唤不动侍卫，还被祖母和姨娘这般苛责。我现在不跟他们计较，只想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属于我和娘的东西。阿渊呐，爹是不会让你再受欺负的。那就把属于我的家产给我，我会打理好的。你若不放心，可以先考察我一段时间。沈知州总觉得女儿是在给他下最后的通牒，于是他不顾沈老夫人和乔若安的反对，当即应下。知州，你糊涂！生意上的事，平时都是有人在打理的。阿渊接手后，刚开始最多是亏银子，出不了什么大事，你们就别操心了。那是他的嫁妆，迟早要交到他的手上的。沈渊赶紧冲刚过来的大夫挥了挥手，快给祖母看看去啊！要是让人知道侯府的老夫人不管嫡长女死活，偏心庶子陷害嫡女，最后还因为舍不得给嫡长女的嫁妆气死了，这不成了满京城的笑话？你们害得我和娘亲在外流落10几年，还差点饿死。不有的事我就不提了，我方才险些被庶弟杀死，还被这般冤枉，你就一点不心疼我吗？这模样看得沈老夫人一阵心虚，目光闪躲。哎，我带韩川去镇国寺住些日子吧。侯爷，阿渊先接手1半家产试试看，我和娘一起带韩川去镇国寺吧。贵妃也在那里呢，我们会一起的好好教导他的。最后经过一番拉扯，沈寒川哭着向沈渊道歉，沈渊拿到了实在的好处，宽宏大量，不予计较。沈渊去见谢怀琛之前，先去视察了一番新开的医馆，医馆名是阿旭起的，叫俗不可耐的五福堂。不过沈渊来的时候，医馆里面没有病人，倒是站着2尊大神。阿旭见沈渊过来，宛若看到救星，连忙走过来，小声的抱怨：贵气的姐姐一来就指着顾公子教训，还说刘姐姐的坏话呢。你看这次科举你还是不去参加，总光青楼就算了，现在怎么还跟青楼纠缠不清了呢？七公主殿下，我是否参加科举，去哪里光，不是公主该管的。你怎么能这么不思进取，不懂洁身自好，不顾自己名声？我一直都是这样啊，让公主失望了。另外3人一听才知，这还是位公主。沈渊心道，难怪有点眼熟。你就不能学学风光霁月的太子哥哥吗？王你从小就是他的好友，你看他从不像你这般鬼混。顾锦秋垂手承认，那姿态就是摆烂。此话一出，柳廷芳和沈渊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来。谢昭月惊讶地看向2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是顾大学士的儿子，他不该如此受耽误。顾锦秋见越描越黑，赶紧拉着谢昭月离开。我跟七公主什么也没有，你们别误会啊，我单独同她解释。沈渊只当看了个热闹，问过医馆一切顺利后，从柳群芳这里取了些香料，便往乌衣巷这处宅子来。而谢怀琛就在一处明亮向阳的房中等着他。让苏群燕退下后，沈渊随手点上香，知道他在侯府受了委屈，正欲开口问他还好不，只见沈渊往他身边一坐，眼神恨不得吃了桌上的1摞的账本。先知，你要教我啊？感情你来见我就是为了这个？装都懒得装了。沈渊确实心急，麻烦太多了，还没有能使唤得力的人手。谢怀琛看他那期待的小眼神，二话不说开始梳理起当前的难处。他只讲关键点，剩下的细节需要他自己去同掌柜学。
谢怀琛着重同他强调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只听乔姨娘的，而不听他使唤的人直接换掉，将他们的对手提拔上来。不行就花钱招人，他可以给他安排人手，下面的人若是不满意闹事，就让沈知州去解决。会员出了问题就换供货商，不用受乔姨娘的人的钳制，这个他可以替他打点好。食材药材这种容易被人找茬的东西，最好都从他这经手，必要时他可以出面给他解决麻烦。有几本账做得很奇怪，他会派人给他查查。讲到一半，沈渊已经受益匪浅。县知，你太好了，谢谢你。你以后会是我的夫人，我当然要对你好。气氛正好，谢怀琛情不自禁地轻吻了一下他的额头。聪明绝顶的沈渊立刻懂了他的暗示，瞟了一眼香炉，时间确实差不多了。县知，一声燕之叫的酥到了骨子里，谢怀琛心里一个疙瘩，这又来了，又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还想多学点，你多教我几次好不好吗？有用的人手也多给我安排几个。这姑娘真是越来越会利用资源了。阿渊，这些都是小事，只是我以后真的想娶你，你好好考虑这件事。知道了。这话你从翠云阁就开始说了。谢怀琛心道，你知道个啥呢？你这个脑袋瓜子整天都在想啥呢？我觉得这宅子不错，不用担心有人听到，环境舒适，适合还能舒舒服服洗个澡。不过燕之，你待会要注意。谢怀琛心跳乱了节奏，他还开始提要求了，怎么搞得像是我才是姐？那我到底是要不要从了他？最后那种熟悉的感觉袭来。你又用了催情香。燕之，我这次用的可是最好的那种。哎呀，还真是在他身上塞了无数次。阿渊，我们以后不能再这样。那我以后可以不用再见你了吗？不行。哦，谢怀琛一看就知道这姑娘又在胡思乱想，说到底她就是没有像自己这般动心，于是不再多想，抱着她往床榻走去。飘呀飘，雨落寻找在谁的心潮，谁轻易是真相。然后二人是颠鸾倒凤大半天，快活似神仙。最后分别时，阿渊，从现在开始到科举考完访报，我恐怕都没有时间再陪你。我安排给你的人，你可以随意吩咐。若是需要见我，随时可以来东宫，用我给你的玉佩便可以同行。沈渊知道他定然是有大事要忙，乖乖点头。那接下来的经营要全靠自己了呀。这些事情都能做好，遇到麻烦还有你爹和我，别担心。心里嘀咕着有燕之在，他一点都不怕。这男人别的不说，真好用啊。上次对付你姨娘和叔弟做得很好，以后也别让人欺负你。最后，沈渊离开宅子时收获满满，感叹这趟私会可真值。来到侯府门前时，遇到了老熟人裴子言。你怎么来了？阿渊，我就要去参加科举了，想来见你一面，很快就走。那你好好考，祝你金榜题名。他脑子里忽然鬼使神差的窜出周青时的身影，他也要去考试，考取功名之后，应该就不会那么穷困潦倒了吧？阿渊，我等这个机会等了2年了，这次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子言，我没有希望，自然不会失望。我说过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但我衷心希望你能高中。阿渊，我知道这2年因为爹娘的原因疏忽于你，让你受苦了，今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我不会就此放弃。裴子言没有多做纠缠，大事当前，他表明自己的态度后便转身离去。这次策论的问题是如何富国强兵，开创盛世，而这名考生剑走偏锋，以水灾为切入点，着重的探讨江淮2州灾后该如何施政，然后再扩展说到全国的政策。三皇子一看这是孟惊鸿的文章，适当的称赞几句。难道孟惊鸿同顾锦绣一般的藏拙，人不可貌相，说不定真是个人才。而最后的结果成了裴子言是王爷，孟惊鸿是探花，全都是金榜题名。母后，儿臣上次遇刺一事已经查出一些眉目。什么情况？你且说来听听。母后，实不相瞒，儿臣因为在江州遭逢木之算计，诚信过一名女子，并打算将她带回京城。他一度怀疑皇后知道江河的存在，否则刚到京郊庄子那晚，他不至于着急派人来试他。在儿臣遭到刺杀当晚，喝的酒水里被下了迷药，儿臣因为有所察觉，早有防备，得以逃过一劫。是这名女子下的药，你太不小心了。儿臣知错，但儿臣曾经再三确认这名女子的来路，的确不是被人特意培养的细作，她应该是中途被人收买，所以事情做得并不利落。儿臣生擒的死士已经招供，派遣他们来的人特意让他们带上三皇兄的书信，此事与三皇兄无关。皇后点了点头，仅凭一封书信，她也不信是谢怀景做的。那名女子呢？已经确认被灭口，儿臣后来查过她的踪迹，发现最有可能接触并利用过她的人，就是当时疼在江州兰陵的穆赫安。
谢怀真认为清河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迟早会被有心之人翻出来。侯府嫡长女和青楼女子相差太远了，只要他一口否认，那谁都翻不起风浪。任何人哪怕掌握了什么铁证，一旦拿清河的身份说事，就同刺杀太子脱不开干系。本宫知道了，既然没有证据，就先不要惊动皇上。谢怀真恭敬应下。马上就要放榜，京城的小姐们都喜欢去看热闹，你也休息休息，去转转吧，说不定碰巧遇到喜欢的女子。谢母后关心，儿臣会去。应付完皇后，谢怀真回到东宫，微微合眸靠在躺椅上，听着魏离的汇报。说到沈渊和裴子言的事时，眼皮微动，随后嘴角又勾出一抹暖暖的笑。魏离心中暗叹，哎，还是姑娘会哄殿下开心呢。殿下，你倒是快点把姑娘娶回来呀。沈渊这些天忙的是晕头转向，但乐此不疲。不过在科举放榜之日，他不想忙会儿，必须看热闹去。大姐姐，你在瞧谁呢？看热闹的人一般就瞧瞧衣甲的状元榜眼探花是谁。沈幼福不明白他咋对进士名单这么感兴趣，难不成认识哪家公子吗？沈渊一眼就看到裴子言的名字，心里为他高兴。但他在找寺庙里偶遇的那位老乡周青时，目光刷完了榜单，也没有看到他的名字。我认识一个老乡，他这一次没在榜上。那可太正常了，高中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有的人考好多次都中不了呢。咱们快去太和湖边吧，那里一定很热闹。自打上次在这里偶遇谢怀琛，他吓得再没敢过来。这次再来湖边，总算是可以好好的赏景了。沈渊正走着，身侧忽然传来一个鬼魅的声音：“呀，清河姑娘！”这声音惊得他浑身打了一个哆嗦，心脏砰的一下快炸了。这不是胭脂，什么情况？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穆赫安见的不理人，嘴角勾出一抹坏笑：“哎，清河姑娘！”苏玄燕一边走挥过去，挡在沈渊的前面：“休对我家小姐无礼！”沈渊这才看到人，天杀的，这是我的第3位客人。这太和湖跟我八字不合，再也不要来了。清河姑娘，不记得我了吗？沈渊有了上次遇到谢怀琛的经验，这次颇为熟练的摆出高冷神色。你谁呀？本小姐没见过你，你认错人了。沈幼福也跟着熟练的说道：“我大姐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沈渊，你个登徒子休得无礼！”穆赫安的嘴角一抽，心道你还真练出几分大小姐的气质了。啊，这么说我是认错人了。我就说那位兰陵的清河姑娘怎么会在这里嘛？一定是我太过思念她了。他旋即拱手作揖，脸上带着几分歉意。抱歉，惊扰到沈小姐，还请小姐见谅。既是认错人，公子以后小心些便是，不要再像此般唐突。穆赫安浅笑颔首，他此番举动不过是想逗逗沈渊而已。一贯谨慎的他，现在可不敢轻易的跳出来指认清河的身份。穆赫安知道沈渊就是清河，手上还有证据，可如今太子的态度令他捉摸不透，形势未明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太子应该早已认出他，可并没有拆穿他的身份，借机对付三皇子。总之，他现在最好置身事外，静观其变。太子就算对他有所怀疑，只要他不主动的暴露，就很难找到实质证据。于是穆赫安装作初识沈渊一般，在下能与沈小姐在此相遇，也算是有缘，不如一同前去看看热闹。他不断在心中对自己说，我就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清河已经不复存在，我用不着心虚。于是落落大方，嫣然浅笑。大家都在往那边去呢，我们走吧。哎呀，孟兄，恭喜呀！没想到你竟然高中探花了，这真是背弃咱们兄弟的情谊啊！沈渊转头看过去，不远处站着一位与穆赫安身形相仿的公子。哪有，以后咱们兄弟照样喝酒谈天，风花雪月，纵情声色。孟兄，你可真让我大开眼界呀！来说说，你是怎么高中探花的？沈渊不禁立刻四处张望一番，燕之会不会也在这里？好些天没有看见他了，可此刻众里寻他，不见踪影。知道顾兄你有真才实学，怕你笑话，我就不多说了。何止是笑话，顾锦修目光中的质疑掩饰不住，别人他不敢说，孟惊鸿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他还不清楚吗？如今高中探花是什么鬼呢？皇帝老糊涂了。哎，你就说说你到底写了什么？你现在不说，下次喝酒也得说呀。孟惊鸿这次是真为难了，这玩意儿跟顾锦修简单提一嘴没啥大事，可想起小姑对他的再三提醒，他回得非常谨慎。不就是策论那些吗？顾兄，你难不成眼红也想去考考？好，我当然不想。他管不住自己好奇的心，这事儿得去问问太子。来，你们看看，要不要给我投上一票？那不如问问沈大小姐，准备投给谁呀？沈渊神情一愣，怎么突然扯到他了？阿渊，我就知道你会来，你看看想投给谁？沈渊只觉得头皮发麻，裴子言的专注神色就不说了，这孟惊鸿怎么看他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惊喜、欣赏、痴迷，还藏着一分下流。沈渊看着随手投一个就行，可注意到顾锦修那揶揄的目光，似笑非笑的表情，总觉得很心虚。燕之会不会知道啊？他突然感觉手里的这枝花很烫手，谁都不想投。这回他变聪明了，往附近的阁楼上也瞧了瞧，果然那道清冷的身影就站在窗边。虽然从他的角度看得不甚清晰，应该就是燕之。他不禁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把手上的花一扔。我有一位朋友写的比你们都好。沈渊说罢，便一溜烟的走开了。好些天没见，燕之说不定是来找我的呢。他心里多了几分雀跃，走起路来都轻快几分。大姐姐，你们都是等等我呀！忘了还有个妹妹跟着呢，这不太好，一起去见燕之啊。沈渊姑娘，我终于找到你了。转头一看，正是他今天总想起来的周京石。周大哥，我总算见着你了。
上次匆匆一别，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想着今日放榜，不少小姐们也会过来看热闹，就寻了过来，没想到真能再见到你。说吧，他从怀中取出银票，递给沈渊。沈姑娘，谢谢你，我是特意来归还银子的。给你了，为什么不用呢？我不需要你还。你会不会是因为生活艰难，这次才没有发挥好啊？不是因为这个，抱歉，让你失望了。没有，听大家说这个考试可难了，我就是随口问问，你别担心，可以下次再考的。周公子，我听说有人考了好多次呢，你这么年轻就能参加会试，下次一定能考上的。祁连县都没了，你现在有地方去吗？还没想好，我打算先离开京城，去别处找点营生，3年后再来。既然你暂时无处可去，3年后我还要来京赶考，不如留在京城帮我打理书斋吧。几番来回介绍、推拒和劝导之后，周青石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最后就这么定了，沈渊吩咐沈佑福，这就将周青石带过去熟悉业务，一下子把这2人都安排好了。现在可以去找燕之了。他喜笑颜开的抬头往阁楼上望去，这次看到的画面让他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只见穆婉如抱着谢怀琛的手臂依偎在他身旁，沈渊独自在阁楼下，突然觉得委屈。他们那么多天没有见面，燕之明明都来这里了，却没有出来见自己，而是同别的女人在一起。穆婉如应该就是以后的太子妃吧？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里，而这男人每次见自己都是偷偷的私会，明明不该管的，可就是忍不住想看看这俩到底怎么幽会的，于是继续往阁楼上去捉奸。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径直找到木梯欲往上走，可竟迎面遇见谢怀琛，他怎么下来了？匆匆的往他身后瞧了瞧，看不见穆婉如的踪影。再看他这张冷冷的臭脸，怎么好像一副他红杏出墙的样子？太子殿下，见过太子殿下。你怎么了？不用行礼。殿下，臣女该给你行礼的。殿下不是说很忙吗？怎么今日在这里啊？我已经忙完了。他还想说接下来都有时间陪他，可这里毕竟不是说话的地方。瞟了一眼不远处的房间，眼神暗示沈渊。你跟我过来。沈渊压根不动。阿渊，你怎么了？沈渊心里更加委屈，你都快跟别的女人抱在一起了，还问我怎么了？殿下，你不去陪穆姑娘了吗？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这阴阳怪气的调调问得谢怀琛的神色一怔，脑子里思索几瞬后，眸光闪动，顿时神色恍然。方才看到他在阁楼下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的不悦感消散殆尽，转而心情愉悦，嘴角宠溺的笑容洋溢着。谢怀琛只得故作发怒，太子的威严尽显，声音不容违抗。沈大小姐，你随姑过来。自己把柄还在这男人手中呢，哪能不听话？阿渊，你看到什么了？他还好意思问自己？他想一把推开谢怀琛，怕惹恼他，只得乖乖的靠在他怀中，干脆抓起他的手腕一口咬下去。阿渊，你都不心疼我吗？我看到穆姑娘抱着你这只手臂靠在你身上。阿渊，所以你在生气吗？殿下和谁在一起是殿下的事，我哪有资格生气？你当然有资格生气，你忘了我是谁？谢怀琛每次说我是谁这3个字时，仿佛都是一种魔咒。可沈渊这次不买账，我才懒得生气，你别让我看到就行了，看着心烦。哦，为什么心烦？反正就是心烦。看到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就心烦，为什么？沈渊怔怔地望着他，完了，我好像喜欢他，而且不是一点点。仔细地瞧着眼前这张俊脸，真好看，这动人的模样看得谢怀琛心快要化成水，扶手吻上他的唇，哪知才刚品到一点甘甜，就被沈渊狠狠地咬了一口。阿渊，怎么还咬我啊？你咋就跟穆姑娘快抱到一起了？谢怀琛才想起还有这事。你仔细想想，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吗？是有点不对劲，他咋从楼上下来能那么快？而且穆姑娘现在去哪儿了？你看到的应该是6皇帝谢敬轩，至少他们为什么会抱在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总之他今天把谢敬轩约出来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管，你带我去看看。谢怀琛喜欢极了他在乎自己的样子，这会儿心情雀跃的当即搂着他用轻功拐到楼阁高层的一间房中。你就在这里偷偷看一眼，别发出任何动静。谢怀琛故意弄出点动静，斜对面的房中的2人走了出来。太子哥哥，你回来了呀？今日放榜，我来这边看看，没想到你和6殿下也在。他刚才错把6皇子当作谢怀琛，但这会儿一丝尴尬也没表现出来。皇兄，没想到今天婉如也在这里，我们碰巧遇见，聊了会儿天。姑突然有点事，得提前离开，就不与你们一道了。穆婉如诧异，太子怎么这就要走了？正想拿皇后做借口，让他多待一会儿。谢怀琛紧接着又吩咐6弟，你替姑多陪婉如一会儿吧，不妨碍你们好好游玩。谢清轩温和地看了一眼穆婉如，嘴角含笑，当即应下。等把沈渊带出来后，2人回到方才那个隐蔽的房间。阿渊，你看到了吧？那穆姑娘和6殿下。阿渊，你怎么老提别人？你现在不该想着我吗？你不是在这吗？你可知偏偏言语更坚定，而我在等你，偏偏缱绻着马迹，进到你心底。我只可怜于你的朝夕，莫名心动不已。直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沈渊这才被放开，靠在他的怀里，娇喘连连，眼角泛着薄红。阿渊，你待会儿来一趟无一巷。我还要回去忙着打理酒楼的生意，还有医馆、书斋。阿渊，
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燕之，让我想想好不好？你什么时候想叫我都可以，但你不能躲着我，也不许一个人胡思乱想。燕之，我不会躲的。于是谢怀晨这才依依不舍地放人走。离开之时，只见顾锦修等在外面。谢怀晨看他那难得认真的表情，就知道有事。你先跟我来看看。谢怀晨跟着他走到湖边的一处石碑旁，从这里的角度往人群看去，正好能看到孟惊鸿等人。你看他像能种探花的吗？谢怀晨心道，可人不可貌相，岂能看一眼就下定论？你看起来也不像一个正经人。然而他就多看了那么几眼，然后对孟惊鸿的印象极差。只见孟惊鸿竟然拦住沈渊，两人站在那儿唧唧歪歪的，不知道在说什么。最后一向客观公正的太子殿下冷声给出结论：不像。顾锦修扑哧笑道：我就好奇他到底写了什么。他写的确实好啊，那你仔细说说。谢怀晨记忆力惊人，除了个别细节，他几乎能将文章背下来。完了还总结一句：的确是个人才。这要是孟惊鸿写出来的东西，我顾锦修今后就改名叫张三。你这么确定？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他真没那个本事。难道他以前都在藏拙？既不像，也没那个必要吧。二人的眸中锋芒显露，四目相对片刻后，顿觉这事大了，外面不方便说话。两人很快一起回到东宫。谢怀晨再次与顾锦修在东宫商议此事时，都一致认为有问题。不出意外，孟惊鸿的答卷不是他自己的。燕之，是谁负责监考孟惊鸿那篇考场的？是你爹。他咽了咽口水，艰难回道：我先回去看看。你小心些，别为难自己，不一定跟你爹有关，你别想太多，一切还得看证据。我会再查一查负责抄录答卷的人。顾锦修明白他的意思，以他对他爹的了解，他再次生出那种强烈的感觉，这事儿很可能跟他爹脱不开干系。你现在来书房做什么？你昨晚上都在府中。我昨天回来了，孟兄高中，想将这砚台送给他做贺礼。孟惊鸿都已经改邪归正了，你也该多上进些。爹，我冥顽不灵惯了，府中有大哥就够。顾锦修说完便走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让他感到窒息。他大早上的在街上四处晃悠几圈后，不仅往医馆走去，远远便瞧见医馆门口被人群围着。走近一瞧，发现有人在闹事。我家王二就是吃了这五福堂开的药，昨天还能下地走路，今儿就不行了。五福堂谋财害命啊！我五福堂开出的药方全都经得起检验，卖出去的药材保质保量。你如今蓄意讹诈，我绝不放过。来人，立刻去京兆府衙门报案。阿旭，你去济世堂，请大夫过来当场查验。哎呀，五福堂谋财害命还欺负人！听说这老板是个临安侯府的大小姐，官官相护啊，我们平民百姓命苦斗不过呀。很快大夫和衙门官差都来了，官差按习惯想驱散人群，然后把人抬进去检验。就在这里查，让所有人都看看，还我五福堂一个清白。结果闹腾半天，病人是真的病重，药方子没有问题，只是吃的药材是劣质的，里面含了某种毒素。沈渊当场打开药柜检查，药一点问题没有，好不容易解决完。顾锦修走进来，对沈渊笑得一脸赞赏，他怎么来了？赶紧往外头瞧瞧，燕之不在。哎呀，还好还好。小姐，殿下说让你今天忙完去见他。谢怀晨等不及了，这姑娘就是在躲他，几天没见到人，难道不想我吗？哦，我歇会就去。他靠在椅子上瞧了瞧顾锦修，他是来光顾香囊生意的吧？这男人不安好心啊。顾锦修确实想来找柳军芳说会话，然而柳军芳这次没有笑脸相迎。这男人10次来同他说话，能有18次拐弯抹角的提到报仇和至亲这些事。果然，顾锦修朝他这边走过来，还没走到呢。顾锦修，你又来这里啊？阿旭立刻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碗葵瓜子，沈渊和他赶紧摆好姿势看戏。公主，你不该再跟着我。为什么？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老来这里啊？我今天有事找柳姑娘。你找她能有什么正事啊？说来听听。你怎么就不能像孟惊鸿那样呢？你看人家都改过自新，扬眉吐气了。公主，你以后别管我的事了。然而这会儿有病人过来，顾锦修担心谢昭月继续纠缠，赶紧拉着他离开。于是这戏中途断了，舍得人心里有蚂蚁在爬。最后所有人都一起看向沈渊，眼神在说快去问太子。沈渊顿时也来劲儿了，去。于是太子殿下好不容易在乌衣巷的宅子里再次见到他心爱的姑娘，还没能画一画两情相悦的喜悦之情，就被姑娘追着问别的男人。先知，快给我讲讲啊！谢怀真的心里默默叹气，还能咋办呢？这就简单的讲讲吧。顾锦修其实也是一个倒霉孩子。现在的大学士顾恒金是当年的状元郎，顾锦修的母亲姚氏是朝中一位3品大员的女儿。顾恒金靠着岳家的助力平步青云，可就在顾锦修3岁那年，一对母子找了过来，说是顾恒金的原配徐氏，人家儿子比顾锦修还要大2岁。顾恒金解释，他以为徐氏母子在战乱中已死，没想到他们还活着。这事你不能说出去。哦，他继续告诉沈渊孟惊鸿很可能科举舞弊的事情，所以你接下来要小心乔姨娘。我总觉得她有问题，这件事可能同她有关。何止乔姨娘啊，侯府全家都得小心，心眼都可多了。谢怀晨很欣慰，他知道就好，这下总算是可以谈谈感情了。阿元，我上次问你是不是也心悦我，你想好了吗？你能娶我吗？我从一开始就想娶你为妃。真的吗？我不信。你若是不放心，我可以很快就用计拿到赐婚圣旨。别啊，
那你信了？谢怀真心想：天哪，我好难呐！贤侄，可是你死对头的女儿和表妹，你说娶我，难道不怕我害你吗？阿元，你这么单纯善良，我相信你不会害我。可我爹不会同意，而且你以后会放过沈家吗？阿元，你和你爹不需要和我敌对。他这是要策反我们吗？靠得住吗？贤侄，我当不了太子妃吧？你当然能当。阿元，你不用着急和担心，你就像现在这般，每天过得开心充实就行。这些困难以后都会解决，你随时想通了都可以嫁给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许躲着我。好啊，燕之，我也觉得现在不是好时机。话说到这份上，现在气氛正好。阿元，叫我一声夫君。沈渊刚理顺这桩麻烦事，心情正好，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笑得心不在焉。夫君，怎奈何蓦然回首，你皱紧眉头。曾叹那山有木兮那木有枝，心有君兮而君不知。可是前世与你走过太多事，怎叹那秋有月兮那月有时，也不及与你相守时，梦与你山水再相识。几天后，沈幼福急匆匆地跑过来。大姐姐，我去逛书斋的时候，听周大哥说，那个孟公子在外面到处同京城的公子们说将军府正在和侯府谈亲事，还说他和你两情相悦，你送了他亲手绣的香囊，真的假的呀？他胡说八道！他下意识的就想去找谢怀琛和爹给他解决麻烦，可脚步一顿，觉得这件事情可以靠自己解决的，不能总麻烦他们。他知道孟惊鸿今日会去一处园子参加一场宴会，这次他八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说八道。于是沈渊立刻去吴府堂找柳群芳帮忙。香囊是吴府堂卖的，刘姐姐能一起拆穿它。可到了之后，阿旭说刘姐姐早就跟着顾锦修一道出门去了，现在等不及了。西园子离这里不算远，他赶紧往宴会的地方奔去。沈渊为了抄近路，穿过一处人烟稀少的窄巷子，突然前方的墙角处拐出好几个人，对方二话不说便朝苏景燕出手。沈渊，你小心！小姐，不用管我，快跑！沈渊的后梗被人一劈，失去知觉，失去意识的一瞬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好熟悉的操作。她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你们休得胡来！此刻沈知州安排的人仿佛被故意调开，一个也没有赶来。几人迅速将沈渊扛走，往出城的方向去。吩咐他们这趟差事的人交代过，偷偷把这位姑娘带到某处关起来，然后再散布她失去清白之身的消息。突然一道人影闪现在正前方，拦住几人去路。别挡道，知道爷是谁吗？你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马上要变成一位残疾人士。话音未落便出手，这几人没啥真本事，几招过后就被叫起手脚骨折，趴在地上哀嚎。苏群燕刚刚赶过来，魏迪大哥，刚才缠住我的二人武功不错，可不是普通的地痞流氓。我先带姑娘去殿下那里，你去报官抓了这群流氓，告知沈侯爷，姑娘碰巧被东宫侍卫救下了。明白。于是很快，沈渊便在熟悉的宅子里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谢怀琛那张俊脸。沈渊目光还未清明，但倏然有种中邪的感觉。为何每次晕倒醒来都在谢怀琛的身边？下次想见他，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晕倒，然后直接传送过来？想啥呢？吓傻了吗？沈渊目光总算是聚焦，摸了摸后梗，这次怎么没有前两次的力道那么纯熟精准？脖子感觉很不舒服。我会加派人手保护你，你常去的地方也该安排人盯着。阿元，以后别往偏僻的地方走。完了，县知，孟惊鸿在造谣我和他的亲事，他现在八成在宴会上胡说八道呢，我得去当众澄清，骂死他这个厚颜无耻之徒。好了，你都已经在我这儿了，孟惊鸿造谣的事早解决了。沈渊诧异地看向他，你以为你刘姐姐为什么不在驿馆？哟，孟兄，我瞧这香囊咋这么眼熟啊？我这里有一大把呢。孟公子啊，你在我这里买香囊的时候说的那么风流，怎么这会儿不认人了？你造谣污蔑临安侯府的大小姐，那可不是小事儿。诸位看看，这是我五福堂特制的药用香囊，喜欢的话都来光顾哦，买2个打8折。结果在场人看了一场笑话。皇帝在被他有意无意多次暗示后，一时兴起，下旨将《探花郎》这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中主旨部分在全国公开宣读。而谢怀琛趁机向皇帝揽了这项不起眼的小差事，旨在尽快能将消息晚一点让人注意到。很快，老百姓皆可在书院和官府张贴的榜上看到《探花郎》的文章，书斋中也有印售。帮着沈渊打理书斋的周青石自然也看到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别乱传本大小姐的地方。沈大小姐事关重大，哪怕只是知情人，我们也得一并带回去调查。我的地方岂是你们想搜就搜的？尽管就这些人，你看看想带谁回去？既然知道我是沈大小姐，我难不成还能把犯人给你藏着？官差们面面相觑，既然现在大小姐不让，那就这么回话吧。暂时先撤了，等闲杂人等都走后，几人围着周青石等他醒过来，都好奇这是什么情况。哎，快了，别质疑我的医术呀！很快，周青石真醒了，他一眼认出沈渊。孟惊鸿的答卷是我的，果然我就不敢好奇，我啥也没听到啊！沈渊一点不怀疑周青石所说，这么大的事儿得告诉燕之和爹。燕之和爹，
那到底是该先告诉燕之，还是告诉爹？沈渊正在思考这种高深的难题时，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嘿嘿，我要带他回去见殿下。这件事儿，请姑娘先别声张。挺好，不用纠结了。可好奇呀，看着魏离马上就要走，他赶紧伸手招呼道：“魏大哥。”魏离立刻停下脚步，我想见燕之。魏离听罢，心中一喜，这是姑娘第一次主动要见殿下，天大的好消息啊！这一趟差事完美了，我就是比魏曲有前途啊！我这就去禀报殿下。周青时在东宫见到太子后，面对谢怀琛的询问，皆能有条不紊一一作答。谢怀琛很快便确定周青时才是答卷的主人，没有耽搁，当即带着他和顾锦修一起进宫去见皇帝。皇帝正在御书房批奏折，启禀皇上，臣偶遇江州举人周青时，得知探花郎本次科举所中的策论是出自于他之手。草民周青时拜见皇上。张榜贴示的那篇文章正是草民的答卷，儿臣已经问过他，的确有此事。皇帝不信邪的自问道。他把电视问孟惊鸿的问题全都问了一遍周青时，可跪在地上的周青时却喘着粗气，依旧对答如流。这才是他看到那篇策论后，在电视的时候想听到的。就这才学胆识，钦点他为状元郎都不为过。儿臣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已经查过袁全宗，探花郎的试卷正要赔回。真是好大的胆子！当即下令必须彻查此事，即刻召探花郎孟惊鸿入宫。乔若安已经从郑国寺赶回来，接到三皇子和贵妃的消息，就4个字：弃车保帅。惊鸿已经保不住了，他说是经不住审问，胡乱招供，管都得遭殃。你说过万无一失的，我早就说了，让他有点成绩就行，不用这么疯狂。哪能想到会出这种岔子？我还不是为着你着想，我连让他娶那个丫头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你若是真肯为了我，当年就不该嫁给沈世周。惊鸿毕竟是我亲生的儿子呀。我们保不住他了，还会受牵连。他主动抱住孟云谦，头埋在他怀里。惊鸿没了，你还有儿子呀，不能让整个乔家和侯府被此事牵连。一起去见见惊鸿吧。爹，怎么办？你要救救我！我从没有想过要告状探花的，是你们给我安排的。爹，对不起你呀。正在此时，外面传召公公的声音响起来：传皇上口谕，宣探花郎孟惊鸿即刻入宫觐见。爹，不要啊！爹，不要啊！房门被打开，传召的公公正对着他们，将里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逆子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对不起乔家的养育之恩。孟大人，你这皇上……惊鸿是一时鬼迷心窍，竟敢冒名顶替别人的科举成绩。臣刚得知此事，心痛之下手刃逆子，臣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罪。三皇子如乔若安所料，很快就来到侯府。这次他第一件事居然不是见沈知州或者乔若安，而是换来2位要反了天的表妹。你们以后行事都要以沈家为重，多为沈家利益着想，少管闲事。2人乖乖点头。沈渊准备待会儿去书房偷听。孟惊鸿的事是不是与你们有关？孟惊鸿是乔姨娘的大侄儿，他的事当然和咱们有关。亲事成不了就算了，你别再继续找乔家的麻烦。殿下，你知道臣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这乱七八糟的祸事都是由于舅舅沈知州不能和乔姨娘相亲相爱导致的。想到此，他对沈渊都生出了几分怨。这表妹若是没有回来，就不会有这么多事。舅舅，这件事情必须就此打住，若是牵连沈家和我，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殿下，臣能容忍一次，不代表次次都能容忍。科举舞弊这种大事，若真是你们做下的，臣今后绝不再管贵妃娘娘的任何事。舅舅，我们是一家人，哪能说不管就不管？再这样下去，这家迟早得完。他心里还想说，就你们这样的，若是大权在握，这天下也得完。舅舅，你别着急，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干这种事，只是现在受牵连的毕竟都是咱们的人。阿渊的婚事我会做主，你们都别掺和。谢怀景蹙眉抿了抿唇，知道现在多说无益。离开时看到沈渊在院子里绣香囊，沈渊察觉到三皇子的目光，让他很不舒服，而且刚才偷听到的话也令他很不安。突然好想见燕之，还是得哄好燕之啊！他若赢了，一定要让他放过自己和爹。阿渊，三殿下同你说了什么都别理，以后能避开他就避开吧。爹，除了表哥，咱们家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吗？阿渊呐，你不用担心这些，你去书院上学后啊，可以瞧瞧看有没有心仪的公子啊。沈渊一听这话，又想起燕之。爹，上次太子殿下的人救了我们是不是该去东宫道谢啊？我还没去过东宫呢，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嘛？东宫可不是你想逛就能逛的，不过太子殿下对你有恩，是该去道谢的。那爹，你等等我去换身衣裳。啊，你难道现在就去啊？太子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哎，你别跑啊！沈知州等了半晌后，女儿重新出现在自己跟前，他看着眼前娇艳明媚的美女，眼皮直跳。却是去东宫，不是去选秀，你干啥呢？爹，好看吗？沈知州扶额。好看，走吧走吧。阿渊呐，虽说去东宫是应该注意礼仪，你也不必太过紧张。咱们没提前打过招呼，太子呢现在也不一定有空，就算有空也没心思搭理咱们。
总之你去了就知道了。然而沈侯爷很快就发现自己肤浅了，东宫的侍卫还没等他开口，就恭恭敬敬的过来主动打招呼。沈大小姐，殿下如果不在里面的话，那请您坐会儿吧。不仅上了热茶，丫鬟还给沈渊端来了几碟点心，正巧都是他爱吃的。沈侯爷，沈大小姐请慢用，殿下很快就到。沈知州看了眼周围，走了居然还放了香炉，以前没见太子有这习惯呀。他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已经递过帖子，或者最近发生过什么事，太子有求于他。他开玩笑的问了一句：这点心都有了，能再加点美酒吗？侯爷稍等，奴婢这就去取，仿佛他在侯府吩咐下人。沈知州赶紧摆摆手：不用了，不用了。这里竟然有画本，还有博物志，哇，还有连说和宋万良的遗书。你别乱动东西，这里是东宫。沈渊不以为意，燕之才不会这么小气呢，而且这些说不定就是给我准备的。这2本奇书是孤偶然得来，沈大小姐若是喜欢，可以借去看看。熟悉低磁的声音传过来，不用看都能听得出他在笑。果然，一转眼，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眸仿佛映着万千的星辰，嘴角洋溢着温柔的浅笑。沈渊愣了愣，他今天怎么更好看了？谢怀真此刻心情很好，这是阿渊第一次主动来寻他，还打扮得这么猛。其实那些书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而若是哪次来了，自己正巧不在，可以看着解闷。阿渊，快行。沈渊回过神儿，多谢殿下。不必多礼。看得沈知州眼皮又开始跳，看太子依旧态度温和，有种见鬼的感觉。殿下，臣这次带阿渊来是特地感谢殿下上次救了他。沈知州觉得道几句谢，事理万机的太子应该就要打发他们走，毕竟人家忙着整顿科举舞弊。后面的沈渊一个劲儿的给谢怀臣使眼色，示意太子他想去参观。两人暗中眉来眼去一番后，侯爷不必多礼，既然来了，不如大家一道去中庭逛逛，边走边说。沈知州嘴角一喜，连连点头。太子仿佛很有兴致，同沈侯爷一起沿着回廊欣赏一旁的奇花异草，最后停在一处种植着好几种可以入药的花草附近。太子殿下总算是在这里坐下了。实则是谢怀真见沈渊开始研究一旁的草药，总算是消停了。阿渊，不许乱动！这女儿怎么来了东宫，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无妨，沈大小姐若是喜欢，可以带回去。沈知州越来越觉得有那么一丝的不对劲儿，太子太纵容女儿了。殿下，孟惊鸿的事，不知殿下查得如何了？侯爷这是在关心亲家吗？当然不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啊！不管谁做出此等荒唐事，侯爷都是这般态度吗？对，科举不公与社稷不稳，更何况金榜题名就该靠自己去考。寒门学子10年寒窗不易，窃取他们的成绩，这实在是不能容忍。侯爷能如此公正不阿，实乃社稷之福啊！臣不敢当。殿下能还寒门学子一个公道，才是社稷之福。沈家在太祖皇帝时便是世家大族，朝廷勋贵，时至今日依旧风光无限。饶是谢怀臣已经态度极为温和，沈知州依然是心生警惕。谢怀臣一看他那神色，就知其想多了，但他现在是时候开始给他暗示。孤以为沈家的先辈都是会审时度势之人，才使得沈家的荣耀延续至今。沈侯爷良禽择木而栖呀。谢怀臣想说，要保住沈家的荣耀，不一定非得拥护三皇兄，可二人针锋相对已久，这观念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转变的。何况这别扭的小狐狸还不愿意嫁给他，而现在若同沈知州提婚时，他会以为自己拿他的宝贝女儿当交易的筹码，自己也需要设法应付穆皇后。沈知州脑中瞬间就闪过很多念头，他认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辅佐太子确实是一个好选项，但问题是，他真的有选吗？太子对他的态度转变，难道是为了拉拢他？这不靠谱啊！更何况，太子态度的转变恐怕没那么简单。而且以他的身份，如何相信太子不会过河拆桥？除非联姻，可就算联姻，也不见得靠谱。他也舍不得宝贝女儿去趟这趟浑水。沈侯爷不必多虑，孤只是为侯爷感到可惜。侯爷有足够的时间考察。谢殿下提醒。最后，沈渊和老爹一起走，从东宫带走一堆的书，加好几盆的药草。沈大小姐看完记得来东宫还书。孤还有其他书你可以借去看。沈渊眼睛一亮，心道：你可真是会找借口，我这回偏就不随你意。多谢殿下，不过臣女很快就要去书院了。好，你确定你能考上？一次考不上，还有下次啊。孤可没听说过哪位千金要考2次啊。沈渊嗔怨地瞪了他一眼，懂了，还得来找你教我，还得要好好的哄你。臣女会好好准备的。说吧，别扭的甩给他一个冷眼，跟着爹回去了。几时着红纱，对铜镜素手描眉妆。春微凉，鞭炮声声和情长。月照风灯笼轻轻晃，对白入洞房。琵琶琴弦，只是鸳鸯不尽兴。我提笔观赏明记心，素墨落下我的名。一纸魂手落笔，拍手不分离。汉字上与君风朝夕，地久天长锦鲤。一双宿双栖，心相依。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而现在侯府一家子又相聚一堂，沈知州现在极度怀疑这事儿就是沈贵妃的主导。不过现在急需要搞清楚侯府的财物如何出现在顾家。若安，怎么回事啊？乔若安面色阴沉，还没等他回答，爹，祖母，我查看侯府生意的账本时，发现乔姨娘曾经挪用过大笔银钱，这些都是经过老夫人准许的，我这里有记录。什么？我不记得的。这些被乔若安特意做过手脚，混在一些乱七八糟的开销里头。沈老夫人早就当甩手掌柜，自然没有注意。若安，你这就过分了。我是挪用了一些给娘家，惊鸿应该正好用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要贴补娘家，该用你自己的嫁妆。若实在是有困难，也该先明确知会我们一声啊。总之就是这样。侯爷拿着这些单子，就能同皇上解释清楚。这乔家与顾大学士有交情吗？侯爷，惊鸿死了，乔家遭遇如此变故，你就这副态度吗？那是他罪有应得。他妄图毁阿渊的名节以逼婚，此等行径，他就是个卑鄙小人。更何况科举舞弊本就是死罪。乔若安无话可说，但他原本算盘打得好好的，如今却事事不如意。乔姨娘节哀。听得乔若安脸色更差，看样子想送她下去跟孟惊鸿结冥婚。祖母，爹，乔姨娘打理侯府出了这么大疏漏，没道理再让她拿着掌家权。从今以后，还是我来掌家吧。这不行。可又一时气急，说不出哪里不对，疲惫的脑子开始飞速的运转想办法。我把自己的嫁妆打理得井井有条，并无大的疏漏，我有这个本事掌家。打理嫁妆就够麻烦了，要不是燕之帮他，铁定的搞得一地鸡毛。但是这会儿机会难得，先把掌家权拿到手再说。不会的就继续找燕之帮忙。史渊忽然有点头疼一个问题，要是没了燕之，这日子可怎么过？阿渊很多东西还不熟悉，顾不好府中的大小事务，尤其寒特院子里每个月的开支，怕出岔子。何况阿渊已经到嫁人的年纪，迟早是别人家的媳妇，现在接手掌家权不合适。祖母别担心，这些都不是问题。有不熟悉的地方，二婶和幼夫可以帮我细细打理。咱们都是沈家的女儿，怎么都比乔姨娘吃里扒外的。几乎说什么？难道不是吗？侯府的银子，哪怕给沈家庶出的旁支，也不该拿去给你的侄儿兄吧？更何况乔家这次牵扯到科举舞弊，要是继续让乔姨娘掌家，指不定给侯府招来大祸。对，若安呐，你现在别跟将军府私下往来了。你看你偷偷摸摸的周进娘家，差点把侯府拖下水。你怎么能这么说？乔家出了事，我哪里能不理呢？这种事你管不了啊。所以还是把掌家权交给我吧。二婶和幼夫可以帮我一起管理。阿渊说的有道理，你嫁进侯府就该一切为侯府着想。以后阿渊出嫁，韩川独挡一面后，你也就好了。乔若安知道是这个理儿，只要有韩川在，一切都是他的。所谓媳妇熬成婆，但越想越憋屈。出嫁多年，受夫君冷落，小姑子图的是她娘家势力，婆婆只心疼孙子。我是嫁进侯府，可侯府是怎么对待我的？我为侯府操劳多年，如今乔家出事，你们竟这般对我。乔姨娘，你们这些年在侯府锦衣玉食，比我和我娘过得好多了，有什么可抱怨的？况且我拿了掌家权，也不会少了你们的开销。就这样吧，让阿渊来掌家，开销用度啊，按照以前的惯例来，不会刻意亏待谁的。办好这事的沈渊心情愉悦地带着舒和玉佩往东宫去，心里纳闷，燕之为啥这几天都没有主动找他呢？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难道燕之认定侯府和舞弊案有关，对他有意见？他突然心里开始紧张。等到了东宫后，不用去前厅，丫鬟便径直将他领到书房附近，便退下了。沈渊停在离书房数十丈远处，犹豫着没有进去。如今眼前就是东宫的书房，里面必然有重要的机密。燕之真的同意让他直接进这里吗？聪明绝顶的沈渊已经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了。他脑中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东宫丫鬟故意算计他，为离人已经傻了？是什么情况呀？姑娘，为何不去见殿下？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啊？我可以在这里见燕之吗？我这就去禀报殿下。结果谢怀真很快就过来了。阿渊，你喜欢这种点子？仙芝，你快坐下。我看你脸色不佳，竟是累着了，我给你推拿一番吧。谢怀真突然心里一个咯噔，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实话说，这曾经在翠云阁就是这般同自己谈情说爱，怎么回事？这姑娘又在忽悠。仙芝，你是不是累着了？你可得好好休息啊。这娇滴滴的声音原来让人心尖发软，可偏偏激了谢怀真一个机灵。我是因为顾锦修的事犯愁，可你到底是啥情况呢？我还好，你陪我休息会儿吧。他随口回道，坐等他接着忽悠。他原本还在想怎么开口同燕之解释，可这男人竟然想要了。他寻思这样也好，等他快活完，应该就不会那般计较了。朝四周望了望，脸顿时红了。仙芝，你怎么突然想玩点新鲜的了？试一试也不错啦。脑袋还在他怀里蹭了蹭，急得谢怀真一把推开他，这反应让沈渊措手不及。怎么回事？这招从来没有失效过的。仙芝，怎么了？谢怀真无奈的又将他揽入怀中。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沈渊仰头看向他，你是需要我给你再安排点人手，还是想留着那几本医书，或者想多带几盆草药回去，还是想让我给你泄露书院的考题？沈渊第一反应就是眼睛一亮，他居然有考题。不过立刻回过神来，自己是要给他解释大事呢。都不是。那究竟怎么了？不管有任何要求或者难处，你都说出来。仙芝，我看你今天似乎心情不好，听说顾家后院挖出侯府的东西，我担心你为此生气，
我爹已经审问过乔姨娘，是她私自挪用府中财物给娘家人。阿元，不管我和你的家人之间有什么争斗，我都不会有意伤害你，你不用如此担惊受怕。贤侄，那我爹呢？谢怀琛微微的脸眸，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没有那么简单。沈知州能站在自己这边再好不过。贤侄，爹是反对科举舞弊的，他还说孟惊鸿自作孽不可活。谢怀琛知道他在担忧什么，所以现在他不希望沈渊过分的忧虑，打趣般的笑道：既然你爹和我立场相同，你有机会就帮我劝劝你爹了。沈渊觉得多劝劝爹没啥坏处。我会的，我已经劝过他了。你以后不要胡思乱想，有什么心事直接同我讲便是。以后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复杂的情况，不该因为互相猜忌生了误会。沈渊连连点头，这样再好不过了。贤侄，以后我来东宫见你，咱们就待在庭院或者后院的房间好不好？目光随意乱瞟，心里盘算着以后若去后院，正好瞧瞧他有没有藏着什么小妾之类的。已经解开误会的太子殿下开始有点想入非非，环视一眼四周，觉得这静谧舒适的氛围好像是不错的。吉时已到，两个人三个字，相思苦苦相思，辗转心口藏于唇齿，前生缘三生石，苦尽甘来终相思，挽手抚笔共今时。都随你，阿元，你在想什么？贤侄，我看你确实没有休息好，刚来见我的时候心情似乎也有些低落，你怎么了？谢怀琛瞬间就兴致全无。我是在担心顾锦绣。沈渊这才意识到，相比于侯府需要洗清嫌疑，顾大学士一家子已经全在狱中。他先前丝毫没有关心过顾锦绣的处境，因为在他的意识里，燕之和顾锦绣都太强了，顾怎么可能会有事呢？所以真的是顾大学士做的吗？顾公子也不能免罪。是他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他上一次见燕之这般失落模样，还是在来京路上，他闹着要好聚好散那会儿。自己从一开始就只想到哄着燕之，千万别猜忌自己和爹，完全忽视了他也会有难处。贤侄，能给我讲讲吗？我担心你们。原本顾恒金嫌疑虽大，但证据不足，他怎么受刑也不肯招认。父皇就算论罪于他，也不至于把顾家怎样。可顾锦绣故意搞了这么一出。沈渊表情懵懂，没听懂，呆呆的等着他继续讲。你真以为顾恒金会把财宝埋在后院，还恰好被一身反骨的小儿子发现啊？出自侯府的首饰宝物，应该是他以前从孟惊鸿那里打赌赢的。那他自己要害死全家啊？唉，这是他的心结，没有实质的证据，他也想给他爹和姨娘定罪。贤侄，我只是随便问问，有没有可能他娘真不是姨娘下毒杀的，或者顾大学士真的没有参与舞弊？有极小的可能，但或许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他只想让仇人被定罪，最后让他们坦白真相。那现在如果顾大学士一直不招认，皇上还是不会放过顾家吗？他会不会有事？顾恒金定然不会招，这是满门抄斩和诛三族九族的区别。但父皇现在已经认定他有罪。他其实怀疑顾恒金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很可能就是沈贵妃。不用担心，我自然会尽力保他。现在你跟我出去走走吧。这会儿他跟着手牵手往外走，沈渊忽然停下脚步，抽回手。贤侄，我们一起出现在外面会不会不太好啊？谢怀琛也是无奈了，两人的关系哪能一直这般偷偷摸摸的？现在是时候制造些动静，为以后随时可能娶她做准备。哦，可母后让我同穆姑娘一起出去呢，比如赏花游湖、听戏品茶、饮酒作诗、下棋抚琴。方才还有些忧怯的小狐狸立刻炸毛。谢怀琛剑眉轻挑，正准备开口说以后只想和他一起做这些事，让他别担心会被人看见。只见沈渊高冷的模样突然萎了。你别去啊！谢怀琛心想，你倒是再多凶一会儿啊！我当然不会跟他绝，你别着急。心道还是这招最管用吧，就知道燕之会心疼我。若是有人问你为何会同我在一起，你就说因为我救了你，你对我心生感激便可。沈渊觉得这话莫名其妙，啥叫做出那般模样？难道说的时候就做出你在翠云阁说我救了你那般模样，眼中要带着些爱慕之情？我做做样子，燕之能看出来，不妙啊！谢怀琛说是出去走走，结果真的只是走走。两人顺路逛了2条街，然后便到了五福堂。沈渊这才知道谢怀琛是来找柳寻芳的。谢怀琛这是第一次来五福堂，跟着沈柳二人进到后院。民女拜见太子殿下，不知殿下有何吩咐？不必多礼。贤侄，你突然来找刘姐姐，有什么事啊？我是想来看看你的医馆，顺便帮人传个话。柳寻芳一下就听懂了，太子殿下都亲自来传话了。柳寻芳不见一个。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于是难得的，他踏进熟悉的地牢中。顾锦绣正吊儿郎当的坐在那个茅草较多的牢房，听到动静后，朝柳寻芳看过来。柳寻芳一见他的模样，就心中感慨：人家上头有人的住牢房，待遇就是不一样，连囚服都没穿，一身锦衣干干净净，看起来仿佛刚逛完花楼。恭喜你，终于报仇了。柳姑娘，其实我娘真的不一定是被我爹和姨娘毒杀的，但她的死怎么都和他们脱不了干系。这次科举舞弊案也一样，应该就是我爹做的。我现在把整个顾家的人都拖下了水，你说我会不会做错了？你做都做了，就别想那么多，分不清对错的事情就各凭本事。柳姑娘，谢谢你。
为什么你会看不上我呢？顾公子，你是我的恩人，我哪会看不上你？只是你知道更好的女子来配，而我早已没了谈情说爱的心。你或许自以为对女人很了解，殊不知我对男人的经验丰富多了。你每次眉毛一扬，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做什么。柳姑娘，我都这么惨了，说不定过几天就要死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安慰我一番吗？太子殿下连我都能保下，更何况你？那可不一定，我哪怕活着也必须是戴罪之身，成为一个阶下囚。这样你觉得咱俩配吗？你看我以前都那么惨了，我就算找人搭伙混日子，也想找个好点的。阶下囚还是算了吧。顾锦修心想，所以我怎么都不配。而且你就算成为阶下囚，依旧是人中龙凤。顾公子，我可不信你就这么完了。你既然说找人搭伙过日子，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呀？顾公子，你还是先想办法把自己从牢里捞出来吧。行了行了，柳姑娘，这次请你来是想问问你能否帮我一个忙，陪我演出戏。说着便从袖中掏出几张银票，拿在手里晃了晃，那姿态仿佛是来青楼点姑娘。柳寻风当即应下。等顾锦修说完要求，柳寻风觉得这钱不要太好赚了。放心放心，我一定给你办好。谈完事情，收好银票走人。燕之，给我选个好地方流放，说不定我在边关看看，有机会立个功啥的，又风风光光的回来了。还别说，谢怀臣还真这么想的，不能科举入仕，还能走武将这条路，以后再找机会将他给调回京城。但是谢昭月不这么想，他在御书房外候了很久，才见到皇帝。顾家犯的可是重罪，他能活着已是朕从轻发落的结果。父皇，儿臣心悦顾锦修，求父皇为儿臣赐婚，免去他的流放之刑吧。昭月，你在胡说什么？不许胡闹！父皇，儿臣从小就心悦他，您是知道的，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若是被流放千里之外，今生不能参加科举，一辈子不就废了吗？你就算求朕赐婚，也该问问顾锦修是否同意。若他亲口答应做你驸马，朕可以给你赐婚，并免了他流放之刑。谢昭月面色一喜，你别高兴太早，先去问问他吧。昭月离开了御书房，立刻往地牢去，还带上一盒御膳房的点心。顾锦修，你是不是在地牢里都吃不到好吃的？你快尝尝。七公主，多谢你的好意，只是我配不上你。是不是因为那位柳姑娘？你喜欢她吗？我哪点比不上她？你宁愿被流放，也不肯要我。你离开京城后，她难道还能跟你一起走吗？公主殿下，请回吧。你以后定然能遇到比我更好的如意郎君。谢昭月不服，可是没辙，他又来到五福堂。沈渊和谢怀臣还有周星驰也在这里。现在谢怀臣已经开始在外面正大光明的见沈渊，甚至没有刻意的瞒着沈知州。来了，七公主来了，我的花生都摆好了。快！他为了你不肯娶我，宁愿被流放也不肯娶我。柳群芳低下头，仿佛默认了一般。他就要被流放到千里之外，你难道会对他不离不弃，跟着他一起走吗？他娶了我，就不用被流放。他明明有大好前途，你会害了他呀？七公主，他活该。你说什么？七公主，你身份尊贵，人美心善，这天下好男人多的是。顾锦修实在不值得你为他这般费心。光论才华，他还不及周公子呢；论长相，他还不如你太子哥哥。谢怀臣正要踏入前厅的脚步一顿，你看，就这么几个活的，就能找出比他好的。你多出去走走看看嘛，何苦就认准他呢？他对你一片痴心，你竟然这般说他。其实顾锦修给了银票，让柳寻芳假装他们两情相悦，好让谢昭月死心。你看我都这般嫌弃他了，他还痴心一片，你没机会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公主殿下还是去看看别的男人吧。谢怀臣看不下去了，主动走出来。昭月，别无理取闹了，快回宫去吧。谢昭月一看哥哥在，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下来。于是太子殿下的约会就这么结束。临走前同沈渊说道：我很快再来见你，给你讲讲书院的考试。二人一走，剩下的三人眼巴巴地望着柳寻芳。快说，啥情况啊？哎呀，人家让我假装同他两情相悦，让七公主死心，可我恨不得把公主骂醒啊！啊，就这样啊？柳姑娘，你也别拿我逗趣啊！我就随口一说，你看不上公主，那看上哪家姑娘了呀？这，你们别乱扯呀！我啥也没说，啥也没做。柳寻芳呵呵一声，没再为难他。能不能同公主提真相啊？不然她怎么都想不明白，为啥顾锦修不接受她？我也想告诉她呀，可你看公主这脾气，能兜住事吗？万一皇上知道了，我小命不保。我可不想为了他俩的爱恨情仇把命搭进去。要不你去试试？那算了，我跟张三没那个交情。其实我也好奇顾锦修他娘那毒到底怎么回事。你下回同太子打听打听呗。那必须的，着实好奇呀，赶紧约太子殿下出来八卦一下。谢怀臣不知是不是故意的，这次约沈渊去游湖，连画舫都准备好了。沈渊这次没有和沈幼福一起来，只有丫鬟跟着。等施施然的上了画舫，见到端坐在蒲团上的谢怀臣，一点不习惯和太子光明正大在一起，偷偷摸摸更舒服是咋回事呢？谢怀臣见他那做贼的模样，心中无奈又好笑，忍不住想逗逗他。清河姑娘，沈渊打了个激灵，看他那欠揍的笑，心里来了点脾气。公子，你这次带银票了吗？还真没带。沈渊一瞧他那吃瘪的样子，就知道没带钱。李公子，你上次上上次都在赊账呢。在谢怀臣的面前，他已经不再忌讳这段过往。那我以后都继续赊账，你准备怎么办？
沈渊心道这还了得？那奴家可就不伺候了。你该说，姑若是再赊账，你就嫁到东宫，然后搬空姑的库房。那你这次付钱吗？没赏赐，我可就真不赔了。当然也就心里想想，我真没带钱，张三没来，没人给你银子。唉，好舍不得张三，所以以后都没银子了。不行，这生意我不做了。谢怀真挑了挑眉，心道我看你能坚持多久？1、2，还没等数到3呢，沈渊瞬间就变成一副委屈样。贤之啊，难道一点赏赐也没有吗？我每次都可累了。虽然知道他在装，谢怀真心里也软了几分，赶紧从袖中掏出一支金钗。沈渊那哀怨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乖巧的把头往前伸了伸。你心里只有生意吗？太绝情了吧！干咱们这行的最忌讳爱上客人，可我偏偏对你动了心，你居然还说我绝情。银票太俗气，给你准备了这支金钗，你可千万别给我把它当了，要当也值上千两银子，别被人坑了。沈渊一想到那个价值千金的话就心梗。贤之，我以后除非穷疯了，否则再也不会当你给的东西。两人打情骂俏结束，终于开始提到可怜的顾锦绣。沈渊听完一个大概后，人快傻了，好复杂的八卦呀！那到底是谁下的毒啊？为何要杀顾锦绣的娘啊？已经时隔多年，按照顾恒金的说法，想要再进一步查清楚真相，只能审问昭月了。那要不要审一下？如果顾恒金说的是真的，那这是很可能同宫里的勾心斗角有关。那两个点心兴许一开始并非要被带到顾家，中间可能出了什么差错。不过若跟宫里的人有关，左右不过就那几位。那顾锦绣怎么样了？他一直想让他爹和姨娘认罪。其实当年姚氏本就已经被琢磨的疾病缠身，他爹对不起姚家，对不起他娘。不管是不是他们杀的，顾锦绣想报仇就报了，而且说不定就是顾恒金在胡扯呢。沈渊心道，这个顾大学士可真难缠，还是死了得了。说完如此沉重的话题，沈渊属实想换换心情，他笑着提议：贤之啊，你给我讲讲书院的考题呗。好不容易带你出来看风景，你不是想着八卦就是想着考题，好歹我送了一支金钗，能不能想想怎么伺候啊？沈渊一听，瞧了瞧角落的软榻，有点嫌弃太小了，而且看起来硬硬的不舒服，就一同谢怀真嘱咐几句，待会儿要注意点啥啥的。谢怀真赶紧捂住他的嘴，一口气说完接下来的安排。我们先吃点东西，在画舫上看看风景后，再去湖边走走。光明正大的逛，撞见谁你也别躲。沈渊顿时面露欣喜，那事儿一旦开始，哪还有力气游玩呢？说不定就撞见熟人，毕竟这太和湖和他八字不合。阿元，我们总不能一直偷偷摸摸这样在一起，你难道不想嫁给我吗？贤之啊，你觉得我能当太子妃吗？你以前不是说你想当皇帝吗？现在不就是当个太子妃而已。你别乱说啊，以前那是天高皇帝远，关上门自家屋里开玩笑提一嘴，现在这可是天子脚下，要是被人听到了，皇上一个不乐意，不得把咱俩满门抄斩。谢怀真哭笑不得。不会的，父皇不会斩我家满门。总之我真的不够资格做太子妃。所以你不是不想做太子妃，而是觉得自己没资格。贤之，不是说时机不合适吗？爹和皇后他们都会反对，而且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又不是现在就逼你嫁给我，只是我们不用再偷偷摸摸见面而已，我总得为娶你做点准备啊。偷偷摸摸也没什么不好了。唉，又不是让你跟我在外面卿卿我，我们恪守礼节正常出行便是。若是有人问起，你就说我救了你，你感激我的恩情，就算你偶尔脸红心跳露馅也没关系。可我们立场不同，我因为你救了我就同你来往，还表现出爱慕之心，不是很奇怪吗？在别人眼里，你刚回侯府不久，什么都不懂，你哪怕做出些傻傻的举动都是正常的。当以后你变得更强，也可以借此藏拙。再说了，这京城里对我表现出爱慕之心的女子可不少，多你一个不是？沈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乖乖的点头。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和你爹都会护着你。阿元，你以前好奇皇宫是什么样的，你就不好奇当太子妃什么感觉吗？试试看呗。沈渊抿了抿唇，这话说到心坎上了，是有点好奇，可好奇害死猫呀。那你在外面可要对我规矩点啊。谢怀真心道，我有这么色急吗？每次都是你想歪，事情说定后，二人一起用个膳，上的菜全是沈渊爱吃的。顾锦绣会被流放去哪里啊？我会让他去乌曲国和平沙国的边境。平沙国这2年有些不安分，让他去领着。他娘所中之毒同擅长毒蛊的乌曲国有些渊源，他自己也想去查探一番。让顾锦绣也顺便查查乌曲国有没有什么奇药啊。去送他的时候讲讲吧。二人用完膳后，沈渊在谢怀真的带领下，不情不愿的一起去了画舫外面。贤之啊，书院的考题是什么呀？太子殿下心里苦啊，咱俩就不能来点风花雪月的东西吗？每次不是睡觉就是学习。你总不希望你家太子妃连去书院都要考2次吧？其实考试不难，你不用作弊，正常发挥一定能过，我到时候会陪着你。你还能陪我一起去考？我还能陪你上学呢，你以后就知道了。不等沈渊多问，他岔开话题。不用担心，我带你去岸边走走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渊大概是第一次同谢怀真在一起时如此向大家挥袖。谢怀真看着这姑娘腰背挺直，身体紧绷，怎么跟防狼似的，那眼神还四处瞟。咱俩有那么见不得人吗？沈渊察觉到他的目光，斜眼一瞟，撇了撇嘴角，不习惯呐，总有种怕被人捉奸的感觉。可怕什么来什么，一道熟悉兴奋的声音响起：阿渊，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转头一看，果然是裴子言。沈渊恨不得指着太和湖大骂，真的是八字不合。
紫妍，裴公子，你也在这儿？一旁的燕之视线存在感极强，怕他吃醋生气。听他这么叫，裴子妍脸上的笑意散去。太子殿下竟然也在这里，他是和沈渊一起的。裴子妍在金榜题名后，与同届其他高中的学子一起参加过宫宴，见过当今的太子。见过太子殿下。今日是私下出行，他摆手让裴子妍不必多礼。裴子妍这才抬眸，趁机仔细瞧了瞧谢怀琛。早在第一次见太子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几分眼熟。如今见他同沈渊在一起，他赫然就是当日在禅风寺所见的那位朋友。殿下是和阿渊一起游湖吗？正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裴公子。我似乎在兰陵的禅风寺有幸见过殿下。孤正和阿渊游湖赏景，裴公子突然叫住阿渊，是有何事？阿渊二字叫得如此亲密，让人更加的揪心。阿渊，现在方便同我说几句话吗？现在啊，就在这里说吧。裴子妍蹙眉，看了看一旁虽然一言不发，却存在感极强的太子殿下，这里实在是不方便叙旧。他眼神示意沈渊能否进一步说话。说是没事，我就先走了。阿渊，祖母最近身体状况不好，她一直在念着你，你何时方便，可否去见她一面？姥姥她怎么样了？上次去尚书府的时候，他就看出裴老夫人的身体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如今裴子妍这么一说，他也着急。正欲说他改天就去看裴老夫人，可又担心一旁的燕之会不开心。长者为大，你是该去看望。我这2天就去府上看望姥姥，如何？祖母一定会很开心的。还有什么事吗？我会等着你来。不用麻烦。他倏然转身离去，按理该同太子说告辞，然而裴子妍就是没这个心情开口。裴子妍刚走远，沈渊便抓住谢怀琛的手臂，着急的解释：贤侄，我早就和他一刀两断了。突然又意识到自己还在外面，赶紧放开手，退后一步。真的，我回京之后就同他说清楚了，我都不让他碰到我呢。你要相信我啊！谢怀琛见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心中属实是无奈。还好他已经坚定的把裴子妍甩了，就跟当初他甩掉自己一样。沈渊看他一言不发，这男人就是吃醋生气了。得哄哄。殿下，咱们先回画坊好不好？谢怀琛神色一怔，又来了。沈渊见得若有所思，以为他没有听明白，稍稍的靠近他。画坊上的床榻不错，我回去同你解释清楚啊。谢怀琛扶着额头抽了一口凉气。我相信你。沈渊看得出他说的认真，心中一喜。裴老夫人以前待我很好，她身体不好，我该去看看的。沈渊见他这次如此好说话，心里一点也不着急了，瞬间把哄人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咱们去看看那边写的什么诗词吧。谢怀琛惊讶，他突然又没兴致了。可我已经被你刺激的有兴致了呀。你去尚书府的时候，记得我是谁？那现在是要回画坊吗？谢怀琛仿佛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外面的风景也没什么好看的，又不是非得回去做什么，回去喝点小酒也不错呀。于是他轻轻的了一声，二人就这么回了画坊。东风柔波，柳絮飞落，两岸桃花色。清明上河，碧水倾波，小雨江山折。何方来客，惹人疑我，借对酒放。不觉夜色，刹那烟火，弯月了你我。风萧山东，光冠玉壶，一摇一摇曳了我两鬓柔锁。深闺盘古，清风吹拂，万家灯火亮，清香月高过。星光如玉，垂柳如雨，红绸交错举杯，美酒映入入。心无旁骛，相对四目，忽然我就深深中了你的蛊。大姐姐，你可回来了！你快去看看，乔姨娘和祖母非得要求我娘交出库房的钥匙，他们要取你嫁妆里的东西。沈渊一听，赶紧跟着他往尹熙柔的院子里走去。这事儿得等阿渊回来，你们先别急。在尹熙柔看来，乔若安还能在侯府有立足之地，不过是仗着有沈寒川罢了。而想到沈寒川，尹熙柔的眼底暗芒闪动，不禁狐疑的瞟了一眼乔若安。沈寒川有蹊跷，不行啊，寒川最近总犯老毛病，参血和血莲现在就得用。我不管，你快去决。沈渊还没走进院子，就听见了这句话。巧了，他已经准备将血参带给沈老夫人。他什么毛病？竟要这么多药？阿渊，寒川身体不好，快让你二婶去给寒川取药。祖母，你说的这些药大多用于医治各种内伤外伤，只有血参和血莲算是大补之物。寒川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无甚大病，需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寒川自小身体不好，这些药哪怕暂时用不上，总该给他备着。阿渊，虽然侯老爷将这些作为你的嫁妆，可寒川需要，你连这点都舍不得吗？是啊，阿渊，这些东西还是先送到寒川那里，以备不时之需吧。你这说的哪里话呀？寒川好好的，难道突然要出事不成？怎的还着急着备好外伤内伤的药啊？哎呀，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求佛祖千万保佑寒川平安健康。伤药用不上，真需要的话再说。血参和血莲都是大补之物，重伤年老或者将死之人才用。他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哪里需要这些？可寒川就是想要这些东西啊！祖母，我也是个大夫，药可不能乱吃，寒川吃出问题就麻烦大了。
说了是以备不时之需，你身为嫡姐，这点东西都舍不得给，传出去不是苛待弟弟吗？乔姨娘，我和祖母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况且这里就这么几个人，除了你无理取闹，谁会把这种事情到处瞎说？你还没等他发作，一个身影猛然从墙角窜过来，径直扑向沈渊。默默无闻的苏寻月突然闪身将之拦住。你凭什么欺负我娘？阿渊，不就是一点药材而已吗？你身为嫡姐，让着韩川不行吗？这是我的嫁妆，我不给他是正常的，给他是因为我善良大度，你们该感激我，而不是这般威胁我。何况他是以备不时之需，我难道就不需要吗？若是他现在重病急需，我立刻拿给他，否则你们这就是抢嫡女嫁妆。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你这个做姐姐的竟这般的斤斤计较，不能疼疼弟弟，让着他点吗？说了，他若是现在急需，我立刻拿出来，否则他万一不小心吃错药没命了怎么办？我这是关心弟弟安危。大舅舅急需啊！大舅舅在狱中受了酷刑，现在又要被流放，他需要治好伤啊！说着，伤心的泪如雨下，犹如死了爹。大哥急需这些珍贵的药材，你们也知道，现在乔家不容易，以前乔家帮贵妃做了不少事，可这毕竟是阿渊的嫁妆啊，让阿渊说了算。除了血参，其他的我可以卖给你，市场价。买就买吧，大舅舅需要啊！不是说他在狱中还犯了哮喘吗？好了好了，我明天带着药回趟乔家。哎，我也要回去。兴许是因为侯爷和乔姨娘感情不好，导致沈寒川有点过于亲乔家。沈渊倒是不关心沈寒川是否亲近爹，只是听到这个哮喘病，作为大夫的他心里寻思，这病通常同一个家族的人容易得上，孟云谦和乔家好像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这可真是巧啊。寒川，你大舅舅涉嫌科举舞弊，你在外面要多注意点儿。最近外公很伤心，身体不好，我想和娘回去看看。沈老夫人这才点头，这种情况是可以看望下。沈渊这2天来了趟尚书府，特地给裴老夫人带了许多的好东西，包括嫁妆里的那只补身体的血参。这次他还没进尚书府的大门，郭月便亲自出来迎接。裴子言都没有他积极，他已经打听过，沈渊现在临安侯府掌家，侯爷给他准备了大笔的嫁妆，只可惜没有早点知道他的身份，否则一定会给他口饭吃，让他对自己感恩戴德，不至于这会儿还和子言闹别扭呢。阿渊呐，要不要和子言先聊会儿？他整日都在思念你。不用，我现在就去看裴老夫人。好，那让子言带你去吧。沈渊除了跟裴子言正常的打声招呼，没有多说一句废话，要断就要断干净，否则害人害己。沈渊脚步才迈进门，裴老夫人便慈祥的笑着朝他挥手：“阿渊，快过来。”姥姥，你还好吧？还好，最近染了风寒，什么也吃不下，总是头晕胸闷而已。裴老夫人示意裴子言先出去，想和沈渊单独说说话。等他出去后，老人家抬手摸了摸沈渊的脑袋，看来你现在过得不错，这样我就放心了。姥姥，我现在过得很好，你也要好好的。阿渊呐，你和子言到底怎么了？姥姥，我和子言有缘无分，他属金榜题名，不缺娇妻美眷，多的是比我好的姑娘。阿渊，你决定好了吗？姥姥，你放心，我和子言以后都会过得很好的，不是非得要在一起。那就好。阿渊，以后若是子言娘亲说什么风凉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这把老骨头只希望你好好的，做不做我的孙媳妇儿都没关系。沈渊感激的连连点头，继续陪着裴老夫人聊了一会儿，说起了不少他到侯府后的趣事，顺带给裴老夫人把脉，叮嘱她如何注意身体。最后，沈渊从裴老夫人房中出来，心中的一块巨石放下了。阿渊，你是怎么在兰陵遇到太子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没有告诉我？我是灾民，偶然见到太子殿下。我听说太子还救过你。阿渊，你是喜欢上太子了吗？子言，不管我喜不喜欢谁，我们都没有可能了。阿渊，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回心转意？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好，可我们曾经两情相悦，你难道连一个弥补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京城里这么多好姑娘，你就对我放手吧。我做不到。裴子言觉得沈渊可能喜欢上太子，怕他不清楚朝堂上的那些弯弯绕绕被人利用，故而出言提醒。阿渊，你身份特殊，太子对你的心思难测，你该当心些。沈渊理解他这么说的立场，乖乖点头。何止是他，谁都会这么想，就连他自己都有点怕怕的。最后，沈渊急匆匆的走了。他觉得时间久了，他怎么都会想得开的。沈渊回到侯府后，专门列了一个单子，上面的药材都对裴老夫人的身体有益，他吩咐人定期给老人家送过去。处理完裴府的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见谢怀琛。虽然燕之说过不介意，可这小气的男人哪会真的不放在心上，还是得去哄哄，而且他们还得去送送顾锦修呢。谢怀琛现在其实美得很，沈渊这么主动的要见他，二人现在城门附近的一处阁楼的雅间里，不远处就是城门，能清楚的看到人来人往。突然间，脑子里想起自己第一次进京的情景。怎么了？信之啊，是你带我进城的。守卫正同以前那般的在检查行人。原来是这样啊！若是没有燕之的玉佩，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进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阿渊，裴老夫人怎么样了？姥姥还好，
就是身体不如从前，我给他送了很多药和补品。说完便赶紧解释自己去尚书府就只是看望裴老夫人，其他什么也没做。不用解释，谢怀晨也知道。不过他喜欢听他讲，看他在乎自己的样子。那以后想姥姥了就去看望她吧。这么大方了，贤侄啊，你来画画京城的风景呗，多画几幅啊。那双灵动的眼睛闪着星星，仿佛是看到亮闪闪的金子反射出来的光，而自己就是那块金子。我以前在翠云阁送你的那几幅画还在吗？当然在啊，我好喜欢的，记着要好好收藏。贤侄啊，你再给我画几幅吧，我会把它们都当宝物一般珍藏。是吗？那你觉得那幅画该当多少银子呢？怎么一时兴起又忘了？燕之啥都知道。他轻咳一声，眨了眨眼睛，眼中的金子光芒也去。怎么能当了呢？哼，我一定把它们都留着做嫁妆。为何怎么听着都不对劲儿呢？贤侄啊，你快来画吧。谢怀晨摩挲着画纸，没有动笔，若有所思。怎么了？以后我带你去游玩京城各处美景，将你画在风景里。这会儿就算了吧。行吧。那咱们要下去等顾锦绣吗？不用，在这里看看就行。他的身份不方便亲自跑到城门口去送人，说完便径直走到窗边。顾锦绣被押送到城门口的时候，仿佛知道谢怀晨会在这边一般，突然停下脚步往这边看过来。他嘴角勾出一抹快意恩仇的笑，洒脱不羁，是在告别。谢怀晨也跟着浅笑道别，沈渊还冲他挥了挥手。顾锦绣又往四周扫视了一圈，神色略显失落。他要失望了，刘姐姐说过他不会来的。他有说他为什么不来吗？他说论情分，按理应该来送顾锦绣，可是有的男人爱自作多情，未免让人误会，一定不能做出任何疑似情欲故纵、欲拒还迎的姿态。你和你的刘姐姐学的可真多啊。还好啦。目光闪烁几番，指着城门的方向。快看！谢怀晨顺着他所指之处瞧去，立刻皱眉。完了，七公主来了。兄弟，咱们快走吧。顾锦绣，你等等。谢昭月看他见到自己就走，赶紧着急的跑过来。你一定要走吗？他都没有来送你，这样你也要走吗？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喜欢我呢？顾锦绣别开目光，我从小就喜欢你，你是不是嫌我脾气不好，不像他那么善解人意？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告诉我，我可以改的。你能不能别走？公主，你很好，我不值得你如此费心，你以后定会觅得良人，快回去吧，后会有期。那我等你回来，我会一直等你回来。我相信太子哥哥一定有安排，你会回来的，对不对？七公主，有些话我必须现在同你说清楚。我顾锦绣此生都绝无可能同你在一起，不管我会不会回来，都与你无关。我不能接受，我感觉天都要塌了。谢怀晨见势不妙，已经吩咐人下去将公主带走。公主真是想不开呀，顾锦绣不肯娶她，换个人嫁不就行了？京城有那么多好人家呢。你可真想得开呀。酸溜溜的声音响起。那是啊，我可想得开了，不就没了情郎而已吗？我要是想不开呀，早没敢继续往下说，感受到一股低气压，果然燕之脸色都沉了。贤侄啊，你要不要去安慰安慰公主啊？谢怀晨提到这事儿也头疼。阿元，你先回去吧，暂时还不能让昭月看到我们在一起。沈渊明白他的意思，离开后往书斋的方向去。谢昭月被侍卫强行带来阁楼后，顾锦绣已经走了。太子哥哥，我没想到他就如此绝情。谢怀晨理解他的心情，被甩了是挺难受。父皇若是见到你伤心至此，定会对顾锦绣不满。你能在父皇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吗？我会求父皇别生他的气，父皇早就答应了，只要他娶我，就不用被流放。算了，就先这样吧。于是把沈渊的原话甩过去。别哭了，不就没了情郎而已吗？说得好心梗，然而这句话对沈渊和顾锦绣有用，对谢怀晨兄妹没用。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我呢？哪里不如那位柳姑娘？你不了解他，你们不适合在一起。我可以努力去了解他的，他都不肯给我机会。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何苦认定他？他不娶你，你嫁给别人说不定过得更幸福。不是，所以阿渊也是这么想的。同裴子言分开的时候就是这般想，当初同我分开的时候也是。那以后呢？我不能接受，我从小就想着以后会嫁给他。那你以后别想了。太子哥哥，我好难受啊。我也很难受。最后皇帝还是知道了顾锦绣让七公主伤心了。昭月配得上天下最好的男子，怎么可能不如一个青楼女子？父皇息怒，是顾锦绣有眼无珠，他配不上昭月。那位柳姑娘同他其实没什么关系，是昭月误会了。如今顾锦绣已经被流放出京，这事就算了吧。谢怀晨先安慰公主好久，搞得整个人的心情低落，如今又得劝解龙颜大怒的皇帝不要殃及无辜，劝得自己都想发火。昭月已是出嫁的年纪，真是该赐她一门好婚事啊。谢怀晨听罢立刻惊觉不妙，这次新科一甲三人都是人中龙凤，言之你怎么看？回父皇，状元郎有未婚妻，孟惊鸿已经死了。至于裴子言，他都不想提。朕说的探花郎是周青石，在朕看来他当状元都够资格，不过昭月若是嫁给他算是下嫁，裴子言的话家世还行，朕以为勉勉强强。儿臣明白父皇对周青石和裴子言颇为赏识，只是此事该先问问他们的意愿。况且儿臣认为昭月的婚事不必太过着急，驸马之位还可以考虑别的人选。皇帝微微的颔首表示同意。谢怀晨从皇帝这里离开时，只觉得明亮的天空都暗了几分。唉，真是心累啊。
沈渊来书斋的时候，只见沈佑福拿着一本书，笑嘻嘻的同周青石说话，似是在问他的问题。沈渊觉得这画面很和谐，干脆不打招呼，径直走过去。注意到沈渊来了，二人放下书。沈大小姐，我推荐的那位同乡以后会打理好书斋，我从明天起就不再过来了。你办事啊，我放心。沈渊简单的处理好书斋交接之事后，拿了几本书，准备为后天书院的考试再恶补一下。可还没走出门，便撞见迎面而来的裴子言。阿渊，我只想简单的和你说几句，用不了多久。裴子言确实是没有废话，开口便说明来意。阿渊，我说过金榜题名后就娶你，我对你的感情和承诺从未变过。或许你已经变心了，可我还是想娶你。子言，我们已经没有可能，你放手吧。因为是太子吗？是又如何？你太天真了，以你的身份，太子怎么可能真心待你？他对你不怀好意的，你爹知道吗？与太子殿下无关，不管有没有他，我们都已经结束了。我不想跟你说这事了。他说罢便要离开，裴子言这次没有再阻拦，只在他身后强调道：阿渊，我会去侯府提亲。沈渊听到这话压根不想理，婚事哪是你来提亲就能成的？上一个来提亲的孟惊鸿都坟头长草了。沈渊回去后便将此事抛之脑后，临时抱佛脚2日后，在沈佑福的陪伴下来到天府书院参加考试。大姐姐，考试一点也不难，就按照你平时的水平正常发挥就行，我在这里等着你啊。沈渊淡定的点点头，然后跟着书院的小厮继续往前走。沈渊很快被领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考核他的老夫子端坐在一张靠墙壁的方桌旁，而方桌的另一侧赫然坐着太子殿下。沈渊有点懵懵的，燕之为何会在这里？他乖乖的行完礼后，假装和太子不熟，报出自己要考的3项：棋、画和算术。老夫子见他没有带乐器，便猜到是这3项。殿下难得来一趟，要不一起看看？好啊，没想到姑今日有幸一睹沈大小姐的才华。才华？我有吗？沈大小姐随意发挥吧，不必紧张。是不是只要燕之说能过，我就必然能过呀？顿时心中一喜，于是走到桌前提起笔作画时，抬眼看向了谢怀琛。太子殿下，臣女相信自己定能考过，还请殿下待会儿公正评判。谢怀琛心想，我只是来陪陪你而已，这种小儿科考试我也不好意思给你作弊呀。不过他在一旁陪着，沈渊安心了许多，全程内心平静又自信的作画、下棋、做题，仿佛此刻同燕之交谈的时候没有区别，甚至连气氛都是温馨舒适的。他发挥得很自然。最后完成时，夫子还没有等太子殿下给出点评，就连连的点头赞赏。果然传言不可尽信呐。沈大小姐虽然刚回京城，但这些东西一定早就学过了吧？以前有位很好的老师教过我，那位老师博学多闻，才华卓越，教我的时候很有耐心，从不对我发脾气。他是天下最好的老师。听得一旁的谢怀琛心神荡漾，嘴角的笑意掩饰不住。以后你来学院学习，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天下最好的老师啊！甚至还有机会遇到太子殿下亲自教授。好啊，殿下可要好好教我哦。谢怀琛有点不好意思的别开眼，这姑娘难道又想歪了？考核刚刚结束，老夫子便有事被人给叫走了。于是谢怀琛勉为其难的带着新学生在书院四处走走，期间两人只能一本正经、恪守礼节的说话。走到一处竹林附近时，沈渊一看四处无人，殿下，这里有什么地方方便我们说话吗？谢怀琛的目光一怔，他难道想在这里？殿下，有没有啊？谢怀琛深吸一口气，当机立断，带着他进入到竹林后面的一间小屋子，命人在外面看着。沈渊一关上门，便兴奋地扑进他怀里，还主动在他脸上亲了一口。阿渊，怎么突然这么急着想要？信之，我好开心啊！谢谢你啊，都是因为你以前教得好，我以后会继续努力学习的。然后从他怀里蹦出来，开心的在原地转了个圈，乐得花枝乱颤。我以后就是天府书院的学生了。谢怀琛怀里一空，苦笑一声，看来我还得再研究研究这事儿的规律。沈渊兴奋劲儿过了后，又凑过来，信之，你真好，自从认识你，一切都在变好。他勾住谢怀琛的脖子，吻上他的唇，一个单纯的、甜甜的、缠绵的亲吻，没有再更进一步的意思。阿渊，相信我，以后会更好。最后，沈渊带着老夫子给的一摞书回去。只是这天回到侯府，正巧遇到沈老夫人和乔若安等人在院子里待着，几人脸色阴沉沉，气氛凝重，犹如死了人。随口一问，竟是孟云谦身体不济，死在流放路上。哎呀，阿渊，你和子言早就两情相悦，当初说好他金榜题名便娶你为妻的。子言如今来侯府提亲，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伯母，我早就说得很清楚，我现在和子言没关系。阿渊，子言对你痴心一片，不离不弃的，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始乱终弃的事呢？你们裴家一直看不上我，过去的2年也对我不闻不问。我娘死的时候，闹水灾的时候，你们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和子言就是错过了，现在你们何苦来死缠烂打？子言一直在找你，甚至为此不顾他的科举大事。你们在兰陵不都见过了吗？是我这个做娘的不好，想着为他的前程，让他必须金榜题名后才来娶你。我最难过的时候，快饿死的时候，完全没有子言的消息，你们也没有及时找到我。想到水灾后自己干的事儿，郭月觉得其中定然有蹊跷。等回去让管家打听打听，他到底被卖到哪家做奴婢，又是怎么跑出来的？阿渊，对不起，我真的没日没夜在找你，可就是没有找到啊。
我独自逃到兰陵。阿渊，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对。阿渊，子言对你的感情天地可见，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你们都好好的，为何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你若还生气，就全怪在我身上吧。啊，以前的事情过不去，我受的伤害永远过不去。我们就是错过了，再也没有以后。阿渊，以后你都不会再挨饿了，我真的会好好照顾你，就像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般。总之我们一刀两断，不要再说了。够了，别怕，爹给你做主。随即冷眸看向裴子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没本事保护好我女儿，不能给她幸福，就别在那里自诩深情，你不配。沈侯爷，子言一直想要给阿渊幸福，是我这个娘的错，如今两个孩子，那我就更不能把阿渊嫁到裴家。沈侯爷，你这是瞧不起咱们裴家吗？你就是再瞧不起，裴家也对阿渊有恩。子言和我家老夫人对他多有照顾，如今子言祖母身体日渐衰弱，唯一的心愿就是盼着孙子能娶妻。你们这么做是想气死我家老夫人吗？裴尚书越听越觉得不妥，抬手劝道：弟妹，你别胡说，我难道说错了吗？裴家是对我有恩，可我娘也为裴老夫人调理身体多年，这2年是你们裴家不要我了，我所受的伤害算什么？阿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沈念初躲在门外偷听这么久，看得出沈渊极不情愿嫁给裴子言，干脆出来捣乱。裴大人，你别着急，我是沈渊的妹妹沈念初，我们临安侯府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之举？转头又对沈渊劝道：姐姐，既然你早与别人两情相悦，私定终身，岂能现在又翻脸不认人？你现在这般胡闹，岂不是逼迫爹和整个侯府都跟着你做出不义之事？沈儿小姐真是位通情达理之人。沈侯爷，这2个孩子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的，天生一对，好好劝劝他吧。子言已经金榜题名，入朝为官，他不会辜负阿渊的。爹，咱们还是好好劝劝姐姐吧。再这么下去，若是气坏裴老夫人，姐姐可就要担上忘恩负义大不孝的罪名。你觉得他好，你嫁给他得了。爹，我怎么可能嫁过去？不想嫁就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沈知州现在认定了，坚决不能将女儿嫁到裴家，哪怕背上忘恩负义、始乱终弃的骂名，也不能将女儿嫁过去。婚姻大事必须得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阿渊现在是侯府的大小姐，婚事就得听从我的安排，我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你们请回吧。他随即又同裴尚书客气道：裴大人，儿女的事还是得看缘分，虽然成不了亲家，可千万别做成仇家。沈侯爷客气了，婚事不成，情义尚在啊。家中老母时常想念着沈大小姐，老人家只希望孩子们过得好，沈大小姐有空来府上看望下就好啊。郭佑回去后，第一件事便是找来管家在房中密谈。你仔细的说说，她真的被卖了吗？是不是其中出了什么岔子？夫人，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没人管的孤女，现在是临安侯府的大小姐，皇亲国戚哪能轻易招惹？咱们干的这事儿要是暴露了，可就麻烦大了。你还能联系到那个人牙子吧？赶紧回江州一趟，给我打听清楚，沈渊到底被卖到哪儿了，又是怎么逃出来的？若是能抓到点把柄，还愁拿捏不到沈渊吗？哼！管家没辙，领了吩咐告退，可心里是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自家夫人在作死。这会儿2人在乌衣巷的院子里，沈渊无精打采地靠在谢怀琛的怀里，一手有气无力地挪了挪棋盘上的棋子。谢怀琛叹了口气，已经悔棋多少次了，能不能让我直接数？我来收拾裴子言吧。冷不丁的来了一句，惊愕的沈渊坐直了身子。舍不得？姥姥和他都对我有恩，他也没做错什么，爹已经坚决拒绝婚事，他应该不会再来提亲了。那最好。随后他又将他重新的揽入怀中，温声的提议道：阿渊，我带你去郊外看景吧，以前就是怪要带你去的。只觉得这会儿的胭脂无论说什么都得依着他，乖巧的点了点头。2人第2天便去了京郊，谢怀琛将他带到一处人迹罕见的观景点。胭脂，好看好看，以后都跟你一起看。 2人一起惬意地躺在草地上，感受着微风轻拂，像恋人的手，恋人就在身边，气氛正好。于是2人很快就抱到一块，然后又亲上了，再然后，胭脂，这是光天化日、沐天席地的。放心，会有人。就算不会有人，还有好多动物啊，松鼠、兔子、野鸡，还有黄鼠狼、山羊，说不定全在偷看咱们。谢怀琛原本没觉得有什么，被他这么一说，竟然有种被当众围观的感觉。这他们看不懂。不行，他们聪明着呢，都在笑话我。近处，一只松鼠不识时务的叽叽地叫了几声。太子殿下觉得自己失算了，以后一定要在这里建一间小屋。晨风漫舞，清风吹拂，伴着我俩心相远高过，星光一直流入我昨天
这天回去之后，虽说谢怀琛不打算刻意的针对裴子言，但他实在是不能忍受对方再继续纠缠沈渊。在一次上朝结束后，皇帝留下几位大臣和皇子议事，谢怀琛突然提出派裴子言离京，去江州地方上任职。皇帝对此颇有疑虑，毕竟是本次科举的王爷，一般都会选择留京。让裴子言去江州，未免太浪费人才。三皇兄此言差矣，江州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裴子言祖籍在江州，对当地民情颇有了解，定能大有一番作为。奈何三皇子认为，现在江州都是你太子的人，只要你不乐意，能让他一辈子翻不了身。那也用不着榜眼郎去吧。皇上，臣以为太子殿下说的有理。三皇子心道，你是不是说反了？皇帝都反应了一瞬，没听错呀，你居然和太子还能在这种事情上统一意见呀？他疑惑，太子和沈知州怎么突然都在关照裴子言？沈知州离开时同太子对视一眼，只见对方意味深长地同自己笑了笑，联系到最近女儿的动向，心中甚是狐疑。而皇帝在听人汇报一番最近的消息后，恍然大悟，这裴子言拒绝了七公主的婚事，后来居然去临安侯府提亲，难怪太子看起来对他不满，而沈知州不肯嫁女儿，所以对他也不满。哼，朕也不开心。虽说你拒婚和提亲算两码事，可朕的女儿怎么就比不上沈知州的女儿了？于是皇帝大手一挥，下旨让裴子言去江州上任。裴子言突然接到任命，猜到定然同太子有关，他心中不甘，不肯放弃，于是上书皇帝，以祖母病重为由拖延赴任时间。弟妹，子言会被派去江州，应该同沈大小姐的事儿有关，你不能再强人所难，否则可能会惹祸上身呐。所以这是有人故意针对子言，是连侯吗？没那么简单啊。现在去江州很容易干出政绩，他只要好好做事儿，以后有机会回京的，你就别再继续胡闹了。郭越看似乖巧的点头，实则一点没有听进去忠告，反而寻思现在岂不是更该将沈渊赶紧娶进来，找一个强大的岳父家比什么都靠谱。所以他在接到管家带回来的消息和人后，心花怒放，只叹天助我也。阿渊呐，你最近同太子私下有来往，还是孤男寡女的在一起？沈渊顿时呼吸一紧，心里发慌，感觉外面养的奸夫被老爹给发现了。爹，太子殿下救过我是为了感谢他的恩情，才和他一起出去的。你沈侯有太阳穴突突的直跳。阿渊，你跟太子是什么情况？太子是不是欺负你了？殿下对我很好，他很好。怎么可能？那一定是他别有用心。你快跟爹好好讲讲，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你可别被他给骗了。联想到太子从那场宴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反常举动，沈知州此刻气得眉毛倒竖。殿下救了我，他没有害过我，一直对我很好。快说说，他都是怎么糊弄你一个小姑娘的？怎么背着我哄骗你跟他出去的？究竟有没有糊弄自己，他不知道，他倒是骗了太子的银子。正欲问清楚，外面的侍卫急匆匆的来报：侯爷，大小姐，裴二夫人在外面，说是有天大的要事，着急要见大小姐。沈知州气不打一处来，这郭越怎么还有脸来？还有什么比我女儿被太子骗了还大的事？他说是关于兰陵青云巷的一段往事，让大小姐务必去见他，否则后果很严重。青云巷，翠云阁。爹，我去单独见见他，你就在书房待着吧，很快就回来同你解释太子的事。说吧，便一溜烟的出了书房。他一出书房，便快速的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没有立刻去见郭越，而是先赶回自己的房间，取出一直小心珍藏的玉龙佩，紧急写了一张纸条折好，然后吩咐苏群燕立刻带着玉佩去东宫，将纸条交给太子。看着苏群燕闪身离去，沈渊内心忽然安定许多，这才快步的往前院去见郭越。郭越正大摇大摆的坐在客厅里，他旁边站着几个人，其中有那位管家，还有一名女子，是紫菱。他怎么会和郭越在一起？他暂时假装不认识他。清河，你还当着大小姐了？你认出来是他？当然，他就是清河。阿月，当初水灾后，大家都没有找到你，你说说你在哪儿呢？沈渊在见到紫菱的那一刻便知自己的黑历史藏不住了，只是没想到竟然是郭越来拆穿他。我在朋友那里，子言知道的。阿月，你骗骗子言就算了，我可是清楚的知道你在翠云阁。阿月，我总算知道你的心结，虽然你曾经做过青楼女子，但子言喜欢你，我这个做娘的呢，只要儿子开心就好，所以我不介意。况且你嫁进来还能冲冲喜，没准老夫人的身体能好转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阿月，如今你已是破败之身，我们裴家依旧愿意娶你进门。你若是仍要做那个始乱终弃之事，我只能将你在翠云阁的事情宣扬出去。你现在随便叫个人来这里胡说八道，诋毁我清誉，侯府可不会轻饶。哼，我可是人证物证俱全，但凡说出去，以后京城里不管谁要娶你，恐怕都得先仔细的验身。你敢验吗？还有人会娶你吗？沈渊掰扯不过郭越，但他深信验之一定会帮自己，他需要拖延时间，好好想想吧。我也是为了你好。沈侯爷应该还不知道吧？若是你爹知晓此事，说不定你这大小姐也不好做呀。你就别闹脾气了，子言对你的感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嫁过来呢也不会怠慢你啊，还是快点去劝劝你爹，咱们交换更帖，早日把喜事办了吧。沈渊眯了眯眸子，心道做你的青天白日梦，一边内心疯狂的叫嚣：燕之，你再不来我就要改嫁了。
很快，外面响起了吵吵嚷嚷的声音。沈渊赶紧起身去推开门，一眼便瞧见了谢怀琛。对方见到他，勾了勾嘴角，温和的目光仿佛在安慰他别怕。谢怀琛随即目光一扫，瞧见紫菱，然后沈渊才注意到谢怀琛身后站着裴子言和爹。谢怀琛收到消息时，裴子言正在东宫胆大包天地质问他何以欺骗利用沈渊，横刀夺爱。既然他母亲在闹事，谢怀琛将他一并带来，而太子突然要带人闯入侯府，直接就惊动了沈知州，从书房赶过来。太子殿下，侯府怎么可能有刺客？你到底要做什么？本就以为太子欺负女儿，沈知州气不打一处来。谢怀琛没有回话，将他们全部拿下，带去刑部审问。殿下，这是裴二夫人。申侯爷，事关当初刺杀姑之事，你可以随姑一起去刑部。随即又微敛眸子，意味深长地看向裴子言。裴公子也一起来吧。沈渊有些无措地看向谢怀琛，爹和子言都去，意味着他们都会知道他的秘密。察觉到他的目光，你也一起去。既然以捉拿刺客为由带走裴家人，沈知州会知晓他们之间的事在所难免。阿渊已经喜欢上自己，是时候让他知道了。大家到了刑部大牢后，谢怀琛立刻命人关上门，在外面严加把守。郭跃等人还是懵的，怎么会跟刺杀太子扯上关系？李公子，你是太子殿下？大家听得莫名其妙。什么李公子？谢怀琛坐在对面的桌旁，他没理会紫菱。沈知州看不惯女儿往太子的身边凑，阿渊，过来。他觉得这会儿在胭脂的身边会更有安全感。太子殿下，我娘不可能同刺客有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怀疑太子因为沈渊的事故意找茬。殿下，这毕竟是裴尚书的家人。清河曾经参与刺杀姑，裴二夫人，你同他有何渊源？他不就是清河吗？少胡说八道！我是连侯府的大小姐沈渊。不对，你就是清河，你在翠云阁伺候过这位公子，两人他长得这么像吗？裴夫人，你说过你确定被卖到翠云阁的，一定是他。郭跃本以为沈渊会故意遮掩替他说话，没想到对方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府上的管家偶然发现沈渊曾经在水灾后被卖进兰陵的青楼翠云阁，改名叫清河。太子殿下，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清河？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突然想起先前派人去调查沈渊的经历时，确有灾后几个月的空白，如今心里开始莫名的慌乱。而裴子言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想起自己当时确实在翠云阁疑似见到过沈渊。清河已经死了，他参与刺杀姑，所以与他有关的人，姑都要严加审问。沈知州诧异太子先前为何没有提起过这事，可现在这事涉及到自家女儿的清白。阿渊呢，跟什么清河是没有关系的。裴二夫人，你休想再诋毁我女儿的清誉。我这有翠云阁清河的画像和临摹的卖身契。你怎么会找到翠云阁？他偶然发现的。你怎么偶然发现？紫菱刚才说你们确认被卖到翠云阁的一定是沈大小姐。我逛青楼的时候偶然知道的。你有没有逛过青楼一查便知。你和清河到底什么关系？为何一口咬定清河就是沈大小姐？想清楚再回答，这可事关谋逆之罪。谢怀琛从知晓郭跃敢如此闹事，便猜测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也想清楚了再回答，若有欺瞒，姑现在就可以对你们严刑拷打，甚至要你们的命。谢怀琛对紫菱厉声警告，裴子言正想说这是滥用私刑。你们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殿下的话。那位管家特意来翠云阁打听清河的消息，说让我来京城指认这位沈大小姐。我当时也有过疑问，会不会认错人？可这位裴夫人说只要长得一样就不会错，还说这位小姐必然把她说出去。你别胡说。裴二夫人，管家，你们又是如何打听到清河的踪迹，确认她就是沈大小姐？二人都垂着头不敢说话，不知如何回答。谢怀琛直接示意人先对管家用刑。管家一开始还嚷着说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又说认错人，是夫人让我去打听的。当初夫人吩咐我找人牙子把沈姑娘卖掉，不能让少爷找到她。我按照人牙子说的线索找到了翠云阁。不可能，你胡说！娘，你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夫人怕沈姑娘缠着少爷不放，说是为了少爷的前程，让人牙子把她卖去做奴婢。我这次回江州打听，才知道她被卖去了翠云阁。殿下饶命啊！你这个毒妇，你啊，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我没有。大家的废话没有说完，沈渊第一个冲过去，掐住郭跃的脖子。你竟然如此害我，还敢拿这事要挟我！我要杀了你！汉渊，你冷静点。沈知州一脚踹开裴子言。我真是等了8辈子没遇到你们裴家。他力气还是不够大，没把人掐死就手累了，松开手歇了一会儿。子言，救我！娘都是为了你，你们不能杀朝廷命官的娘，就算是我干的，也罪不至死。你们不怕这事宣扬出去吗？娘，你怎么可以这么对阿渊呢？沈知州此刻心脏被揪住一般的难受，女儿真的被卖去青楼，他从未对自己提过阿渊到底受了多少委屈。谢怀琛让人将郭跃按住，主动递了一根锁链给沈渊。别怕，我都能处理好，别伤着手。沈渊接过锁链后，毫不犹豫地套上郭跃的脖子。阿渊，我对不起你，你可怜天下父母亲吧，我真的罪不至死，我保证再不会找你麻烦。阿渊，求求你放过我娘吧，我再也不会去羞辱你了，我知道我不配。我
许你们裴家无冤无仇，他却害我差点在金楼被人糟蹋一辈子。方才在侯府，他还想用这事要挟我嫁给你，若不是被拆穿，他还会继续拿捏我一生。他不死，不足以消我心头之恨。最后，郭月眼珠逐渐变得浑浊无光，脖子一扭，被勒死了。娘！沈知州看太子殿下将女儿紧紧地抱在怀中，想保护自己的所有物，眉眼间温柔缱绻。虽然心里1万个不情愿加1万个为什么，却又一时说不出话来。裴子言抽泣着爬到郭月身边，想问一句：“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却说不出话。这问题自己都能回答，就是那句万年不变的：“娘都是为了你好呀。”原来是自己害了阿渊。当初曾在兰陵见过他，他在那时就已经对自己失望透顶了吧？半晌后，沈知州见沈渊依旧回不过神儿，阿渊，别怕，爹在这儿呢。沈渊有点意识，眨了眨眼，生无可恋的样子，也不肯从谢怀真的怀里出来。谢怀真觉得怀中的人需要好好的休息。沈侯爷，裴公子，你们说说打算怎么办？既然跟刺客有关，当然都不能留。吓得人当场哭喊求饶。解决其他人没什么问题，但裴子言虽还未赴任，已经算朝廷命官，还是本届榜眼。若他要闹事，那就不好办了。我娘一定另有安排，若是他不能及时回去，会有人将阿渊的事情宣扬出去。说吧，他瞟了一眼管家，我会处理好此事，然后去江州。我娘因病暴毙，剩下的人任你们处置。他能配合最好，省得麻烦。裴尚书也是个聪明人，不会多事。谢怀真立刻抱起沈渊，那这里就交给沈侯爷，我先带阿渊回去。沈知州简直头大，什么叫交给沈侯爷？你带我女儿回哪里？太子殿下，你和阿渊。侯爷处理完此事可以来见姑，姑会和你解释清楚。沈知州想拦，可看到女儿在太子怀里一副无比乖顺的样子，硬是没有开口，一看就像抱习惯了。沈知州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剩下的烂摊子得有人收拾，干脆转头去审问紫菱。你说说那位清河姑娘在翠云阁的事。沈渊被谢怀真抱到马车上后，依旧一副呆呆的模样。阿渊，没事。沈渊总算是有了点反应，虽然见过人死，可方才是一辈子第一次杀人，人活一口气，啥也没有做就被人害成这样，撑着这口气也得把仇报了。两人回的不是侯府，而是东宫。等到达东宫，沈渊哭累了，人也变娇气了，靠在谢怀真的怀里不想动。阿渊，你这次做得很好，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也要立刻通知我。对于伤害你的人，不用手软。贤侄，有你在真好。那是当然，你得时刻记着我是谁。沈渊听到那3个字，感觉身体愈加的娇软。我会不会给你惹麻烦了？你对你男人这么没信心吗？觉得我这点麻烦都处理不了？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径直吻上去。这个吻来得突然又急切。等到沈渊的目光涣散，大脑放空之时，谢怀真突然放开他，没有更进一步。沈渊下意识地凑到他唇边索吻，他这次竟然没有回应，只唇角勾起宠溺的笑。阿渊，你爹快要到了。冷不丁的一句冒出来，仿佛被一棒槌敲醒，整个人差点从谢怀真的怀里弹起来。还没到呢。完了，接着一下什么都知道了。知道我被卖去青楼，还在外面和男人鬼混这么久。谢怀真料到他会是这个反应，二话不说又吻住他的唇，把人给吻得身子软绵无力，蹦不起来后才放开。沈渊此刻心里抱怨，都被他聊出兴致了，怎么就不继续呢？阿渊，待会儿你爹若是冲我发火，你可得护着我。怎么办啊？阿渊，只要你坚定地站在我这边就好。你爹会有很多顾虑，甚至让我在这不能见你。我希望你今后不管听到别人说什么，都要相信我。若是对我有任何疑问，一定要直接同我讲，不要互相猜忌生了误会。沈渊理解他的意思，以二人的身份，大概不管是谁都会以为太子在利用他，或者他在对太子别有图谋。裴子言就是这么说的，爹也会这么以为。阿渊，不要害怕，也不要退缩，我只需要你别躲着我，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剩下的一切我会处理。沈渊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怕怕的，可这件事总要面对，既然喜欢他，那就从心。正准备将他抱在怀里再次亲个够，结果沈渊一口咬上来。你若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一定咬死你。好，想咬哪儿都行。忙完正事的沈知州气急败坏地赶来东宫。他来到侯府后，得知沈渊根本就没有被送回来。厚颜无耻的太子在赈灾的时候忘过青楼，欺负自家闺女几个月，现在还敢公然地将女儿拐到东宫。沈知州见到谢怀真和沈渊一起来见他时，眼珠子尚在打量二人，最后停在二人牵着的手上，目光如刀。沈渊慌得下意识地想抽回手，奈何谢怀真握得更紧，他顿时反应过来，在心中提醒自己要站在燕之这边。沈知州见二人这样，急得立刻站起身。沈侯爷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他喘了喘气，压住满腔无处发泄的怒火。阿渊呐，快来爹这里。爹，我被卖到青楼是燕之替我赎身，带我来京城，你不要怪他。沈侯爷，姑对阿渊是真心的。阿渊呐，那点银子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你伺候了他3个月啊！来京城的路上，到你回到侯府，他是不是还要你伺候？沈渊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皱了皱眉。沈知州一看就明白了，看向谢怀真的目光仿佛要凌迟他。爹，我和燕之两情相悦。沈知州只觉得女儿要么被太子给骗得稀里糊涂，要么就是受他威胁。太子殿下，我不准你再欺负我女儿，她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你岂能这般的不顾她的名节？这让她以后该如何嫁人？沈侯爷，她已经是姑的女人，以后只能嫁给姑。太子啊，阿渊虽然被人害得沦落风尘又如何？
我沈知州的女儿不愁嫁，大不了我就养她一辈子。你我虽然说立场不同，但……谢怀真赶紧抬手打断他。沈侯爷，你误会了，姑的意思是要娶她做太子妃，未来的皇后。沈知州气势汹汹的说到一半，骤然卡住，想吼一句：“你开什么玩笑？”沈侯爷，姑是认真的。爹，建之对我很好，他救了我，还一直护着我，你别为难他。阿渊，男人的话不可信，他这般欺负你一个弱女子，又对你不负责，他对你说的甜言蜜语，那可都是骗你的。沈侯爷，姑正在和你商量对阿渊负责的事，你先别着急，咱们坐下说吧。沈知州虽然是又惊又怒，可架不住自家闺女是真被太子给睡了，还睡出感情了。要是换成其他男人，他已经是提剑砍人，可现在对方是太子，砍不动。沈侯爷，姑以茶代酒，先敬你一杯。这番举动让沈知州想起当初宫宴上那次太子奇怪的敬酒，这家伙竟然那么早就在打自己女儿的主意。不对，人家哪是打主意，早就吃干抹净了。心想，我多好的一闺女，真是便宜了这小子。你身为太子，竟然做出无美苟合之事。彼此。沈知州吓得瞧了一眼沈渊的肚子，那打量的目光太明显，沈渊不禁手捂住小腹。是没有，还是没了？单纯的沈渊瞬间就听懂了，没有，还好不是没了。那怎么还没有？也不怪沈侯爷多想，在他看来，穆皇后一直无死的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姑想和阿渊有孩子，可这得看阿渊的意思。我有服用避子药，爹，燕之没有欺负我。天哪，这还不叫欺负？这恨铁不成钢啊！你再喜欢他，也别这么当着他的面说啊！这得把他乐成啥样啊？给你爹我留点谈判的空间好不好？眼角的余光一瞟旁边的太子，那扬起的嘴角压了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燕之以前说过要娶我，是我觉得自己不配，没有答应。沈知州简直要吐血，翻了个白眼，示意沈渊别说话了。殿下，此事可不是小事啊！恕臣直言，殿下原母族势单力薄，正确的做法是寻一个强大的岳家。殿下若想娶阿渊，穆皇后会同意吗？沈侯爷思虑周全，母后的确不会轻易答应。不过姑以为沈侯爷就是强大的岳家。沈知州心里为外甥默哀了3声，除了担心女儿的终身幸福，太子想娶女儿其实是好事，这样以后不管谁当皇帝，沈家不至于完蛋。殿下若真心待阿渊，臣自当竭力为殿下效劳，只是恐怕现在并不是求皇上赐婚的好时机啊。姑确实需要再做些准备，现在只是同侯爷知会一声。好一个知会一声，说得如此坚定，如此有把握，感情等他准备好了，自己同不同意他都要娶。殿下是否需要先处理好穆皇后那边？穆皇后应该很着急让殿下娶穆姑娘做太子妃吧？没错，姑会处理好此事，给侯爷一个满意的答案，也请侯爷配合姑。沈知州思量片刻后点头同意。谢怀真正庆幸沈知州这次比预想中好说话，然而对方立刻强调，在此之前你们都不准再做这无美苟合之事。谢怀真对此没有意见。不对，你们不准再私会。沈知州觉得光这样不行。嗨，你们还是先别见面了。爹，不准，哪个大家闺秀会干这种事？察觉谢怀真暗暗的给他使眼色，顿时闭嘴。他看懂了，又要偷偷摸摸的见面了，跟以前一样呗。于是机灵的朝他眨眨眼睛，媚眼如丝，眼不勾神。这姑娘想啥呢？我的意思是，可以在书院正大光明的见面。谈完正事后，沈知州二话不说要将女儿带走，劝谏太子要做正人君子，毫不留情的棒打鸳鸯。沈渊被沈知州拽走的时候，回头朝谢怀真抛了个媚眼，那意思仿佛在说，你记得偷偷来找我。有那么一瞬间，太子殿下怀疑他难道真的是更喜欢偷偷摸摸？结果沈渊回去后，卞之并没有来找他。3天过去了，没有消息；7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卞之还没来，尚书府倒是差人来了，说裴老夫人想见他。沈渊一看来人的脸色，便知一定要速去，姥姥怕是不好了。沈渊再次来到裴老夫人房间时，一眼便看出姥姥是真的不行了。姥姥，你怎么会这样？哎呀，我对不住你。沈渊一听便知他什么都知道了。姥姥别担心，我现在好好的，你要保重身体啊。其实裴老夫人自觉无颜面对沈渊，可她有不得不见他的理由。他已经快不行了，可放心不下孙子，知道这姑娘会念旧情，既然他已经报了仇，自己得撑着这口气求他。阿渊，姥姥知道一家对不住你，可此言他从没想过做任何伤害你的事，他也为此伤透了心。姥姥只求你别再生他的气，他以后一定能好好的为官。姥姥放心，我从来没想过要为难子言。他顿了顿，又补充，别人也不会刻意为难他。他这么说，裴老夫人就放心了。沈渊回到侯府后，又过了几天，燕之还是没有偷摸的寻他，从来没有分别这么久不见面。唉，好想他呀！直到这天，沈渊无精打采的在院子里翻着账本，沈幼福抱着几副卷轴走进来。大姐姐，府里最近生意有这么忙吗？你都好些天没去书院了。今天孟夫子说让你把功课做了，后天务必要去，说是太子殿下会来书院。太子后天会去啊？赶紧翻动起卷轴，这是要求作画。我这就去画。沈幼福疑惑，一提到太子就这么兴奋。
沈渊在房间里开开心心的作画，心里门清，这么多天没找我，原来是要去书院和我词汇啊。等到去书院这日，沈渊早早就到，其他小姐们也带着画，而这次的画会挂在院中展览，书院的人都可以去鉴评。孟夫子说，太子今日会来书院，顺道过来看一眼。大家在屋里猜测太子殿下会喜欢哪幅画？我猜是我的。沈大小姐，听说殿下碰巧救过你。对啊，沈渊的心情很好，等着燕之差人叫他过去。你们别瞎想。啊？你以为我们在想什么？你们笑什么呀？笑你想多了。沈渊一向不理会穆婉如，这次也一样。我猜太子会喜欢我的画。前几天我同他一起逛御花园的时候，他还夸过我的画呢。沈渊一听，心中瞬间燃起一团火。这些天都没有见到人，还以为他忙，结果他和穆婉如一起逛花园，他都没和我一起逛过御花园呢。穆婉如瞧见沈渊那喝药一般的脸色，心里舒坦了点，可就这一点，想起太子对他的态度，他的脸色也好不起来了。还没等他们多想，便有小厮过来传话，说是沈大小姐的功课有问题，让他过去一趟。沈渊立刻跟着走了，心道这就去问问太子去。谢怀真端坐在屋子里等着，他其实想尊重沈侯爷的意见，暂不要和沈渊鬼混，毕竟以后要将他娶回家，二人想怎么闹腾，沈侯爷也管不着。可太子殿下每每想到沈渊的各种小眼神、小动作，总觉得发现了奥秘，沈渊会不会就喜欢偷偷摸摸？原以为多日不见，见到自己他该很兴奋才是，可眼前的安渊一副冷傲模样。殿下，不是说要讲功课吗？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每次见面都偷偷摸摸的，不是君子所为。谢怀真脸上的笑容快裂开，所以你到底是喜不喜欢偷偷摸摸呀？阿元，你怎么了？谢怀真走过去抱住他，多日不见，他也想他。沈渊没有推开他，嘴角笑意狡黠，凑上来主动吻他，然而亲的正有感觉。啊，你怎么又有人？谢怀真觉得唇下都该被他挑出印子来了。你这么久才来偷偷见我一面，却和别的姑娘光明正大的逛花园，一听就知道是穆婉如在嚼舌根。可太子殿下此刻十分疑惑，那他到底喜不喜欢偷偷摸摸呢？谢怀真决定今儿要研究研究这事儿。不过现在心情愉悦的，先同这个吃醋的小狐狸解释。母后一直想让我娶穆婉如。这话沈渊一听就心梗，这回没咬人，皱着眉头紧咬着嘴唇。别咬自己，待会儿让你咬我，随你怎么咬。沈渊愤愤地瞪了他一眼。我已经同母后说不会娶穆婉如，还告诉她我已经心有所属。我说我心里只有死去的清河，才能容纳别的女人。沈渊心想，你在闹啥呢？何止是沈渊，皇后当时一听也是这反应。总之结果就是她不想娶穆婉如。皇后看太子态度坚决，不惜得罪穆家都要这么做，现在让他换个皇子扶持，家族八成就要选贤妃的六皇子。他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退一步问道，那婉如做侧妃如何？谢怀真早料到会有这么疑问，那恐怕也该等儿臣娶太子妃之后吧。况且穆姑娘不见得愿意做妾。皇后虽然心中不悦，但太子心意已决，便没有再多说。她就真不怕被穆家当做弃子吗？那你以后娶我的时候怎么说呢？还有穆姑娘真的要做侧妃吗？这只是借口而已。穆婉如不会嫁给我，她应该很快会嫁给刘帝。你说的逛御花园，就是我在给他们制造点机会而已。至于两人能发展成啥样，他只能祝他们幸福。那你不是失去穆家的势力了吗？我不是有你了吗？可你不怕我爹忽悠你吗？沈渊抓住他的手，真心的在为他担心。爹还有表哥可以选呢，你赌在我爹身上靠不靠谱呢？怕？你看我身家性命都在你手上，你可得好好替我劝劝你爹。谢怀真看着他这副认真思考的模样，拉着他挪到床榻上坐下。穆家家世甚大，关系错综复杂，母后就算要放弃我也没那么快。她和贤妃之间的矛盾不小，我这些年有发展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时间周旋。沈渊还在认真的思考，而那样子认真的让谢怀真莫名的想笑，又想逗弄他。阿元，其实有件事你现在就可以帮我。你快说。你若是有了我的孩子，相信你爹一定会帮我。两人鬼混就算了，要是不小心有了孩子，爹一定会生气。不过爹肯定舍不得孙儿，自然会更愿意帮他。但是世家小姐哪能珠胎暗结呢？这现在就要吗？谢怀真忍不住扶额笑出声来。你笑啥呀？一次还不一定能有呢。我可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不是所有男人都行的哦。我娘以前就看过有的病人。越说越离谱，简直不能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谢怀真直接吻住他，将人顺势压倒在床上。阿元，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沈渊一听，朦胧中想起来了，在他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谢怀真低笑一声，更加用力地将他按入怀中。何必水晶的小女就生着，和风来个热人你我，结对就放歌。不觉夜色刹那烟火，弯月了你我。风萧山风光关于湖，你爱与有也让我两鬓流苏。山水盘古，清风吹拂，万家灯火亮，清香远高古。星光如雨，垂流如缕，周角所举杯酒饮。
心阳航母，相会似雾，不然我就深深中了你的蛊。等两人鬼混完，沈渊呆呆地望着屋顶，又开始思考孩子的问题。贤侄，真的需要有孩子吗？有，是不是也该在成亲后啊？孩子你想要就要，别瞎想了，我逗你玩呢。我知道你可能在说笑，不过我好想帮上忙。贤侄，现在真的需要孩子吗？谢怀真怔愣住，这样的阿渊上的想象之熟尽骨血。现在不着急，只是以后确实需要孩子。顿了顿，又强调道：以后真的需要。太子殿下突然有点担心，他以后总是不想生孩子，可就麻烦大了。我懂。皇家最重子嗣，以后当了皇帝媳妇儿，当然得生啊。不过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问题解决后，沈渊心情立刻变好，惊觉自己居然还有力气。外面天色也早，便知这次不正常啊。贤侄，怎么今天这么快啊？他说着，腿还不规矩的往对方的身上踹了踹，好像表示自己还可有力气了。而另一只手偷偷的搭上他的手腕，暗中探脉。阿渊，怎么还在书院呢？沈渊一脸迷茫，书院怎么了？你还得回去上课，待会儿我还要去评鉴你们的画。哦，好多天不见，还想和燕之多待一会儿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番无媒苟合不妥？回想起来，在翠云阁的时候，两人是在做生意，友情是很正常。而自打两人在宫宴上重新相遇后，他就没想过能再和沈渊在成亲前做这种事。然后第一次是因为崔晴香，第二次又是崔晴香，第三次是因为嘛……反正都2次了，再来一次又咋的？更何况他总是主动勾引我。结果从小被教导要做正人君子的太子殿下，就这么和世家小姐鬼混一次又一次。而沈侯爷若知道今天的事，定然会担心自己不爱惜他的宝贝女儿。可这能怪我吗？沈渊探来探去的，认为他家的燕之啥事也没有，身体倍儿棒，只是惊讶他怎么突然问这个。哼，明明就是你喜欢的很，就想要我侍妾，还好意思问我呢？以后你嫁给我就不用这般偷偷摸摸，现在这么做，委屈你个姑娘家了。谢怀真主动坐起身，两人得准备回去。贤侄，我以前不知道你真的会娶我，要是知道了，我一点都不委屈。我说过多少次会娶你，你这是一次都没听进去。我现在信了吗？贤侄，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偷偷见我啊？阿渊，我以后会光明正大来见你。不行，爹说了不准，你还是偷偷来找我吧。下次记得选个时间充足点的时候。哎，到底是谁在侍寝呢？你这是啥意思呢？这次你不满意？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二人快要来到展览画作的院子前，沈渊唰的一下子缩回手，蹦开30远。谢怀真眯了眯眸子，上前几步，抓住他的手，拉住人往院子里去。里面有人正在观赏画作，一眼瞧见太子和沈大小姐拉拉扯扯，沈渊瞬间就羞红脸。这姑娘刚刚还嫌时间短呢，现在又一副害羞样。他走到沈渊那幅画前，当着众人的面笑道：姑最喜欢沈大小姐这幅画，殿下喜欢就收下吧。大家面面相觑，太子居然真属喜欢沈渊的画，可人家不见得愿意收啊。画中景色甚美，可总觉得里面缺了人。姑在山坡上补画上2个人，再送回给沈大小姐，看看如何？沈渊的心尖一颤，那不就是咱俩吗？这是在暗示下次给我送画的时候私会，真是美滋滋啊！那再补上一间屋子吧。好。说罢便收好画离开。这天过后，谢怀真很快就再次来见沈渊，不是私下见，而是说到做到，光明正大的来侯府送画。太子殿下亲手将画递过去，连小手都没有碰到。侯爷的眼神就跟要砍人似的，更别说亲亲抱抱了。谢怀真倒是一本正经，面不改色，可沈渊不乐意了，他双手抱着画，皱眉对老爹抱怨：爹，我和燕之自从上次在东宫分别，已经好多天没见面了。没见面，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上的？有夫说在书院有1个半的时辰没有见着你，你们聊啥要聊那么久？这不算久啊。太子只觉得头大，到底是什么不算久啊？你们还没成亲，不准这么胡闹。谢怀真点头赞同，赶紧终结这个话题。他然后又主动握住沈渊的手，沈之舟一看就皱眉，这小子怎么刚说完就碰自己的女儿？顿时目光如刀，可一看到他拿出的东西，没有开口制止，气势也收敛了许多。谢怀春将先前沈渊送过来的玉龙佩又重新交给他，这次当着沈侯爷的面，虽然他并不心疼这块玉佩，但现在拿出这东西才能碰碰阿渊的手，还真是心塞。阿渊，好好收着，以后最好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谢怀春温声叮嘱着，就不放手。阿渊呐，听太子的话，这玉佩一定要收好，不能出意外，也别让别人知道。爹，你放心吧，我从江州到京城都没把它弄丢呢。上次是因为裴二夫人来找麻烦，才还给燕之的。这话让沈之舟的瞳孔一震，太子竟然早在江州就已经将玉佩交给女儿。姑将阿渊从青楼赎出来后，就想着好好照顾他一辈子，以后筹谋着娶她为妻。沈侯爷，你大可放心。沈之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确实越来越放心了。不过还是得等阿渊嫁过去，最好把孩子生了，才能彻底的放心。沈侯爷，姑和阿渊的事情很快会惊动母后，阿渊今后免不了去宫里走动，姑得给他安排2个丫鬟跟着。那劳烦殿下了。转头严肃地提醒沈渊：阿渊呐，你恐怕很快便有机会去宫里，规矩礼仪都需谨记，得学会应对各种麻烦。放心了，爹，简直交给我。阿渊，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你记住一点，哪怕闯了祸，也不能让人轻易伤害你。我和你爹都会护着你。
这话让沈知州的心中十分的舒坦，嘴角不禁露出笑。阿渊，听太子的话。而这会儿，沈知州觉得太子应该已经说完正事，鉴于对他表现还算满意，正打算准许女儿同他多待片刻，奈何太子竟然还继续。有个消息，姑想透露给沈侯爷，兴许侯爷自己也知道，父皇曾经问过裴子言和周青时是否愿意娶七公主，他妈人都拒绝了。这事沈知州还真不知道，皇帝是私下问的，消息没有传出来，他的人也没有刻意打听。但是这事跟他没关系啊，而这事其实是周青时主动同谢怀臣提及。周青时是太子手下的人，现在想娶三皇子的表妹，这事自然要同太子说一声。沈渊一听就懂。哇，周公子把公主的婚事都拒绝了，应该是因为幼夫妹妹吧？谢怀臣浅笑点头，他现在只是替周青时说一嘴而已，侯府可别着急着把沈幼福给嫁出去。沈知州懂了，感情你准备挖空我外甥的母族。沈侯爷有种自家后院都被人给拆了的感觉，当即决定今天不准太子和阿渊待在一起。谈完正事送客，谢怀臣走的时候，沈渊还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反倒是他安慰沈渊自己很快就会再来见他。看得沈知州心里憋着一口气，家里的女儿们都胳膊肘往外拐。接下来的日子里，谢怀臣多次带沈渊一起出门，就像当初说好的一般，带着他游览京城里和附近的美景，投喂他各色的美食。他没有刻意避讳，沈知州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人的动静确实引起了皇后的注意，但皇后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动作，沈贵妃竟然先召沈渊入宫。阿渊，听说你最近同太子多有来往，这是怎么回事啊？沈渊已经被很多人问过这件事了，而现在他表现出一抹恰到好处的羞涩。太子殿下对我有恩，还在书院指导过我，他对我很好。这副乖乖女的姿态，看在贵妃的眼里就是一副蠢样。她已经打听过消息，据说沈渊长得像太子心里的白月光，太子应该很快会娶穆家姑娘。殿下不是这么说的。那他怎么说？难不成说心悦你，还想娶你？只见沈渊的脸颊微微泛红，若有似无的嗯了一声。太子想娶谁可不是件简单事，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得留个心眼。沈渊乖巧的点头，但表情很是不服，说沈渊真能进东宫，那作用可就大了。于是沈贵妃的目光落到今天重点关照的对象沈幼福。幼福，听说你同周大人关系不错，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大姐姐以前救济过周大人，我去书斋的时候同他认识的。你们都别怪姑母多嘴，本宫是关心你们。周大人和太子同咱们沈家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你们要当心，千万别被人给利用。沈幼福乖乖的应下，他寻思，按照娘的说法，贵妃姑母今天特意这般交代，可能真在打他们婚事的主意。几人没聊多久，突然外面有宫女禀报说熬的鸡汤好了，那碗汤是给皇上准备的，他在御书房议事，这会儿差不多该忙完了。本宫还想同阿渊和念初好好的说道。幼福，你替本宫将汤给皇上送过去吧。沈幼福的心里一咯噔，这不就得离开瑶华宫？娘说过不要乱走。贵妃姑母，我不知道怎么去御书房。这个简单，会有宫女带着你。我去不合适吧，怕冒犯皇上。送完就回来，不用见皇上，好歹是咱们沈家女儿，这点小事你总该能做，别这般胆小。沈贵妃贴心的笑着安慰。对了，顺带将一封信替本宫交给御前侍卫薛大人。贵妃姑母，这是什么信啊？一些事关朝政的正事，你不方便知道，交给他就行了。薛大人是谁啊？薛大人叫薛义龙，年纪轻轻就是御前1等侍卫，那可真厉害啊！当然了，人家可是人中龙凤，京城里有名的青年才俊，皇上亲口对他赞誉有加，你肯定见过的。没印象，啥也想不起来，肯定长得不好看。那你下次留个心眼，薛大人可是炙手可热的乘龙快婿啊！我不稀罕。沈念初心想，你不会真以为你可以嫁给太子吧？阿渊只去过书院，还没去过教场，没印象很正常。但凡见识过薛大人的身手，一定会记住的。幼福，你快去吧。贵妃姑母，我一个人去送汤，怕出差错，能不能让大姐姐和我一起？随即又转头看向沈渊。大姐姐，你也没去过御书房，跟我一起顺道在外面看看呗。沈渊看妹妹虽然笑得寻常，可手指把信攥得紧紧的，看得出她有难处。好啊，我也想去看看。怎么这点事还要叫上姐姐一起？我没去过嘛，一起去长长见识。好吧，幼福，你要小心将信交给薛大人，切不可耽误要事。于是说好就待在瑶华宫的两姐妹，在宫女的带领下出了门。太子给沈渊安排的一个丫鬟默默地跟在后面。你怎么了？我娘再三叮嘱别乱走，我害怕。应该还好吧，送个汤而已啊。我见过皇上，他不凶的。我娘说的话向来有道理，不听娘的话会吃亏。走了一小会儿，沈渊感觉这宫里绕来绕去，跟个迷宫似的。皇帝晚上宠幸妃子的时候，真不会进错门吗？方向不对。等等，大小姐，怎么了？你怎么带路的？若是耽误贵妃娘娘交代的事，你担待得起吗？宫女的心里一惊，她难道知道路？大小姐，您误会了，那个方向其实是有条近路的，你想走这边就走这边吧。近路就是在一处偏殿钻狗洞，你可真厉害。沈幼福的心里暗道，娘亲真厉害，果然宫女可能带错路。两位小姐，前面就是御书房了。两姐妹这才看向前方的御书房，突然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往前走了几步，沈渊突然停住。大姐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沈渊垂眸想了想，将丫鬟唤到一旁，小声的吩咐，稀稀促促的说了一通，最后他纠结的强调，我觉得看起来也没什么事，可就是心里没底。你跟他说，要是再忙就千万别过来，不打扰他。丫鬟领了吩咐，宽慰他放心。门口的高公公见到两人的脸色不像是来送汤，
像是来送鹤顶红。皇上在里边忙着呢，吩咐人不许打扰，还是我给你们端进去吧。趁着公公进去传话，二人往四周打量一番，没见到薛大人。两姐妹懵了，御前侍卫他不在御前，这咋送信呢？于是他们找门口的侍卫问了问，指了指不远处，感情御前侍卫是在房顶站岗。二人正瞧着，高公公走出来，公公，谢谢你传话。沈大小姐，皇上要见你，三小姐就不用进去了，您可以回了。要不你先过去找薛大人。那我完事后就在那边树下等你。两姐妹说完，开始分头行动。沈渊第一次独自面圣，一走进御书房就控制不住的紧张，规矩的跪下行了一个大礼。臣女沈渊拜见皇上。等了片刻没有动静，哎，这送汤就不是人干的活啊！皇帝坐在主位上，将他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依旧默不作声的看着。沈渊寻思接下来咋办呢？不知道呀。心道皇帝真小气，让我一直跪着吗？脑子努力转了转，提醒道：拜见皇上。只听皇帝轻轻咳了一声，没有然后。臣女沈渊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吧。沈渊庆幸总算是能站起来说话，所以刚才皇上是嫌弃我礼节不到位，词儿没念完，真矫情。皇上唤臣女来，有何吩咐？朕听闻你才艺卓绝，尤善作画。沈渊心想，这是哪个家伙胡说八道的？皇上你消息不靠谱啊！回皇上，臣女才疏学浅，只是略知一二，不敢妄言。皇帝此刻表情似笑非笑，实则心里莫名的想笑，原来燕之喜欢这样的呀。太子说好，那就是真的好，你不必过于自谦。太子殿下过奖了。你除了作画，还擅长什么？臣女会些寻常女工，其他六艺尚在学习。沈渊问一句答一句，不敢多言，怕说错了话，只在寻思皇帝到底要干嘛。皇帝问了一通后，似乎没有什么好问的。你就在这儿给朕画幅画吧，坐那里画，慢慢画，不着急。这，皇上想让臣女画什么？随便。沈渊没辙，乖乖的坐在那儿开始画起来，心想赶紧来个人给皇帝找点正事儿吧，想什么来什么。皇上，太子殿下，让他进来。皇帝突然精神了，见到太子居然真会来。太子殿下、皇后娘娘、贵妃娘娘、沈侯爷、薛侍卫、沈二小姐、沈三小姐、穆小姐等人都在外面求见。难不成都是为了沈渊来的？朕只是想试探太子而已啊！可来都来了，索性全部一起叫进来。谢怀臣进来的时候，一眼便往沈渊那边看去，眼中的关心毫不掩饰。沈知州就更不必说，目光直直的落在女儿身上，一脸的担忧。皇帝看在眼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当朕要吃了你们的宝贝。太子先说。谢怀臣看沈渊好好的，随便找个借口。皇后和贵妃都心想，打个猎能有啥破事儿？我们要说的才是正事。好，快说来听听。此事不急，还是请母后先说吧。皇帝顿时觉得其他人太多余了，往沈渊边上指了指。太子先在那边坐会儿，等着吧。谢怀臣谢过父王，瞧着他画画，唇角微弯。沈渊不方便和他说话，但眼角的余光总往身侧瞟。皇帝看在眼里。皇后有何事啊？宛如，你来说吧。回皇上，臣女陪着皇后娘娘来御书房给皇上送汤，正巧看见沈幼福小姐在给薛大人送一封密信。这话让沈知州的心中一惊，以沈幼福的身份给御前一等侍卫递密信，定然同贵妃有关。可有此事？沈三小姐的确突然要塞给臣一封密信，臣当时正在当值，事先并不知情，信也未曾打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是贵妃姑母让我送信给薛侍卫。哦，本宫怎么不知道有这事？幼福，你可别瞎说呀！沈幼福紧咬着嘴唇，他知道贵妃姑母定然要与此事撇清关系，不知道信上到底会暴露什么重要信息，知道掰手腕也掰不过贵妃。臣妾哪能这般不懂规矩？皇上何不先打开信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皇帝也有此意，让高公公拆开信。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唉，总算知道这丫头为啥怕成这样了。皇后姐姐，你这是当众拆穿姑娘家的心事啊！这让她以后如何做人啊？皇上看着自己像是照着字帖模仿的。不是我写的，是贵妃姑母要我送信。福，别胡闹了！本宫怎么可能同皇上的御前侍卫私下传递密信？这可是重则能牵连家族的大罪。沈渊想替沈幼福证明，可谢怀臣暗暗的阻拦，示意他先别。沈知州猜到这八成又是贵妃干的好事，暗中看向太子。谢怀臣撇了撇嘴角，似在询问他可要出手了。侯爷意下如何？但闭了闭眼，别开头，表示你爱咋样随你。是有姑娘对薛大人青睐有加，不过不是幼夫妹妹，是念初妹妹哦。说吧，便对沈幼福眨了眨眼睛。是啊，你们都误会我了，这信是我替念初姐姐送的。你别胡说八道啊！可你先前还在瑶华宫里夸薛大人是人中龙凤，京城难得的青年才俊，炙手可热的乘龙快婿哦。是啊，念初姐姐害羞，怕薛大人拒绝她，特地让我替她送信。才不是，我不喜欢她，你们别胡说八道。在贵妃看来，两个侄女谁嫁都行，问题是薛义龙只表现出对沈幼福有点心思，换成沈念初，他不见得愿意。我们才没有胡说，你说过的话岂能不认？更何况薛大人说不定对你有意呢。这信分明是幼福送的，我不喜欢他，更不会嫁给他。沈二小姐放心，我也不想娶你。哼，那真可惜啊。本宫以为薛大人和幼福挺般配。不，我配不上薛大人，
也绝不夺姐姐所爱。贵妃娘娘，右府已经说清楚，信不是他写的，阿渊不会跟着说谎。请皇上明鉴，臣并未玩忽职守，对信的内容也毫不知情。既然沈二小姐与臣互不相悦，这其中兴许有误会，臣恳请皇上下命令，此事不许外传，保全沈二小姐的名声。既然双方皆无意，贵妃不用费心撮合，就按薛侍卫说的办吧。赶紧换个话题。皇后过来是为何事啊？臣妾是为了太子和婉如的事。皇帝表情一顿，朕就不该问这一嘴。沈知州突然开口：“皇上，臣有重要的军情禀报。”沈爱卿怎么不早说？其他人都退下吧。于是御书房送汤的闹剧，最后以沈侯爷大谈边疆两小国那些事告终。然而众人回去后都不淡定。姑母，殿下不想娶我，殿下的心思恐怕没那么简单。他想劝劝皇后，干脆彻底的放弃太子。整个穆家统一战线扶持六皇子，侧妃不是难事，你自己想想办法，这点本事你总该有。穆婉如只觉得这话犹如一盆凉水浇下来，就是让他上赶着做妾呗。虽有不甘，也只能先应下。而在宅子里偷偷摸摸的沈渊和太子聊完今天发生的正事后，沈渊立马变脸。你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你真的不会娶穆姑娘吗？以前不那么在意他的时候还好，现在当面听到皇后催婚，心中酸涩，突然觉得偷偷摸摸都没那么香了。阿渊，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娶你，只是时机不合适的话，你爹不会满意，我也会担心保护不好你。你说清楚。现在还不是彻底同皇后撕破脸，让穆家统一战线的时候，有些朝堂上的事情我还没处理完。沈渊脸色缓和些许，朝堂上的事情爹懂，既然爹没有意见，那胭脂就是有理的。那得多久啊？很快。每次说很快都要好久。谢怀琛竟然无言以对。阿渊，你入宫册封太子妃之前会先验身。沈渊顿时身体僵硬，瞪大眼睛盯着他。那咋办？这个有办法解释，只是多少会影响你的名声。母后和御史会亲自拿捏你的正妃之位。所以你说的娶我是做妾了？当然不是，我要让你名正言顺的嫁给我，谁也不能质疑你。那你要怎么做啊？这还得利用穆婉如，我会将计就计，让母后无话可说。沈渊听得似懂非懂，一副认真思考的模样。想明白了吗？贤侄，我懂了。哎，你懂啥呀？这都不想歪了吗？那明显没懂啊。你刚才说正妃之位，那你会不会还要娶侧妃？谢怀琛没有觉得沈渊得寸进尺，相反，其实心里很开心。阿渊真的在意自己。没关系啊，你以后若是纳妾，我就去做生意。你说什么？做生意自然是在说笑，但他咬咬牙，很有骨气的坚持道：“你要是娶别的女人，我就改嫁。”你是不是觉得天涯无处无芳草，没了我也行？沈渊想说，做人要坚强，谁没了谁都行。可对方气势汹汹，哪敢这么说呀？简直，没有你我会很伤心的，所以你不要娶别的女人。谢怀琛立马就没了脾气，可心里很不是滋味。人家那意思就是没了他也行。他觉得阿渊这样挺好，就算自己暴毙了，他也能好好的过。可这样又不好，他一定会改嫁。改嫁都算好的啊，万一是去做生意养面首。太子忽然有点想问，我若是没了，你多久会有新欢？还好没问出口，太矫情。谢怀琛的胸口憋着一口气，最后气得将人抱上床，边欺负边狠狠地警告：你这辈子都不准再想做生意，我一定要比你活得久。沈渊被过说了无数次的，你是我的男人，你是我男人。月色刹那烟火，弯月了你我。我心动过的有雨摇曳的光影，只可以把头轻轻吹拂，万朵灯火让清醒远高过，心光若雨去又如雨，红尘交错之悲。然后像一丝落，不让我就深深从了路。有气无力地回到侯府时，脑中还在认真地思考谁活得久这个专业问题。再这么下去，肯定得我活得更久啊！然而侯府也不平静，沈贵妃竟然又来了趟侯府，侯府又在吵架。嫁给薛侍卫绝对是门好亲事，我是为了他们好。这婚事还是得看别人的意愿，你觉得好就能这般强人所难吗？你总该问问你二嫂和幼夫的意见。贵妃冷哼一声，心中抱怨：他们若能同意，我用得着搞这么麻烦吗？你们岂能将事情栽到宁初身上，毁他的名声？那你们就该联合起来算计我女儿吗？尹熙柔厉声地打断他的话：女子虽弱，为母则刚。更何况尹熙柔本身就不是任人宰割之人，而现在沈贵妃和乔若安触动她的逆鳞，
贵妃妹妹，乔姨娘，这个仇我记下了。你们若再敢打我女儿的任何主意，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这话我今天扔在这儿，我尹熙柔说到做到。虽然二人都不觉得尹熙柔有这本事，可对方如此有把握的模样，让理亏的二人愣是没有再继续嚣张。大哥，我不放心我自己的安全，你可否派人手保护我？沈知州见弟妹说的如此严肃认真，侯府的家人竟然需要防范至此。二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虽然没有事先征得你的同意，可嫁给薛大人怎么也不亏啊。好，我会派人保护你的安全，你可以随意吩咐他们做事。这些人中有的以前跟随过你的夫君，以后会全部听凭你的调遣。尹熙柔感激的点点头，她就是想趁此机会要到人手。除了保护自己，她有一些事情要查。尹熙柔得到想要的之后便离开了，走之前连眼神都不愿意多给一个。她一走，沈知州先冷眼看向乔若安，对方立刻解释自己对此事并不知道。哎，乔姨娘的确是不知此事，这是我的决定。那就让念初去贵祠堂好好的反省反省，你们都先下去。大哥，我一向待侄女们不薄，给他们安排的夫婿没有差的，他们都是沈家的女儿，享受家族荫庇，岂能不为家族做点贡献？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入宫为妃，生下皇子，沈家今日的地位有他的功劳。沈知州只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贵妃妹妹一点变化也没有。大哥，我难道说错了吗？没有沈家的阴护，他们何以成为高门贵女？沈贵妃知道这里都是自己人，上一辈子有太后，这一辈子有你我，那下一辈呢？沈家现在已经足够风光了，且不说身为一国之母的太后，还有你和侯府，就连旁支都有不少人在朝为官，在军中效力。幼夫哪怕是嫁给一个普通人又怎么了？你们就不能考虑他们母女的意愿？我知道他不乐意，可这绝对是门好亲事，她嫁给薛大人不会被亏待。沈知州没听到他后面说些什么，无法沟通。沈渊回到自己院中，还没有来得及歇一歇，沈幼福母女便主动过来找他。我觉得这副头面特别适合大姐姐，特地给你送过来，要不要戴上试试？谢谢阿元照顾幼福，要不要进屋里戴着试试？二婶来给你梳头，你坐下歇着就行。他回屋后往梳妆台前一坐，尹熙柔手脚麻利地伺候下来，给沈幼福使了个眼色。沈幼福开始好奇地翻弄沈渊的首饰。大姐姐，我再看看你有啥宝贝，你随便看吧，喜欢的可以拿走。沈幼福看着他闭上眼，紧张的又仔细地翻找起来。而尹熙柔趁着梳头的时候，暗暗地调整视线角度，轻轻地拨弄他的衣襟，从头顶往下看去。他只是抱着看一看的想法，没想到白皙的肌肤上真的有隐约可见的红痕。大姐姐，哇，这个镯子好漂亮呀！那是爹送给娘亲的玉镯，当年爹就是看到玉镯后才误以为娘亲死了。这玉镯的样子很别致，我没有在别处见过。爹说这是他当年特意请工匠设计雕琢而成，上面刻有名字，独一份。那你可得好好收着。幼福，你挑到别的首饰，这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你大姐姐的。沈幼福乖巧应下。最后母女俩给沈渊试戴完头面后，回到自己的院中，关上门。娘，你看出什么来了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渊和太子的关系恐怕不简单呢，可这话不能乱说。他转而说起另一件事，那只玉镯有问题。当年夏千雪离开侯府没2天，我偶然见过这只玉镯出现在乔姨娘手中。到后来你大伯发现夏千雪的尸体时，手上就戴着这只玉镯。既然她在乔姨娘那里，那为何会出现在尸体身上？我也不清楚，当时乔姨娘还没有进府，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乔姨娘那里有这只玉镯。但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哥当时面对那只玉镯痛不欲生。说不定我看错了呢。其实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看错了，只是当时大家都以为夏千雪肯定死了，只是没想到夏千雪并没有死，他的女儿还在16年后回到侯府。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如今他们欺负到自家女儿头上，不能坐以待毙。别担心，娘心里有数，有的事查起来需要时间。马上快到秋猎，你去好好玩吧，遇到有事就跟在你大姐后面。娘放心。他很期待秋猎，沈渊更加期待。在此之前，他按照燕之的要求，找借口来了一趟东宫。这次丫鬟又说太子殿下让他直接去书房。沈渊这回没有再觉得去书房有诈，就算有诈，他也想探个究竟。待会儿还想去后院检查检查呢。谢怀琛正坐在窗前，身前放着一封打开的信。贤侄，我真的可以进书房吗？这不已经进来了，这里以后是你家。沈渊见他丝毫不在意，目光好奇地看向桌上的信，顿时眼睛一亮。这是顾锦修写的，他现在咋样了？还好，我有派人跟着他。他说在巫曲那边发现一些关于毒药的线索，还在继续调查。巫曲很快会派使臣来京，到时候有人会来联络我们。阿元，你娘有说起过他的娘家人吗？娘只提起过他背弃他们，没脸回去。那你娘可曾同你提起过有关巫曲的事？很多啊，娘对巫曲的地理和药材很熟悉。你说的毒就出自巫曲，她以前在巫曲边境生活，就在那里学到题。我有机会好想去那边看看啊。顾锦修带来的消息很复杂，提到巫曲的巫师确实认为毒药出自巫曲，并主动问他夏千雪这个人，而夏千雪很可能是巫曲国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巫曲境内发现有人疑似战死的沈二爷。想到民风开放的巫曲，谢怀琛太阳穴突突的直跳，难怪夏千雪敢说走就走，带着孩子跑了。阿渊这洒脱的性子是跟他娘学的吗？对夫君不满意了，说不要就不要。还有一种可能，阿渊会不会不是沈侯爷的女儿？打住，别想了，沈侯爷真是太惨了。怎么了，贤侄？阿渊，
我们的婚事很快就会定下来。沈渊抬眼望了望房梁，脑子懵懵的。刚才还在说我娘，怎么突然就扯到婚事？贤侄啊，那你带我去东宫后院逛一逛呗。好啊，你去看看喜欢哪间院子。院子都挺漂亮，跟别的庭院一般，生长着奇花异草，翠竹古木。二人在其中转悠，奈何沈渊无心欣赏，四处瞄有没有藏的小妾。阿元，你到底在找什么？沈渊索性直接问道：贤侄啊，怎么全是婢女，没有侍妾啊？都没人给你送侍妾吗？当然有，母后就送过不少。以前只准他们待在别院，自从你回来东宫，早就将他们放了到别处。谢怀真说的理所当然，坦坦荡荡。那以后会不会还有人给你送啊？会，不过你眼神是……那我是不是可以处置他们？沈渊眼睛亮闪闪，好像还带着一丝兴奋。当然可以，你以后是太子妃。那就好。我差点忘了，你很会恃宠生骄，仗势欺人。沈渊确实是这么想的，东宫是太子说了算，只要太子听我的，不就我说了算吗？太子连书房都让我随便进，我叫进人怎么了？这绕来绕去，不就是哄好燕之那点事儿吗？于是沈渊最后心情愉悦地参观完了东宫的后院，还在一间院子里睡了一会儿才走。红纱对铜镜素手描眉妆，春未来，鞭炮声声和清唱。一盏红灯笼轻轻唤，对白若东方。一把琴弦，只是鸳鸯不惊心。我提笔关上你的心，草墨落下我的名。说毛笔爱上万里，寒此上与君风朝夕，欲将天长结义，双宿双栖心相依。结果喜提2天后被皇后召见，燕之和爹爹接到消息，定然会来护他。臣女沈渊拜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跪拜的礼仪已经十分的标准，词也说全了，还是半天没反应。沈渊觉得皇帝上次见他叫有事儿，皇后这次见他可能是纯搞事，于是也没有再拜见第2遍，乖乖等着皇后闹。抬起头来，沈渊乖乖听话仰头，心里不断的对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可以和皇后学学以后怎么当皇后。大胆沈渊竟然不知廉耻，言行无惧，魅惑储君，你可知罪？沈渊心想，不愧是皇后，脾气比贵妃大多了。哦，学会了。臣女冤枉，臣女和太子殿下清清白白，从未魅惑过殿下，求皇后娘娘明察。沈渊眼睛一下子红了，虽然你说的没错，可怎么能动不动就给我定罪呢？皇后娘娘息怒，臣女的确心悦太子殿下，但对殿下绝无魅惑之举。皇后没想到他竟然真敢承认，听着这娇滴滴的声音，心里是愈加来气。你可真会狡辩，先去殿门口跪着好好的反省吧。于是莫名其妙的开始罚跪。皇后这就是找他来出气吗？沈渊腰背挺直的跪了一小会儿，殿门口的石头又硬又凉，他感觉到膝盖不舒服。燕之和老爹这2个没用的家伙咋还没来？沈渊不想再继续跪，他想躺着，于是暗暗用袖中藏着的泡过药水的小小的绣花针对着自己一扎，然后来了个嬷嬷，跟皇后同款臭脸。沈大小姐知错了吗？扑通一下，沈大小姐倒地不起，小脸惨白，吓得嬷嬷赶紧进去禀报。谢怀真来的时候就是这副场景，心疼又自责，明明自己已经来得很快了，怎么人还是被折磨成这样？他赶紧传太医过来诊治。你注意分寸。母后，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就让他跪了一小会儿而已。谢怀真忧心的不停的轻轻摇着沈渊，愣是把人给摇醒了。沈渊闭着眼睛，知道燕之来了，开心的装作没醒，被他握着的手指偷偷动了动。对方顿时明白，确认他没事后，派人先将他送回侯府。母后，儿臣的确心悦阿渊，可也只是因为他想清河，并非色令之婚，你何苦在他身上撒气？谢怀真低眉敛眸，长睫遮掩了眼底的怒意。本宫只是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哪知他如此娇气。阿渊也心悦儿臣，她是沈侯爷最宝贝的女儿，颇有利用价值，希望母后以后不要再为难她。你真是这么想的？谢怀真神色淡漠，微微颔首不语。行了，本宫知道了，以后不会再刻意的为难他。在皇后看来，太子真爱上沈渊太假，这么想才是正常的。喜欢归喜欢，利用归利用，只是这样宛如猴年马月才能进东宫，必须快点安排他，让他成为侧妃。就这次秋猎吧，这几日天气不错，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猎场周围有的地方杂草及腰，沈渊使劲地拔出草带出泥，玩得不亦乐乎。他瞧见燕之坐在不远处，骑着马立于人群中，肋骨一响，呐喊不断，马上见儿们一窝蜂地往猎场里面冲。沈渊感叹，这以后一定要让燕之去教场亲自教教自己。正弯着腰跟一株草较劲时，突然耳畔传来一声马儿的嘶鸣，抬头一看，谢怀真坐在马上，宠溺地笑看着他。太子殿下，你怎么没进去打猎啊？你喜欢什么猎物？老虎可以吗？他浑身都是药。我尽力。谢谢太子殿下。谢怀真最后进猎场的时候，往穆婉如那边瞧了一眼，果然六皇子在同他说话，他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策马往里面去。3天的狩猎，每天都有烤肉吃。谢怀真虽不能一直陪着沈渊，却天天给他烤肉。
第一天，谢怀真看着笑脸盈盈、即将开口的沈渊，压力贼大。果然，殿下怎么样？有老虎吗？猎长林肯定是有的，别急。好呀，回着真香。而最后，沈渊吃得开心，还带了一份回去给沈幼福妹妹。第二天，沈渊又来蹭吃蹭喝，乖乖吃完肉，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看了会儿星星。殿下，找到老虎了吗？谢怀真心里一咯噔，不是说他打不动老虎，而是这玩意儿他不是说来就来，人家平时藏着呢。阿渊，我正在找，别急。好啊，辛苦殿下了，找不到也没关系啊。谢怀真心想啊，真的没关系吗？到时候你肯定会露出失望的表情，我还是继续打老虎吧。到了第3天，沈渊很想知道有没有老虎，可惜来的时候没见着他。侍卫领着他去行宫的宫殿处找太子殿下，送他到门口便退下。沈渊进去一看，殿内宽敞明亮，不仅备有好吃的，还有汤匙，吃会享受。桌上给他准备了画本，沈渊觉得心里暖暖的，开开心心的看起来。好奇燕之是在处理老虎吗？燕之没有在处理老虎，在处理穆婉如。皇后今日将太子叫来他的行宫宫殿，同他聊了会儿有的没的。随后说穆婉如已经准备好了酒菜，让他先过去，自己随后就到。难得谢怀真这次居然很配合。谢怀真看着眼前的白衣女鬼，白衣女子，心中感慨穆婉如是个颇有性格的千金小姐。换成别的世界，大概早就开始仿照沈渊的装束来穿衣打扮讨太子欢心，可人家偏偏不，就要做自己。穆婉如面带微笑，想着等自己进东宫后，先试试看能不能勾住太子的心。说是可行，以后就努力成为皇后、皇太后，熬死你这狗男人。若是不行，我联合六皇子干掉你。太子哥哥，皇后姑母快到了，这是上等的杨枝露，你先尝一杯吧。不错，你也尝尝吧。穆婉如垂眸看酒，有点嫌弃，但不喝真没兴致，端起杯子喝了，味道不错。太子哥哥，要再来一杯吗？还是等母后来吧。一杯药效就够了。穆婉如感叹太子别想等到皇后，过了今日自己就会成为太子侧妃。谢怀真料到皇后迟早得用这招，行宫防卫不比皇宫，是不错的下手时机，应该就是这次。他突然站起身，母后既然未到，故有点事，先行离开。穆婉如已经开始浑身发热，脑子愈加的不清醒。她不认为谢怀真顶得住。太子哥哥，你等等！结果被瞬间打晕，放倒在床上。谢怀真感觉得到药效颇烈，不过他当初在江州就中过招，又事先做好准备，这次能扛许久。他躲在一处暗角，确认六皇子进入房间后才走，让属下接应自己离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等谢敬轩一走近，他意识模糊地看到男人的身影，立刻缠住对方不放，娇喘哀求：“救我！救我！”谢敬轩想让他放开，奈何穆婉如的力气很大，还在扯着他的衣衫。他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一看便知被人设计，可对方做的太合他心意了。这是一次阴差阳错得到穆婉如的绝好机会，只要他接招，不管穆皇后愿不愿意，穆婉如都会成为六皇子妃。婉如，你怎么了？他眸色深沉地看着怀中意识模糊的人，这药八成不急不行，于是将计就计，顺理成章，好事圆满。你走过的长街，沿落了几叠，来不及与你赴那场风花雪月，我街上落雪，你不曾念的一瞥，你的笑一圈无缘，我在字里写下心情已疲倦，花开花无谢，我已经弹尽不灭，我是下一杯风雨不停歇，你是天上的风筝线，我是摇落的白雪，只是替你陪人间一夜。你是海上的空纠结，我坠落瞬间不是离别，我整个世界只想你了解。穆婉如在稍稍缓解后，察觉到对方是六皇子，也没有反抗，反而心里舒坦不少。他已经听皇后吩咐办事，出了这种岔子，可怪不得他。于是皇后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带着众人来用膳食，准备当场捉奸。皇帝站在殿门口看着直皱眉，皇宫里头经常看戏就够了，来趟行宫还得继续看。皇后瞪得眼珠子圆，惊怒地指着二人：“婉如，你这是……”穆婉如已然清醒，面对皇后渗人的目光，还是身体止不住的发颤。父皇母后，儿臣来到这里时，便见到婉如中了药，若不能及时得解，恐有性命之忧。儿臣愿意对婉如负责，要怪就怪儿臣吧。怎么会中药？皇后，这是怎么回事？太子呢？殿下先前还在同臣女一起喝酒，等着皇后娘娘，突然就走了。太子的侍卫主动站出来禀报：“启禀陛下、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已经回寝殿，现已无大碍。”无碍？那他宠幸了谁？皇帝看明白是皇后在搞事，只是家丑不可外扬。皇后，好好查清此事，给朕一个满意的交代。说罢冷哼一声，甩袖而去。臣妾明白，恭送皇上。
随后一步一步地走向里面的二人，目光如刀，扫了六王子后，目光凶狠，猛地抽了穆婉如一巴掌。穆婉如哆嗦着身子，连哭都不敢放出声，可她心里并不后悔。她与其上赶着做妾，还不如当六皇子正妃，以后照样有机会做皇后。哼，你好自为之。皇后冷声扔下这句话后离开了。谢怀臣急匆匆地回到行宫寝殿的时候，沈渊在外面正等着，一眼就瞧见燕之好像不对劲。你怎么了？话没说完就被他一把抱进怀里。谢之，你没事吧？我是惯落魄，求而不得，不舍，梦里三千里散，真心一刻，却难以捉摸。等谢敬轩一走近，他一时模糊地看到男人的身影，立刻缠住对方不放，娇喘哀求：“救我！救我！”谢敬轩想让他放开，奈何穆婉如的力气很大，还在扯着他的衣衫。他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一看便知被人设计，可对方做的太合他心意了。这是一次阴差阳错得到穆婉如的绝好机会，只要他接招，不管穆皇后愿不愿意，穆婉如都会成为六皇子妃。婉如，你怎么了？他眸色深沉地看着怀中意识模糊的人，这药八成不行，于是将计就计，顺理成章，好事圆满。你走过的长街，也落了几叠，来不及与你赴那场风花雪月，我街上落雪，一当年的一瞥，你的手已成了约，我在字里写下心事与感觉，花开花无谢，我已经弹尽歌乐，我写下一片风雨不停歇。你是天上的红酒线，我是飘落的白雪燕，只是替你黑人转一眼。你是天上的红酒线，我只有人的是离别，我整个世界只想你了解。穆婉如在稍稍缓解后，察觉到对方是六王子，也没有反抗，反而心里舒坦不少。他已经听皇后吩咐办事，出了这种岔子，可怪不得他。于是皇后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带着众人来用膳时，准备当场捉奸。皇帝站在殿门口看着直皱眉，皇宫里头经常看戏就够了，来趟行宫还得继续看。皇后瞪得眼珠子圆，惊怒地指着二人：“婉如，你这是？”穆婉如已然清醒，面对皇后渗人的目光，还是身体止不住的发颤。父皇母后，儿臣来到这里时，便见到婉如中了药，若不能及时得解，恐有性命之忧。儿臣愿意对婉如负责，要怪就怪儿臣吧。怎么会中药？皇后，这是怎么回事？太子呢？殿下先前还在同臣女一起喝酒，等着皇后娘娘，突然就走了。太子的侍卫主动站出来禀报：“启禀陛下、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已经回寝殿，现已无大碍。”无碍？那他宠幸了谁？皇帝看明白是皇后在搞事，只是家丑不可外扬。皇后，好好查清此事，给朕一个满意的交代。说罢，冷哼一声，甩袖而去。臣妾明白，恭送皇上。随后一步一步地走向里面的二人，目光如刀，扫了六王子后，目光凶狠，猛地抽了穆婉如一巴掌。穆婉如哆嗦着身子，连哭都不敢放出声，可她心里并不后悔。她与其上赶着做妾，还不如当六皇子正妃，以后照样有机会做皇后。你好自为之。皇后冷声扔下这句话后离开了。谢怀臣急匆匆地回到行宫寝殿的时候，沈渊在外面正等着，一眼就瞧见燕之好像不对劲。你怎么了？话没说完就被他一把抱进怀里。谢之，你没事吧？我是惯落魄，求而不得，不舍。阿元，我今天给你抓到一只大猫，你打算怎么感谢我？不明所以的沈渊只觉得抱着他的谢怀琛就像是吃人的大猫。谢之，舅父还在等着我，早些回去。我都神志不清了，你今天就别想能早点回去。说罢，滋啦一声，衣裳被扯坏。沈渊目瞪口呆，干啥呢？这是？还没等来得及反应，便被放倒在床上，魂仿佛铺天盖地一般的，别想有机会说话。沈渊怔怔地看着那双闪着屁股的眸子，一点不湮灭地回应道：“几日着红茶，人情诉手描眉转，成为人抛深沉的情长。风灯笼轻巧，对白若东方。琵琶琴弦，只羡鸳鸯不尽兴。花体别冠上你记心，草墨落下我的名。一纸刺手落笔，半生不分离。案此上与君同
熟悉，日久天长天地，一双宿双栖，心相依。好不容易折腾一通，两人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沈渊瞟了一眼地上被扯坏的衣裳，有点精神恍惚。心之，到底怎么了？阿元，我们的婚事马上就有定夺，我还给你猎到一只虎，这次你爹也没有办法，等回去我就可以亲自教你骑马射箭，你来东宫也不用找借口。你说清楚点儿。听起来总觉得有诈，然而肚子先咕咕的响。简单先不悦，才是点东西。新衣裳被拿进来，一看就是早已准备。看他不细说，沈渊也不担心，只是今晚的燕之格外温柔，又回到那种连手都不让他动的状态，将他抱进汤匙。梨花飘落在你窗前，把饭菜喂到他嘴边。要不是燕之全程带着美滋滋的笑，他感觉对方照顾细致的，好像他马上就要归西。最后还是沈知州气急败坏的赶来，亲自将人给接走。看到穿着一身宫装的女儿，简直想提剑砍人。离开前看向太子的目光含着十足的警告，没想到对方会用这种方式求得赐婚，容不得他反对。谢怀真倒是心情愉悦，态度诚恳的保证：沈侯爷请放心。放心个鬼啊！以后这男人若是算计女儿，阿渊会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知州回到自己的住处，第一件事情便是关上门同女儿说大事。今晚谢怀琛很失控，他现在走路都不利索，一回屋就找靠椅坐下。爹，阿渊，你真的要嫁去东宫了？不是早就说好的吗？宫里不比别的地方，爹怕你以后会不开心的。进宫后就不能再去别的地方吗？很难。哦，那是不太好。沈知州小作纠结后，忍不住问女儿：阿渊，若是以后他做出对不住你的事，你当如何打算呀？沈渊并不纠结这个问题，我就改嫁啊。嫁进宫里后哪里还能改嫁？又不是明目张胆的跑出宫，可以像娘一样假死脱逃啊。爹，你这么有本事，将来可以帮我安排好的吧？何止跑掉，还要把好处先捞着，坚决不能像娘一样走得两袖清风，真是血亏。宫里不比侯府，就算爹帮你也难跑啊。如果他对不住我，先抛弃我了，难道还不准我走吗？喜新厌旧都算是小事，就怕过河拆桥，兔死狗烹。最糟糕的局面是搞不好会要你的命，要沈家的命啊！听完这话，沈渊僵住。阿渊，以后太子继位，不出意外你就是皇后，你觉得你能，或是说你想做皇后吗？老实说，沈知州觉得这女儿有点不靠谱。皇宫里一群的牛鬼蛇神，防不胜防，就这个娇滴滴的单纯样，怎么过日子？爹，我感觉得到建之是真的爱我护我，我也爱他。他身份特殊，这种事以后哪儿说得准呢？爹，其实一开始我就想把太子甩掉，然后找门好亲事安稳过日子。可太子不准，我总不至于寻死觅活吧？太子妃能不能当，皇后能不能当，我也不知道啊。其实我怕怕的，但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既来之则安之，试试看呗。说他真如你说的那般可恶，那和冯牧之这种人有什么分别？我们可以多提防着，到时候拼了命也要灭了他。所以爹，你就别担心了。与其担心，不如想想今后怎么办。沈知州怔怔地看着女儿，虽然依旧觉得不靠谱，但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女儿如此想得开，也不知是好是坏。好吧，阿渊呐，那你好好休息，等着接赐婚的圣旨吧。其实沈渊现在还没搞明白怎么就要赐婚，但这都不妨碍他今晚睡得很香，累住了。第二天，沈渊又早醒，还在床上不想起的时候，皇后这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儿臣昨晚发现身体不对劲后，便打晕木姑娘，自己独自回寝殿。正巧阿渊有事来找儿臣，儿臣当时神志不明，欺负了阿渊。谢怀琛说的明明白白，自己也是被算计，哪知会出了这种事。而六皇子拿出穆婉如的香囊和信，表示他同样被算计。母后，儿臣以为婉如有什么要事，所以特地悄悄赶来，没成想竟然遇到她被人下药。皇后姑母，我从未给六殿下送过信和香囊啊。皇后端坐在高位审视下面三人，气得七窍生烟，只觉得每个人都在算计。太子，沈渊为何会正巧在你那里？谢怀琛早就准备好说辞。阿渊希望儿臣能给他猎到一只虎，每天都会来儿臣这里问问，顺便吃点烤肉。皇后听闻，内心抓狂，但无话可说。母后，儿臣愿意对婉如负责，娶她为正妃。皇后心里暗骂，这都什么破事儿？本宫不是来看你们谈情说爱的。这边问完了话，太子很快便将此事禀报皇帝。沈知州和皇后也在场，沈侯爷如众人所料般的怒火中烧。虽然知道太子的计划，但此刻依旧是实打实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皇上，皇后娘娘，你们要还小女一个公道啊！阿渊无端受此欺辱，这让他以后该如何嫁人？皇后只觉得头大，林恩侯的嫡女无端被太子夺了清白，最差的都得给个侧妃的位分。皇帝神色波澜不惊，等着太子开口。父皇、母后，儿臣虽是被人谋害，无心为之，但终究夺了沈大小姐清白，女子名节大于天，儿臣岂能不对她负责？
此事终是皇家无理在先，儿臣愿娶沈大小姐为太子妃，求父皇母后赐婚。恐怕此事不妥。皇后立即开口反驳：那皇后娘娘以为当如何？难道要我女儿平白被太子夺了清白？当然不是，只是太子妃之位关系甚大，岂能如此草率？那皇后娘娘是否能够明察此事是何人所为？这让皇后瞬间就哑口，明眼人都看得出此事与皇后脱不开干系。没等皇后继续开口，儿臣愿娶沈渊为正妃，恳求父皇赐婚。燕之，你真的想娶沈渊为妃？儿臣理当对她负责，求父皇赐婚。皇上，该封正妃还是侧妃，需得再考虑考虑吧。终归要嫁到东宫，李红的嫡女够资格，正妃侧妃就按太子的意思来吧。皇后还是赶紧查清此事。于是太子和沈渊的婚事就这么定下，同时六皇子和穆婉如的婚事也成了。皇帝当场下旨，只是除了太子，大家的心里都有气，婚期硬是给他往后拖。沈渊磨磨蹭蹭的刚起床，就接到了赐婚的圣旨。高公公喜气洋洋的领完赏钱，说秋猎结束后会带着赏赐再正式的去一趟侯府。公公前脚刚走，太子就来了，看着眼前笑得如沐春风的燕之，先知，我的老虎呢？谢怀琛牵起他的手往猎场的方向走，紧紧的握着，总算能光明正大的牵个手了，真是太不容易了。老虎还是活的，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谢怀琛不准沈渊离太近，他只得兴奋的围着笼子团团转。先知，你好厉害啊！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过老虎。阿元，你打算怎么处理它？我原本想扒它扒皮取骨，可现在有点舍不得。你不会想咬着它吧？那倒不至于。沈渊越瞧越不对劲儿，先知，这是只母虎，她好像怀孕了。谢怀真一听，凑进去仔细的瞧，肚子有点微微的鼓起。两人围着老虎研究半天后，先知啊，确实是只怀孕的母虎啊，要不把它放了吧？行吧，都随你。结果最终没能收获一只虎。谢怀真将活捉的小兔子、小狐狸给沈渊带回去，打算养在东宫哄他开心。众人很快结束狩猎的活动，打道回府。回宫后，各路的鬼神皆不淡定。首先，皇后唤太子和贤妃来问话，太子依旧坚持说他虽心悦沈渊，但更多的是利用，说得很有道理。可皇后心存疑惑，太子不肯娶穆家女，终归同他离心。而贤妃一如往常，神色淡然。老刘娶到婉如，你满意了？皇后姐姐，这是哪里话？清轩无端被人算计，还请姐姐还他清白。不过能娶到婉如是他的福分，你以为这样我爹就会帮你吗？皇后姐姐，太子不肯娶婉如，妹妹为你不值，若真为本宫不值，就该早将六皇子过继给本宫。现在想让本宫帮你，以后你将本宫置于何地？姐姐，你是静轩的母后，将来的皇太后。贤妃强调道，这意思是不管谁当皇帝，皇后都会是皇太后。姐姐，我们是穆家女儿，都是为了穆家。哼，往大了说是为穆家，往心底说都是为了自己。贤妃没有辩解，她龟缩多年保全自己和儿子，自然有野心。在她看来，皇后自己无子，除了妥协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么向太子妥协，要么向她妥协。姐姐，念及往事，太子终与穆家不是一路。哼，你别高兴得太早。他再次记恨贤妃当年不肯死，害死丽妃，造成如今的局面。而最后两姐妹不欢而散。皇后接着又唤来沈渊，对他谆谆教诲一番后，赐了2名婢女去东宫，说是让以后伺候太子妃。沈渊表现得乖巧懂事，皇后说什么都应着，最后得了一堆的赏赐，没有像上次那般的被刻意的为难。接下来沈贵妃也将他召进宫，同样赏了侄女一堆的好东西。沈渊开心的好处尽收，同样说什么都听着应着，脑子里盘算着都值多少钱。贵妃没有想到他真能进东宫，而现在他想让这个侄女帮他好好的盯着太子。阿渊，你嫁进东宫后就万事小心，君王一时宠，安得长久情？你得学会好好的保护自己，沈家会是你永远的后盾。沈贵妃特意给他备好了一桌好吃的。阿渊，除了你喜欢吃的，还加了些新菜品，这是御膳房新出的点心，山楂石榴子糕，你快尝尝。沈渊惊奇的尝了一块，味道确实不错。然后仔细品菜的时候，逐渐的发现里面总有些寒性的食物，还加了藏红花熬的肉汤。沈贵妃自然不想让她有机会怀孕，说是有了太子的子嗣，指不定就会为了孩子转投太子。沈渊虽然现在没有急着生孩子，可这顿饭吃的是心情欠佳，着实是没胃口。潦草挑出几样胡乱了吃了几口，便要告退，连水都不敢喝。一出瑶华宫，赶紧找地方催吐，吓得全给吐出来，心里越想越怕，干脆带着贵妃和皇后的赏赐去了东宫。东宫的前厅里，沈渊将这些东西摊开一地，委屈地坐在桌旁。谢怀真急得立刻传唤御医来给他检查身体。御医打起12分的精神，手指隔着轻纱诊脉，看太子如此紧张，生怕未来太子妃出了什么问题。回禀殿下，沈大小姐似长期服用避子药物，不过身体并无大碍，稍作调养即可，不会影响怀孕生养。沈渊诺诺地瞄了谢怀琛一眼，见对方的眉头紧蹙，心虚地别开目光。他每次完事都吃药的。御医本以为太子会大怒，质问这是怎么回事，可对方只挥了挥手，将这些东西全都仔细检查检查。研究半天后，发现皇后赏的香炉和贵妃赏赐的香料镯子，虽然普通人偶尔用一用没什么问题，但长期使用会导致胎儿流产，甚至无法怀孕。别怕，你随便挑几样喜欢的，剩下的全都省下来。我一个都不要，拿走拿走。好好，都听阿元的，把这些全都收走。沈渊看着小厮简单粗暴地将东西迅速地往箱子里一扔，顿时又心疼。等等，全给我换成银子。小厮为难地看向太子，这可是皇后和贵妃赏的，总不能全拿去当掉。谢怀琛莫名的想笑，紧抿了抿唇，强忍住。那几样有问题的，我会整理回去。
没标记的和能抹去标记的都不是步子卖，剩下的我赔给阿渊银子，好不好？那不还是用的咱们自己的银子？沈渊原本心中一喜，可想到还是亏，轻蹙眉心，也行吧，红女没有的好。不过燕之啊，我可以给你打5折。太子殿下原本心中颇为欣慰，他已经把他当作利益共同体，会为他的利益打算。结果沈渊下一句便俏皮的笑道：好，谢谢你，阿渊，以后能不能别吃鼻子药？成亲后我就不吃了，可以后会不会还遇到这种事？有人要伤害我的孩子？我不会允许。我也不会允许。我以后偏要生个孩子，看他们得气成什么样。咱们可以多生几个，把他们气死。太子诚心的提议，这回轮到沈渊吃脸，无语的甩了一个蔑视的眼神给太子。而最后为了哄他开心，谢怀真带着人去教场，手把手的教他射箭。疯玩了许久后，将人送回侯府。不知道是不是谢怀真做了什么，自此以后，皇后和沈贵妃再也没有召沈渊入宫，赏赐的东西也规规矩矩，毫无差池。现在他只等着出嫁，婚期定在来年的春天。他现在照常去书院，每次只剩下学习。自打定下婚事，燕之每次见他的时间地点都很随意，再也没有来过书院。感情以前全是借口。莫婉如起初还会来，但没有再和他有过任何的口舌之争。后来莫婉如不再来书院，据燕之说，是因为有了身孕。皇帝特许六皇子的婚事赶在其他皇兄成亲之前匆匆办了，当然办得潦草。正值寒冬，沈渊去喝喜酒凑热闹，作为未来的嫂子送了贺礼。这是沈渊第一次过会下漫天大雪，屋顶和枝头压满皑皑白雪的冬天，院子里一片雪白，梅花未谢便坠得分满腰上。丫鬟给他在小桌子上搁雪人，头上插着树枝做的簪子，嘴角笑呵呵，活像是他自己。这也是他第一次会没有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唠嗑。不说日深长海水涨动，天涯之后相关外，听风山寺有怀。繁华落尽终是一场空。他年节前一天去了一趟五福堂，给阿旭和刘姐姐送压岁钱。沈渊踩着雪进来时，柳寻芳和阿旭守在火盆旁摘干豇豆，二人正在聊天，笑得轻松愉悦。小黄趴在火盆旁嚼着小鱼干。阿渊，快来坐，我去给你拿点吃的，正准备做饭呢。待柳寻芳饭菜做得差不多，几人正准备上桌时，外面竟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谢昭月尴尬地站在门外。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柳姑娘，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声音透着些委屈。七公主，快进来。七公主怎么来了？皇嫂，明天有宫里的团圆宴，我每年都参加，没什么意思。太子哥哥定然也没空陪我，我就想着来这里看看。来都来了，一起吃啊！这大过年的客气什么呀？是啊是啊，来得正巧，快一起吃吧。谢昭月吃到一半后，突然主动提到，不知道这个年顾锦绣怎么过，他有写信说说吗？顾锦绣自打离京后，没有给他捎过信，同太子联系全说的是正事。他觉得现在过大年的时候，对方总该给柳寻芳来个消息吧。沈渊和阿旭习惯性的抓着花生瓜子。没有。那他有送什么东西来吗？他确实有送东西来，不过是一袋小鱼干，就是小黄刚才吃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是闹哪样了？谢昭月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不管顾锦绣如何，沈渊欢欢喜喜的吃完一顿后回到侯府。沈渊年夜饭吃得很开心，可独自回到自己的院中后，心情却有点空落落的。燕之今晚要参加宫里的家宴，明天才能见到他。时辰已晚，沈渊待在房中睡不着，外面的鞭炮声还在作响。他索性坐在梳妆台前摆弄首饰，趁着没其他人，他悄悄地把小心收藏好的牡丹步摇取出来，美滋滋地戴上，对着镜子欣赏一番。正笑脸盈盈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一道声音突兀地响起，真美。转过头一看，谢怀真靠在窗边，嘴角含笑。沈渊霎时呆住。你谢怀真没有说话，只笑着张开手。沈渊瞬间变成枣黄，直接就扑过来。献之，你怎么来了？他瞧了瞧门窗，你竟然是分窗进来的，不是说好明天见吗？我等不及，况且很快就要到明天了。沈渊兴奋地拉着他到桌旁坐下，快给我讲讲宫里的家宴什么样啊？明年你就可以和我一起去。你送来侯府的新年礼物我都很喜欢，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不过要等到明天早上。好，我就在这里等。两人在房里聊得欢，沈知州正在自己的房中听着面前侍卫苦着脸汇报。属下没有拦下太子殿下。侯爷这次难得的没有发火，一个红包砸过来。大过年的，随他去吧。年轮中又见杂木深，檐下雨落无故人。回忆般的我却还在等，回眼听见海落叶已纷纷，远处马蹄声阵阵，深秋半分独自等归人。年轮中又见草木深，檐下雨落无故人。回忆斑驳我却还在等，回眼听海落叶已纷纷，
远处马蹄声阵阵，深秋半分独自当归人。此时远在千里外的顾锦修正和人月下对饮。我此去京城，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帮我把这些送到东宫和五福堂。紫云女子接过一看，一脸的懵，全是鱼干。第二天便是初一，大臣后宫的嫔妃、皇子、皇孙皆要向皇帝太后拜贺，同庆新年。沈渊作为皇帝的准儿媳，得跟着老爹一起进宫。时辰尚早，沈知州来到沈渊的屋外敲了敲门：“阿渊呐，要跟爹一起入宫吗？”迷迷糊糊的沈渊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立起身：“要，跟爹一起。”刚说完，便被谢怀臣手一挥，一把按回床上。“那要跟爹一起回来吗？”倒回一声是，嘴唇被吻住，没发出声。谢怀臣贴着他的嘴角，低沉的声音懒洋洋：“跟我回东宫。”沈渊有点心虚的给爹回话：“我一起回来。”好。沈渊以为爹还会问问他去哪里，结果对方只淡淡的补充了一句：“你们小心些，别被人发现了。”然后才听见离开的脚步声。屋内安静片刻后，爹知道我俩偷偷摸摸的事了，爹都不管我了。他觉得我没救了。你快走，赶紧走！快起来，你给我的礼物呢？昨晚做某事的两人太过投入，将礼物给忘了。沈渊忽然想起来，赶紧披上衣裳，到梳妆台的下的柜子里倒腾，翻找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捧到谢怀琛的面前。献之啊，你快看看，里面是一个精美的玉坠子，给我戴上。沈渊立刻会意，熟练的操作起来。收拾妥当后，太子殿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侯府，侍卫们全当没看见。沈渊入宫去见皇帝、皇后和贵妃时，只觉得皇后和贵妃看他的目光一言难尽。自打上回收到有问题的赏赐后，沈渊就没有再见过这两尊大佛，而这回两位娘娘按规矩赏赐沈渊，居然有御医在一旁当场验货。最后皇后和贵妃都没有留下他吃点东西再走。沈渊跟着谢怀琛回到东宫时，在马车上摸摸肚子，好奇地问起此事：为什么这次会有御医在啊？话说他们怎么不继续想办法害我的孩子呢？谢怀琛听到这模棱两可的话，眼睛顿时亮了。阿渊，你的意思是？吓得沈渊赶紧摆手澄清：没有，我的意思是咱们以后的孩子。对方瞬间就泄气。沈渊纳闷，他就这么想生孩子吗？谢怀琛没有纠结这个问题，转而同他解释发生过什么。上次他将有问题的香炉香料镯子以赏赐的名义转赠给了弟妹穆婉如，精明的穆婉如不负所望，很快便发现东西有问题。等发现有身孕后，故意制造了一桩身体不适差点流产的事故，然后一起将此事捅到皇帝和皇后跟前。真冤枉啊！这些好东西阿渊不喜欢，原封不动扔在东宫，儿臣舍不得浪费，才转赠给六弟妹。儿臣岂会无缘无故害六弟的孩子？那阿渊是从哪儿得来的？是母后和贵妃赏赐的。臣妾怎么可能故意赏赐这种东西给准儿媳呢？皇上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父皇，儿臣惶恐，阿渊是儿臣的未婚妻，竟然有人敢如此谋害她，谋害皇子。谢怀琛说的颇为激动，一旁的穆婉如哭着哭着快哭不动，明明是他被谋害，怎现在突然成了未来太子妃被害？接连两个儿媳差点被害，皇帝当场将沈贵妃也召来，而这次皇后和贵妃难得的同气连枝，表示绝对不会害儿媳和亲侄女。谢怀琛的心中腹诽，阿渊的喜好早被你们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喜爱用香爱首饰，一个送香炉，一个送香料，要不是你俩恨不得对方去死，哭都怀疑你们约好了。儿臣相信母后和贵妃定然不会做这般恶毒之事，只是太子妃的身子关系皇家子嗣兴旺，阿渊无端收到这种东西，儿臣万分忧心。儿臣恳请父皇和母后准许以后阿渊从宫里得到的任何赏赐和膳食都先经御医检查，以免冤枉了母后和贵妃，也避免无意伤害到六弟妹孩子这种事情发生。你们用不着着急召见阿渊，以后他嫁到东宫，还怕见不到人吗？虽然并非孤本意，但六弟和六弟妹的孩子无端遭此横祸，儿臣深感悲痛。儿臣恳请父皇和母后对六弟妹也同等待遇，这样省得穆婉如以后继续拿孩子作妖。六皇子和穆婉如心想，我们还得谢谢你，这都简单，皇帝全准了。而这些事情原本都归皇后管，他干脆吩咐皇后和贤妃一起好好的照看六皇子妃这一胎，万不可再出任何的差错。皇后顿时觉得此刻殿内最看得顺眼的人竟然是沈贵妃，不禁同贵妃对视一眼，立马又挪开目光，算了，没一个顺眼的。而事情就是这样。沈渊听完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所以他们暂时都不会再轻举妄动。那以后呢？以后他们会越来越没有还手之力。谢怀琛将他带下马车，边说着牵着手往东宫内走去。贤侄啊，那以后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只要保护好自己，让你爹彻底放心，就能帮我大忙了。这个简单，放心，我能对付他们。哦，怎么对付？我已经学会了，你等着瞧。谢怀琛心想，我知道你很聪明，但是你又学会了啥了呢？不过太子殿下今天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他吩咐人神神秘秘地抱来一个小盒子放到桌上。沈渊凑过去一看，竟然是两只小猫。哇，你从哪里搞来的？这是小黄的孩子。小黄的孩子竟然有一只是三花？这是小黄和后间那只白猫生的。小黄真会自己找媳妇啊！魏迪发现方圆几里街的母猫都是他媳妇儿，最近出生的小猫搞不好都是小黄的孩子。啊！虽说知道猫就是这么找伴儿的，但他也忍不住的想骂：渣猫！几条街都是他的后宫。旋即目光幽怨地盯着谢怀琛。怎么了，阿渊？没事，
宝宝别怕，我们不要爹了。谢怀真心想，哎，你又想到啥了呢？两人就这般和谐的在东宫里待了许久。沈渊用过午膳后才回侯府，很快就到了元宵这天，宫里有宴会。沈渊这次参加宫宴，一切都显得很顺利。作为准太子妃，天下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到他头上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然而这次宴会虽然是看似顺利，还是遇到麻烦。皇后和沈贵妃都对沈渊送的贺礼很满意，分别赏赐他2个丫鬟。沈渊行礼领赏的时候，面色丝毫不显，这俩是约好的吧？送吃的用的，御医会检查你。而这下厉害了，直接送人，一下子要领4个丫鬟回府。沈渊正想着回去怎么打发这14个人，莫婉如走过来，阴阳怪气地喝道：“沈大小姐真是深得2位娘娘宠爱，妹妹好生羡慕啊！”沈渊瞧着他小腹危险，谨慎地退后2步，千万不能给他机会搞事。沈大小姐这是嫌弃我吗？婉如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可太冤枉我了。我今晚喝了些酒，人现在有些头晕，怕一个不小心站不稳伤着你，这才刻意离得远些。没想到你竟然这般误会我。是吗？那妹妹就放心了，姐姐如此关心我，让我好生欢喜。沈渊心里感叹，哎呀，真是厉害，想吐啊！可已经学会了的沈渊继续故作姐妹情深。那是当然了，好妹妹，你现在有皇孙，得多当心身子。可惜姐姐我没法守在你身边。这样吧，我把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赏我的4个丫鬟送给你，让他们替我好生照顾你。姐姐不用了，记着2位娘娘的赏赐，我哪敢。要的，你都叫我姐姐了，我很快就是太子妃，长者赐不可辞，何况皇孙尊贵，我们有姐妹情深，2位娘娘皆是识大体之人，会理解我们的。不行，太子殿下，你说好不好啊？沈渊赶紧对着刚走过来的谢怀琛笑着问道。什么都不知道的谢怀琛连忙点头，甚好，今晚你说的吧。莫婉如此刻喜提了4个丫鬟，沈渊开心地把谢怀琛拉到一旁，强忍着没原地蹦下来。信之，你看我学会了。谢怀琛心想，你又干了啥呀？不过很快过完了元宵，接下来大事便是巫曲使臣来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天气逐渐转暖，路上已经没有积雪可踩。沈渊同堂妹一起去逛绸缎庄，挑选布料给府里的人做春夏新衣。2人挑选完后，刚走出店门没几步，一道黑影在眼前一闪而过，猛然窜到沈渊的肩背上，毛茸茸的东西在颈边蹭，蹦跶几下都甩不掉。别怕，是只黑猫。听到是猫，沈渊这才稍稍的淡定些。他斜着脑袋看去，一只猫头正对着自己。小黑，乖啊！黑猫竟然冲他叫了一声。沈渊心里欢喜，真的叫小黑吗？小黑，飞将军，回来！肩上的黑猫顿时往声音方向跃去，蹦到一位紫衣女子的肩上。沈渊一看这位女人的装扮，便知她来自异域。飞将军冒犯姑娘，我赠姑娘一点赔礼吧。他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对面的丫鬟立刻递来一个袋子，仿佛早就准备好一般。沈渊好奇地接过来一看，里面全是油纸包的小鱼干。不用这么客气啊！话音未落，对方已经转身离开，甩下一句下次见。沈渊觉得莫名其妙，这位应该是巫区来的吧？巫区的使臣已经到京城了，不知道啊。而这件事两姐妹并没有放在心上。可3天后，她们真的再次见到这个女人的是谢怀琛主动约沈渊出来见面，地点很奇怪，既不是东宫，也不是常去的宅子，而是镇国寺。等进了佛堂后，不止院芝在这里，爹也在，还有上次见到的那个紫衣女人，里面还坐着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他慢腾腾地挪到燕芝的身边，往哪儿跑呢？过来我这边。紫衣女人扯下面纱，我叫夏千寻，来自巫区，是你的姨母。沈渊一时有点迷茫，虽然突然冒出一个姨母很离谱，但他此刻一点不怀疑这个事实。兴许是因为这张脸，谢怀琛算是这里最有心理准备的人。顾锦秋早就传来消息，下午时先同阿渊讲讲事情原委吧。那就再等等，人到齐了一起说。这意思是还有人要来。很快，只见沈幼福母女走进来，没等任何人做介绍，尹希柔只往里头扫了一眼，随即一脸震惊，难以置信：“六华，是你吗？你也认识我？爹，这不是爹的名字吗？还是希柔，你不记得了吗？”他呀，谁都不记得了。这么久了，他始终什么也想不起来，脑中只剩下最初那点模糊的念头，有人要杀他。我受伤之后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唉，让我想想，从何说起？就从大概18年前开始说吧。虽说事情必然很严肃，但沈渊此刻的第一反应是，居然没带花生瓜子。哪知谢怀琛突然尴尬的插嘴：“稍等。”随即吩咐外面的人上来茶水、坚果和水果。夏千寻咳嗽2声后，提醒众人他要开始讲了。他和夏千雪是一对姐妹，从小父母双亡，被巫曲国的巫师收养，而他们的师傅就是巫曲的国师，也被称为圣女。巫曲虽然民风开放，但却要求圣女终身不嫁，已是圣洁。要不是顾锦秋找过来，谁也不知道沈二爷还活着。夫君，这是咱们的女儿幼福，你离开的时候她只有4岁。爹，你别急啊，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我和娘都等着你。于是这边认亲成功，其他人一时不忍打扰，沈渊还处于若有所思的状态，心想娘亲真是任性，各种说跑就跑。他不禁看了眼谢怀琛，对方神情严肃，深沉的眸子紧紧盯着他，仿佛怕人飞走了。苑苑，过来。小姨，我已经听说你和你娘的事，你要不要跟小姨一起回巫区看看？巫区有很多好地方，还有许多好儿郎。
沈渊听得正起劲儿。下午时我们谈的正事吧。谢怀晨当即冷声打断他：“渊渊，好好考虑考虑，这次巫区使团离开时，可以同我一起回去看看呀。”不行，阿元，巫区使团离开不久后，我们就要答话了。对啊，小姨，我要成亲了。那你岂不是以后都不能来巫区？沈渊神色为难地看向老爹和太子。沈知州别开目光叹了口气，没有说话。阿元，别担心，以后有机会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看看。真的？谢怀晨认真地点了点头。沈渊真信，毕竟燕之说过的话都做到了。谢怀晨心想啊，姐姐被你们骗了，现在还想骗走渊渊。不等小姨说话，谢怀晨赶紧谈正事。下午时，你说说平沙国到底怎么回事？大概情况你们应该有所知晓。平沙已经强占了巫区不少地盘，虽说没有打到你们的土地上，可再这样下去的结果，你们应该知道。巫区这次想请求你们立刻派兵支援。巫区若真的被平沙彻底攻陷，那他下一个目标定然是你们。放心吧，皇上这次会重视的。不只要皇帝重视，而是要尽快并且实实在在帮咱们打退平沙，拿回这次以及上次还有上上次被抢夺的土地和圣山，让我们更有防守优势。谢怀晨和沈知州开始沉默思考，巫区更强一些，能更有力地牵制平沙。经过前些年的战争和近几年的天灾，国库现在并不充盈，皇帝更希望以更小的代价暂时的解决问题。渊渊呐，你看你爹和你男人多没用啊，不如跟小姨我回去。信之，爹，这是不是很难啊？放心吧，这事最终会解决。殿下说得对。谢怀晨不想继续纠缠这个话题，朝廷最终决定如何出兵，需要他和沈知州在朝堂上周旋。他现在不可能把话说死，倒问起另一件事。顾锦绣问起有关于毒药的事，你确认独处在巫区，那你们的巫师有同这边的太医交流过吗？我已经同顾锦绣解释过这个问题，我们巫区的巫师很少离开本国，更不会同远在京城的太医有联系。姐姐倒是有可能，不过我不清楚。侯爷，当年夏千雪在京城的时候，有同哪位太医有联系吗？他当时确实同一位朋友交流过医术，但我并不清楚对方是不是太医。这位太医如果连毒药方子都如此谨慎地传给徒子徒孙，总不至于什么蛛丝马迹都不留下吧？而这话点醒了谢怀晨，或许该再问问柳寻芳和阿旭，说不定还有什么线索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侯爷，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吧。是和乔姨娘有关。快讲。这只是我的疑惑和猜测，无从查证。只是这些天这件事在我的心上盘亘不去，不说出来实在是于心难安。这么说来，如果没猜错的话，韩传是孟云谦的儿子，而孟云谦的毒药应该是乔若安给的。信之，有没有办法让乔姨娘说实话呀？直接问必然不行，不过可以炸他。怎么炸？需要大家配合一下，我来安排吧。谢怀真说得很随意，似乎并不当回事儿，倒是神色严肃地提醒：你们打算怎么安置沈二爷？先将他安置在别处，切勿声张。弟妹，你多去陪陪他，看看他能不能想起以前的事。我们先解决乔若安的事。众人此时会面结束后，各自打道回府，假装今日各忙各的，没有见过。乔若安这几日半夜三更的，总隐隐约约的听见外头有人在敲门窗，窗外恍惚可见披头散发的身影飘动。他出声的唤丫鬟和府中的下人，却无一人回应。然而第二天一大早，沈寒川便红着眼睛来找他，声音我昨晚梦到大舅舅在梦里叫我，醒来他还在叫我。别胡说，你大舅舅已经过世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心里记着他的好就行，以后不能把他挂在嘴边，记住了。你为什么总这么说呀？人死了灵魂也会保佑我们的，不然为何要祭拜祖先呀？你爹和祖母会不高兴的。他们没有那么小气吧？总之不许再提。我不想理你了，大舅舅晚上会来找我的，我要等我大舅舅。乔若安只觉得更加的心烦意乱，换来亲信乔言，让他好好的看着沈寒川，不准再提起孟云谦，干脆以沈寒川的安全为由，召集府中看守其他地方的侍卫，询问晚上有没有发现异常。这番举动惊动了侯府的长家人沈渊，虽然不想同沈渊说话，但忍不住提一嘴自己晚上遇到的怪事，说想回娘家住几天。乔姨娘，祖母大世子就快到了，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你这些天一点不帮忙就算了，怎么不仅不伺候祖母，还要往娘家跑？祖母白疼你一场。乔若安一时接不上话，我很快就要出嫁，你是寒川的亲娘，以后府里少不得要你帮忙操持，这种紧要关头还是别乱跑了。再说平生不做亏心事，谢半不怕鬼敲门，你难不成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能做什么？不回就不回，我知道了。那就好，我以后晚上让人给你备好安神汤吧，等你精神好点儿，能帮忙就来帮忙。不用了，我自己会解决。沈渊没来得及回话，就被管家叫走，一副很忙的样子，没空再理他。到了天黑快睡前，尹希柔突然来到他的屋里，说是按照沈渊吩咐给他送了安神的汤。乔若安看着黑黢黢的汤，一股子药味，有点反胃，正想说以后不用麻烦，可瞧见窗外的情形后，窗户那里倒挂着一个披头散发的神影。他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指着窗户。尹希柔奇怪地朝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怎么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啊！那里有鬼，有鬼！乔姨娘，我什么也没看到啊！那里有个披头散发的鬼，像鬼一样的东西。乔姨娘，明明什么也没有啊！你是这些天精神不好，看走眼了吧？快把安神汤喝了，好好睡一觉。你们知道什么也没有看到？
那你看到鬼影长啥样啊？脸都腐烂成那样了，哪里看得出样子？可一看到那身囚服，他就想起了孟云谦，马上就到老夫人的寿宴了，这府里岂能有不干净的东西？要不过几天请人来做法事吧？好啊，说真是有鬼祟，请人来清理清理。那你先好好的休息，等精神养好了再来帮忙准备寿宴吧。安神汤以后都给你送过来。于是这天，大师真的开坛做法。那道士对着一口贴满符咒的水缸，像个疯子一样的跳来跳去，一通的神神叨叨的操作后，突然水缸里大水冲天，他竖起2根手指，怒喝一声“咒”，然后所有的动作突然停住。只见大师突然口吐鲜血，晕倒在地。待大师一睁眼，眼中锋芒乍现，猛然抬起身往乔若安的方向扑去。乔若安，你为何要杀我？快拦住他！乔若安，你为何要杀我？而最后，乔岩大家一起打晕了大师。等大师再次醒来，总算是恢复正常。邪祟与他有关，太强了，太强了，已经越来越强了，贫道有心无力啊！这次不收大小姐的银子了，告辞，告辞！沈渊赶紧让人带着银子追上去问清楚。别不追姚道，他胡说八道！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住！爹，爹，救救我！爹！来人，先把乔姨娘送回院子，不准她乱跑。等这事折腾完，沈渊和沈老夫人都去乔若安的院子里安慰她。沈渊提议要不要给她换个院子，我还是去韩川的院子里睡吧。大家都没有意见，只看着他喝完了加大药量的安神汤，嘱咐他好好休息。当天晚上，他到了韩川院子里的屋子，很早就躺下，想睡个安稳觉。奈何熟悉的敲窗户声音再次响起，乔若安一个机灵的立起身。安安，你为何要杀我？还不让我见韩川？我对你和韩川这么好，你竟然要杀我？你是为了沈知州吗？是为了沈念初吗？我也不想杀你，我是为了韩川啊！韩川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就算是为了他，也不要再来找我们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来了。鬼影还在缓缓地飘起。大哥，我知道你对我好，虽然我这么做让你心中寒怨，可为了韩川，你就安息吧。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对啊，为了我们的儿子，你别再来了。真的吗？就为了我们的儿子，不是为了你们的女儿？是啊，我会照顾好韩川，你安息吧。我每年都会带韩川去祭拜你。那惊鸿呢？我的惊鸿呢？鬼影还没来得及说完话，一直被老嬷嬷按住在暗处的沈老夫人猛地从墙角处窜出来。你这个贱人，竟敢骗我沈家这么多年！我当你眼瞎了才让你这个贱人进门。老夫人，您别激动，我气坏了身子。我的孙子，我的宝贝孙儿没了。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竟然扛了10几年的孽种！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快拦住祖母！侯爷，大小姐，方才老夫人太过激动，突然力大无穷，奴婢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大家都知道，沈老夫人一会儿能要死要活，一会儿能上山打鼓，全凭她老人家的喜好。现在没人有心情怪罪他们。那道鬼影现在清晰了，那个人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是沈知州的亲信假扮。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娘，这是假的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是大舅舅的儿子？你快说，这是假的对不对？对不对？怎么，他是你爹你不乐意吗？不会的，我是爹的儿子，我是侯府的世子，你不许胡说。他年纪虽小，却也懂得许多道理。当侯爷的儿子和朝廷侵犯的儿子，那差别可太大了。我当年就不该让你这个祸害进我沈家，枉我多年厚待你，你竟如此不知廉耻，罔顾人伦，和自家的兄长开暗结，如今还想让这个孽种夺我侯府祖宗的地业。娘，别这么伤心，孙儿没有了，你还有孙女儿。阿元一定是您的亲孙女儿，念初和幼福也是。这个贱人让我的宝贝孙子没了，还撺掇我害自家孙女儿，一定要将这个贱人千刀万剐，千刀万剐！我说过，你们若敢算计我的女儿，绝不会放过你们。你还有什么话说？沈知州，你负了我，所以我也负了你。韩川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有什么资格骂我？你当年许诺嫁过来后，沈家会好好的待我，可结果呢？没过几年就嫌弃我生不出儿子，你儿子都不回家，你让我怎么生？你不是非得要孙子吗？不生就要纳妾，不给你一个孙子，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蹄子！你一来就是侯府的主母，你还想怎么样？够了，我会写好休书送去将军府，算是给乔将军一个交代。你要休了我？你不准！乔姨娘，写休书已经是爹尊重你，你身为媳娘犯下这等大罪，该被发卖的。乔若安，你杀害你义兄孟云谦一事，我会将你带回刑部审问。沈知州，你说什么？
若不是还有一些关于夏千雪和沈贵妃有关的疑问要私下审问乔若安，他都懒得在这里废话。我明天就会去奏请皇上撤回孟寒川的世子之位。不行，沈知州，你不能这么对我和寒川，是你们沈家先对不起我。你娘和贵妃当初骗我嫁进来，他们明明说过会好好待我，只要我用心，你迟早会爱上我。先将乔若安和孟寒川带回刑部。爹，你饶了娘和弟弟吧。唇亡齿寒，娘和弟弟若都完了，剩下他可怎么办？老不死的，你醒醒吧！我要是去了刑部大牢，你和贵妃干的好事都别想藏着。沈老夫人一听这话，不能让这个贱人活着。老人家突然摘下头顶的簪子，你去死吧！乔若安虽然会武功，可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差，直接刺中乔若安的脖子和胸口处，鲜血汩汩直流。而沈老夫人也被乔若安抽出的匕首刺中腹部。沈知州，你以为当年夏千雪真是被沈伟追杀，跳下山崖的吗？是被你亲娘和你亲妹妹追杀的，有本事把你娘和妹妹都杀了！快叫大夫过来！你说什么？祖母和贵妃公母要杀我娘？乔若安，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沈知州，我问你，你会为你心爱的夏千雪报仇？你会对付你的娘和你的妹妹？但凡你说清楚。你快说，是他们杀了我娘？杀没杀我不知道，当年是贵妃派的杀手，老不死的也知道这件事。贵妃明明跟我说她活不成，没想到她居然没死。我生了个女儿。知州，阿元，你们要相信我呀，别再被这个贱人给骗了。娘，你不想死的话，就先别说话。今后的事也是贵妃做的，她自然不会说，其实是她逼着贵妃应下了科举舞弊之事，甚至也不敢大声地说，毕竟会让乔家死得更惨。还有什么？还有很多。你去查，一定要好好的查。他最后目光挥败涣散，转眼看向身旁的沈寒川，仿佛还有很多话想说，却发不出声，断了气。娘，原来贵妃姑母和祖母不止看不起我娘，还要杀她。我差点就不能出生了，娘辛苦养大我，还要躲过追杀。她身体不好，30多岁就病逝。知州，你别怪我，我是为了……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沈家好，没事，你去歇着吧。行了，都别哭了，时辰已晚，各自回屋去吧。他随即吩咐人将这里收拾好，命人第二天一早将乔若安的尸体和沈寒川送回到乔将军的府上。他会修书一封，一道送过去。以后跟着他们母子回将军府，还是继续留在侯府，由你自己决定。沈念珠顿时眼泪又汹涌而出，跪着不肯动。沈渊见老爹吩咐完人后，站在那里没有走。爹，你没事吧？沈知州握住他的手，深深地看了女儿一眼，相对无言。沈渊不知道爹这是什么意思，脑袋瓜仔细地想了想后，爹，我真是你亲生的，我从小和娘在一起，她都没有改嫁过。沈知州原本还有些伤感，而现在真的要被你气笑了，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索性他也来了句跳脱的话：爹想说的是，你嫁给太子后，赶紧生个孩子吧。啊！轮到沈渊傻了，怎么扯到这个的？沈知州脸上肃杀之气终于消散了些许，学着沈老夫人的调调：都是为了咱们沈家呀。哦，沈渊觉得有道理，王家母凭子贵，只是燕之和爹都催着自己生孩子，哎，压力好大。不过他突然反应过来，爹，那你以后都会帮燕之了。他其实不指望老爹会给娘报仇，他不可能把祖母怎么样，只是有点忧心老爹会继续帮讨厌的贵妃。你可别跟太子这么说，侯府的事也别全然让太子知道。阿渊呐，有的事情一个不小心就会让我们跟着贵妃一起死。不过你放心，爹会想办法处理好的。爹，你放心，我懂的。有的罪名会满门抄斩，诛三族，就算要找贵妃算账，也不能把自己一道算进去。这个漫长的夜晚总算过去，侯府的消息被连夜传入沈贵妃的宫中，沈知州并没有刻意阻拦。我疼了寒川12年，我多希望这是一场梦，我的孙子还在该多好。要知道，无孝有三，无后为大。知州啊，你总得有个儿子。阿渊，你不介意多记一个弟弟吧？沈渊觉得这祖母简直是无敌，我如今唯一的心愿便是你能有个儿子，你就应了我，不然这寿宴我过不稳。沈渊顿时心头窜上了一团火，他此刻大逆不道的觉得乔姨娘真没用，怎么没能捅死这个老不死的？娘亲被他们追杀的事情连句道歉都不给，而现在立马催着爹生儿子。祖母，人生不如意这10之8九，别难过了，坚强点儿。我会死不瞑目的。放心，动手的事我会把眼皮给你合上。阿渊，你该跟着祖母劝劝你爹，马上要嫁入皇家，当知子嗣的重要性。孩子以后少不得要纳妾，你难不成还拦着？现在你爹年纪尚可，该赶紧再生个儿子。当我爹是猪啊？生，你就不怕再给你来几个假孙子？怎么会有假？先让大夫给他看看。看什么看？10几年前就有假的，现在有假的不是更正常？这次我一定亲自看着。行了，别说了，以后此事休得再提。
你是要气死我这个做娘的吗？饶是沈知州已经心灰意冷，正想着该怎么回话，只见沈渊的衣袖一挥，后葬。沈老夫人惊呆了，你这是大不孝！祖母，有些话我们昨晚没敢告诉你，怕你受惊。其实大夫说，你这次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可原本就年老体虚，如今伤及脏腑，若不平心静气好生休养，怕是很快就得准备丧事。你还是不肯答应我了，你真的想气死我吗？沈渊一看老爹的脸色不对，爹，你别信祖母的话，乔姨娘都没把他气死，我们怎么可能气死他？老不死的哪里舍得死？祖母，侯府荣华富贵的日子舒服不呀？你要是死了，下辈子可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命，有可能饿得吃不饱饭，天天还要干活，过得狗都不舒。你怎么敢？应该问你怎么敢？你若真被咱们气死，大不孝之人不能为官，更没资格嫁入皇室。到时候爹的官职没了，我的婚事也泡汤，贵妃姑母和表哥从此失去2大助力，搞不好沈家就此没落。到时候你怎么去向列祖列宗交代？所以啊，你就算被咱们气，也得忍着，一切为了沈家呀。这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驳。对，一切为了沈家。这句话他听了无数遍，原来这话可以这么还回去。突然觉得闺女咋这么聪明呢？娘啊，阿渊说的对，你先好好养着身子，为了咱们沈家。再这么说，你们也不该惹长辈生气。祖母，你错了，是你不该惹我们生气。你每天啥事不做，可我和爹忙得不可开交。比如等下我就要去东宫见太子，你现在惹我不开心，我一个不小心再把太子惹得不开心，那麻烦可就大了。爹也一样，他被你闹得心情不好，容易做错事让皇上心里不舒坦，长此以往，搞不好整个沈家都得遭殃。为了咱们沈家，以后谁都别惹我们生气。沈老夫人再次不知如何反驳。沈渊说罢，拉着爹开开心心的离开。厚葬，厚葬，厚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渊去东宫前特意叮嘱老爹，爹，你才是为沈家操劳的人，凭啥这些只会享受的人还对你要求这要求那的？整个沈家都该供着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别被他们欺负。沈知州笑得合不拢嘴，心里似蜜甜，突然一点也舍不得宝贝女儿出嫁。阿渊呐，你就算惹太子不开心，还有爹在，千万别太委屈了自己。放心啦，我最擅长的事就是哄燕之。那你今后就一定要哄着他一件事，不管他有没有查到什么关于你贵妃姑母和表哥的罪证，让他先别急着动他们，以后一定要让他放过沈家。放过沈家4个字很沉重，其实沈知州手上有证据，只是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拿出来，最好等阿渊生个孩子吧。沈渊乖乖的点点头，他听懂了，这回是真的为了沈家。谢怀琛早就在东宫等着他，而这些天2人没有见面，沈渊在忙活乔若安的事儿，他在忙朝堂上的政事，2人都想对方了，牵着手一起走到熟悉的亭子里。贤侄你真厉害，乔姨娘乖乖招了。这结果在预料之中，没什么值得惊喜的，但阿渊的夸赞让他心情愉悦。沈渊察觉到他今日不怎么说话。贤侄啊，你在想什么啊？在想毒药的事。阿渊，你娘有说起过什么特别的事吗？沈渊想了想，同柳君芳和阿旭一样，啥也想不出来。他提议干脆3个人凑到一块儿再想想，把小姨也叫过来，一起出谋划策。于是大家一起出现在五福堂。他们有没有什么话给你们反复强调？虽然你们听起来不太明白，或者他们有没有教过你们什么东西，让你们记得很清楚，一定不会忘？几人面面相觑后，我想起娘亲教我唱过歌，教过很多遍。唱来听听。沈渊尴尬的清了清嗓子。门前大桥下，走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嘎嘎嘎嘎，这鸭真多呀，数不清多少鸭，全都卖了吧。哎呀，这不是乌鸡小孩唱的吗？除了最后一句，我师父也教过这个。随即3人一起唱起来。嘎嘎嘎嘎。太子殿下虽然博学多闻，但属实是没有听过这首特别的歌谣。等3只鸭子停下后，下午时，这首歌你很熟悉？以前姐姐喜欢唱歌，这是她小时候自创的。现在乌鸡的小孩喜欢唱着玩。你刚才说除了最后一句？应该说是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不同。第一句是大桥下，不是大树下；最后一句就是数不清多少呀，没有全都埋了。可娘亲就是这么教我的呀，她教过很多遍，很容易记住，不会唱错的。师父也是这么教我们的。这歌一旦唱起来，满脑子都是那几句，不会记错。很明显，大树和埋了就是关键的信息。那你们记不记得什么门前的大树？我师父以前的那破房子门前好像是有几棵树，应该都不算大树。医馆门前没树呀。我家门前的确有棵大树，可是被淹了。哪能随便哪里都找棵树啊？至少这棵树不能轻易没了吧？下间寻见太子还在想树的问题，干脆将沈渊叫到自己的身边交代事情。我3天后就要启程回去，你真的不跟我走吗？沈渊立刻感受到一道锐利的视线杀过来。不了，以后有机会，贤侄会带我去看看。好吧，那我再多留些日子，等你成亲后再走，顺便看看你爹和夫君到底啥时候出兵。那天你不想当太子妃，随时来投奔小姨，保管你吃好喝好玩好。阿渊，时辰不早了，跟我回去。谢怀琛现在很不乐意沈渊跟娘家人待在一起，还没成亲呢，一个个的教坏了小狐狸。
等待消息期间，谢怀成和沈知州在忙朝堂上的事情，沈渊也在忙得不可开交，忙着操办祖母的寿宴。一大早，府里的大门敞开，宾客纷纷带着贺礼上门，热闹非凡。出于私心，他将夏千寻也请回来。沈老夫人虽然伤势尚未痊愈，可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日穿着大红的袄子，喜气洋洋。娘啊，你就别盯着我看了，你看看这满堂的宾客，阿渊和幼夫2个孙女儿亲自给你操办的寿宴，你可喜欢呢？喜欢喜欢，哪能不喜欢呢？我的2个孙女儿漂亮又能干，可要是孙子那就更喜欢了。夏千雪怎么就没生个大胖孙子呢？娘啊，今天是你的寿宴，就别钻牛角尖了。孙女儿不比孙子差，况且孙子的事情不是也没着落呢吗？哦，真的？你同意纳妾了？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娘，就别担心孙子的事情了。点心柔顿时感到压力好大，酒菜点心都是沈渊亲自列的单子，看上去精致美味。他特意给夏千寻安排最先上菜的那桌，一来就能吃。结果没吃几口，就赶紧过来叫沈渊先停止上菜。那道汤有问题，至少被人下了巴豆粉和回叶汁。目前来说，其他菜暂时没有发现问题。沈渊顿时惊了，赶紧命人先停止上菜。怎么会这样？这些食材全都仔细检查过啊。现在宾客为大，沈渊暂时将此事压下，撤走了汤后，让大家继续用膳。等众宾客用完膳，沈贵妃和三皇子才带着贺礼姗姗来迟。正巧太子殿下也来了，谢怀臣送了一只金乌龟，说不珍贵吧，那可是金子；说好吧，那是只乌龟。沈老夫人硬着头皮，满脸堆笑的接下，还得行礼谢恩。阿渊呢？阿渊在后面院子忙事情，已经差人去叫了。阿渊这太不懂规矩，以后这样在宫里可不行。沈知州别开目光，没有接话，道理你都对，可太子没有发话，你急什么？带姑去找他。那咱们也过去瞧瞧。于是大家一起来到离厨房不远处，沈渊正气势汹汹的在忙着审问人。沈念初看到沈渊正在审问的丫鬟，顿时心头一紧。沈渊已经把有机会进出厨房下药的人全审过一遍，就这个叫春枝的丫鬟嫌疑最大。大小姐，我冤枉了，我真的只给二小姐取姜汤，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你这是干什么？春枝哪里得罪你了？沈渊这才瞧见一群人全来这边了，赶紧对着贵妃和2位皇子行礼。沈贵妃正想问到底怎么回事，只见人家太子已经走上前去，扶起沈渊，温柔浅笑。在忙什么？沈渊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汤被人下药的事，说明自己正在查，怎么在太子殿下提起这种事，要了殿下的好兴致。无妨，继续审了。不想说话的沈知州心里腹诽，人家太子都没意见，你们一个个的都闭嘴吧。于是沈渊继续忙刚才的事。念初妹妹，你让开，别打扰我审案。沈念初依旧扶着春枝没有动，的确是他指使春枝在汤中下药，但沈渊没有证据，只要咬死不认，他没有道理冤枉人。太子殿下、贵妃姑母、表哥祖母、爹爹、各位长辈，你们要为我做主啊！我身体不舒服，春枝只是为我取一碗姜汤而已，大姐姐竟然无端为难她。沈渊没理会沈念初，心里寻思，既然猜到是春枝做的，可以用对付乔若安的方法炸他。春枝，你以为你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吗？方才所有靠近过厨房的人，我都已逐一审问，有人恰巧看见你鬼鬼祟祟靠近汤锅，还用手碰过，否则你以为我为何逮着你不放？大小姐，我取姜汤的时候兴许淋漓汤锅尽，可我真的没有下药，我是为侯府的丫鬟，哪可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我早就下令，闲杂人等不得在寿宴当天随意动为寿宴准备的东西，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严惩你，更何况你还下药害人，差点毁了祖母的寿宴。大小姐，我真的冤枉了。你能得到药，其中必然要经手教材铺子和神，只要我派人查，迟早会查出蛛丝马迹。不过我相信你身为侯府丫鬟，受侯府恩惠，没道理无缘无故做出此等背主之事，背后定然有人指使。你若肯老实交代，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侯府容不得你。你仔细想清楚，谁才是侯府的主子？你背后之人能给你的好处，我都能给，还能给更多。说你再不识相，我作为侯府大小姐，单凭你不听从吩咐乱动厨房东西，险些酿成大祸这细点，就可以要你的命。你现在招还是不招？不招就得死，你这和屈打成招有什么分别？招了我还能不计前嫌呢？我招是二小姐吩咐我下的药，她给了我银子让我去做这事，威胁我若是不照做就把我卖去青楼。她明显是受大姐威胁故意栽赃我没有这么吩咐她。春枝，你有什么证据吗？可别胡乱冤枉人。我和家人的卖身契在二小姐的手上，卖药的银子也是二小姐给我的，二小姐也碰过药，她衣裳上可能有药粉。念初，可有此事？是春枝被大姐威胁故意栽赃我，银子和首饰我平时也有赏给她，我衣上可没有什么药粉，就算有也是她故意害我。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有的，我瞧见过二小姐偷偷的行延生之术，东西一定还藏在她的院子里。好，那就去搜，地下有娃娃。你不能随意搜查我的院子，这些都是从二小姐房中和院子里搜出来的。一堆被扎得体无完肤的小人堆在地上，全贴着府中家人的生辰八字，而最多的便是沈渊，其次竟然是祖母。不是我的，不是。这么多小人在你自己房中和院子里藏得如此隐蔽，不可能是别人干的。只要细查符者和布料的来历，你无从狡辩。你别离他太近，不用同穷途末路之人理论。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啥事也没有啊，看人这东西不灵，还不如直接用剑刺我。他没这个机会，以后也不能让他有。沈渊连连点头，我懂。念初啊念初，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自小不受爹爹疼爱，
曾经努力想做个乖女儿讨爹欢心，可爹从不与我亲近。可自从沈渊回来，爹满心满眼都是他。娘亲从夫人变成姨娘，我也成了庶女。后来娘一夜之间被他害死，本是世子的弟弟也没了，我成了全家最不受待见之人，一时糊涂才犯下此等大错。念初妹妹，你错了，你好歹从小有爹疼爱，当着大小姐锦衣玉食，身份尊贵，我可是连爹都没有。你有爹的孩子要受多少冷眼和欺负，你懂的吧？可是我和娘亲靠自己本事好好过日子，从不怨天尤人，照样开开心心。哪怕来了侯府，我也是享用我应得的那份富贵，没有刻意为难过你。谁人没有几分不如意？但这都不是故意害人的理由。你即便落到如此的境地，依旧好吃好喝，穿金戴银，阅历没有少过你戏份。他日你嫁个好人家，依然能安稳幸福的过一辈子。遇到麻烦，爹和乔家也会照顾你。你若儿孙争气，说不定以后就是祖母这般尊贵之人。要知道我来侯府找爹之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这样，好好的日子不过，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谢怀真听着难受，把我踹了就因为这点梦想？真的，太子殿下他不得不服。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哥，你想怎么处置他？他害的是娘和未来的太子妃，太子殿下想如何处置？12小姐，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自尽谢罪，要么自行出家。青灯古佛长伴一生，无故不得出寺庙。爹，你说过我可以回乔家，让我回乔家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给侯府添麻烦。姑准许你回乔家，但你今日所为之事和姑对你的发落，也需一并告知乔家。臣遵命。姑不希望阿渊嫁到东宫之前再遇到任何麻烦。贤侄，我没事的。殿下放心，阿渊，你再陪陪殿下吧。两人在庭院中走了走。贤侄，你给祖母送的什么贺礼啊？一只金乌龟。多大的乌龟？谢怀真比了比，干起来可不小啊。怎么能送他那么大块金子？好破费啊！毕竟是你祖母的寿礼啊。哎呀，这祖母不值啊，随便送点东西意思一下就好，怎么能送那么多金子？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下呢？别着急，知道你舍不得金子，是做的好看的镀金龟而已。啊，贤侄，你太棒了！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的金子又回来了。太子看着就差没蹦起来的沈渊，哭笑不得。这事儿可真没啥可夸我的，你开心就好。你现在想替你的母妃讨回公道吗？母妃枉死，儿臣当然想追究真相。好，他立刻吩咐身边的高公公传唤贤妃。臣妾拜见皇上。不知皇上唤臣妾来，话未说完，一把信件甩到他脸上。贤妃，枉你和那丽妃当年姐妹一场，你竟然狠心害她，现在证据确凿，你作何解释？皇上，臣妾冤枉啊！臣妾一个穆家不待见的庶女，当年哪有这般大的本事？皇帝闭眼呼出一口气，给他一个申诉冤情的机会。结果他似乎真的很冤。皇上，这事一直是臣妾心上的一根刺，扎得臣妾这些年不得安宁。丽妃姐姐的死，臣妾知道是皇后姐姐做的，但臣妾受的胁迫，一直不敢说。谢怀琛的瞳孔微缩，他查到所有的证据都直接间接的指向贤妃，他要怎么把这事儿推到皇后身上？这些信和证人都指证是你吩咐的，既然你说是皇后所为，那就说清楚，否则污蔑皇后的罪名，你可担待不起。当年朝中闹着要废后，皇后姐姐心中忧戚，便想到选个聪慧的皇子过继，弑母留子。皇后害过臣妾数次不成，于是将主意打在皇上最为宠爱的丽妃姐姐身上，岂能产出得宠的嫔妃，又能得到一位皇子？皇后曾偶然的得知与臣妾有几分交情的张太医会制其毒，其他太医很难查出来，而这些事应该都是皇后借臣妾之名做的。你这番说法有何证据？皇上明察，臣妾没有理由害丽妃啊！皇上该记得当年顾德许是夫人之死，当时便是皇后欲通过七公主之手毒死臣妾，只不过小孩子的心思不可控，机缘巧合下，毒药最后被顾夫人服下。当他知道点心有毒，想办法拐弯抹角的引导七公主去给丽妃吃，然而不知丽妃那边出了什么变故，点心又到了顾大学士家里。谢怀琛只觉得顾锦修娘亲死得真够冤，怎么算都很冤。顾锦修和谢昭月也好冤，闹出这般大的动静，皇后也前来对质。皇上，臣妾冤枉啊！皇上若认定丽妃之死乃臣妾所为，可有证据？岳嬷嬷在威逼利诱和用刑之后，竟然主动招出这些事情，确实是皇后借贤妃之名所为，说有剩余的毒药藏在皇后宫中。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毒害丽妃，这些证据明明都是指向贤妃，是贤妃收买臣妾的宫女，诬陷臣妾。于是皇帝当即收回了皇后的凤印，命令其从现在开始不得出凤仪宫。贤妃目前看来是知情不报，但因受胁迫，暂时只将其禁足。皇后在被带走时，坚决的不认罪。你的母妃不是本宫杀的，现在本宫完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皇帝等众人都散去后，唯独留下太子。太子，你满意了吗？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出去，过不了多久，朝堂上废后的声音会再次响起。皇后如果不是皇后，太子还会是太子吗？谢怀琛知道父皇意有所指。父皇，儿臣不能不查母妃的死。你没错。皇帝缓缓应道。只是燕之，你未免太新奇了。沈渊还没有嫁给你，你确定沈知州一定会听你的吗？万一他趁你病要你命呢？皇帝其实心里清楚，太子不想受制于穆家，一直有笼络寒门。
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娶沈渊是一步妙棋，既能摆脱穆家的控制，又能对沈贵妃来个釜底抽薪。先收拾完穆家为首的世家，然后转手再借收拾沈贵妃，打击沈家为首的势力。就算不让他们全死，也足够让其元气大伤，再难威胁到皇权。谢怀真认为父皇说的对，自己确实是急了，不仅是因为想为母妃和顾夫人报仇，还想尽可能多的铲除威胁，让阿渊嫁过来后少遇到些麻烦。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喜欢阿渊，也相信阿渊真心的向着他，而非三皇子。但圣心难测，此刻不能表现出对沈渊的过分宠爱，得谨慎些，完全按照父皇的意思来。父王教训的是。皇帝高深莫测的微微颔首，然后才放太子离开。谢怀真请求见皇后一面，这种小事，父皇自然应允。皇后虽然已经被禁足在凤仪宫，但并未显露出慌乱。谢怀真来见他的时候，他依旧是一副威仪万千的姿态。丽妃是不是你毒杀的？不是，此事一定是贤妃所为。他随即又简单解释几句，自己当年的确是想做去母留子的事，但仅仅针对贤妃，并未想过去讲丽妃的儿子。既然如此，你依旧是儿臣的母后。本宫若不是皇后，你这个太子也不好办呢。所以你从一开始就不必折腾。皇后冷哼一声，没再说话。而谢怀真想让皇后先尽力稳住，最好再同穆家的人周旋一番，拖延时间，别动不动的就要废后，平添许多的麻烦。这件事兴师动众，很快便被传开，有人喜欢，有人愁。无论如何，沈贵妃心情不错，最好废完皇后，废太子，整个后宫她将再无敌手。她甚至体贴地问过沈知州，要不要设计为沈渊退婚。当然，沈知州也体贴地回道，形势不明，不宜轻举妄动。发生这么大的事，连沈渊都有所耳闻，他就问爹自己能否帮上忙。结果沈知州愣了愣，你好好的嫁给太子，就算是帮了大忙了。实在担心的话，就去同太子聊聊呗。可这些天燕之没有主动见他，连个消息也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为啥不同他分享一下呢？于是这天，沈渊心情忐忑地来到东宫找太子。丫鬟照常告诉他，太子殿下在书房。他路上左瞄瞄，右瞄瞄，一个暗卫也没有瞧见。安慰大哥，快出来，快出来！嘿嘿嘿，姑娘，怎么了？贝里大哥，你说说燕之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殿下不就在那儿啊？姑娘，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我听说一些事有些担心，你给我讲讲要注意些什么。姑娘，其实你也啥也不用担心，好好哄哄殿下就好。这个你最擅长。好吧，我知道了，谢谢我李大哥。沈渊来到书房时，谢怀真正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见动静后睁开眼。阿渊，你来了。秦之，你没事吧？你会来，我现在当然没事。那以后呢？阿渊，我若不是太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这问题一问出口，太子殿下便觉得太矫情。为啥会冒出这个问题呢？还不是因为皇帝的那句燕之你太过心急，凭啥沈渊就不能在这个时候反咬自己一口呢？于是这些天忍着没去见他。然后此刻这问题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问出来。反正问都问了，他盯着沈渊，想听听他怎么说。沈渊呆呆的看着眼前神色认真的等着他回答的太子。哎呀，这问题难啊，真难。你说你都不是太子的话，我当初早跑了。不对，我家燕之这么好，现在再让我跑，我也舍不得呀。你是说你如果不是太子啊？谢怀真点点头。真的？假若我现在不是太子，没有现在这般权势和地位，你会怎么做？你想知道？你尽管说实话。那你可别生气啊。保证不会生气。谢怀真现在真的好好奇。沈渊忽然起身推开他，仪态端庄的站在他面前。太子殿下突然有点紧张他的答案，就这模样，怎么看都不像能说出什么好话。哎呦呦，多俊俏的公子呀！跟着本大小姐回去，从今往后你就是本小姐的专属男宠，好好伺候本小姐，保管你啊好吃好喝。说罢，从袖中掏出一叠银票，大气的往太子的脸上一甩。赏你的。谢怀真心想，竟然还对我不离不弃，我该哭还是该笑呢？那要是你爹不准呢？那我就把你藏在外面的宅子里，我卷爹的银子养你啊。好，知道你是个富家千金。贤之，你如果不是太子，被卖到花楼，我一定把你赎出来。我信。贤之啊，我知道我很多东西都不会，你有麻烦我也帮不上什么忙。阿渊，别这么说，你能嫁给我就是在帮我。沈渊脸上的失落骤然一扫而空。你知道就好。我虽然现在帮不上忙，但我以后会好好学习。不过我不一定能学好，不管我能不能做好，你都要接受。毕竟我是你自己选的太子妃啊。我就这点本事，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若是觉得我愚钝，要么忍着，要么把我教聪明。总之记住，是你现在要娶我，以后别嫌我没用、不懂事、不了解你的心思。太子妃，那你以后若是做错事，姑该不该罚你呢？不能罚呀！你要记住，我这个太子妃是你自己选的，我若是做的不好，那是你眼光有问题，跟我可没关系哦。谢怀春嘴角一抽，忽然想逗逗他，姑若非得罚你又如何？可担心这样说会吓到他，于是他开始讲起最近的事。沈渊听不懂的地方，便耐心的给他解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让沈渊听得有些云里雾里。听明白了吗？听懂了。听懂啥了？说来听听。你爹疼你，我爹也疼你，你可以横着走。谢怀春剑眉一挑，不愧是我选的太子妃，我是真有眼光。阿渊，我们要成亲了。贤之啊，我有好多好多的嫁妆啊。东宫库房很大，放得下。两个人东一聊西一聊，很快便要到大婚的日子。在此期间，
皇帝没有废后，皇后也没有认罪。在贤妃看来，只要皇后把罪责都担了，穆家还在，她和六皇子就能去争一争。而沈贵妃知道废后之事甚大，只要穆家和太子还在，死一个嫔妃确实不足以让皇帝做动摇国本之事。所以在大婚前的2天，贵妃难得的将沈渊召进宫中，没有难为他，还赏了他一大堆的好东西。花了2个时辰，苦口婆心、拐弯抹角地教导他如何为沈家着想。可怜沈渊看在钱的份上，听了2个时辰的课。阿渊，你明白了吗？贵妃姑母，我都记住了。那你说来听听。一切为了沈家，为了沈家的一切。沈贵妃心想，这应该是听懂了吧？沈渊从贵妃这里回到府中，让人将贵妃送的东西抬进院子，还没数一遍呢，魏离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姑娘，殿下要见你，你去趟乌衣巷吧。成亲前3天不是不能见面吗？可他没有耽搁，直接就去了。结果一进宅子便见到谢怀琛和小姨在等着他。贵妃有没有对你怎样？有去医在呢，没事啊。况且我也懂医毒。放心放心，就算中点乱七八糟的毒，我也能治。可他越检查，神色越凝重。他怎么了？他怎么在长期服用避子药？我自己要吃的，我自己配的药，还好。哼，竟然是你自己配的，你到底怎么学的医术？这不是最好的药方，你现在已经体质偏寒，不准再吃了。啊？那最好的药方是什么？小姨，你快给我写一个。不用了，阿元，以后别吃避子药。不行，你必须好好学习。上次我教你的学会了吗？可怜的沈渊成亲前2天还要学习。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到成亲这天，沈渊前一晚就没有睡好觉，才半夜就被2婶母女从床上捞起来打扮。他闭着眼睛像个布娃娃一般的任他们在自己身上倒腾。大姐姐，我听人家说姑娘成亲前都会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你现在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啊？简直会折腾一晚上，我现在要好好补充体力。这是什么虎狼之词？等天边初白，沈渊已经被打扮的换了个样，对着镜子一照，快要认不出自己了。吉时已到，吉时到，他披上红盖头，看不清眼前，不过能看到燕之一身红袍，韶光流转。沈渊心想，燕之一定在笑，而事实便是如此。阿元，累不累？快，又累又饿。这就带你回去。太子走之前，郑重地对沈侯爷点点头，然后马车带着人往东宫去。我手抚平人几时。谢怀琛担心他累着，将那些不得不过的繁琐仪式走完，立刻将人送到房里。阿元，没有外人了，你随意就好，不用委屈自己，我会尽快回来。谢怀琛前脚刚走，沈渊立刻放飞自我。太子殿下说了，让我随意。抓起一块点心，悠哉悠哉地吃起来。吃的差不多了，又往床上一歪，抱着软软的大红枕头，闭上眼睛，舒舒服服地养神。等谢怀琛忙完回来一看，心道这大概是最不守规矩的太子妃。阿元，沈渊悠悠转醒，睁眼一看是太子回来了，赶紧蹦起来。先知，是你吗？怎么了，阿元？沈渊突然往他腿上狠狠一掐，不疼啊，这真的是梦。你刚才掐的是我，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沈渊哭得一抽一抽，又往自己的腿上一掐，疼，这才是真的。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你从翠云阁走了，没有带我走，我在那里用尽办法也没能离开。后来遇到一个很可怕的客人，差点把我欺负死。我在临死前做了一个梦，就是这个梦，在京城的一切都是梦。不是梦，这些都是真的。阿元，我终于娶你为妻。还好你带我走了，不然就会像梦里一样，好惨啊！阿元，你这么厉害，就算没有我，你也一定能从那里出来。你的一生注定不会埋藏在翠云阁。是啊，我一定能从那里出来。不过被你带出来，一定是最幸运的。谢怀琛看他总算是没事，心里长舒一口气，轻轻给他擦拭完眼泪，起身去取交杯酒。早就偷偷摸摸无数次的2人，这回总算是把正规流程走完。得再等等啊！什么？制香效果好慢。那只是普通的香啊？那就是交杯酒？酒也是普通的。难道是点心？为什么一定得有一样东西不对劲？二婶说，京城的小姐们洞房花烛时会加点助兴的药。那是因为小姐们大多盲婚哑嫁，最多只见过几面，为了让夫妻顺利圆房才这么做的。我们不需要，而且你小姨说过，用这些东西会对胎儿不利。数着年月，只为花开那一面。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三千繁华，只为你一人留恋。数着年月，只为花开那一面。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沈渊觉得一晚上都在做问答题，答案无非都是你是我男人，你是我男人，你是我夫君。而最后想要翻身做主人的沈渊大胆地喊出一句：你是本大小姐的男宠。第2天，沈渊依旧是早醒。太子殿下说了，皇帝准许他们可以晚点去宫里拜见父皇母后。沈渊白皙的脖子上的痕迹太明显，怎么都弄不掉。
急得一直在那倒腾粉饼。别担心，他们看到也无所谓。不行不行，太丢人了。两人磨磨唧唧，快到晌午才收拾好。阿元，快把这个喝完。于是沈渊接过药后，在谢怀晨宠溺又期待的目光下，磨磨蹭蹭研究了好一会儿。研究清楚了吗？这可是你小姨写的药方，御医也确认过没问题。沈渊这才一咕噜的喝完。两人坐上马车后，谢怀晨一路上只提醒他要记得改口叫父皇母后。因着太子大婚，皇后的禁足被解除，儿臣拜见父皇母后。然后美滋滋的等着领赏赐。看得出皇帝心情不错，敬完茶便笑着赐座。用完膳后，沈渊欢欢喜喜的带着赏赐回了东宫。回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东宫的库房巡视一遍他的嫁妆和收到的贺礼。顾锦修送了一堆价值千金的稀有药材，七公主送的是一对玉如意，小姨送了一摞的医书，刘姐姐送的熏香。直到沈渊发现一个装着画卷的长青盒子，在礼单里面对不上。这个是什么呀？里面是一幅画，画上是水灾后新的青莲县附近的景色，这是裴子言送来的。总算明白燕之为啥一进库房就闷闷不乐。贤之啊，我最喜欢你的画。毕竟卖了50两银子。这事儿能不能让他过去呢？我又用50两银子把它换回来了。我会把你的画珍藏好，以后留给咱们的女儿做嫁妆。这话总算是把他给逗笑了。他在那里政绩如何？干得不错。要不是看到画，我都快把它忘了。行了行了，我不会刻意为难的。他开心的凑过去亲了他一口。贤之，你一定是位明君。两人回门的那天，要同爹和小姨告别。放心吧，你爹在打退平沙大军之前，我保证他活蹦乱跳。你记着要好好温习我教给你的东西。他故意瞟了瞟一旁的太子，还有，要是过得不开心，随时来乌区找小姨。我现在过得可开心了，开心也可以来嘛。你们武曲还想不想要援兵？夏千寻冷哼一声，不想说话。沈知州担心女儿。阿渊呐，接下来会发生许多事，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趁谢怀晨不在的时候，又郑重的同他交代，注意太子的动向，有消息要给爹传信。沈家的顶梁柱要远赴边关，沈老夫人这次难得的没有哭得歇斯底里，因为她和贵妃都知道沈令环回来了。而这期间，沈渊的日子过得是丰富多彩。每次沈渊来瑶华宫，贵妃姑母说什么他都应着，乖巧的不得了。阿渊啊，最近车骑将军同太子是不是私下有联络？贵妃姑母，车骑将军是谁啊？就是上次你在宴会上见过的莫将军，左边的嘴角有个痣的那位。哦，我最近没再见过他。那他同太子有书信往来吗？你倒是想办法问问，或者是找机会去书房看看呀。贵妃姑母，殿下不准我去书房。上次我按照你的吩咐偷偷去书房，被暗卫给发现了。后来殿下7天没来我房里，还同皇后娘娘赏赐的婢女待在一起。我闹着让殿下发落那位婢女，殿下到现在还在跟我生气呢。沈贵妃心想，你怎么这么没用？阿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去书房这种事情肯定要动动脑子啊。还有你身为太子妃，要学会大度能容，对付那些狐妹子得用点手段。太子正在兴头上的女人，你怎么能明着动呢？那姑母你说该怎么办啊？于是剩下的时间里，沈贵妃都在隐晦地教沈渊她对付皇后等人的宫斗手段。贵妃姑母放心，我都学会了。于是轮到皇后换沈渊去唠叨。太子妃将皇后赏赐的婢女无端的挖卖，皇后气势汹汹地问一嘴是怎么回事。母后，那个奴婢不知好歹，竟然偷偷摸摸进书房，还正巧被殿下的暗卫发现。殿下得知此事后，狠狠教训儿臣身为太子妃御下不严，儿臣不得已才将她发卖了。她竟然进书房被发现，快起身吧，不是你的错。谢母后明察。阿渊，现在东宫就你一个太子妃，事事亲为真是难为你了。太子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本宫想着给太子纳妾，你应该不会反对吧？沈渊原本可以理直气壮的回绝，但沈渊现在玩出兴致了。儿臣但凭母后和殿下做主。那这事本宫来张罗吧，到时候选定好大家闺秀，你和太子再过来过目，舍不得逮着机会将穆家的人送进去。你也好好的劝劝太子，多几位姐妹，以后多为太子开枝散叶。而沈渊答应皇后给太子纳侧妃的时候，转头就去找沈贵妃哭诉。怎么办呀，贵妃姑母？母后这么说，我不敢不答应啊。别急别急，你答应了才好呢。啊，真的要给太子纳妾吗？姑母，你不会就这点本事吧？那当然不行了。阿渊，姑母教你一招，保管让皇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沈渊眼睛一亮，仔细的听贵妃讲。所以答应了反而更好办。这些都是小事，你哄好太子才是大事。我会努力的。于是接下来，皇后拟好大家闺秀的名单，将沈渊和太子唤来商量，将皇帝也一并唤来凤仪宫。阿渊有心想为太子选侧妃，本宫已经帮着他选出大家闺秀的名单，皇上和太子也一起来看看吧。这事沈渊自己玩得欢，没有告诉谢怀琛，想给他一个惊喜。你要为我选侧妃？阿渊，你果真要为太子选侧妃？母后教导儿臣，身为太子妃要大度，儿臣是该为殿下选几位妹妹。阿渊如此识大体，实在难得啊。沈渊心里想骂爹，饭桌下面的脚踹了踹沈渊，眼神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沈渊对着他眨了眨眼睛，然后嘴角强牵出一抹笑，看向皇后。母后，快把名单和画像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吧。等选好后，我好将妹妹们的情况写信告诉爹。爹刚派人传信问我的近况，他知道我懂规矩识大体，一定很开心。皇后突然发觉自己大意了，
新婚没多久就给夫君纳妾，哪个女人能同意啊？沈侯爷在外带兵为你皇家拼命，你让人家女儿受这般委屈，母后，快拿出来啊！这不用惊动沈侯爷吧？要的要的，我出嫁前爹对我谆谆教诲，一定要孝敬父皇和母后，尽心服侍殿下。爹这次特意问我做的如何，我得告诉他，我悉心听从母后的教导，给殿下纳妾，大度能容。皇后心想，倒也不必这么孝顺呢。母后，儿臣和阿渊新婚不久，不想纳妾，这事不劳母后费心。太子说的有理，阿渊就是太懂事。依本宫看啊，你们小夫妻正是情浓蜜意的时候呢，纳妾的事不用着急。老六的孩子快出生了，皇后还是多操心这事儿吧。操心贤妃的孙子，皇后心梗，但微笑着，臣妾遵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回去的马车上，沈渊乐呵呵的笑个不停，兴奋的讲起怎么用贵妃对付皇后。贤侄，你看我厉害不？厉害不？太子心想，真是厉害了我的渊渊。以后遇到这种事，必须及时跟我商量。知道了知道了，有点好玩啊！贤侄，贵妃公母总想让我从你这里探听消息，你有什么假消息需要我透露给她，我可以帮上忙。以后有需要的时候会让你帮忙，不过现在你还是忙忙正事吧。什么正事啊？你怎么还没有身孕呢？可能是因为先前吃过不少避子药，体质偏寒，需要先调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应该已经调理的差不多了。我配的避子药其实还行，不伤身的。他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真没啥问题。别担心，说不定很快就有了呢。是我不好。而这边两人在讨论怀孕，而六皇子那边是要生了。穆婉如肚子争气，虽然早产，但生下一个皇孙，这是太子大婚后皇宫里头的第一件大喜事。沈渊去参加满月宴的时候，是觉得热闹非凡。宴会地点就在御花园，皇帝皇后等人还没来，大家都在随意的聊天。只见穆婉如隔着老远，主动抱着小皇孙往他这边来。沈渊警惕的站起身，太子妃姐姐，你来抱抱玉儿吧。这玩意儿我哪敢抱呀，一抱必然出事。不，太子妃现在肚子还没动静，听说抱抱满月的孩子容易沾上喜气。那位有心为你着想，还是抱抱吧。要不是你抱着小皇孙，我真会一巴掌给你拍过去。难道太子妃不想有身孕吗？还是说嫌弃玉儿？本宫身体不适，怕抱不稳，还不快给太子妃宣太医？还是你们厉害，小皇孙尊贵，这满月宴太医随叫随到。沈渊来不及阻止，太医开始认真的给他把脉。穆婉如在一旁好整以暇的看着，手上抱着鸡毛抱着小皇孙当令箭。沈渊寻思，要是整不出什么毛病，是不是又得被逼着抱鸡毛？太医，太子妃身体究竟如何？恭喜太子妃，这是喜脉呀！皇帝和皇后、贵妃、贤妃、太子、六皇子等人正好赶过来。阿渊，谢怀琛快步走到他的身边，脸上的喜色比这里的春色满园更加的灿烂。太医，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回太子殿下，虽然胎儿尚小，但应该是喜脉。什么叫应该是啊？到底是不是？太医有点慌，臣以为是，不过日子实在是太小，臣不敢完全肯定。殿下若是不放心，可以再宣其他的太医来一同诊断。皇帝等人已经走到，当场下令再宣2位太医来给太子妃看看。而现在大家都没有功夫管什么满月宴，全等着太医给太子妃诊脉。穆婉如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明明今天她才是焦点。胎儿一切安好，不过既然太子妃觉得身体不适，那还是多休息为好。臣这就去给太子妃开几副养胎的方子。太子妃怎么说就怎么来。虽然这是大喜事，可谢怀琛高兴中掺杂着担忧。原本的打算是阿渊有身孕后，先尽力的隐瞒一段时间，等胎儿稳固。如今胎儿尚小，就已经人尽皆知，接下来必须要谨慎的保护他们母子。父皇、母后，阿渊身子不舒服，儿臣先带他回去吧。于是满月宴不用继续参加，沈渊开心的搂着夫君的脖子，不用抱鸡毛了，被太子当鸡毛给抱了回去。贤侄，这还不到2月，什么也摸不出来，这不影响太子的好心情，那模样好像多摸摸孩子就能快速长大。阿渊，从现在起你没事不要主动过，出去也得让我陪着。这跟软禁有什么区别啊？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全啊，你爹也会同意我这么做。我回去就修书一封，将此事告知你爹。沈渊郁闷了，怀个皇孙有这么严重吗？穆婉如生的不就挺顺利吗？接下来会发生很多事，我必须保证你和孩子安全。沈渊知道他既然这么说，那就真的很严重，还是乖乖听话吧。要是你不在的时候，贵妃公母和母后要换我去见他们呢？别担心，我回去就给你仔细讲讲怎么应对这种事情，你也要多留几个心眼，保护自己。放心吧，我可厉害了。阿渊厉害，不过以后可以变得更厉害。于是沈渊过起在东宫安心养胎的日子。小姨得知他有身孕后，特地派人送来了与养胎有关的医书。但凡太子殿下在，宝贝太子妃快连吃饭都不用自己动手，鱼刺给他挑干净，瓜子给他去壳，橘子给他剥好。不是沈渊不想动，是太子他头喂出兴致了。贤侄啊，你是不是很喜欢小孩啊？便只想都不想就连连点头。那你是不是也喜欢儿子啊？阿渊生的孩子我都喜欢。心里想着，他如果下一句非问更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就安慰他不用担心，儿子女儿自己都爱，以后还可以再生。那你更喜欢我还是儿子？不愧是你。而这回谢怀琛回答得很认真，因为喜欢你，所以才想和你有孩子。皇家母凭子贵，你有孩子后才会地位稳固，父皇母后也会给你更多赏赐。
以后给咱家孩子举行满月宴，收到的贺礼会比6弟家孩子的还要贵重。沈渊悠哉悠哉地嚼着点心，心道那以后可多生2个孩子，好处多多呀。这样平静悠闲的日子，没过多久，该来的总会来。沈渊很快便接到了沈贵妃的召见。沈渊怀孕的事情让沈贵妃有点措手不及，所以贵妃再三考虑后，认为这个孩子最好不留。她没有第一时间动手，是想等着看皇后的态度。奈何皇后也在等贵妃的行动，而最后贵妃先沉不住气，知道对方很可能来者不善的沈渊，现在打起了12分的精神。贵妃故意挑了燕之顾不上她的时间叫她去，很快就到了瑶华宫。刚踏进宫殿门，突然尖叫一声，往殿外跑去，捂着肚子叫疼，惊得瑶华宫的人赶紧传太医，身边的丫鬟太监立刻跑去通知太子。沈贵妃急急忙忙地从屋里出来，心道好戏都在里头呢，本宫还啥都没干，你怎么就自己出问题了呢？贵妃娘娘，前院里突然窜出2条小蛇，爬到太子妃的身上，太子妃怕是吓得动了胎气。瑶华宫的院子里怎么可能有蛇？难道是谁故意借她之手谋害太子妃？想一箭双雕。谢怀真到的时候，只见沈渊靠在床榻上无精打采。殿下，救救我！虽然谢怀真知道他应该是装的，可看到这模样也是一阵心疼。贵妃娘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太子妃刚进瑶华宫没几步，遇到2条蛇，臣妾宫里从未有蛇，尚不知是何人所为。太医，太子妃现在怎么样了？回皇上，太子妃只是受了点惊吓，没有大碍的，吃几副安胎药即可。不过以后一定要当心了，胎儿月份还小，千万别动了胎气呀。另外，臣在太子妃的身上发现了引蛇的药粉。皇上，婉渊是臣妾的亲侄女，臣妾怎么可能害她？何况臣妾再蠢，也不至于在自己门前如此明目张胆的害人呢。求皇上明察。父皇，阿渊现在怀着儿臣的骨肉，你要为儿臣做主啊！太子妃身上为何会有药粉？此问一出，丫鬟们将今日太子妃自打出东宫后经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都报了出来。先去过一趟皇后宫里，去传皇后过来。于是皇后难得的来了一趟贵妃的宫里，臣妾拜见皇上。不知皇上召臣妾来所为何事？太子妃在贵妃宫里被蛇袭击，差点动了胎气。太医发现她身上沾了引蛇的药粉，她来之前去过皇后宫里，所以叫你来问问。皇后听罢，瞟了一眼身旁的贵妃，两人确认过眼神，都怀疑对方算计自己。皇上，臣妾冤枉啊！两人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冤。太子妃只负责躲在太子怀里哭唧唧。殿下，我害怕，我再也不要出门了，我想见爹。提醒一下在场各位，我爹是谁？既然太子妃在贵妃这里出事，不如搜查一遍贵妃的瑶华宫，省得还有别的危险之物伤了贵妃也不好啊。皇后姐姐，无凭无据，岂能说搜就搜？那是不是你的凤仪宫也该搜一遍？上回凤仪宫被无端的搜出毒药，这回万一又冒出什么玩意儿，那就麻烦了。沈渊见闹得差不多了，父皇，儿臣相信母后和姑母都不会害儿臣的孩子，儿臣现在没事，求父皇不要为难母后和姑母。然后又靠在谢怀真的怀里低泣。殿下，我想回去好好休息。父皇，儿臣先带阿渊回去。然后又声音愤愤然：母后，贵妃娘娘，此事未查清楚之前，还请二位先别着急召见阿渊。皇后、贵妃，这件事儿就由你们2人协同调查吧。先让太子妃好好休息，你们一个是皇后，一个是贵妃，都该好好照看太子妃腹中的胎儿。这事儿能查清楚就有鬼了。原本就是沈渊自己给自己撒的药粉，自己带的2条小蛇，为的就是让皇后和贵妃互相栽赃和牵制，再以此为借口，让这2尊大神暂时别来烦他。不等你们算计，我先下手为强。于是最后沈渊开开心心的被燕之给抱回去，继续在东宫里安心的养胎。总之，沈渊美滋滋的过了一段时间，沈佑福来东宫看过他，告诉大姐姐一个好消息，二婶也有身孕了。这说明二叔还活着的事情很快就会瞒不住。这天晚上，谢怀真抱着他躺在床上。阿渊，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总觉得那位给我推拿的嬷嬷有问题啊。我看小姨给我的医书笔记里说，孕期如果过多的刺激某些穴位，容易导致胎位不正，最后难产。嬷嬷这几次给我推拿的时候，时不时会按揉小姨提到的那个穴位。我学艺不精，不确定她的推拿是不是有问题。既然有疑问，那就让她走，我来解决。阿渊，这次你做的对，以后有任何疑问都要说出来。总有坏人想害本宫，本宫偏要顺利把孩子生下来，谢死你们！好，阿渊真厉害。那是当然了，我可厉害。嘴被稳住，说不出话来，很快一傻子给扔到地上。时间3000我看，青春为何都难免斑驳，而我是魂落魄，求而不得，不舍。梦里3000月散，真情一刻，却难以捉摸。冷月线，月天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宫里的牛鬼蛇神发现
太子妃这胎是真不好处理，于是各路的大臣又开始用别的招数。虽然已经送过不少的婢女侍妾去东宫，可太子殿下处置女儿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的因为莫名其妙的去书房被发卖，有的因为打碎东西被发落到庄子，有的因为走路不长眼要撞到太子被扔出去。皇后和沈贵妃都不得不服，感情太子你才是最懂宫斗的。总之闹来闹去，目前东宫只有一个怀孕的太子妃，而太子殿下没有女人伺候啊。于是这天，谢怀臣被皇后莫名其妙的一起拉着逛御花园，说是有事要同他商量，半天说不出什么大事，倒是一直在拐弯抹角的委婉的关心太子近来的生活，尤其是性生活。谢怀臣仿佛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般，问一句答一句，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作答。母后还有什么要事吗？太子妃有身子已经数月，你已经没有人伺候，母后想着为你选2位贴心的侍女，省得你夜里独自寂寞。怀孕4个月以后就可以侍妾，母后难道不知道吗？皇后心想，你就不嫌吃腻了吗？能不能学学你父皇？母后没事的话，儿臣先告退。等等，再陪母后往前走几步吧。谢怀臣往前一看，有一名身着绿色烟纱裙的女子正背对着他们站在一簇海棠花前，背影晃眼一看，挺像以前的清河。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清河的场景，没想到时间一晃已经过去许多日子。不过他很快便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皇后仔细观察太子的神情，一眼便看出这招有戏。哟，这是谁家的姑娘？红袖给2位贵人请安，我是惠嫔娘娘的嫡妹，刚从江州搬到京城，今日入宫来见姐姐。姐姐方才突然有事要回一趟寝宫，让我在这里等她。多亏太子殿下，江州现在很好，百姓们都歌颂殿下的功德。谢怀臣不得不服皇后的良苦用心。眼前这女子不仅容貌有几分像清河，名字也取成同款，年龄看起来相仿，身份是惠嫔的嫡妹，不是穆家女。你太子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可这一切看在太子眼里就是东施效颦。你从江州来，那你说说现在江州啥样？你来自江州哪里？我来自兰陵城。你经历过那场水灾？水灾发生的时候我就在兰陵，那时候好可怕，到处都在闹饥荒，很多灾民涌进城里，粮食不够吃。还好太子殿下来赈灾，殿下来之后情况就好上许多。那你当时还好吗？皇后心中窃喜，太子对白月光的替身上心了。我还好，只是那时粮价暴涨，我看灾民可怜，想尽一份力救人，每天跟着爹爹一起去施粥，给灾民送饭菜。当时粮价是多少？肉价、菜价是多少？你施粥用的是白米、糙米、小米还是康夫？你在哪里施粥？城东、城西还是衙门前？什么时候施粥？你救济的灾民来自哪些地方？一个普通灾民每天吃多少粮食？谢怀臣突然抛出一串问题，皇后当场石化。回答姑。我这太子，她是一个闺中女子，哪能清楚这些？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吗？我记不太清了，粮价好像是1两银子1斗，用的米是我们自己家里的白米，地点应该在城西，灾民来自邻近的县。你该知道姑就是太子，你犯的是欺君之罪。请太子殿下恕罪，臣女无意惊扰殿下。儿臣现在要回东宫，这个身份不明、满嘴谎言的女子就劳烦母后处置吧。皇后脸色犹如被雷劈过，看着太子离去的背影，皇后的心里疑惑：难不成要本宫给你找个受过灾的青楼女子不成？谢怀臣回到东宫后，沈渊正在院子里等着他。千之啊，你回来啦！清水出芙蓉，自然去雕饰。正主站在眼前，更觉得方才那个替身学的是四不像。沈渊见他站在那里不动，只盯着自己看，笑得痴痴的。快过来摸摸，孩子在动。谢怀臣定了定心神，快速地向他走去。阿渊只有一个，他动不动就要跑。姑有时候都猜不透他那脑瓜子到底在想啥，你们怎么模仿得来？总之给太子再找一个白月光替身的计划也以失败归终。不过大家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别处。一个寻常的早朝后，臣妾有要事禀报。事关车骑将军、中郎将、大理石少卿等人故意泄露重要军情，延误救援时机，导致几千将士惨死。且当年追杀臣妾兄长沈令环，贪污军饷。沈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臣与穆将军约好，由臣带领5000士兵先秘密走山道，连夜偷袭敌军的后方，穆将军会率大部队来接应。然而军情泄露，对方早就有埋伏，援兵又迟迟未至。臣尽力突围，最后只带了残余的100余人回去，没想到竟遭到穆将军手下人的追杀。臣的副将换上臣的衣服带臣死去，臣虽然侥幸逃脱，却伤重失忆，至今才想起当年之事啊！穆将军居然带回一副假的尸骨，意图欺瞒朝廷，求皇上为臣妾的2哥和数千阵亡的将士主持公道。此刻皇帝震惊于当年的隐情，同时心里窃喜，早就想彻底的收拾穆家。如此牵连甚广的重罪是大好的机会，果断的下令彻查此事，连带穆和安秘密培养杀手，可能刺杀太子一事也被翻出。贤妃到死都在骂穆家这群没用的东西，早点一起谋反还有希望。而现在被皇帝拿捏死，剩下一个空壳子皇后，以后被太子拿捏死。他甚至要求最后见一面沈贵妃。哼，你以为你能风光多久？我等着你来陪我。你算个什么东西？妄想本宫相提并论？本宫生来就是沈家嫡女，而你不过是皇后的工具罢了。贵妃姐姐，你想赢只有一条路，就是谋反。哼，你可真是死也要拖本宫下水。贤妃毒杀丽妃的事闹得很大，谢昭月伤心的来到东宫找太子哥哥。太子哥哥，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母妃的死？并没有比你早多少。是不是因为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你都不肯告诉我？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如今水落石出，算是未见母妃在天之灵，你不必多想。父皇想给我赐婚，可我不想嫁。太子哥哥，顾锦绣是不是很快会回来呀？听说边境的战事快要结束了。七公主，顾锦绣不喜欢你，你们这辈子都没可能，你还是嫁给别人吧。不，她没有娶妻，那位柳姑娘也不接受她。为什么我们这辈子不可能？你难不成还能一直等着她吗？不可以，我会一直等她，哪怕可能等一辈子也没结果。对，我喜欢她，从小就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有这种人吗？谢怀春眸色深沉，心塞又无奈的点点头，心里默默的念叨：阿渊，我喜欢你就是一辈子的事啊！啊，太不值得，好亏啊！等谢昭月垂头丧气的离开后，哎，他们3个可怎么办啊？不是3个，是2个。刘姐姐压根不想跟他们玩。太子殿下无奈的看着眼前没心没肺的太子妃，心想以后得少让她跟柳寻芳待一块儿。这姑娘快被刘姐姐教成啥样了？我倒是很期待七公主能不能真的喜欢顾锦绣一辈子。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总之，大家说归说，谁都没有真以为谢昭月会一直等着顾锦绣，总觉得时间久了，她自然会放下，所以暂时没将此事放在心上。等穆家的事折腾完，已经又到冬天，六皇子失去了穆家支持，母妃也获罪，彻底的成为一个闲散的皇子。沈渊现在心情有点郁闷，怎么还不出来啊？快点出来，快点出来啊！别急，太医说日子差不多了，就在这几天。等真生的时候，折腾整整1晚上。谢怀春最后抱着孩子，心疼的看着他。阿渊，辛苦你了，快看，是个男孩。他已经面色惨白的沈渊一听，倏然的闭上眼睛。阿渊，叫了几声没反应，跟死了一样，吓得谢怀春立刻扔下孩子。阿渊，你醒醒，太医，快过来看看。沈渊的眼睛都没有睁开，眼前灰绿的颤了颤，皱着眉头。吵死了！公主已完成任务，让我睡会儿。谢怀春心想，你都不好好的看看我们的孩子吗？阿渊，好好休息吧，父皇赏赐你许多珍宝，事情后给你看。想的什么呀？沈知州在边关接到这个喜讯后，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和太子一直在等这个孩子的降生，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给女儿，里面附上了一份特殊的名单。沈贵妃和3皇子的罪证也被人送到东宫。沈贵妃在太子妃生完孩子后，就时不时的眼泪直跳，所以她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被打入冷宫。3皇子被人连夜带兵围住了皇子的府邸，搬进独门独卫的大宅院子里，再也没有机会出来逛街。沈贵妃想不明白那些罪证是怎么来的，直到1个月后，身体恢复得不错的沈渊来冷宫见他。阿渊，离他远些。沈渊，是你对不对？你投向太子了，你背叛我沈家。姑母，是你咎由自取。大哥呢？我要见大哥，你让他来见我。爹不想见你。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你以为太子能一辈子对你好吗？父皇现在可以对我无情无义，你知不知道你以后的下场会跟我一样？阿渊，别痛的废话，小12还在等着我们。爹让我带给你一句话，爹说我都是为了咱们沈家呀。跟贵妃多年来说这句话的样子惟妙惟肖，学得有模有样。沈渊说完这句便离开了。不是这样的，我要见大哥，我要见大哥。后来据说贵妃疯了，见到人就说这句我要见大哥，我要见大哥。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沈知州。沈渊见完贵妃回去后，有点闷闷不乐。谢怀春担心他受到沈贵妃的影响。阿渊，我此生绝不会辜负你，你千万别多想。哦，那你接下来是要处置沈家的人吗？阿渊，你爹对这事心中有数。沈渊当然知道爹心中有数，爹写给他的信中说，沈家不会再有以前那般的权势，但却是最好的结局。信中还给了他一个名单，告诉他太子如果动名单上的人，就去想办法哄着太子放人。太子跟爹好像约好了似的，一直没有动那些人。沈渊往他的怀里缩了缩，突然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笑道：贤侄啊，那你啥时候带我去巫曲看看？你堂妹很会叫成亲，你想好送她什么贺礼了吗？2婶的孩子要出生了，你不去看看吗？哎呀，2婶这胎是男是女啊？祖母现在肯定着急的睡不着觉。到时候一起回后府看看。沈渊兴致满满的点头，暂时忘了去巫曲的事。于是沈幼福出嫁没多久后，偃熙柔的肚子里的孩子出生。沈渊好奇的从东宫跑过来观望，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恭喜沈老夫人、沈二爷，是位千金。我的孙子，我的宝贝孙子没了。祖母别伤心，孙女儿不比孙子差。沈老夫人一点也没有被安慰到，接下来继续催偃熙柔再给她生宝贝孙子。而沈渊在2婶生完孩子后，又开始闹着要去巫曲，想去找爹和小姨玩。每次他一提起这事，谢怀春就用各种有趣的事吸引他的注意力。后来这招实在是行不通，他索性滚住他的嘴，让他别说话，将人抱到床上狠狠地疼按。当年的一瞥，你的笑依旧温悦，我再次被写下心事有感觉，看花有谢，用心弹琴歌乐，我写下一片风雨不停歇。你是天上的空之界，或是掉落的白雪夜，
只是体力和黑人生一眼。你是天上的空交线，我坠落人间的是离别。原来整个世界只剩你了解。沈渊很快又有了身孕，谢怀琛的心里松了一口气，至少10个月不用头疼去巫曲的事了。期间2审又被沈老夫人催到怀孕，而这次沈渊生产比第一次轻松不少，不到2个时辰，孩子就出生了。阿渊，快看看，是个男孩。沈渊一听，气得闭上眼睛睡觉。没能生出女儿的沈渊，这回又来侯府看2审能不能给祖母生个宝贝孙子。孙子，祖母，你不过去一起等着吗？阿渊，你过去看看吧，生了就过来给祖母讲讲是男是女。沈渊点点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孩子出生了。沈渊知道性别后，正准备说话，沈老夫人赶紧抬手阻止，让我先吃点花生。然后双手合十，继续祈祷：要生孙子，要是孙子，要孙子。是男孩吗？是女孩啊！沈老夫人顿时倒抽一口凉气，然后一口气没喘上来，捂住胸口，痛苦的说不出话来。沈渊撇了撇嘴角，看祖母如此嫌弃孙女，气得不想安慰她，转身走了。其实这次是男孩，他跟祖母开个玩笑而已了。然而他很快就被府中的下人给叫回到院子中。你2审这次终于生了个男孩，没想到你祖母太过兴奋，方才被花生呛死了，娘还没来赶得及看一眼孙子就走了啊！这必须是个秘密，祖母是被我不小心气死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办完祖母的丧事后，沈渊又同谢怀琛商着要去巫曲。这回太子有新的理由，皇帝身体病重，太子妃必须同他一起在床前尽孝。沈渊觉得自己没什么才艺，唯一哄父皇的法子就是真诚的夸赞他，比如平日里夸燕之博学多闻，到了父皇那儿就变成了难怪殿下如此才学，原来都是跟父皇学的。夸燕之俊美无愁，到皇帝那就变成豪臣第一眼见到殿下便被他的气质吸引，心想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风流人物？可见到父皇后才知他是生得像爹呀。别人说朝臣现在都听太子差遣，而沈渊在皇帝面前就说那是因为父皇器重颜值，父皇英明神武，无论谁被父皇多看一眼，大家都会把他当个人物，而臣求父皇多多关照。每次一些老臣将太子不肯纳侧妃的事提到皇帝跟前儿，皇帝总想到沈渊说起燕之时那幸福的样子，心想太子妃已经生了2位皇孙，纳侧妃的事儿不急就不急吧。皇帝临终前，太子向他求一道称赞儿媳妇贤良淑德，当母仪天下的遗诏，虽然觉得不妥，可瞧着乖巧的儿媳，还是特意下了这封诏书。这封遗诏后来封死了那些老臣和言官的口，谁也不敢轻易的说皇后善妒，专宠祸国。再后来，皇帝病逝，太子继位，穆皇后顺利的晋升为太后，已经学会不再折腾。皇上驾到！万岁！万岁！登基大典后不久，沈渊被册封为皇后。沈渊身着华贵的凤冠霞帔，同谢和珍一起缓缓地步入大殿，走上台阶。现在的他戴上沉重的凤冠，已经走得步伐稳健，仪态端庄，颇有母仪天下的风范。当然，心里只想着赶紧结束，登上太子东西好。